听说了吗？京城最大的小官楼出了命案，死的是将军最宠爱的女儿王虎，杀人的是京城名妓血色。真是大快人心啊！一个小官的命坏一个恶霸的命，简直太值当了。斩！这人当真是京城第一美人啊，死了真是有点可惜。唉，可不是嘛。你看，才3天时间，那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哎呀，白瞎了这副好皮囊了。一旁的刽子手抽出他身后的木牌，拎起铡刀便落了下去。眼见铡刀即将落下，一枚凭空出现的小石子将其打落在一边。将军大人，时辰未到，莫要着急哦。究竟是何人？饶本将行刑。将军，你猜啊？在下烦请姑娘莫要干扰在下行刑。那不行，这人我看上了，便是我的。你们都给我上！拦下他们！将军，人我带走喽。啊！放箭！放箭！那一会儿只能我去给他上药。行行行，小祖宗，都听你的。看着昏迷的血色，刘生解开他的衣服，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刘生也不敢使劲撕扯，轻柔地处理着。好不容易扒开了衣服，他也出了一身汗，沾湿毛巾帮他认真擦拭伤口，丝毫没有因为他可能是自己情敌而故意搞破坏。上好药，已经过去了1个时辰，血色身上的伤口太多，很多都已经溃烂发脓。不过不怕，这可是上好的疗伤圣药，定然不会留疤的。看着这些伤口，刘生也有些心悸。这得多疼啊！倒是有几分心疼这个人了。我虽然是个孤儿，可是我遇到了千雪，那个俏皮温柔的女子，我生命的救赎。我救了你，你可不准跟我抢千雪。累了吧？没有。去隔壁房间休息会儿吧，出来好几天了，明天我送你回家。那你呢？等他伤好了。千雪，你喜欢上他了对不对？你不想要我了？傻小子啊，你想多了，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他。让你先回家呢，是因为我们跑出来太久了，大姐估计啊快要找到我们了。你先回家顶一阵，给我撑一段时间。可以是可以，不过你要答应我，要快些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行行行，小祖宗，都听你的。我走向血色，整理着少得可怜的信息。血色，京城第一花魁，善舞，性格桀骜不驯。好吧，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这人，只听说过这么多。不过我既然看上了，那就是我的人啊。桀骜不驯，我们来日方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梦里，我叫血色，又名血色，因为我常年只一袭红衣，浑身上下透着股狐媚气息，眉间一点朱砂衬得整个人更加邪美。我是京城第一花魁，是很多达官贵女争抢的人物。可是再受欢迎又如何？在这种地方，最可怕的便是红颜老去，无人问津。我在这里待了5年，从13岁被卖到这里，我已经厌烦了。那天夜里，是我的生辰，楼主将我拍卖，而王虎以最高价买下了我。
那一夜，我被王虎凌虐得惨不忍睹，一夜浑身是伤，火辣辣的疼。我睁眼看了一眼熟睡的王虎。既然大家都这么厌恶你，那我们便一起下地狱吧。我抽出头上的簪子，对着他的心脏狠狠地插了进去，鲜血四溅，王虎瞬间没了气息。我忽然觉得释然了。哈哈哈哈哈哈！死了便好。那我是不是也该死了？我一脚将那人踢下了床。这么肮脏的人可不配睡我的床上。第二日清晨，小世从屋外进来，我因昨夜太累还未曾醒来。屋里到处弥漫着血腥味，王虎躺在地上浑身染血。死人了，死人了！身上可真疼啊，这副身子还能要吗？吵什么？我不过是杀了一个恶霸而已，你去报官去吧，我不会离开的。血色公子，你……小事如此惊恐，原来是因为我的手上满是血迹，我想拿出帕子将其擦掉，可惜鲜血已经干涸，蹭了半天也没有蹭干净。要不你先帮我打盆水，让我梳洗干净如何？血色公子疯了，杀了王小姐！疯了，我确实是疯了呢。我看着手上的血迹，自嘲地笑着。大狱里，所谓全尸二字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知被蘸着盐水的鞭子抽打了多少下，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疼什么的已经彻底麻木了。3天，不知被痛得昏迷了多少次，也不知被浇醒了多少次。看见第3日日光洒在身上的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彻底解放了。好亮啊，这光线有点不适应了。你终于醒了。我竟然还活着，是那天刑场听到的那个声音。可我早已心如死灰，他就是在多管闲事。终于醒了，我已经等了好几天老妈子了，累死我了。多谢姑娘相救，不知姑娘大动干戈，救血色一个将死之人，有何意义？将死之人，大动干戈？心已死，活着也是行尸走肉罢了。哼，无碍，行尸走肉就行。还有啊，我没有大动干戈，我只用了2个人。你抬抬胳膊，看看能不能动。已经没有那么痛了。好多了。那，拿着，能动了，这粥就自己喝吧。还有啊，我叫穆千雪，你也可以叫我七七。还有，你的名字得改改，原来的名字不能用了。你还有什么名字吗？这女子似乎有些不一样，她的名字，我可以直呼她的名字吗？我原来的名字叫子熙。子熙？行，以后我就叫你子熙。你喝粥吧。子熙这个名字，我有多少年没有再听过了。吃饱了没？饱了，多谢。我将碗放在一边，拿出帕子替他擦了擦嘴，扶着他躺下。行，你再休息会儿，我吃完饭带你晒太阳。随即，我端起碗直接去了桌边，自顾自地吃了起来，没再搭理他。子熙整个人处于一种飘忽的状态。从未有人如此待我，如此温柔的对待。午后，
我将他扶到屋外的软榻上，让他小心躺好。你躺够了，喊我啊。随即，我坐在一旁嗑着瓜子，越嗑越起劲，越嗑越感叹。哎呀，真是香啊！喂，你一直看着我干嘛？你也想吃瓜子？不是。姑娘，为何救我？自然不是白救你，这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我怎么会做？因为你长得美，我要让你当我新店的招牌。我不会再去小关楼。姑娘若有这个想法，不如趁早杀了我吧。别这么着急拒绝嘛，卖艺不卖身，行不？这么漂亮，死了多可惜啊！哼，我便知道，没人会真心对我。子熙是侵犯，不可能再出现在众人面前。我感觉到他身上的绝望，其实我真的有些不忍心。不过，我可不愿意干赔本的生意。这些天在他身上花了好多心思，花了那么多珍贵药材，不讨回来，我心疼。我急忙蹲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手心里传来的温暖让他一阵心慌，不明所以地看着我。姑娘，这是何意？叫我七七便可。答应做我的头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我向来说话算数。姑娘不必再说，子熙不愿。女子的承诺，我又何曾没有听过？可是又有几人能够做到？何况他救我，本就是有目的的，留在那种地方，怎会不受伤？我自然没觉得，就几句话，他就会同意。抬手将他抱起，来到屋后的小树林里，随即将他放在地上，故意摇头叹道：“你不愿意？那自生自灭吧。啊，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心思，亏了呀。”我故意在说话时将声音缩小，但却刚好可以传进他的耳朵里。没有人在乎，那便死了吧。为什么？刚到手的一点温暖，便这样消失不见了。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在我千疮百孔的心上再狠狠戳一下？我躲在一旁的树上，静静地看着他，心里微微有些动容。本来也没打算扔了他，只不过看着那人脾气太倔，想惩罚他一下而已。随手摘下一片落叶，朝着子熙的方向扔了过去。随后一条毒蛇掉落在他的身上，子熙猛地睁开眼，看着落在地上已经死掉的蛇，心里突然升起一丝希望。他一直在身边陪着我，他没有扔下我。好，子熙答应你。哼，就知道你会如此。我从树上跳下，顺手折了一截树枝，将子熙身上的蛇挑了下去，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为何突然想通了？你一直在那里候着我。你不想我离开？你会保护我吗？哎呀，这孩子似乎承受了太多东西，都不知道救了他是对是错。但对于这样一个人，着实不太忍心，心狠不起来啊。也罢，美人嘛，都是有特权的。哎，我之前说过的话算数，你若是当我楼里的花魁，我定护你安好。可我是侵犯，如何再出现在人前？哎，稍微动点手脚便好了。我们回屋吧。回屋后，我重新将他放在床上，替他盖好被子，掖了掖被角，正准备离开，却被他拉住衣袖。还有何事？这是在做什么？我还有什么资格可以央求别人？我不过是一个被他救了苟延残喘的妓子，即便还有利用价值，现在我这副身子还能做什么？看他别扭痛苦的神色，我干脆直接脱了自己的外衣，掀开被子挤了进去。别说话，这里只有一张床，我的床被你占了好几天了，我困了，要睡觉。可是
我什么也不想听，我要睡觉。子熙顿时僵住，一时间不知手该放在哪里。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如此手足无措。我将他搂进怀里，不经意地低语一声：下次若是不想我离开，便直说。我是真的困了，这几天没有床，真的没有睡好，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只留子熙一人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他和我见过的那些人都不一样，他看我的眼中有过经验，却从没有占有。他对我好，即便是有目的的，却也能给我一丝温暖。我确信，若是再和他相处下去，我一定会离不开他，真的会如他所说，即便在那种地方，他也会护我安好，好暖。从进了青楼，子熙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夜都在噩梦中惊醒，今夜却睡得格外安稳。他竟一觉睡到天亮，他醒的时候，我还睡得正香。在昏迷的日子里，我隐约可以感觉到一丝伴着温热的凉意，是他在为我上药吧。明显感觉到我的伤已经好了大半。他真的只是为了让我进他的楼里吗？这样的花费也太过昂贵，昂贵的让我无法接受。这天下美人如此多，我值得吗？我只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自我，甚至没有心，只有一副让人厌恶的容貌。有多少次我都想毁了这个脸蛋，可是心里总存着一丝侥幸，万一因为这副容貌而有人看上我这个人，哪怕那人是个乞丐也好。我本就睡眠很浅，又有这么一个人直勾勾地看着我，灼热的目光让我想睡都做不到呀。醒来时却看见了子熙带着自嘲的嘴脸，愣了愣神。子熙见我醒了，想支起身子，伤口还没好，莫要再有大幅度动作了。子熙明白了，不必这么小心翼翼地对我说话，你的骄傲呢？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屋子。此时子熙静静地坐在床上，苦笑一声：哼，骄傲？我哪里来的骄傲？又何曾有过？即便真的曾经有过，经历了这么一场浩劫，还留着有何用啊？眼睛不禁有些酸涩。为何要对我这么好？我真的害怕管不住自己的心，怕我会忍不住爱上你。我走出屋子，又认命地上街买些吃的。我可懒得做饭。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周，子熙的伤口也好得七七八八，做事完全没有问题，伤口不会裂开。我这才彻底解放，放他下床，让他承包了所有的活计。我在一旁歇着去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去山上采药，你一个人千万别乱跑，注意安全。我和你一起。别，我可不想带一个包袱，记着别乱跑就行啊。子熙有些落寂，点点头，接着做起饭来。毕竟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吃完饭，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准备出门了。在家里等我，不准乱跑。说完便离开了屋子。子熙听见这句话，浑身上下窜起了一股暖流，看着我的背影，眼里的情意表露无遗。家，多么温馨的一个词语，对于我而言，多么渴望的一个地方，我也可以有吗？我在家里等你。看着手里寥寥可数的草药，又看了看天色，哇，真是心累啊！才采了这么一点儿，哪里够用啊？接着找吧。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摸了摸瘪了的肚子，这太阳啊，都快落山了，实在没力气，还是回家吧，剩下的明天再来吧。回到山下的小屋，发现晚饭已经做好了，而且有些凉了，
可是人却不在，我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子熙，子熙，子熙！哎呀，坏了！我不怕，不怕。天色越来越暗，怎么办？我是迷路了吗？这么一大片山林，天色又暗了，他在里面完全迷失了方向，时不时一阵冷风吹过，吹得树叶沙沙作响。他不由抱紧了自己的身子，抓着树小心地一步一步往前走着。突然他不知摸到什么，滑滑腻腻的，吓得他一下子尖叫出来，往后退了几步，却不小心一下子踩空，直接摔了下来。丛林里响起一阵凄厉的叫声，蹭着树枝和地上的石头，又添心伤。他试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自己崴了脚，心里升起一抹绝望。又试了几次想要站起来，都无果，绝望地坐在地上。他已经放弃了希望。子熙，你在哪儿？我在这里。待在原地别动，一直说话。我在这里。子熙。在子熙看见我的那一瞬间，如同一个长期困在寒冰地狱的人看到了阳光。不知他哪里来的力气，竟然站了起来，紧紧地抱住了我，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子熙，你把我的衣服弄湿了。子熙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脸上有一丝慌乱，急忙退后一步，又险些摔倒，痛呼一声，胡乱地说道：方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崴脚了？我……闭嘴，别说话，真是个麻烦。他没有扔下我，他还留着我。好了，你为什么出去？不是吩咐过你不准离开这个屋子吗？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啊？别咬了，嘴都咬破了。明天我还要出去，你给我在小屋里好好待着。真好，他在关心我。还有啊，不要喜欢上我，不会有结果的哦。子熙从没有奢望过您的爱。您这么优秀，我哪里配得上？能得到您的一丝关怀，一丝疼爱，便足够了。让我默默地看着您，爱着您便好。我用了3天时间，终于将所有的药材找齐，又用了3天时间把所有的药配好。好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动动他的脸，便大功告成了，我便可以全身而退了。这几天真是累死我了。来吧，我们开始吧。好。哼，如我所料，这人喜欢我，而且很喜欢。他表现的实在太明显了，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想要隐藏。好啦，你来镜前看看，满不满意？这是我吗？我眉间的是梅花。对，是梅花。还有绣在你身上的胎记也是梅花。梅花傲雪独立，不畏严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子熙明白了。子熙的脸很美，纯天然的大美人儿，五官精致的不像话，不需要我动太大的手脚，只是将她的眼角拉长，更添一丝魅惑。只2天，伤口便已经好了个彻底。2天后，我手把手教着子熙如何上妆，将原来的妖孽美人改成了冷淡如水、温文尔雅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上仙子，看得我呀都是一阵痴迷。这2日，他亲自为我画眉，为我梳妆，即便他另有目的，但是对于我而言，也已经足够了，是我这一辈子最开心、最幸福的。我不得不承认，子熙在化妆方面极有天赋。
在他画完最后一笔转过身来时，我差点鼓起掌来。哎呀，以后会有很多银子入账哦。不亏，也不枉我这么多日子衣不解带的照顾他。我从一旁的柜子里拿出一开始准备好的一身衣服递给他。那，将这件衣服换上。几分钟后，子熙出现的那一刹，我差点没把持住。好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儿，好一个名动京城的第一美人，真是实至名归啊！面前的人儿一袭白衣飘飘然，乌黑的长发，血色的肌肤，粉嫩的嘴唇，魅惑的双眸，带着些许紧张期许的神情。我伸手拦住他的腰，将他拉进怀里，丝毫不掩饰我的惊艳，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子熙的身子僵了起来，不由闭上了眼睛，期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果然没让我失望，这么一个美人儿，我都舍不得给别人看喽。子熙的脸瞬间红了，滚烫滚烫的，张开眼来，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含羞带色的看着我。我没有丝毫迟疑的吻了上去，只是淡淡的一吻，子熙的身子便颤了起来，没了力气。美人的身子似乎很敏感呢。我爱他，若他想要，现在拿去便可。只可惜我这副身子已经被糟蹋了无数次，他会不会嫌弃我？他这副表情是何意啊？我什么也没做啊。好吧，我确实唐突了，没忍住吻了他。实在是美人在侧，心痒难耐，看样子这人是不喜欢我的触碰。想着便立刻松开了他。被我松开的子熙脸色瞬间灰白起来，整个身子摇摇欲坠。我不禁生出几分怜爱，想要扶住他，又想着这人似乎不希望我碰他，随即伸出的手又放了下来。你怎么了？他嫌弃我，嫌弃我的身子。你若不喜欢我触碰你，我不碰便是啊。不过他日你也是在青楼里，这般怕是不行啊。听到这话，子熙更是绝望。他本就浑浑噩噩，话听完，仿佛浑身所有的力气都被抽走，险些摔倒在地。我也不管自己猜测的想法，急忙扶住他。子熙眼角还带着泪花，突然伸手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了下来。我急忙阻止。哎，你这是做什么？子熙知道自己这副破败身子您定是看不上，子熙不做他想，只是子熙，你要明白，我救你呢，不是为了你的身子，我要的是你，是你当我楼里的花魁，莫要痴心错付。我不是你的良人，方才是我荒唐了，我给你道歉。我没有嫌弃你的身子，若是我爱你呢，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问题，只是子熙全都明白，接下来的事情请您吩咐。这有2瓶药，一瓶是唤情散，一瓶是解药。唤情散服用之后呢，会产生与人欢好的幻觉，我答应过你，护你安好，但是我半年后才能再次回来，我已配好半年的量，这药无色无味，不会被人发现，保你无虞。说完，我又从怀里拿出一张纸和一个玉佩递给他。你出去后的身份我已经安排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叫子熙，是从巫室逃荒出来的难民，被卖到京城第1楼，具体的信息都在这纸上，你回头细看一下吧。到了那里拿出这个玉佩，便会有人帮衬你。还有啊，你的性子习惯注意些，要和血色岔开些，具体的你自己把握吧。不是早就知道会是如此，我还在难过什么，还在期待什么？子熙明白。京城美男，本姑娘来了。在血色被救走后的1个月，京城第1楼生意回转，楼里来了个跟血色模样像了个十足的男子，不，应该说更美
更魅惑。不过性子却和血色千差万别，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美人儿。多少达官贵人想要为她赎身，皆被她冷冷拒绝，从不拒绝过夜，也从不拒绝赎身。我坐在酒楼里，听着他们闲言碎语地聊着子熙，心里满足的紧啊。京城第一楼已经被我买下来了，更名为一览芳华。没有人知道是谁买了京城第一楼，只知道这里换了主人。只有子熙脸上的笑意越发明显，因为他知道他心里的那个人要来了。吃饱饭，我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找了个客栈美美的睡了一觉。醒来时天色已经暗了，拿出行李简单易了个容，从客栈里走了出去。一览芳华今晚的生意不错，花魁子熙亲自登台演出。我到的时候，子熙刚刚开始表演，她跳的是舞，薄纱敷面，白衣翩然，青丝墨染，一举一动都是魅惑非常。轻步慢舞，身子柔弱无骨，步步生莲，整个人如同活在梦境里，如梦如幻。莫说下面的恩客一个个炸开了锅，疯狂地喊着子熙子熙，就算我在现代看遍了各色的舞蹈，也同样看得魂牵梦萦啊。美色毒药啊。接下来依然是喊价环节，喊出的价位在疯狂涨着，出价便是500两，现在已经涨到5000两，5000两都可以买下一个花魁了，只是一夜。他们不觉得亏得慌，似乎能得如此美人一夜，散尽家财也无所谓呀。最后定价8000两，不错不错，但怎么感觉子熙身上有种落寂的气息呢？10000两！楼里所有的人都跟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我也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些冲动了，还有点心疼我的钱呢。如此，美人是我的了。美人，洗好等我哦。众人也都是一脸鄙夷地看着我，却也无可奈何，谁让我人傻钱多呢？他们只能是看着台上的子熙转身而去，脑补他们跟美人的画面。就这样，我在众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之下，被小诗带着上了2楼，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屋子。行了，你先退下吧。我走过去，坐在一旁的桌子上，等着子熙到来。子熙回来时，端了壶刚沏好的茶，还有一坛上好的美酒，淡笑着走向我，脸上的笑容刚好。小姐，不知您是喜欢茶还是酒？我倒是更喜欢美人呐，春宵苦短，不如我们早些安寝吧。说完，我便准备吻上去，谁知子熙一下子起身，竟躲开了，脸上笑意不减，从我的怀里闪了出来，看出我脸上的不满，忙倒了杯酒，淡笑道：小姐莫要着急，子熙有一个习惯，睡前喜欢喝2杯酒，不知小姐可能满足子熙啊？美人的要求我怎么能不满足呢？说罢，我走上前去，拿起他手中的酒，直接喝了下去。子熙眼里闪过一丝金光，随之消失不见。不过这一瞬间却被我准确地把握到了，嘴角的笑意不减，又抱上面前的盈盈细腰，吐出的气息打在子熙的脸上，我的身子贴住他。我已经满足了美人的要求，现在美人是不是也该满足我的要求了？下一秒，他便被我拉到了床上，我开始撕扯他的衣服。子熙一下急了，为何药效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将他的表情看在眼里，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在离子熙的唇还有1厘米的地方，
脑袋一侧，昏了过去。唇瓣擦过他的侧脸，他侧脸瞬间如同一团火在烧，心脏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我今日为何会这样？这人的感觉好生熟悉。他见我昏了过去，松了口气，推了推我，喊了2声：“小姐，小姐。”确认我没反应，他这才推开我，起身坐回桌边，从另外一个壶里给自己倒了杯茶，灌了下去，神色微微有些狼狈。他转头看向床上的我：“这人不由让我想起了他。七七，你让我唤你七七，可我从不敢这样喊你，我没有资格，只能在想你的夜里偷偷唤你。半年到了，你为何还没回来？”我睁眼看向一旁低声呢喃的男子，他的话语自然全部落入我的耳朵，我又闭上了眼睛。仔细没有难过多久，便褪下身上的衣物，自己吻上自己的身子，使劲地吸吮着，够不到的地方便狠狠地掐上一把。雪白的皮肤上留下一串串痕迹，如同他的心，伤痕累累。我看着他的动作，实是不忍，坐起身来冷笑道：“不曾想子熙公子便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子熙的身子瞬间僵硬，忙拾起地上的衣服，手忙脚乱地穿起来。由于太过紧张，穿了半天也未曾穿好。怎么，被我看到身子很紧张？牢里待了这么久，还是这么生涩害羞？知道了我的事情，还被看了身子，看来这人不能留。干你何事？我从床上下来，一步一步地走近他，坐下，倒了杯茶。哼，你可是我花了1万两银子买的，你说干我何事？你说若是别人知道子熙公子每次服侍人，茶里或者酒里都下着幻情散，会有什么后果啊？不知小姐如何才能放过子熙？自然是想和美人共度春宵，翻云覆雨了。不可能。不可能？你有拒绝的余地吗？说完，我便直接将他禁锢在我怀里。子熙使劲的挣扎。放开我！放开你？怎么可能？美人在怀，哪能干看着呀？你说是不是啊？既然身子留不住，不如死了。这就想死？子熙浑身一震，眼中的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伸手紧紧环住了我的腰，不住地摇头。看他这样，便知道他认出了我，随即从他身上起来，顺便也将他拉了起来，替他擦了擦眼泪。逗逗你而已，哭什么？真好，你回来，我可以再看到你了。好了，别哭了。对了，药在哪儿？子熙抬起头，泪眼朦胧，不明所以地看着我。我伸手在他自己掐过的地方按了一下。哎呀，这么漂亮的身子，就让你这么糟蹋。1年后，简单介绍一下，一览芳华是个小官馆，楼如其名，里面的男子自是风华绝代。一览芳华每天的收入抵得上一个小城区半年的收入，来来往往的人啊更是复杂，鱼龙混杂。可千万别轻易得罪这里的人，否则啊，别说第2天的太阳了，
你可能今晚的月亮都看不到。楼里最大的招牌现在已经不是子熙了。自从1年前那个夜晚之后当然别想歪啊，自然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过是看着他自虐，我舍不得让他接客了。更准确的说，我是看不得美人受伤，尤其是我看上的美人。随后我让他收起招牌，教导新人。楼里呢共有花魁2位，一位是听风阁听雨，擅长书画，性格不如喜好这么温和，是个顶级的倔脾气。这人生起气来，我也毫无办法，唯独害怕子熙，这让我郁闷了好一阵子。另外一位燕雨阁脸燕，擅长琴舞，此人性格和之前的血色像了个10乘10。子熙调教的时候，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传人一样教导。不过他还真没让他们失望，有几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觉。带他去沐浴，回来带到我房里。是，楼主。饶天5年，凤舞和凤溪开战，历时2年，凤舞大军直破凤溪京都，直逼皇宫，凤溪亡国。一大堆男子被充军，我也是托人花了些钱买了一些上等姿色的男子回来。楼主，新来的一批到了，杨管事请您去验收。杨雷，一览芳华管事，专门负责楼里小官的筛选。杨磊的审美我是很放心的，更是因为放心，所以期待不已。调教美人什么的，我最喜欢了。小事将我带到后院一处比较僻静的地方，随后退了下去。我推开门，就见屋里有10几号新人，各有特色，小模样都标致得很，只不过都团成一团，瑟瑟发抖。楼主，这边是新来的那几个人。行了，你先退下吧，交给我吧。是，楼主。我走近几人，咳了一声。屋里的几人同时看向我，眼里都带着害怕，团着身子止不住后退。不过倒是有2个例外，一个只是淡漠，另外一个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没有一丝胆怯，还带着几分魅惑。我摸了摸自己的脸，我长得也不丑不吓人他们怎么怕成这样？你们不要害怕，我保证，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们。几人听了我的话，状况稍微好些。我走向那个眸子里始终只有淡漠的男子，捏起他的下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哼，问你话呢，礼貌呢？看上去不像一般人家的公子这点基本的素质都没有。这话似乎刺激到他，他身子颤了一颤，眼里不再那么平静，凉凉地吐出2个字：云染。你们几个的名字？奴唤作妖娆。杨磊，带他去沐浴，回来带到我房里。是，楼主。妖娆公子，请。妖娆扭着腰肢，骄傲地走出了这个小破屋子。我看向剩下的几个人，转了转手上的戒指，皱眉道：“你们接着报名字呀。”许岩、柳梦莲、周之宇。你们记住，无论你们之前是什么身份，凤溪已经亡国，都已经成为浮云了。到了我这一览芳华，就是我楼里的小官，若想过得不那么悲情一个个都听话些，否则我也护不住你们，可都记住了。来到媚晴的屋子，直接吩咐道：“媚晴，新来的几个就交给你了，该怎么做不用我教吧？”楼主放心，媚晴自然明白。将云染的情况每天汇报给我，其他人你自己看着办吧。是，楼主。云染是哪一个？出来。云染从人群静静地走了出来，面无表情。好一个风华绝代的冷美人儿，
凌乱的衣服和发饰下，气质却是丝毫未减，一看便不是普通人家的公子，也难怪。点穴，玲珑山瀑布。瞬间10几个男子均被点了穴道，一个个的被扛着扔进马车里。一个个泪眼婆娑，惹人怜爱，欣赏的却只有他们自己。1个时辰后，一个个又被扛下马车，被解了穴。媚晴从另外一辆马车里走下来，风姿灼灼，纤衣裹着素腰，婀娜多姿，眼神却格外狠厉。女子背着身子站在瀑布一边，男子全部去瀑布里将自己洗净。若让我发现哪个女子敢偷看，小心你们的眼睛。还有你们，若是想逃走，被周遭围着的女子看了或者亲了身子，可不要怪我。话音刚落，10几号女子迅速背过身子，均匀地分布在瀑布四周。几个男子紧紧围在一团，抓着自己的衣服不肯脱下。媚晴似笑非笑地看着众人。怎么，想让他们帮你们脱？云染眸子动了动，依旧面无表情，随后开始解开身上的衣衫。细看之下，却可以发现解衣服的手轻微地颤抖着，一件一件衣服落地，留下一件中衣。在媚晴带着危险的审视中，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苦笑，脱掉了最后一件衣服。血色的肌肤瞬间展现在众人面前，她没有在岸上有丝毫停留，颤着身子走进瀑布里。媚晴将视线转向其他人，终归是在她凌厉的神色下屈服，一个一个认命地脱了衣服，走进瀑布里。媚晴淡淡扫了眼众人，摆弄着自己的指甲说道：都莫要寻死，你们都互相监督着，不然下水救你们的可都是一旁站着的女子。若是一个个不想被看光，就都安分些，当个聪明人，莫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否则后果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我的屋子不在楼里，我嫌那里吵，晚上睡不上一个好觉，于是就在后院僻静的地方找了个位置不错的屋子住下。我回到自己屋子时，妖娆已经打扮好，正在我房门外候着。进来吧。方才看你不是挺胆大的，这会儿怎么这么乖啊？妖娆眼珠子快速地转动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却还是乖乖地站在原地。我从柜子里拿出一摞东西，找了找，扫了一遍，说道：妖娆，原名柳絮，18岁，10岁被卖到凤溪浮华楼，13岁开始接客，15岁成为浮华楼第一花魁，能歌善舞，性子火辣。既然在楼里待过，规矩什么的应该都懂。明天我会让子熙安排你上场，莫要在我面前耍小聪明。记住啊，我喜欢听话的。还有，不用收敛你的性子，该是怎样就怎样，莫要太过就好。奴明白。倒是聪明。2楼上楼左转第3间屋子，风情阁是你的了。子熙在3楼左转第1间，还有问题的话去问他。现在下去吧。是。我拿起桌上的一摞纸，看了起来，越看眉头皱得越深。这帮人啊，来头都还挺大。云染竟然是凤溪的13皇子，柳梦林是尚书的嫡出公子。一波新人，也就这个妖娆能省点心，其他人估计调教起来还有点困难。首先得磨磨他们的傲气，不过挑战什么的我最喜欢了。进来。奴是新来的妖娆，方才楼主说明日让子熙哥哥安排我出场演出，还有什么不懂可以问问子熙哥哥。明日奴原先便是楼里的，规矩什么都懂，所以楼主安排奴明日演出。我明白了，
明日我自会安排你上场。房间七七想必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一会儿我会派2个小时过去，他们会告诉你该注意什么。你退下吧。是，奴明白。没有经过调教、没有人气的新人，自然不能拥有自己的屋子。剩下的几个人被安排着住在一起。媚晴已经扔下话，明日开始正式调教。没有人知道调教的内容是什么，但他们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一晚上，10几人竟无人能安然入眠。第2日天还未亮，便都被喊了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妆。即便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小事负责上妆，但身为一个合格的青楼小官，能够画出最适合自己的妆容，这才是最基本的一项能力。其他小官楼怎么样，我不知，但一览芳华，必须每个人都会学会上妆。记住，上妆不能千篇一律，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脸部特征，选择适合自己的妆容。无论清雅或是魅惑，我要求你们都必须掌握。以后的1个月，每天清晨会有2个时辰的时间由我指导你们。现在开始第一步，敷粉。随后仔细拿出我特制的粉底，发给每人1个，拿起粉扑解释起来。这是粉扑，拿起粉扑沾着粉，轻轻在脸上扑着便可以。粉扑一定要是湿的，鼻翼和鼻头两边的妆也要尽可能的薄。仔细将每一个东西一一介绍完，便拉着其中1人做起示范。毕竟人人都爱美，每个人都听得极为认真。仔细的2个时辰结束，中午便是媚晴的时间。她教的是让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魅惑力，吃饭的时候亦是如此。媚晴的性子要比子熙冷清得多，在她这里，若是有人犯了错，自然会有他的惩罚。一中午，没有人敢大声出气儿，生怕自己被罚，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只有云染例外，从头到尾都冷着一张脸，听雨敛艳，还可以撑起一览芳华好几年。有个妖娆和柳梦琳便可以了。最后一位是云染，我对这人倒是有几分期待。皇子嘛，据说凤溪13皇子可是弹的一手好琴。云染只是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冷漠地听着他的名字被喊，却无丝毫动静。既然不愿表演，不想学习琴艺，想必技术定是顶尖。既然如此，美晴，你直接安排他进行下一项吧。是，楼主。走吧，愣着做什么？莫不是想让这一堆女子架着你走？这样是不是太快了些？哼，这般倔强的性子，别好好磨磨。再说最后一遍啊，我只喜欢听话的男子，我从不是怜香惜玉之人。若是再有人不听话，便也跟云染一般，直接去学习如何服侍女子。大家都莫要太过紧张，只要听话就好了。都散了吧，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明天继续。你要带我去哪里？当然是带你学习如何服侍女子啊。我不会去的。怎么，还以为你的身份有多高贵？到了一览芳华，你就只是一个小官，不乖乖的，后果可不是你能想象的。点穴，3楼云清阁。是。云染瞬间被点了穴，随后被女子扛在肩上上了3楼，被女子扔到床上，被灌下了一瓶她不知的东西，随后才被解了穴。你给我灌了什么东西？自然是好东西，你很快便会知道了。无耻！媚晴冷笑一声，坐在一旁等着药效发挥作用。云然感觉到身子越来越燥热，浑身已经开始冒汗，热得他想退掉身上的衣服，但理智告诉他
这不可以。他紧紧咬着嘴唇，掐着自己，他不能脱，一定不可以。他感觉身子如同蚂蚁般钻心的痒，时间越长，越忍受不住身上的火热。这么烈的药，已经坚持了这么久，真是个美人儿啊！我见犹怜。你说我去外面拉几个女子回来，好好疼爱你如何？不要。算着时间，我便去了云清阁。我到的时候，云染还在死撑。楼主。倒是个能撑的，都下去吧。1刻钟以后准备冰水。媚晴有些不明白，却也不敢多问，跟着众人退下。我在床边坐下，看着云染轻笑道：怎样，这滋味如何？要不要我帮你啊？求你不要。怎么这就想死了？楼主，进来吧。媚晴将冰水抬了进来，我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子，往里面倒了些，扒了扔进去。媚晴走过去，便要撕扯云染的衣服。云染早已被折磨得没有力气，浑身软绵绵的，只能任由媚晴撕扯。很快，媚晴将她扯得只剩中衣。云染微微感觉到有些清凉，随后云染便感觉落入一个怀抱，冰凉舒爽，扑通一声，刺骨的冰冷袭来。她不由打了个寒战，逐渐清醒起来，在水里抱紧自己，狠狠地瞪着我。我搬了个凳子坐在她旁边，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学会听话没？啊？无耻，卑鄙！哟，终于有表情了，肯说话了，还以为你是个面瘫呢。问你话呢，学会听话了没？行，可以了。若下次再发生这种事，便不会是这么简单的惩罚了。等待你的不是冰水，而是客人。每天这个时辰都是夜晚芳华最火爆的时候。今夜我本不打算观看，不过今日妖娆第一次上台，我得看个效果。我寻了一个最好的观赏位置，拉着子熙一同坐下，斜倚在他的身上，保证自己躺得舒服，又刚好可以看清楼下的表演。虽然我不是第一次这样靠着子熙，子熙的心还是在不由自主地跳动，我听得清晰。这里跳得太快，我怕他跳出来。七七你……子熙被我的话闹了个大红脸，娇嗔地瞪了我一眼。我将他拉进我怀里，子熙惊呼，我将他抱在怀里，将他的耳朵靠近我的心脏，听我的心跳吧。子熙感觉一阵甜蜜，闭着眼听着我的心跳，丝毫不受外界吵闹的影响。我看着他，嘴角勾了勾，这人我打算收了，不然光养着不接客多亏呀。好歹要把我伺候好了，我的男一号。我收回目光，望向台上，仔细将妖娆的演出排在中间，毕竟是第一次在这里演出，没有开场，也没有压轴。不过妖娆似乎不错得很，我欣赏着妖娆的舞姿，撇向裸露在外的腰肢，还真是纤纤束腰，盈盈一尺握啊！手不自觉地探上仔细的腰，掐了掐，似乎一样的纤细。你太瘦了。七七喜欢丰腴的男子。不知道啊，若是你胖些更好，更有肉感，抱着更舒服。好，那我以后多吃些。你觉得妖娆如何？这身段，这舞姿，定然多的是客人喜欢。七七，你又可以有一大笔收入了。就爱听你说这话，走吧，教你下棋。哼。棋盘是由纵横各19条等距离垂直交叉的平行线构成，形成了361个交叉点，简称为点。古诗云：闲看树者烂樵柯，见草山花
一刹那，500年来棋一局，仙家岁月也无多。围棋可是个极其烧脑的游戏，讲求耐心、心胸技巧，步步为营。不仅需要布好自己的局，更是需要洞察对方的套路。从一个人下棋的方式，便可猜出这人的性格。今天便教你这些吧，回去买一本围棋的书，看看规则，有空接着教你。感觉围棋可真难。是挺难，看天赋爱好。若是不想学便不学，你没有必要学这个。我想学的。那是不是该有些报酬啊？子熙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眼神有些躲闪，随后垂下眸子，有几分不敢直视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我的脸离他越来越近，近到彼此的呼吸打在对方脸上，温热还有些痒。子熙下意识闭了眼，等着我接下的动作。下一秒，我吻了上去。我只是浅浅一吻，并没有深入。随后在他耳边低语道：“这算是今日的报酬？以后可不会这么简单喽。”七夕，以后做我的子熙吧。1年半了，等这句话已经等了1年半了。七七，你可知，从你救了我开始，我便只是你的，也只会是你的。走，跟我去洗鸳鸯浴去。啊？别扭什么啊，走啦。我有一个专门建的洗澡室，时间基本也是定好的，到了时间便会去沐浴。子熙也经常去，在一览芳华里，也只有他可以去。从那时候起，他便知道，他在我的心里啊，是不同的。很快，子熙便被我拉了过去，他站在一旁傻傻地看着我，一件一件地退着衣服，最后只剩下一件中衣，再然后退掉了最后一件遮挡的衣物。子熙下意识闭了眼，不敢看。一定不可以睁眼，一定不可以。很快，子熙的衣服啊被扒了个干净，突然觉得一阵清凉，随后我将她抱入怀中，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子熙惊呼出声，不由睁开眼睛。啊！子熙睁眼，便看见我白嫩诱人的身体，一时间他竟忘了移开眼。可还满意自己看到的？水明明是温的，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的身体要比水烫得多？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会把持不住的。他挣扎着想要脱离我的怀抱，却被我死死拉住。求求你，再待下去，恐怕我整个人都要酥了。美人在还，哪有不占便宜的道理？这样想着，我便直接吻了上去。这突如其来的吻让子熙瞬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是紧紧地回抱着我，紧紧闭着眼，下意识配合着我的动作。瞬间，世界安静了，只留下心跳的声音，扑通扑通。温泉的余热让我们的身体迅速升温，几乎无法忍受。原先在楼里学过的技巧，突然全部在子熙的脑海里蹦了出来。他朝着我魅惑一笑：“七七，让我好好服侍你吧。”第一次。我对于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明显不想多做纠缠，因为我从来不在意这些。可子熙却是整个人都僵住了，心痛不已。他给了我最珍贵的第一次，而我的身子却早已不见。告诉我，你这是怎么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傻瓜，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若我爱一个人，从不介意他之前，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的人，也只是我的人。
一个澡，我二人洗了将近2个时辰。初尝云雨，一时间没控制好，要了子熙好几次。子熙被我折腾得没了力气，后来便由我服侍着洗了起来。我的手在他身上摩挲着，又有了反应。他楚楚可怜地看向我，看得我喉头一紧，压了口气，咬上他的脖子。他痛呼一声，我忍下欲望，不情愿地说道：今天便放过你了，这是我独有的痕迹。子熙眉眼都带着淡淡的笑意，了一声，泡在温泉里，舒服得紧。许是真的累了，一会儿便有了睡意，窝在我怀里睡了过去。回到房间，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淡淡的看了一眼床上的人儿。今天过得还不错，不过已经过了子时。是昨天过得真不错。其实在看到妖娆表演时，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我第一次看子熙表演的场景，美轮美奂，飘飘欲仙。你的舞比她要美，美得让我心醉。子熙似乎听到了，又或是做了什么美梦，嘴角微微扬起，翻了个身，嘟囔着什么。琪琪。我靠近才听清，原来他叫的是我的名字。第2日清晨，我醒来时，子熙还在熟睡，我便没有吵他，独自起身去了媚晴的房间。谁呀？是我。楼主，您来了，快进屋坐。今早你负责培训吧，子熙和你调下班，他下午上班。是，楼主，都按您说的办。啊，对了，昨晚云染的情况如何？回楼主，自您走后，云染便扯了衣服，狠狠蹭着自己，一直洗到水凉才穿上衣服，回到自己的屋子休息去了。这眼底的青涩，想必昨夜定也是很晚才睡，也难为他了。好，我知道了，今天早上的培训结束后，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多谢楼主。没什么事了，我这就走了。宋楼主。回到我的屋子，子熙已经醒了，正焦急地梳妆。我夺下他的梳子道：慢些，头发都被你拽掉了，我已经吩咐媚晴负责早上，你负责下午。子熙听了这才松了口气，想要回梳子，我没有给他。昨夜洗后未曾梳过，又过了一夜，头发有些都系成了结，我轻柔地替他梳开发结，直到头发完全柔顺，才把梳子还给他。我不会梳男子发髻，接下来的你自己来吧。对于一览芳华每个男子而言，最重要的自然是取悦服侍女子。为期1个月的培训，除了云染那里出了点小插曲，其他人都听话得很。毕竟他们害怕的事情从未让他们接触过。我面前摆了一堆瓶瓶罐罐，我拿起其中一个，云染眼尖，瞬间便认出那是那晚逼灌给他的药，脸色瞬间煞白。我淡淡扫过众人，自是发现了云染的表情变化，没有在他身上停留，打开瓶子倒了几滴出来。记着，这是合欢，作用什么的不用我讲了吧。底下的男子躁动起来，有的脸色比云染还要煞白。我拿起另外一个瓶子，洒了些出来，空气中瞬间香味四溢。这是媚香，有催情的效果，这是解药，估计你们用不到，所以呢，一会儿一人领2瓶其他的回去。众人都踌躇着不想前去，我也没有逼迫他们，吩咐一旁候着的人直接塞到他们手里，都把药留好，若我知道你们谁敢扔了或者故意损坏，那我留着你们也没有什么用咯。媚晴将众人带到一个小房间里，
直接开始脱衣，随后拿起一瓶媚香抹在自己身上，又拿起合欢的瓶子喝了些。屋子里满是醉人的香味儿，一众男子都惊愕地看着媚晴。你们都看好了，这是你们必须要学会的。媚晴的身子便软了下来，浑身滚烫，脸红得异常妖艳。她本就长得勾人，如今看着更是美得让人迷离。一众男子哪有心情欣赏她，只知道以后他们也将要被强迫做这些事情。媚晴的手从自己的脖颈处慢慢滑到小腹处，手在自己的身上轻柔地抚摸着，时不时会有轻微的喘息。即便难受，他还是断断续续地说道：都不准闭眼，要学会自己解决，否则遇到这种情况便只有女子能帮你。屋内瞬间混乱起来，众人都忍不住别开眼，可听着他的话，还是强迫自己看着。媚晴从床上起身，拾起之前被他褪在地上的衣服，挑着媚眼看向众人。可学会了，这滋味可真是难受的紧啊。众人从未见过如此露骨狂野的场景，在一旁站着，浑身颤抖，羞愧而又无力。这样的演示可就只有这一次哦，你们最好还是自己练习练习，不然若真遇上这种情况，可没人能帮得了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今日我累了便到这儿了，药在桌上，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拿。媚晴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了自己屋子，泪水似乎有些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手覆在心上。怎么突然觉得有些疼，疼得酸心。他直接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脸上的妆已经全花了。屋子里早已经备好了洗澡水，将自己脱干净，闷在水里，让自己的心冷静下来，重新恢复原来的平静。媚晴离开后，众人看着桌上留下的合欢，脸上各色表情都有。云染经历过一次，明白那样的痛苦难受。当初若不是我留情，他怕是已经失了身子。他脑海中闪着媚晴刚才的动作，脸色苍白的要命。云染经历过一次，还算可以，其他人完全被这样的场景吓到。柳梦离心性单纯，完全被这样的场景吓懵了，狠狠咬着嘴唇，浑身都在颤抖，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心里只想着：爹爹，杨亲，救救灵儿吧，灵儿好想你们呢。其他人的神情和柳梦林差不了太多，这样的事情对他们的冲击确实有些大。这样现场看一场如此劲爆的画面，他们确实无法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这便是他们的命运。他们还都没有自己的屋子，当着众人的面饮下合欢，定然不可能。云然敛了眸子，首先离开了屋内。对于媚晴，他不知是佩服，还是该说那人浪荡，他竟可以当着这么多男子的面上演如此的一幕，真是可悲啊。他清楚地看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悲情，他定也是不愿的，可也只能如此，有什么可嘲笑别人的？到了这里还能如何？隐染离开后，其他男子也都忙离开了这个让他们觉得窒息的屋子。柳梦林依旧没有缓过神来，双目已经失了焦距。为何会突然变成这样？一夕之间，全都变了。娘亲死了，爹爹死了，姐姐也死了，全家只剩下我，还到了这么恐怖的一个地方，我该怎么办？柳梦林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身子，蹲在地上，将脑袋埋在腿间哭了起来。
良久，他像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站了起来，拿起桌上的药，狠狠地咬着自己的唇瓣，脸上还残留着泪痕，闭着眼睛紧紧攥着药瓶，却没有勇气灌下去。柳梦琳颓废地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手里的药。一进屋，我便闻到了屋里的气味，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走过去伸出手。不要你的假好心。你要干嘛？啊，这么单纯的孩子，真的要把他染黑吗？还真是舍不得呢。喂，登徒子，你抱我作甚？快放开我！再动，我就在这里要了你。你做什么？为什么要脱我衣服？不必紧张，我不会碰你的。过了这么久，喝点水吧，补充点水分。我若想要你，还需要下药啊？你有反抗的余地吗？对不起。现在喝吧。还能再要一杯吗？那，想喝多少喝多少，不够的话呀，我吩咐人再给你打一壶。谢谢你。啊，幸好这孩子到了我这里，要是到了别的地方，怕是早被吃干抹净了。哎，小家伙，你对我说谢，不怕我了？你不会。我讨厌这里，不讨厌你。你的棋下得很好，我喜欢你。不是，我不是喜欢你，我……行了，我知道，以后你都住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一个人。你明天要我去接客了？没有，你想多了，快休息吧。我起身想要离开，衣袖却被他扯住。怎么了？你不骗我？不骗你，现在不会让你接客的。那以后还是要接客呀。小家伙，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样可以不接客啊？怎么样？哼，做我的男人。所有的调教终归要落在一件事上，服侍客人。而这项调教，所有男子表现出的抗拒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让谁去当实验对象呢？估计外面随便拉一个女子，他们都是愿意的。毕竟这么多顶级的美男，不过他们的身子可不能破啊。初夜是多么美妙的一个词啊！要不他们自己来吧。当我吩咐下去，所有男子都白了脸。云然此刻的屈辱不甘达到了顶峰，他真的快撑不下去了。他竟要和一个男子互相取悦对方，一旁竟还有人看着指挥他们。云染和梁胜分在了一个房内，一旁候着的男子叫听雨。柳梦琳和杨烨分在一起，一旁候着的是子熙。柳梦琳傻傻地看着面前的两人，一双眼已经湿润，差一点眼泪便会落下。杨烨的神情跟他差不多。云染房内，听雨的脾气向来暴躁，看两人磨磨蹭蹭一直不脱，火噌就冒了起来。你们俩能不能速度点？是想我从外面拉几个女子给你们吗？梁胜在听雨的威胁下乖乖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忙拉着被子将自己盖住。听雨看着云染没有动静，直接喊了两个女子进来，吩咐道：爸，让他们出去，我脱。听雨给二人使了个眼色，屋内便又只剩下三人。云染一件一件扒下自己的衣服，每脱一件，心里便凉一分，他认了。听雨看着也有几分不忍，不过楼里的哪一个不是这样过来的？这也是为了他们好，最起码把人伺候好了，赚得多了才有钱赎身呢。你们开始吧。知道对方身体有了反应，前些日子给你们的书上也写了，按照你们学的来。柳梦琳这边情况有些糟糕，
杨业直接撞墙要寻死，把他们二人吓了一跳，忙喊着楼里的大夫过来。好在没什么大碍。柳梦林知道自己不该庆幸，可心里还是忍不住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他真的做不来这种事情。柳梦林，你留下。他醒来立刻吩咐下人告诉我，子熙跟我走。是。七七，你这是？傻愣着干嘛？来呀，你不是想学围棋吗？咱们现在开始吧。子熙，明天安排杨业接课吧。子熙下棋的手一抖，险些下错了位置。对于我这个决定，他确实有些措手不及。七七，这样是不是太快了些？给你看一下，这是他们的简历。他们之前的身份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若是不下狠招，放不下架子，在这里还有何用？云染竟是皇子，难怪周身的气质都不一般。还有柳梦林，还有其他人，都是大家公子。行了，我们专心下棋。子熙啊，你这技术没有什么长进啊。子熙脸红了红，围棋当真难学，学了这么久，下了一小会儿，便被我打得溃不成军。他有些气馁，是不是他太笨了？子熙执黑子，我执白子，很快子熙便被输了个干净，颓败地丢下棋子。不下了。不下了，那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呢？那这样吧。床幔缓缓落下，一夜涟漪。第二日晌午，柳梦离挂着2个黑眼圈，急忙跑过来找我，一路小跑，来时还喘着粗气。楼主，他醒了。你昨晚一夜没睡？你交代的任务让我看着他，我必须完成啊。不过一夜不睡，当真困呢。一会儿回去休息吧，傻小子。你才傻。你不傻，我傻。你怎么听见的？我明明在心里说的。天哪，我竟然说出来了。困了吧？就在我这睡吧。楼主，将他的穴道解了吧。是。你做什么？你不要过来！这伤要养多久？回楼主，梁大夫说等疤痕完全褪去，需要7天。好，7天后安排他接课。我不会接课的，绝对不会。即便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不接课，你哪来的钱赎身啊？怎么，想死啊？不想活了？蝼蚁尚且偷生，你就打算这么死了？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你是长得漂亮，还是有一技之长特别突出？我这一揽芳华随便一拉，比你强100倍的人多的是。但在我这里，赎身的钱虽然多，挣的也多呀。等你攒够钱了，随便离开，我自然不拦着。我知道你之前是大家公子，可你们家已经落寞了。是你的家人为了求生存把你卖给我的。我知道你呀，打心眼里瞧不起这项工作，他们也瞧不起，觉得是出卖自己，我也承认。可你有其他办法吗？你没有，因为你已经到了这里。别以为在这里你便找不到好归宿。你看看子熙，她现在很开心，你也会遇到一个不计较你先前爱你一辈子的女子。你想，若是你直接嫁了人，若是所嫁非人，或是嫁给一个纨绔子女，对你非打即骂，
你也不会幸福的。人生是不定的，也是充满惊喜的。不要觉得进了小官楼便是绝望。子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人呢，要学会接受现实。你若是乖乖听话，我自然不会为难你。不过，至于自己犯下的错，便得承担。我若听话，能不能不接课？不能，这是迟早的事。不仅是你，其他人也一样。你们逃不过命运。我不是要你们认命，但是反抗之前你得有资本，而资本是需要积累的。在这里，你最大的资本便是你的身体。你好好想想吧，你定然是死不了的。是乖乖顺从，还是被逼着顺从？你自己选吧。醒了？是你让我睡在你这里的，你不能惩罚我。你从我哪个表情看出我要责备你啊，小家伙？当我弟弟吧，你可愿意？为什么？因为你旗下的好，人又长得可爱，我喜欢呀。怎么样？当我弟弟可以不用接课哟。我愿意，我愿意。既然答应做我弟弟，以后若是有时间，把你介绍给我的家人。家人？我又可以有家人了吗？是的，小家伙，叫声姐姐听听。小家伙，你饿不饿？要不要吃饭？来吧，我们走。放心吧，小家伙，我说了的，你姐姐就不会对你有非分之想的。我今天决定带他们吃一顿好的。大家不要忘了，我姐姐在京城有着最大的酒楼，我想蹭吃蹭喝可简单的很。所以啊，我们来到了醉仙楼。掌柜的一看见我，便恭敬地迎了上来。二庄主，老地方，不必紧张，当自己家一样。这里的招牌菜是醉虾、粉蒸肉、糖醋鱼，这里的鸡也做得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还有汤类，你喜欢什么口味的？醉虾，甜的。好，一份醉虾。其他的招牌菜你看着上吧，够我们2人吃便可以。至于汤类来个银耳莲子羹吧，可以吗？您稍等，马上上。刘梦林吃了个饱，我带着他回了一览芳华。子熙正在等我。他有没有欺负你？要是欺负你了，告诉我，我给你撑腰。没有，子熙哥哥，你不要误会，我和姐姐。姐姐？我们只是出去吃饭，不是你想的那样。小家伙，不肯喊我姐姐，这声哥哥倒是喊得很顺啊。回去休息吧，我和子熙还有些话要说。好。刘梦林乖乖了一声，悄悄抬眸看了看我2人，然后便离开了。待他离开，我勾了勾子熙的手指，轻笑地问着：“怎么，吃醋了？”动作可真快，恭喜你有一个弟弟了。傻子，他现在也是你弟弟。杨业在我走后有什么情况没有？好了些，还是一直一个人窝在墙角，不肯说话。不过已经没有再大喊大叫，也没有再寻思。一句话也没说。他问我幸福不幸福。那你是怎么回答的？你难道还不知道？那我让你更幸福一些。这梅子酒酸甜可口，
可为何我会觉得只有几分苦？我承认，他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好，生活方面面面俱到，甚至比皇宫还要仔细。他会亲自教我们如何健康饮食，如何保护自己。可是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我对这里的厌恶。不知我活着，坚持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若真是为了他，我如今已沦落到这个地步，他还会要我吗？真是羡慕柳梦里，运气可真好，不用像我们一般承受这么多。真是上天的宠儿啊！人命，多么可怕的一个词儿啊！柳梦林第一次喝到梅子酒，酸酸甜甜的，他当真觉得好喝的紧，忍不住喝了一杯又一杯。反正他也不必上台，在这一览芳华，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幸福或者不幸福，开心或者不开心。我从未想过要将这里打造成女人的乐园。若是可以，我希望这些男子都可以得到幸福。夜里，整个京城灯火通明，外面的街市人来人往，加起来却抵不过这一览芳华的热闹程度。我早已经忙昏了头，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我简直开心的不能自己。演出开始，我便进了屋内，提前给自己留了一个最佳的欣赏位置。不得不说，听雨和潋滟的开场便博得了满堂彩。一览芳华的花魁啊，绝不是浪得虚名。子熙和柳梦林坐在我身侧，也是看得津津有味。一场新人舞，妖娆领舞更是美轮美奂，将现场的气氛带到异常的制高点。之后每个人的演出都是别具一格，独具匠心，每个人饰演着自己最擅长的那部分，中间或多或少也出了些问题，不过都是些小瑕疵。第一次登台难免有些紧张。整整2个时辰，深夜，一览芳华还是灯火通明，歌声不断，来客的热情亦是越涨越高。压轴的是云染，他一出场便掀起了更大的一场风波。云染琴声一起，整个楼里便安静了下来。我嗑瓜子的手也是一顿。这么多天，云染没有真正的奏过几次琴，初听惊为天人，如今听着比那时更多了几分感情。曲是欢乐曲，但我却听出了几分别样的愁思。说是欢乐颂，却更是欢乐颂。我一直知道云染不会轻易放弃生命，因为在他的心里有放不下的事情。透过他的眼睛，我看到了他求生的意念，所以一开始我才敢逼他，因为我料定他会做。听他的曲子，有几分置身于梦幻中的感觉，分不清是梦是真。众人如痴如醉地听着，云染亦全身心地演奏着。琴是他唯一能留在身边，能一直陪着他的东西了。一曲终了，众人回了神，疯狂地鼓掌欢呼，不仅是因为云染的美貌，更为了他的琴音。演出结束，子时已过，夜已深，其他的事情由媚情负责。每个人的初夜都已经定价，今夜注定是一个不眠疯狂之夜。柳梦林看着台下众人疯狂的喊价，原先的兴奋一扫而空，心里突然有几分悲愁。穆姐姐，不能去掉最后这一步吗？梦林，你要明白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事呢，我也不能做主，只要开始了呢，便没有终止。穆姐姐，你能不能不让云染哥哥接客？他心里有喜欢的女子。原来他心里惦念的是一个女人啊！今夜呼声最高的便是云染，若是去了他，怕是有些不妥啊。你喊价不就好了，跟当初买下我一般。子熙，你胳膊肘往外拐啊，这可全是钱啊！穆姐姐，灵儿知道你不缺钱的，你就帮帮云染哥哥吧。
哎呀，好，怕了你了，不就是一点钱吗？我不要了，行了吧？木姐姐，你真好。灵儿，你要明白，我只能帮他这一次，以后我可帮不了他。柳梦玲有些失望地嗯了一声。最后我喊了价，也成功地以最高价买下了云染的初夜。云染惴惴不安地坐在云清阁内，虽是强迫自己接受，但心里还是忍不住的抗拒。云染的心随之跳动，他紧攥着拳头，不自主地往后挪了挪。我本没打算为难他，直接卸了伪装，坐在床边。云染有些惊愕，不明白为何买下他的是我。他不会自作多情地以为我喜欢他，所以将他留下来，可着实猜测不出我的想法。楼主，是灵儿求我买下你的，你明日谢他即可，但是我只会帮你一次，以后这种情况该是如何便是如何。这一次或者下次，对我而言差别不大，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可是心里还是莫名的有些开心，最起码这身子还可以多留几天。云然躺在我身侧，整个身子完全僵硬，一动也不敢动，连眼睛都不敢闭，死死咬着嘴唇。我有几分无奈，这调教算是白调教了，这身子别扭的，夜里凉会生病的。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时候像个恶魔，而有时候却温柔体贴的让人心动。啊，莫要再看我了，再看下去天都亮了，快睡吧。哦。云然醒来，竟然发现他自己正躺在我怀里，脸颊瞬间就红了起来，想要离开我的怀抱，却不敢挣扎。他稍稍抬头，头刚好蹭过我的下巴，吓得他一动不动。我的心为何跳得这么快？为何会如此？天亮了，让我再眯几分钟啊。我醒来，伸了个懒腰，看了眼一旁还在熟睡或者说装睡的云染。真是麻烦。我走到梳妆镜前，开始易容，鼓捣了一会儿，瞧着差不多了，也没有戳穿云染，直接懒洋洋地从他的屋内走了出去。刚出一览芳华的大门，就发现被盯上了。仔细想了想，我貌似没得罪什么人吧？非要说的话，就是子熙那次，还有云染这次，都是梁王在跟我抢人，就凭借这么几个小喽啰，还想抓我？想得美！我2、3下便将人甩开，卸了人皮面具，从另外一条路回了一览芳华。刚回去，便被告知梁王有请云染公子前去演出。云染在一旁默默站着，面无表情，等待着我发话。梁王殿下的邀请，草民哪敢拒绝啊？明天午时过后，草民会带着云染前去梁王府拜会。还是楼主识大体。明日午时，王爷在王府恭候2位大驾。哪里，一览芳华还有仰仗王爷。大人，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大人还请收下。以后若是有什么事情，还请大人帮忙。当然。来人，送大人离开。送走来人，我看向云染，有几分惆怅。梁王定是看上了云染，话说我一小老百姓，肯定斗不过关啊，还是一个王爷。云染，你跟我过来。将云染带到屋内，
随意坐在一旁，慵懒道：“想必你也知道，梁王此番前来，定是看上你了。明日说不定便会向我讨了你。”楼主会帮我的，不然不会专门将云染喊到这里。我怎么就不能交代你几句，莫言得罪王爷，好好伺候王爷，以后发达了，莫要忘了我这个楼主之类的话呢？云染没有说话，默默站着。切，真无聊，一点都不配合。当年梁王也跟我讨过子熙，你知道我是如何处理的？云染脸瞬间红了起来，想要后退，却被桌子挡住，只能伸手推开我，有几分惊慌失措。不知道。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云染明白了。我扭过他的头，在他唇上轻轻啄了一下，随后快速闪开，嬉笑道：“莫要生气，提前演练一下，否则明日你直接一巴掌上去，那我也太丢人了吧？”明日我们少不了会有这样的接触，我只是让你提前适应一下，否则明天突然发生这样的事，会穿帮的。突然，他的身子僵了片刻，似乎做了什么决定，直接对着我的唇吻了下去。这下换我愣住了。云染从未接过吻，只知道两个唇瓣紧紧贴着。我灵巧地撬开他的牙齿，肆无忌惮地闯入他的城池。云染整个身子都软下来，浑身酥酥麻麻，提不起力气。我松开时，他还有些许眩晕。为何这样做？不愿意又能如何？云染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只能接受，不是吗？楼主，不知云染方才表现如何？我死死盯了他几秒，没有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转过身子离开了他的屋子。在我离开的一瞬间，他所有的力气被抽空，颓然地坐在地上。这样的我真是可笑啊。琪琪，其实他若真死活不愿去，换个人替他去便是。说他突然染病，或者再找个其他理由也行啊。对啊，木姐姐别生气啊。云染答应了。云染哥哥怎么会答应？不对啊，云染哥哥若是答应了，木姐姐，你为什么还会不开心呢？梦玲不懂，我却是明白的一清二楚。他脸色不好，就是因为云染答应了。琪琪从未看不起他们任何一个人，有些事情他无力改变，只是希望他们可以更好一些。可偏偏无能为力，这种事最令人痛心。穆家家训：女子在外打拼，绝不涉及家族势力，所以我现在就是个只有一家小官楼的平民百姓，顶多楼里的守卫比其他楼里的厉害些。一览芳华，哼。哎，楼主云公子，你们终于来了，快请快请。云公子来了，快坐。梁王说着便要去拉云染，我不着痕迹地将云染往自己身后藏了藏，恰好避过了梁王伸过来的手。王爷，云染可是还没有用过午膳呢。明白，云公子先用膳。我淡笑，拉着云染便坐到一旁，位置刚好，不会离梁王很远，也不会很近。穆楼主，不如让云公子坐在本王身侧吧。云染刚要起身，被我一把拉住。王爷，这不合规矩啊！云染身份低微，哪里能坐在王爷身侧？不能让云染污了王爷身份。王爷，楼主说的对，云染的身份哪里配坐在主位之上？这确实不合规矩，不能陪着王爷，不如让云染以酒谢罪。梁王被云染的话呛住，也不好再强求，端起酒杯。云公子，
请。云染一杯饮下，随后对着梁王淡淡行礼，重新坐下。我也随后坐下，揽着他的腰，一直不停地给云染夹菜，表现得极其亲密。梁王看得一脸气愤，更加心痒。穆楼主，不知穆楼主和云公子私底下还有什么关系？王爷问的可真直接，云染都害羞了，埋在草民的怀里啊，都不肯探出头来。若本王跟穆楼主讨了云公子呢？穆楼主不会连这个人情都不给本王吧？我明显感觉云染的身子在我怀里僵住。梁王示意一旁的侍卫端出一个礼盒递给我，我好奇地打开，里面有不少银票。穆楼主，这是10万两银票，本王今日便当是为云公子赎身，可好？想必一定是够了吧？穆楼主已经拒绝过我一次，这次可不能再拒绝了吧？看样子梁王想要抢啊，不过才10万两而已，即便100万两我都不稀罕，就这么点银子还不够我塞牙缝呢。王爷定然知道一览芳华有一个赎身的规矩。怎么，穆楼主就不能破个例？草民请求王爷莫要为难草民，无规矩不成方圆，若是为王爷破了例，草民这对其他人不好交代呀。还请王爷按一览芳华的规矩办事。你确定要这样做？王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这里虽是个小官楼，却也不能坏了规矩。王爷若是真的看上云染，不妨1年后再来吧。今日作为赔罪，云染为王爷演奏一曲，并且王爷未来1个月去一览芳华费用全免，不知王爷意下如何啊？本王岂非如此不通情达理之人？既是规矩，不如本王跟穆楼主各退一步。今天让云公子留在这里，明天一早本王定完璧归赵，如何？王爷，您定知一览芳华里的男子从不在外过夜这个规矩吧？梁王怒火中烧，猛拍桌子。穆梁王默了半天，才发觉自己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卡了半天没卡出来，模样搞笑极了。周边人都忍着笑，不敢出声。回王爷，草民全名穆七七。哼，不知好歹！王爷此言差矣，草民怎么会不知好歹呢？王爷若想今夜云染留在王府，也并非不可，云染留下便可。如此，王爷可还满意？当真？草民哪敢欺瞒王爷啊？自是当真的。哈哈哈！穆楼主很识相啊，只要云公子留下，本王自然满意。本王现在派人送穆楼主离开。哎，王爷，草民不能离开，草民自然要跟云染一起离开。王爷不必安排2间房了，我们住在一起便好。穆七七，你竟然敢耍本王！王爷，草民哪敢呢？您方才说只要云公子留下，您自当满意。现在云染已经留下，王爷怎可冤枉草民啊？来人，为穆楼主和云公子备下住处。是，王爷。哼，二位可还满意？多谢王爷。多谢王爷。云染以一曲跟王爷赔罪。随即将琴摆好，素手便放在上面拨弄起来。云染此刻的心绪有些混乱，极其不安。留在梁王府过夜可是安全？他这样做已经得罪了梁王，为我可是值得。我不过楼里的一个小官而已，还有一览芳华的赎身规矩，为何从未听过？有何规矩
回来一定要询问一番。不过在这里过夜罢了，梁王还能如何？迷药刺客什么的，在我这里算得了什么？下午时分，我吩咐其中一人回去通知子熙，其余几人留下保护。今天夜里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我一直察觉到门外有人监视，倒了杯水，暧昧地说道：“宝贝啊，你说都这么晚了，我们是不是该休息了？”云染身子一抖，便看见我沾水写下的字：“屋外有人监视。”我二人错位站着，我便开始自顾自撕扯衣服，边上云染傻傻地站着，有几分局促地看着我。我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宝贝，来嘛。”随后屋内的烛火便被瞬间熄灭。我扯着云染上床，在她耳边低语：“接下来怎么做，你懂吧？”云染点头，随后便开始不断呻吟。我使劲摇着床，越摇越开心。哎，别说，这事还是第一次做，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有点费体力啊。云染羞的早已经没边没沿，门外监视的人都有了反应。这样的事情差不多进行了1个时辰左右，我俩都快累得喘不上气了。门外的人早就浑身燥热，忍不下去了。听到我二人动作小了，他们一脸激动，心想我们终于停了，再这么下去，他们今晚可怎么过啊？梁王听见这样的汇报，气得够呛，心里的火气更甚。按计划来，提前。是，王爷。我二人躺尸一样躺在床上，这活儿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突然，我便察觉到一股迷烟从窗户那边传来，忙捂住云染的嘴，对他低声说道：“迷烟。”云染点头。过了好一会儿，云染觉得似乎没什么事儿，刚想开口说话，却又被我捂住嘴，捉昏迷。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穆楼主，云公子。”在确定我们这边没声响后，随后便听见一声门响，外面进来2个人，蒙着面，看着满地凌乱，直直叹息：“哎呦，简直了！你看满地衣服，羡慕啊！”感叹什么？做事，不然一会儿醒了就不好办了。哎，放心吧，我出手的迷烟，你还不放心？他二人齐齐走到我和云染床前，借着月色欣赏着云染的睡颜，一人不自觉的就想伸手过去，被另一人打开。喂，疯了你！这可是王爷看上的男人，人都晕了，偷偷摸一下，又不会有人知道。来，我们摸一下。那人终究没有抵住美人的诱惑，他伸出手想要摸上去，2只咸猪手同时伸向云染。云染突然翻个身，脸朝向我这边，他二人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难道鼻烟过期了？没用了？这2个人只是睡着了，也不对啊，方才喊他们半天也没反应，是个意外，一定是个意外。穆楼主，云公子。确定我二人没有反应，这才松了口气，但却不敢再有动作。他们从背后拿出绳子，刚想动手，突然又闻到一阵迷烟，二人愣住，忙憋气，不明所以。我也愣住，什么情况？为何又有迷烟？不好！我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瞬间从床上起身，拉着云染便往外跑。那二人瞬间懵逼，我们2个怎么闻了迷烟就醒了？难道2个迷烟相克刚好解了？
我刚拉着云染跑到门外，便察觉院外气氛不对，将云染藏在身后，从腰中抽出软剑，低声对云染说道：“注意安全，躲在我身后。”那二人即便再傻，也明白了什么，忙从屋里跑出来。我看见他们，吩咐道：“你们保护好云公子，莫要让他受伤。”二人忙点头。若是云染受伤了，王爷定然不会放过他们二人。突然，空中窜出一根冷箭，直直地射向我。我转身，一把将云染搂在怀里，侧身躲过，随后将云染推到那二人身边，对着空中喊道：“还不出来？躲躲藏藏，算什么好汉？”随后，闪现几个黑衣刺客，直接朝着我出手。我轻巧躲过，一个领头的刺客有些迟疑，似下了决心，又发起了一波进攻。这些人怎么直打我？什么情况？突然，领头的刺客改变了攻击方向，直直刺向云染。我被几人缠着，完全脱不开身，还好一旁有2个保镖。下一秒，2声惨叫响起，我一阵郁闷，只能以胳膊换人了。瞬间，手臂便被划了一剑，我借此冲开重围，瞬间救下了云染。他受伤了。大胆刺客，竟敢擅闯王府！是他。喂，我说我没有招惹你们，你们为什么杀我？拿钱办事，要的便是你的狗命。像你这种狗官，人人得而诛之。等等，你们是不是要杀梁王？难道你不是？靠，你们能不能靠谱点？杀人行啊，麻烦找对人再上啊！我不是梁王。停下！你当真不是梁王？我真不是。撤退！王爷，属下救驾来迟，还请王爷恕罪。你大爷的！谁是这个垃圾王爷啊？竟敢算计我！回头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竟敢骗我！一起杀了这个狗贼！想让我装梁王？成啊！靠！你们还不保护本王？信不信本王诛你们9族？还想不想混了？你们给本王过来！现在立刻马上给本王上！是，王爷。喂，那个谁，替我跟你们家王爷说，云公子受了惊吓，本楼主就先告辞喽。小心。啊？我为何要小心？不对，云染不是在说我，他说的是方才说话的女子。果然是爱人重要，重色轻老板。他没受伤，你看你这担心的表情。我已经受伤了，还是为了救你，你都没个反应。怎么，不想离开了？若是不想离开，本楼主明日清晨再离开也可以啊。楼主，带云染回去吧。这含情脉脉的眼神，你别后悔啊。云染敛下眸子点头，我直接搂着他，脚上一点，踏着轻功离开了梁王府。我这是回来了。云染抬头，发现自己已经回了一览芳华，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脑海里满是出现的身影，心疼的厉害。他受伤了。环顾四周，却发现已经不见了我的踪影，踌躇许久。楼主，云染可否可以进来？还行，还有点良心。进来吧。我来帮你吧。这种活你倒是干得很利索，一个皇子怎么做得这么好？喂，你西上人是干什么的？将军？啊，为什么他会在梁王府当差？啊，怕是经常帮他的心上人包扎吧？看起来很喜欢啊。手艺不错。好了，
夜深了，你回去休息吧。楼主，今天谢谢你。没什么，你是我一览芳华的人，我自然要护好，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笑了，云然也随之笑了，真心的笑了。这么久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云染真心的笑。之后我也脱了外衣躺在床上，刚闭眼还未来得及睡觉，敲门声又响起。大半夜不会是子熙吧？果不其然，下一秒子熙的声音便响了起来。子熙，我可以进来吗？进来吧。子熙走进来，便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儿，脸立刻沉了下来。怎么回事啊？你可是受伤了？哪里受伤了？放心，我没事，只不过受了点轻伤，你不必担心。这么晚还没睡，等我累了吧？今夜在这里歇下吧。七喜，你受了伤，也早些休息吧。傻瓜，睡觉吧。一觉醒来，已经是大天亮。灵儿，好好照顾你子熙哥哥，木姐姐要离开2天。你要去哪儿？不用担心，我就去外面待2天，很快回来。子熙，这2天一览芳华就先交给你了。可是……不必说什么了，先这样吧。就这样，我离开一览芳华，一个人走在路上。吵闹的人群弄得我心里一阵烦躁。这么久了，我似乎还是没能完全融入这个世界。现在的我是一个女子，却并非现代世界的女子。在现代，女子已经不需要依赖男子而活，若是不满意，自然放弃。但这里不同，这是一个女尊社会，所有的男子几乎都仰仗女子生存。对于他们而言，女子便是他们的一切，尤其是生活在这小官楼的男子，如同当时的青楼女子一般，无论再有才，再倾国倾城，也不过是一个侍妾罢了。走着走着，不觉得竟出了城，突然想起一开始的小茅屋，催动轻功便去了那里。距离不远，不一会儿便到了。已经1年没有来过这里了，连房门都积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屋里勉强还能看得过眼。在这儿要住起来，收拾起来得多麻烦啊！这么脏，我就住2天，回来又走，岂不是又脏了？要不干脆晒晒被子得了，其他地儿也不动了，脏我就不碰了。于是我蹭蹭蹭地跑到屋内，将晾衣杆擦干净，随后又跑到柜子前，拿出一床被子晒了起来，然后又将床打扫了一遍。看着自己完美的劳动成果，还是很骄傲的。至于吃的，还是去城里买吧。随后我跑到屋后的一处温泉。哎呀，累了，脏了，温泉什么的还是很不错呢。我3下5除2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直接跳了进去。泡了一会儿，心情似乎好了许多，低声喝道：“出来！”那什么，我只是路过。哼，原来是个男扮女装的家伙，怕是看到我洗澡害羞了吧？你干嘛？你别过来啊！哼，我洗好了，穿衣服呢。同是女子，有何害羞的？当眼做什么？女子也没有你这样的，荒郊野外裸着身子的。在他说话之余，我已经到了岸边，旁若无人地拿起他一旁的衣服穿了起来。反正已经被看了个干净，无所谓了。反正在这里吃亏的也不是我。你，他不曾想我会这么直接干脆，竟当着他的面穿衣服，惊得目瞪口呆，一时间竟什么都忘了。我穿好衣服，但他却依旧保持着一个动作。我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那人没反应，我干脆在他耳边大喊起来：“喂！”他这才回神，脸红得如同煮熟的鸭子，
整个人不知所措。那什么？那什么？你家人没人教过你啊？别随便穿着女装在外面瞎晃悠，还偷看女人洗澡，胆子够大的。干你何事？干我何事？你说干我何事？小伙子，你可要明白，你是在偷窥我洗澡。我自己乐意，你要把我怎样？你刚才说什么？我喜欢男扮女装，你管得着吗你？不对，原话。啊？方才我说的是我自己乐意，你要把我怎样？喂，你没事吧？不是真被我的话吓到了吧？我的话有那么可怕，这么管用吗？男子还在神游天际，肩膀突然被我抓住，吓得他一个哆嗦，便想要后退，却被我按住。小家伙，你真是我的幸运星，哼哼，谢谢你啦。我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非礼了，完了，我的清白。哎，人呢？走了？啊，还好没有其他人看到。天知地知我知他知，反正也就萍水相逢，以后一定不会再见面的，一定不会的。喂，小家伙，你发什么了？啊，你什么你啊？我忘了拿东西，回来取。小家伙，刚才谢谢你啊。喂，本公子不叫小家伙，本公子有名字的，叫做徐锦白。你方才非礼了本公子，本公子大人有大量，你给本公子认个错，本公子便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不然休怪本公子对你无情。啊，左一句本公子，右一句本公子，神经病吧？我什么时候非礼他了？明明是他偷窥我吧？我也很吃亏好吧？算了，谁让这是女尊社会，服从社会主流，我还是道个歉吧。小白兔，对不起啊，我不该让你看见我身体的，但是这也不能怪我，我就洗个澡你就出现了。但是我保证啊，下次洗澡一定提前立个牌子，上面写着我在洗澡，生人勿近。你这个可怕的女人，你才是小白兔。小白兔，我道过歉了，走了啊。哎，给你个建议，你这身打扮，我觉得是个人都能看出你是个男的，即便真的有人傻的看不出来，也只能说明一点，他是个瞎子。不过这也丝毫不影响你被调戏的概率。不是吧？真有那么糟糕？我觉得我穿女装挺像个女子啊。瞧瞧你这脸蛋儿，哪里像了？就是个女子也会被调戏哟。你不也一样？切，长得那么白净。啊，长得漂亮没办法，天生丽质难自弃嘛。一个女子长得漂亮有什么用？哎呦，怎么了？嫉妒了？嫉妒没我好看啊？本公子还用嫉妒你？你离本公子远点儿，本公子可不想跟你这种有问题的人待在一起。难道我说错话了？这变脸速度好快哦！一个人的气质神态竟然可以瞬间改变，好神奇！这个样子也蛮好看的嘛，蛮让人心动的。天，我在想什么？徐锦白，你在干嘛？这人再好看，也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怎么，看呆了？谁看你了？我只是看你收我的温泉，觉得很美。小家伙，天色不早了，这里离京都还有很远，你不是本地的吧？你要住宿的话，估计来不及喽。你要不要去我那里？不然你怕是要露宿荒郊野外喽。你想做什么？告诉你啊，本公子可是会武功的。呵呵，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好意思在我面前显摆？好心提醒罢了，你想在这里睡，我不阻止你。我走了，拜拜。
徐锦白瞄了一眼天边残留的半边夕阳，又瞧了瞧这里的环境，漂亮的小脸上纠结得很。其实我是迷路了，我不认路呀。莫说今晚走出去，怕是明天都不一定能走出去。喂，那谁，你等等本公子。喂，你就不能走慢一点？本少爷都喊你了，你听不见呀？哦，不好意思，刚刚耳朵出了点问题，现在好了。你刚刚在说什么？你这个女人，真是一点风度都没有。哎，你家里也太脏了吧，到处都是灰。徐锦白，许公子。喂，你想干嘛？你是不是夜里想在这里借宿一宿啊？是又怎么样？你别想对本公子做什么。许公子莫要担心，我绝对是个正人君子，绝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不过什么？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哦。徐锦白冷哼一声，一脸鄙夷地看向我，随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腰包，从里面拿出了一锭银子出来。哼，不就是要银子吗？本公子有的是。啊，许公子多虑了，在下不要钱，只要……你这个流氓无耻之徒，本公子绝对不会从了你的，你休想！我就是想说，你要留下就把我这院子打扫了，不然的话你就睡外面吧。这人哪来这么大的自信，真当自己是天上仙啊，人人争着抢着要。喂，不是吧？你要本公子打扫屋子？本公子付了银子了。我走到桌前，拿起银子，走到徐锦白身边，放在他手里，完全一副没有商量的表情。要住呢，就去打扫院子，还有隔壁那间房子已经许久未曾住过人了，你若想住也要打扫，我言尽于此，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舒服地躺在床上，一脸的惬意。徐锦白苦着一张脸，看着几年未曾打扫的院子，认命地拿起一旁的扫把扫了起来。可他哪里干过这活儿，扫个落叶半天都弄不好，肚子还咕噜噜地叫了起来，气得他直接扔了扫把，大喊起来：喂，本公子饿了。我任由徐锦白嚷嚷，也没搭理他，他也累得够呛，想他何时受过这种待遇，瞪了一眼紧闭的房门，一咬牙一跺脚，砰的一声，屋门被他狠狠踹开。于是我从床上悠悠地坐了起来，迷糊着扫了徐锦白一眼，语气哀怨：你不知道打扰别人睡觉是很不道德的吗？还好我没有起床气，不然你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还有，你男孩子家家的，乱闯女子闺房，找不自在啊。我喊你，你为什么不理我？我这里没有吃的，都说了1年多没人住了，你饿了呢就自己去打猎。说完，我便一头钻进被子里，留徐锦白一人苦闷不已。你在我屋子里待着，我去给你找吃的。记住，不准乱跑，你要是丢了，我可不管你哦。这天色乌漆麻黑的，还能有猎物出没吗？去吧去吧，找到什么算什么。带着弓箭便进了林子，晃悠了半天，终于看见了一只兔子，心里特别的开心。提起弓箭，却隐约听到一阵打斗声，本不想多管闲事，瞄准奔跑中的兔子射了过去。我的箭法还不错嘛。我走过去拎起兔子，刚要准备离开，突然另外一支冷箭直直地朝着我射了过来，劲头还挺大，我闪身躲过，心里一阵窝火。还好我会武功，还比较高，不然换个人早死了。我将兔子扔在地上，屏住气息，跃到就近的树上，找了个合适的角度看了起来。一群黑衣人围殴2个人，一男一女，女的武功还凑合，男的明显不会武功。这帮黑衣人武功一般般，
不过对付他们两个绰绰有余。男子蒙着面纱，离的距离不算近，虽看不清他的相貌，不过总觉得那身姿有些熟悉啊。至于那女子，隐约觉得在哪里见过。现在的状况很明显，那女子已经受了伤，男子也是狼狈不堪，估计很快就要被抓住了。这帮黑衣人明显没下重手，不是要取二人性命，不对，是不取男子性命。难道这两人是私奔的那种富家公子爱上穷苦百姓，然后家里不同意，二人私奔出来的？看样子挺像的。突然，男子摔倒在地，一个刺客挑落了他的面纱，女子被几人缠住，无法脱身。我一下子愣住了。这尼玛，我想骂街，为什么是云染？终于想起这女的是谁了。上次在梁王府见过。云染的小情人呢？什么将军？合着这两人趁我不在搞私奔啊？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我从树上跳下，一脸不高兴的喊道：哎，你们烦不烦啊？吵着我打猎了，要打一边打去。所有人都惊愕地看着从树上冒出来的我，云染更是多了几分不知所措，眸子里有几分闪躲，又觉得有了希望。哪里来的黄毛丫头，别在这里碍事，不然将你一并处置了。哼，就凭你们？我淡笑着看着这几人，眸子里划过一丝冷意，突然抬起手中的剑，直直地射了过去。那人武功不错，堪堪躲过，剑擦着他的衣角而过。不过他后面那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一剑射穿，后退几步，直直定在身后的树上。大侠，方才是在下冒犯了，话语之中不当之处，还请原谅。这事儿和您没有关系，还请大侠莫要插手此事。我撩了撩额前的一缕长发，说道：这话听着还挺舒服，不过嘛，真是不好意思，那个男的我不小心看上了，而且他早就是我的人了，所以呢，我想要带走。至于这个女的，你们随意。不可能，这男子我们必须带走。怎么，想和我切磋切磋？100招之内，你攻击我闪躲，若你的剑能碰到我3次，我便不插手，可好？比就比，不必让我。黑衣人说完，直接挥剑刺向我。20招过去，都未曾碰到我丝毫。不过他还算淡定，剑法如常。又过了30招，每个招数都被我完美的躲过。他一时间不由得有些急了，剑法有了些许紊乱。我无奈的摇头，满是可惜的说道：若是你一直保持原先的水平，还有机会碰到我。可是现在呢，你这剑法都已经开始乱了，你已经没有胜算喽。闭嘴，还有50招。黑衣女子的攻击更加猛烈，可丝毫没有作用。她也逐渐明白我武功的深不可测，她完全没有取胜的办法，于是便收了剑。技不如人，我认输。男子你带走。老大，可是……一旁的女子还想说什么，被他用眼神制止。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好心说道：记着，平心静气。黑衣女子点头。我走到云染身边，伸出手：走吧。我不会走的。怎么，不走？想和你的心上人当一对死鸳鸯，还是被抓回去当人家的小侍？莫楼主，求你救他。哈，凭什么？他是我什么人啊？我为什么要救他？再说了，你难道没有听见？方才我已经和那黑衣人协商好，只救你，我不能言而无信呢。只要你帮我救他，我答应你再也不离开一览芳华。哦，可是你今夜逃跑了哟，
我要怎么信你哦？楼主，云染保证，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云染愿意一辈子留在一揽芳华，为您做牛做马。不行，皇子，你不能答应他。林梦晴这一分神又被刺中，瞬间被制服，被按在地上无法起身。求求你救他，他不能死。眼看黑衣人的剑便要刺向林梦晴，云染慌忙从地上起身，便要扑了过去。他的速度哪里能快得过黑衣人的剑？整个人险些摔倒，但剑还是偏离了方向，从心脏滑向了林梦晴的肩处。云染这才松了口气，努力安抚着自己的心，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姑娘为何说话不算数？我也很无奈啊，没看见地上这位的架势吗？要是你们杀了他，这位估计也要寻死。我带一个死人回去干嘛？姑娘当真要言而无信的话，休怪我们无情。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应该是梁王府的人吧？姑娘如何知晓？因为他是梁王府上的，而他是梁王看上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正常人都能猜到的事情吗？领头女子感觉自己的头上飞过一阵乌鸦，就是这么猜的。那姑娘想如何？很简单啊，那个女的你们就当已经杀了，抛尸荒野，她改头换面不就好了？我是不会躲躲藏藏的过日子的，要杀便杀。呵呵，我还就不信你这么硬气。你要真硬气，还会投敌，在梁王手下做事？你就这么料定我会为了云染救你？你也太看得起云染了吧？你不想活，那便死吧。至于云染，随天意。好啊，云染你也看到了，他不用我救，自己找死我也没办法。你若是想陪他一起死，我不阻止你，你开心就好。本姑娘不伺候了。说完，我便隐了身形。林梦晴的表情瞬间乱了。皇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云染也一下子慌了神。现在若是要救林梦晴，便只有一个办法。云染捡起地上的一把剑，架到脖子上。放他离开，我跟你们回去。皇子！云染不舍得看了他一眼，对着黑衣女子说道：求你们放他离开。黑衣女子对于我的离开也是一脸懵逼，事情转变得太快，他们有些难以接受，鄙视地瞥了一眼林梦晴。免费救你不要，最后还要一个男子保护，真是丢女人的脸。还有这云染，眼瞎吧？看上这么个人，这女的哪里比得上刚才那人？这黑衣女子从小视武如命，对于我的武功钦佩的紧，更何况我还指导了她。虽然只有4个字，对于我的尊敬和喜爱，她是怎么看林梦晴都不爽。现在我离开了，并且不带走云染，不杀她，他们也算完成任务了。女子一脚朝着林梦晴踢了下去。行了行了，杀了他还嫌脏了我的手，带着云公子离开。林梦晴被一脚踹在地上，吐出一口血来。云染想要过去扶她，却被黑衣女子拦住。现在放了他了，云公子该随我们离开了吧？云染深深望了一眼林梦晴，似是深情，又似是诀别。黑衣女子带走了云染，林梦晴瘫软在地，眼神里满是厌恶恨意，伸出手狠狠地拍在地面上，气愤羞恼。技不如人是我的错，但那人明明可以救我们，却一走了之。为什么上天对我如此不公？我只是想出人头地，却国破家亡，在异国他乡苟且活着，现在只是想带着自己喜欢的人离开，却又遭此凌辱。黑衣人离开后，我突然从暗处现身，带着几分不屑看着地上狼狈不堪的林梦晴。怎么，看着云染被带走，你乐意了？干你何事？总比你见死不救强。哼，你这么想，
那我就是见死不救，你自己自求多福吧。这荒郊野岭的，你这受了重伤，万一出来个老虎什么的啊，这画面太美，我不忍想象啊。你林梦晴气得倒吸一口冷气，大咳起来。我就在一旁看着好戏。许久之后，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个瓶子。你是死是活和我没有半分关系，看着云染的面子上，本姑娘救你一次，下次你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说完，我便不见了身影。林梦晴将瓶子直接扔得老远，又后悔不已。起身又十分费劲，可奈何现在身上没有一丝伤药，只能勉强撑着身子，半爬半走了许久，才捡起地上的瓶子，拿出一颗放在嘴里，无力倒在地上。穆千寻，这笔账我记下了。我帮了他，却帮出错了。这人我是真心不喜欢，竟然背着我搞偷偷摸摸这一套，敢从我那里拐人，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可得让他好好受点苦头。啊，那几个黑衣女子嘛，本就是奉命行事，若没有将云染带回，怕是不好交代。梁王应该不会对云染怎么样，还是明晚再探梁王府吧。我从地上捡起已经死透了的兔子，带着几分可怜的眼神审视着这个小东西，叹了口气。啊，还是先用你应付了屋里那位吧。走喽，回去喽。我嘚儿一的笑，又嘚儿一的笑。距离我离开已经过了1个多时辰。回来时，徐锦白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该死的家伙，让我去给你找吃的，你竟然不收拾床，还躺在我床上睡。啊，罢了，先不跟这人计较，先将这兔子处理了。我对于这种事轻车熟路，不一会儿就处理好一只兔子。回来的路上顺便捡了不少柴火，直接生火就烤起来。虽然没什么调料，不过还凑合。这种情况下就不计较那么多了。约莫过了10几分钟，烤肉的香味逐渐散发出来。床上本就睡得不是很沉的徐锦白，此时也嗅到了这个味道，瞬间睁开眼，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我面前，咽了咽口水。你终于回来了，本少爷都等得着急死了，你知不知道，都快饿死本少爷了。哼，没礼貌的家伙，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你等得着急啊？睡在一个女人的床上，你也真好意思。那还不是你太慢了，我等着等着就困了，屋子里只有一张床，我就只能睡床了。哦，然后闻见烤肉味儿就瞬间醒了，你老的鼻子可真灵啊！我不是故意的，你一个女子干嘛计较这么多？行，我不计较。好了，吃吧，吃饱了呢去睡觉。不过说好了，我要睡在我的房间，你要是也想睡呢，要么打地铺，要么跟我睡一张床，你自己选。徐锦白被我的话气着，可是肚子又咕咕的响，看着香喷喷的兔肉，还是气鼓鼓的接了过来，大口大口的使劲吃着，似乎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还真是有几分可爱的感觉。自从来了女尊世界，我的审美都已经完全变了，可爱竟然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徐锦白吃着，怒气消了不少，抬头看向我，不由愣住。我慢条斯理的吃着，一举一动都优雅得很，一点也不似他这般随意。他出生在武林世家，对于男子的要求没有京城这些大家男子要求高，他肆意惯了。突然看见我这么吃，心里不由得有些愧疚，动作也慢下来，下意识地模仿着我的动作。见他如此，我有些好奇地看向他。难道我烤得很难吃？也是，什么调料都没有，确实有些无味。对付一下吧，屋里的调料许久未曾动过，怕是不能用了。
但也总比没有强。啊，本公子决定了，就要睡床，而且睡你的床。你要是敢碰本公子，本公子定然废了你。徐公子真是有魄力啊，竟然敢和陌生女子睡一张床，不仅让我刮目相看啊。我等江湖男子，自然不拘小节。微香软玉在怀，求之不得。反正床够大，他不介意，那就一起呗，反正我也不吃亏啊。不想再和这人说话，真是一点都不会灵犀美人。哼，就说他娶不到相公。本公子一会儿怎么梳洗啊？后山温泉啊，你没看见我白天在那里洗的？什么？那么远？怎么去？再说，大晚上的，你要让我一个男子去那么远的地方？用轻功啊，一刻钟便到了，也不远呢。不行，这人如果要去洗澡，一定会喊上我的，我可不想去。你先对付一个晚上，荒郊野岭洗什么洗啊？明天你自己去城里的客栈洗。什么呀？我已经好几天没洗了，我身上会不会有味道？要是真有味道，那也太丢人了。徐锦白趁我不注意，凑到自己身上闻了闻。还好，应该没有味吧。我率先睡在了里面，徐锦白一横心躺在了床上，床上的褥子微微陷了下去，他心跳突然快了几分。徐锦白紧紧攥着被子，眼睛直直盯着床顶，一点也不敢斜视。那个，你要是敢，我要是敢碰你，你就废了我。说了这么多遍，烦不烦啊？借着月光，徐锦白偷偷看我，脸上的细小绒毛也看得清晰。不得不承认，这人皮肤真好，感觉比我还要好，好想摸一下。我在想什么？一个女人皮肤这么好，我有什么可喜欢的？呸，我才没有喜欢。那徐锦白差点没从床上滚下去。你干嘛突然睁开眼？你这么目光灼灼的看着我，我能不睁眼吗？很累了，睡吧。见我闭了眼，显然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模样，也不想再自讨没趣，哼了一声也闭了眼，许是太累了，没过多久便睡了过去。这一觉我们似乎睡得格外舒适，一觉醒来已经过了半个早晨。瞥了眼一旁睡得正香的徐锦白，我唇角微微勾起。这家伙睡得还挺香，我这该说他心大啊，还是该感谢一下这家伙对我的信任呢？待徐锦白收拾好，我便带着他进了京，顺便带着他吃了顿饭。我看着一脸满足的某人笑了笑。现在你也吃饱喝足了，也进京了，自己小心点啊。知道了，不麻烦您老人家。小二，付账。对了，小白兔，我建议你啊，还是快些回家吧。这个世道不如你想象的那般简单哦。一个男子在外很容易吃亏的哦。谁敢欺负本宫，看我不把他打趴下。这家伙真是单纯。我只是建议，并非每个人都跟我一样这么正人君子。小家伙，你这般容貌，若是被居心叵测之人看上了，你可知道下场？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我说了这么多话，徐锦白脑子里却只记得一句：你这般容貌，他是在夸我好看？嘿嘿。不过我害羞个什么劲儿啊？脸好烫。不行，我得跟上去，看他住在哪里。这小家伙为何会跟踪我？不过他若想跟，那便跟着呗。半刻钟后，徐锦白看着面前的一览芳华，胸腔内莫名的难受，皱着眉不由骂出了口：臭女人，花心大萝卜，刚出来竟然就去了小关楼，小心死在男人堆里。我刚进门，莫名打了个喷嚏。
谁骂我？我揉了揉鼻子，一脸无辜。我发誓，绝对不会再相信这个女人。哼！子熙看见我回来，一脸焦急。七七，不好了，云染不见了。无碍，我知道。听雨怎么样了？自昨日起，便一直将自己关在屋里，饭都没怎么吃过。这样下去，身子肯定受不了。我去看看。子熙拉住我的袖子，欲言又止。七七，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听雨，我能进来吗？进来。楼主，不知你有何事？听雨，若你真是喜欢，不后悔，便嫁了吧。楼主，我从怀里掏出2000两银子，递给他，让王芳为你赎身吧。楼主你，傻瓜，我们都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我可是希望你们都能幸福啊。若是以后受了委屈，记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对了，听雨，给你这2000两银子的事情，莫要告诉别人哦，不然下次谁要赎身知道这件事，我得亏死啊。听雨明白。离开听雨的屋子，我便直接去了自家钱庄，掏出代表身份的牌子扔在桌上，喊你们掌柜来。二庄主，您稍等。柳木钱庄的伙计掌柜都是经过培训的，培训的第一件事便是识别各类令牌，以便日后方便行事。掌柜正在后堂查看账目，听见我来，倒是从容得很。毕竟能当上京城柳木钱庄的掌柜，必然不是一般人，那可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所谓的人才精英啊。听说柳木钱庄的掌柜还年轻得很，年纪轻轻能这般厉害，还是很佩服的。虽没有见过，还是听说过这人的大名，因为这人和姐姐还是好朋友，在家里经常听姐姐提起，说是文采卓绝，学富五车，商业头脑更是一等一的好，在京城名头响亮的很，不由得有些好奇。杨若宁合上账本走了出来，不损半分风度，看得伙计直佩服，不愧是他们掌柜的。杨若宁在门后，恰好看见柜台前坐着的我，不由得多看了2眼。众人皆流言，柳木山庄庄主柳木哥是个商业奇才，仅2年便成功赚到了500万两。也确实如此，我便是这样被他折服，才答应留在柳木钱庄。这个穆千雪没少听刘哥提起，应该是没少被夸，古灵精怪的很，很有商业头脑，不过却有些慵懒，喜欢自由自在的活着，对于名利金钱什么的一点也没有兴趣，倒是个奇人。毕竟这偌大的世界，能有几人不逐名利？不过也是，家里有那么大的产业，又有个奇才姐姐撑着，倒是什么事也不用操心，浪迹一番倒也不错。不过今日看着坐姿，确实有几分慵懒的气息。杨若宁收起思绪，发现我正盯着他，哑然失笑。看来早就被发现了，很敏锐啊，武功不错。果然是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啊。杨掌柜，这里说话不方便，你我还是进去说吧。二庄主，请。杨掌柜，实不相瞒，千雪有一事相求。二庄主不必客气，直说便是。若是在下可以帮上忙，自是不会拒绝庄主的。这件事呢，可能会让杨掌柜有些难做，不过呢，千雪还是希望杨掌柜能帮这个忙。来之前呢，我曾调查过柳木山庄在京城的各个掌柜，思来想去，还是杨掌柜最符合条件。想必杨掌柜也知晓，千雪目前经营了一家小官楼。最近呢，楼里一个公子想要出嫁，对方家里嫌弃他身份低微，而我呢又不能暴露身份，所以想请杨掌柜帮个忙，认了听雨作为义弟。你为何要帮那位公子？自古小官楼出身的男子，向来身份最为低微，
何曾会有人为他们着想？正如杨掌柜所言，他们身份低微，从未有人为他们着想，他们过得很辛苦，我舍不得。对我而言呢，他们也是我的家人，和我一起生活了1-2年的人，我想让他们能够幸福。我帮不了太多人，但是我一览芳华的人，我都想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二庄主果然心善。我并非心善，只是看不得我家人受苦罢了。我呀，最大的爱好便是护短，杨掌柜便帮我这个忙吧，这样杨掌柜也可以多了个美貌如花的弟弟。而且从今往后，杨掌柜便是我罩着的人，姐姐也不能欺负你。那在下为了以后被二庄主罩着，也要帮二庄主这个忙。一言为定。自然一言为定，在下以后就靠二庄主罩着了，二庄主可莫要忘了。我虽不明白杨若宁眼中出现的光芒意欲为何，不过这件事这么容易办妥，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杨掌柜如此爽快帮了千雪，待千雪来日得了空，定然好好宴请杨掌柜，好好答谢你。以后莫要再这么客套了，我换你千雪，你换我若宁便好。好，若宁。千雪，今日我还有些事，便先离开了，来日有空再来找若宁游玩。好，我送千雪离开。杨若宁在暗处看着我离开，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我离开后直接去了王家，若是普通的地方，王家定然是个大户人家，但是在这京城却也不算什么。你找谁？请问是王芳家吗？我找王芳。佳姐不在家中，怕是去了城中的酒馆。王家可是出了什么事？王玲点头，她虽然还小，不过家丑不外扬，她还是知道的。啊，没什么事，你关门吧。看来王芳对听雨是认真的。啊，我还是回一趟一览芳华，和听雨说一声。这件事我还是不插手了，感情这种事向来缠人。回了一览芳华，我便将事情逐一告诉了听雨。听雨惊得合不拢嘴，直接跪在地上。楼主，你对听雨的大恩大德，听雨这辈子也无法报答。傻听雨，跟我客气什么？明天带你去看你的新姐姐，现在快去哄你的心上人吧。楼主，等我的好消息吧。好。看听雨这么开心的离开，真是觉得我了了一桩心事啊。听雨按照我给的地址到了一家小酒馆。这家小酒馆来人不多，又或许是都已经离开了。他一眼便看见那个坐在墙角满桌满地酒瓶子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的王芳。王芳抬头看见面前的听雨，突然傻傻地笑了起来。听雨啊，你怎么来了？听雨，梦里的你好豪放，好喜欢哦。那在梦里，你想不想尝尝我的滋味？王芳呢，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子，她接受的教育若是没有成亲，定然不可能随意碰男子。即便小官楼的男子活了这么大，听雨是他第一个牵过手的男子。他做过和听雨在一起的梦，醒来还羞涩许久，几天都不好意思再去找听雨，最后还是忍不住相思意。现在他却渴望听雨，渴望得到他，想着是不是这样他就必须嫁给他了。可是这还是一个梦，也只是一个梦。他的脸上有些许落寂，伸出手摸着听雨的脸，满是痴恋。听雨，在梦里，我真的可以拥有你吗？找了就近的一家客栈，开了一间上房。王芳坐在桌前，看着听雨逐渐褪下自己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虽然背对着自己，手心却也紧张地出了汗，浑身燥热不已，已经看得完全移不开眼。
身子逐渐升腾起一股欲望。不要！王芳紧紧攥着手心，别过脸。别再拖了。听雨转过身，走到他的面前，吻上他的唇，强迫他看着自己，将他的手放在自己最后一件衣服上，在他耳边吐着气息，魅惑地说道：脱了它，要我很开心能这般将你诱惑。看我，王芳，现在我是你的了。紧紧相拥在一起的二人很快坠入了爱河之中。听雨早已羞红了脸，他不是第一次，可却是第一次和最爱的人。他这般直接大胆，让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不过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现在他终于可以属于他了。红色纱帐徐徐落下，将里面的尽数掩盖起来。月牙悬在半空之中，月色越来越亮，屋内的氛围也越来越炙热。你们想吃什么，或者去想看看京城夜景都可以。今晚我做东。真的？木姐姐，我好久没有出去了，我想吃好多好多东西啊！夜间有没有美食啊？当然有。子熙，你呢？想要干点什么？哪里都好，能陪在你身边便好。傻瓜，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有你陪着，留在你身边，对我而言比所有的事情都要重要。京城的夜晚热闹，我来了这么久都未曾好好转过。街上灯火通明，商贩众多，来来往往的整个一条街都是小吃，一眼望不到头，人山人海的。各色美食飘来的香味勾得肚子里的馋虫叫嚣，看得我都馋了。哇，木姐姐啊，我可不可以都尝尝啊？当然可以啊，只要你的小肚皮不被撑破就好哦。子熙和柳梦琳许久未曾出过门，见到什么都欢喜不已。他们二人在前面买，我就跟在后面付钱。之前虽然也跟着那小家伙一起逛过，但现在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很温馨，很幸福。不过说明一点很重要，钱呀，真是个好东西。还好我运气好，投胎到一个有钱人家，不然要养起这两个，我怕是没有现在这种闲情逸致每天玩乐喽。此时已接近子时，梁王府安静得很，来来往往只有几个巡逻的士兵。突然有东西摔碎的声音传来。贱人，来人！是梁王的声音。我飞身靠近声音的来源，屋内灯亮着，房门大开，屋内站了一众士兵，远远看着，一个个都垂下头，大气不敢出一声。这些士兵刚好挡住我的视线，无法看见云染的情况。除了这张脸，其他位置给本王扎，狠狠地扎！梁王的声音听起来暴怒得很，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看来我来得太晚了。云染已经惹怒梁王，梁王府守卫众多，若我此刻出去带着云染，怕也难以离开。可若是不出去，云染怕是凶多吉少啊！真是烦，闯也不是，退也不是。看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小贱人，给本王扎，本王就不信你还能忍多久。该死，敢这么对我的人，不知道老娘最护短了。你给我等着。想到这儿，我快速离开梁王府，以最快的速度去了一家毒坊。深夜不过子时，毒坊里依旧吵吵嚷嚷，热闹无比。吵闹间，骰子晃动的声音，骂骂咧咧的声音，欢笑声不绝入耳。我穿着一身夜行衣，不好从正门直接进入，只能从毒坊后方的小门溜了进去。绕到毒坊后屋晚上值夜人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没好气地说道：找你们老板来。那人一看玉佩，立马变了神情，恭敬地说道：您请随我来。我跟着他走进一个密道，
出来后便进了一个小胡同，又翻过一道墙，后面是一间不大不小的院子。那人走到一间房前站定，在门口恭敬地说道：门主，有贵客到。宇哥，是我，千雪，你睡了没？睡了。里面没好气的声音响起，我不由缩了缩肩。你大爷的，还拽起来了，看我不收拾你！屋门突地打开，我干干笑了2声，便走了进去，顺带关了门。穆庄主，你老这大半夜的找我干嘛？不知道我要睡觉，打扰了我的美梦，你怎么赔偿？眼前这个风骚美女啊，穿着一身大红睡衣，酥胸半露，细长的腿全然露在外面，斜倚着床榻，眼眸还带着几分朦胧的睡意，妖媚至极啊，真让人无语。这要是放在现代，是个男的都得如狼似虎的扑过去，只可惜我不是。我拿起一旁架子上的衣服扔了过去。宇哥，快穿上衣服，赶时间，帮我救个人。慕容宇哥被我扔了一身衣服，心里更是不爽，怒视着我发起飙来。靠，穆千雪，大晚上的你不让人睡觉，要干嘛？他话是这么说，但穿衣服的速度可没有慢下来。大姐，多喊几个，我们去闹梁王府。慕容宇哥的动作一顿，一边在衣柜里翻夜行衣，一边鄙视我。你是不是傻呀？那你给我穿这衣服，浪费时间。我被噎得说不出话，默默地站着。这厮呢，是跟我一起穿越过来的死党，我俩连着前世已经认识了快30年。原来我以为只有自己落入了这个不知名的世界，一次意外，我偷溜出门，刚好遇见了同样偷溜出门的他。他的运气可没我好，生下来便被家里抛弃。至于原因，他说他懒得查，反正一睁开眼便在河上飘着。随后被一个杀手组织捡回了家，完美的被培养成了接班人。我二人的容貌竟出奇的和上一世一样，所以我们一眼便认出了对方。最后留下信物便匆匆离开，方才那块玉佩便是慕容宇哥留给我的信物。慕容宇哥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这几分钟便收拾好了全部家当。走了。我们2个行不行啊？再带几个过去。大姐，你的智商哪儿去了？当然不止我们2个。慕容宇哥挥袖，一阵强烈的掌风刮过，门顺势而开，门外站着几个已经装备好的黑衣人。看见没有？放心了吧？我办事你还这么啰嗦。行，给你点赞。快走，救人如救火。说着，我率先施展轻功，朝着梁王府的方向飞去。慕容宇哥紧跟其后。我说千雪，你这么紧张，你要救的是谁呀？你的小情人，还是你小情人，还是你小情人？我可听说那梁王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心王爷，你小情人要是到了他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我说你就不能说点好的？还有啊，那不是我小情人，只是我一手下。慕容宇哥完全一副你就瞎扯吧的表情。蒙谁呢？你一个手下，你会这么紧张？懒得和你说。很快我们到了梁王府，这一来一回没少耽误时间，于是便直接去了那处院子。鞭子抽打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却依旧没有听到云染发出任何声音，不是嘴里塞了东西，便是嗓子已经哭得沙哑，发不出声音。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无法忍受。宇哥，直接正面上。好，上。慕容宇哥朝身后众人打了个手势，所有人一拥而上，进了那间院子，将院外的士兵吓了一跳，忙喊道：有4个，抓4个！屋内，梁王听见屋外的喊声，握着鞭子的手也是微微一僵，打偏了，不爽的指着屋内仅剩的几个人道：你们几个出去帮忙。是，王爷。
待所有人出去，梁王色眯眯地看着地上奄奄一息、浑身染血、衣服凌乱不堪的云染，眸子里闪着如狼似虎的光。这样的美人，看上去可让我真有感觉。梁王握住云染的下巴，便要吻上去，突然啪的一声，房门被一脚踹开，他被吓了一跳，不由松了手。看着地上的云染，我瞬间怒火中烧，冷冷扫过梁王。梁王被我的眼神冻住，愣是半天没有说话。我一脚朝着他踹了过去，直接将他踹飞出去。他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这才缓过神来，忙喊道：抓刺客，来人啊！我将云染抱在怀里，气得嘴唇颤抖。他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身上全是伤口，发丝凌乱，额前的几缕碎发不知是被汗水还是泪水打湿，嘴角处都是血。梁王真不是人，别杀了他，我要他生不如死。好嘞，没问题。大侠饶命，大侠饶命！慕容羽哥收起手中的剑，不知从何处变出一把匕首，贴着梁王的脸轻轻地拍着。你真有两下子啊，我可是很少看见他能这么生气。你着实是个人才啊！梁王跪在地上，被吓得话都说不全。大侠，本王不，我，你想要什么？枪还是美人？我都可以给的，只要大侠放过我。梁王倒是个爽快人呢。对，大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慕容羽哥收了匕首，一双明亮的眸子闪着算计的光。听说梁王最近得了一块宝贝，不知道……这……梁王面上有几分为难。过2天便是女皇寿宴，他无意中得到这宝贝，是准备献给女皇的贺礼。这些日子女王便要立储，他不能失去这次机会。怎么不行啊？那就算了。这次匕首不只是放在脸上，直接放在他脖子上。看来梁王殿下不肯合作呀，那别怪我。匕首在他脖子上轻轻划过，渗出血来。梁王直接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慕容羽哥收了匕首，好看的眸子里满是鄙视。哼，还王爷，胆子这么小，真不惊吓。带走，撤。我抱着云染以极快的速度往回赶。我不能回一览芳华，梁王消失定会查到云染。为了云染的安全，我只能将她带到郊外的小屋。但此刻城门已锁，我决定还是先回一趟一览芳华，待明日一早带她离开。我将云染带到子熙的房间，深更半夜突然闯入，惊醒了熟睡的子熙。子熙忙睁开眼。谁？是我。我将云染放在一旁的软榻上，扯下面巾。子熙，帮云染处理伤口。子熙看了眼毫无血色的云染，惊了一惊，忙从床上起身，跑到一旁的柜子里拿出伤药。啊，怎么会这样？谁做的？我从一旁拿过披风给子熙披上，握着她冰凉的手说道：啊，真是不会照顾自己，这事你莫要管，替她处理伤口吧。今夜麻烦你了。方才一时情急，直接穿着周衣便下了床，现在真是觉得暖和。只要这样便好，无论如何我都在他的眼里便好。子熙为云染处理好伤口，天都快亮了，我夜里便已经离开，留下话天亮过来。我换了身正常的衣服，直接去慕容羽哥那里。我敲响房门，慕容羽哥听见门响，直接翻了个身，懒懒地说道：哟，你来了呀？你的小美人儿怎么样了？没有性命之忧，再帮我一个忙，找个易容术好点的，易容成云染。行，知道了。慕容羽哥打了个哈欠，
扔给我一把钥匙。梁王被我扔在地牢了，你去外面随便找个人就能带你去，怎么处理你自己看着办。我要补个觉，别打扰我。谢了。你知道我向来喜欢实质性的东西，过2天去你那里我也找个美男抱抱，免费啊。没问题。我从他这里离开，随便拉了个杀手，进入了幽阁地牢。幽阁的前任阁主胆子大得很，总部和地牢竟都建在京城，不得不说，这一点我很佩服，可真没有几个人敢这么干。一股腐败夹杂血腥的味道扑面而来，呛得我不由捂住口鼻。这么一个地方，梁王那种娇生惯养的人怕是吃不消吧。梁王被绑在柱子上，我扫了一眼，周边的工具还真不少，各种刑具应有尽有。这家伙弄得还真是齐全。来人，把他弄醒。一桶水泼下去，从头浇到脚，这也不够解气。梁王被泼醒了，两眼浑浊，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双脚一下就软了，若非被绳子绑着，怕是早就跪在地上了。怎么，害怕吗？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求你放了我吧。我转身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吩咐一旁的人道：点了哑穴，狠狠地扎。什么？梁王瞪着眼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针，想要大喊出声，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只能徒劳地挣扎着。看着鼻涕眼泪飙得哪里都是的梁王，我不禁好笑不已。哼，一国王爷还没一个男子有骨气，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梁王已经被扎得疼得说不出话来，整个面孔已经扭曲。停，解了他的哑穴。此时梁王已经哀嚎不出声，声音早已嘶哑。怎么样，我的梁王，针扎的滋味不错吧？接下来还有鞭子呢，好好享受吧。不要，我是梁王，我要诛你九族。九族？哼，你还有命活着再说吧。给我打！幽阁的鞭子都是特制的，几鞭子下去，可是去了半条命，算算时间也该离开了。晕了，泼醒接着打，别打死就行，你们慢慢打，我有事就先回去了。天差不多已经亮了，子熙见我匆匆赶回来，忙找了件外衣给我披上。夜里亮，你也注意身体啊。数九寒天，又是夜里，凉气深重，他又是一夜未归，又是为了云染的事情，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难过。不过还好，我早知道他的身边还会有其他人，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我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想必昨夜他定是一夜未睡。昨夜让你担心了，是我的错，以后不会了。子熙，昨夜辛苦你，这2天呢，我会带云染出去，一会儿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人来替代他，你且告诉他要注意些什么，无论有何事都莫要担心，告诉贾云染，自会有人来帮忙。子熙抱住我，窝在我怀里蹭了蹭，说道：我知道了，你早些回来。我回到屋内换了衣服，收拾好和云染的行李，抱着云染坐上提前备好的马车离开了京城，去了那间小屋。令我惊愕无奈的是，徐锦白竟然还在我的小屋。
我没有着急抱云染下去，而是从那车里蹬蹬下来，走到一脸心虚的徐锦白面前。啊，你怎么在我家？你不回家，在我这里做什么？徐锦白缩了缩脑袋，使劲摇头，委屈地说道：不回去，你别赶我走，我没有地方去了。是你家出事了？被官府抓了？还是被杀了？呸呸，胡说什么？我家人好着呢，一点事儿也没有，是我有事儿。说到最后，徐锦白的声音越来越小，跟哼哼一样，我也懒得听。那你不回家，一个男人死皮赖脸留在一个女人家中，不害臊吗？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你再不走，小心你的清白不保哦。徐锦白被我说得面红耳赤，使劲跺着脚说道：喂，江湖救急，你就帮帮我能怎样？一个女子怎么就不能帮助一个落难的弱男子？弱男子啊，确实挺弱的，绝对是我见过最弱的，不过是放在女人堆里。你是说我不像个男人？我哪里不像？我眼神扫过他的胯下，徐锦白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无耻！你再不走，可不是口头上的无耻喽。等等，什么声音？徐锦白伸着耳朵仔细听着，我突然从他身后直跃到马车旁，掀开帘子抱下一个男子。在他的角度只能看到一个侧脸，却足够风华绝代，细碎的头发垂在耳边，随着我的动作缓缓飘着。徐锦白突然觉得心里有些酸涩，莫名的很不爽，没好气的问道：喂，你不会从哪里掳了一个男子吧？你这样可是犯法的。我瞪了他一眼，若想留下就闭嘴。徐锦白看我紧张的抱着怀里的人往屋里走，踢着脚下的小石子，嘟囔着：闭嘴就闭嘴。我将云染放在床上，替他盖好被子，凑近他的脸庞，仔细听着他的呢喃。他的声音太小，还断断续续，我听了许久才听出来，他说的是傅妃。他的事情我调查过一些，他在皇宫过得很不好，他的父亲不受宠，宫殿几乎如同冷宫，连带着云染也受了不少欺负。从小长相出众，让他受到了不少凌辱，后来被林梦晴救下。林梦晴是将军之女，靠着她的面子，她的日子过得好了些。林梦晴喜欢她，女皇为了拉拢将军一族势力，重新宠幸了她的父妃，可这恩爱几乎不带什么真情实意。但云染却也是开心的，毕竟她的父妃不会再过得这么凄惨。她重新受宠之后，之前欺负她的那些人便开始阿谀奉承，彻底变了一副嘴脸。她早就养成了寡淡的性子，对于他们完全无感，日子过得也算平静。女皇赐婚，她18岁诞辰那天便是她和林梦晴的婚礼，不过很可惜，没有到那一天便亡国了。我十分心疼地看着她，在那么一个硕大的皇宫里，怕也是只有她的父妃是真心待她的吧。想着看到她时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便将梁王恨得牙痒痒。这该死的家伙，死1万次也不够。我伸了伸懒腰，想要咳2声，生怕扰了云染，忍住走到屋外，才大声咳了起来。你快吃吧，本公子不是专门给你带的啊，是老板死活给本公子的，本公子不想浪费才带回来的。我不由笑了笑，这个孩子怕是专门给我去买的吧？从这里到京城买这些，他一定很累吧？原以为他走了，没想到竟是去帮我买吃的。小白兔，谢谢你。徐锦白脸红了红，说话有些不利索。那什么，本公子又不是专门给你的，
你还不赶快吃？还有，不准喊本公子小白兔。就喊你小白兔。我拿着糕点在他面前晃了晃。小白兔，怎么迷上姐了？切，本公子怎么会看上你？你个没良心的臭流氓！本公子这样是为了谁？你不感激本公子也就罢了，还絮絮叨叨，哼！我的许大公子，我错了还不行吗？喂，这么晚了，我睡哪儿？让你白天走你不走，晚上没地方住了吧？我这里啊，就2间屋子，云染住1间。看在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多忙的份上，你住另外1间。我呀，随便打个地铺就行。不行，你现在可是我的囊中之物。幼稚，哼！他虽这样说，但嘴角却止不住的上扬。我是他的。徐锦白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怎么了。看见他，我便止不住的开心，想要和他吵，和他闹。看见他和别的男子在一起，心里便很难过。明明2人相识不过2天，这样的感情发酵或许有些快，可是对我而言都不重要。我认定的那人一定要抢到手。滚来滚去，怎么想都不放心。穆千雪对屋里那个男人的感情不一般啊，绝对不一般。现在2人共处一室，虽然那人受了伤，若是穆千雪想做什么，还是可以做啊。徐锦白从床上坐起，披上外衣，推开门，蹑手蹑脚走到我屋门口，操着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确定什么声音都没有，才重新回了自己屋子，满足地闭上眼。我睁开眸子，缩了缩身子。这么冷的天，我还悲催地睡在地上，真是冻死我！这样下去会不会感冒啊？我从地上坐起，和云染睡一起肯定是不行，只能和小白兔挤一挤了。反正之前也一起睡过1次，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这家伙方才还在我屋子外面溜达，一定还没睡。现在过去吧。我看了眼床上熟睡的云染，敲了敲徐锦白的房门。小白兔，你睡了没？徐锦白噌地睁开眼，从床上坐起。你干嘛？大半夜的不睡觉，找我干嘛？外面冷风吹着，我不由打了个寒战，直接推门走了进去。喂，你干嘛？徐锦白紧紧抓着被子，惊愕地指着我。我可是男的。我可怜巴巴地走到他旁边。小白兔，收留我一晚吧，之前不是也一起睡过吗？地上太冷了，数9寒天的，你忍心让我睡在地上吗？徐锦白挡住床，丝毫不犹豫地说着。忍心。我顺着空直接钻了进去，一跃到床里侧，痞痞地笑着。嘿，谢了小白兔，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快睡觉睡觉，还是床暖和呀，太困了。徐锦白傻傻看着面前的场景，一把掀开我被子，怒吼道：喂，我是男的，你能不能注意点？我的清白啊！我扯过被子无所谓地说着，你之前不是说了，江湖儿女应该不拘泥于小节吗？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你放心吧。徐锦白看着我无所谓的神情，心里突然风浪浪，一阵难受，朗朗地说道：我的明姐真的对你无所谓吗？我表情不对，吓不愣了。他不是挺大的咪咪一男子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不会介意的。好，我现在给你看。说吧，我便从床上跳起来。徐锦白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不想生气的，可是他看见我无所谓的样子，他心里真的很难受。他似乎不在乎自己名声，可在我面前，他便不自觉地在意起来。可他到底不忍心我挨冻，还是开口了：不必了，你留下吧。你真的同意？你不生气了？徐锦白扭过头不看我。快点，
别让本公子后悔。本公子是怕你冻死了，没人给你收尸。我开心笑笑，又回到床上，钻进被子，抬头刚好对上徐锦白的眸子。哎，谢谢你，小白兔，真的很暖和呢。徐锦白突然觉得所有的怒气、不开心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只要我这一句话便够了。黑夜里，徐锦白看着我黝黑的眼眸，心再次不规律地跳了起来。小白兔，你放心吧，我保证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你不用担心。我看着徐锦白眼神有些不对，担心他多想。方才确实我考虑欠佳，他毕竟是男子，这么和我一个女人躺在一张床上，在这个时代确实于理不合，所以我很认真地保证着。你要是不放心，你可以在我们中间放碗水，我保证绝对不越界。徐锦白越听心里越不爽，虽然他也不是期盼我能对他做什么，可这3番5次的保证让他觉得他自己一点魅力也没有。够了，睡你的觉。徐锦白没好气地钻进被子，把头蒙了起来，自顾自生着闷气。突然被子被掀开，徐锦白不满地抬起头来，想要骂我，却刚好对上我的唇，软软的热热的，还有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徐锦白慌忙推开我，躲进被子里，背对着我，捂着自己疯狂跳动的心。我睡了。徐锦白扔下这句话，便闭眼不再说话。我轻笑一声，随之躺下，了一声。别把头放在被子里，对身体不好。徐锦白身子僵了片刻，扯下被子，露出一个后脑勺。我淡淡笑着，闭上了眼。夜里安静得很，徐锦白听得见自己疯狂的心跳声，他拼命想要让它恢复正常，可他越焦急，心跳得似乎越快。他听着我平稳的呼吸声，轻声说了句：臭流氓，你睡了没有？等了片刻，确定我睡了之后，他这才放松下来，慢慢平复，闭上眼，逐渐进入了梦乡。在他看不见的夜里，我的嘴角微微勾起。第二天清晨，我醒得很早，轻巧地从床上跃下。一大早，空气清新得很，我狠狠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洗漱之后，打扫了半个时辰厨房，随后从马车里拿出提前备好的食材，做起了早餐。不过厨艺应该不会退步吧？约莫半个时辰，生火做饭熬粥通通搞定。我从厨房走了出来，将徐锦白喊了起来：小白兔，快点起来吃早餐啊！徐锦白烦躁地睁开眼，不满地看着我。臭流氓，干嘛？我再睡会儿。你再睡，饭都凉了。哪里来的饭？你做的？那当然，本姑娘的厨艺那是天下无双。今天本姑娘心情好才做饭，你快点起来，不然以后啊，你可没有这个机会品尝本姑娘的厨艺了。徐锦白快速收拾好自己，走到厨房，看着一桌子上的菜，惊得下巴都合不上。一个女人竟然会做饭，看起来还有模有样，她真的有点忍不住要尝尝。徐锦白拿起一旁的筷子，夹起菜放进嘴里，不由眼前一亮，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会做饭啊？为了一只小野猫。哼，一览芳华的相好吧，那种地方不干净，小心你惹一身病出来。不知道便不要乱说，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跟你想的一样。徐锦白没想到我火气这么大，心里发酸的紧，扔下筷子哼了一声，回了屋内。莫名其妙，明明是他说我的地方不好，我不过为自己辩解了2句，他这火气怎么比我还大？我走过去敲了敲门，喊道：喂，小白兔，你不吃了？那我自己吃了。不吃。屋里充满怒气的声音响起，
我撇了撇嘴，切，这少爷脾气大的，也不知道被谁宠的，小心嫁不出去。我忙活了1个时辰，这么多食物也不能浪费，他不吃，我自己吃。其实做的分量不是很多，不过我一个人也没有吃完。摸了摸险些被撑爆的肚皮，将剩下的收了起来，盛了碗粥回到屋内，摸了摸云染的额头，没有发烧，还好。我扶起她的身子，一勺一勺地喂着，虽然没有吞咽下多少，好歹也是吃了些。我拿出伤药，想要褪下她的衣服，又顿了顿，走出门，敲了敲徐锦白的门。小白兔，帮个忙。干嘛？我将药递给他，笑着说道：“请你帮忙帮云染上药。”徐锦白瞥了一眼，冷着声音说道：“你自己没手啊？伤的位置我不好动手。”那你之前怎么给他上药的？子熙上的药。子熙又是谁？里面那个，再加一个小野猫，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子熙，他这是有多少男人？我怎么觉得他这语气跟这人出轨的妻子的口气一样，实在有些无语。你到底帮不帮？不帮算了。徐锦白冲到我的面前，一把抢过手里的药。我又没说不帮。你知不知道男子的身子只能给他妻主看？你个流氓！他瞪了我一眼，一点也不想给我偷看其他男子的机会。我咧咧嘴，呵呵笑着，嘿嘿嘿嘿嘿。那当初那么对子熙似乎有些过分啊。哎呀，管他呢，反正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那只能说明一点，子熙注定是我的。我离开一览芳华后，慕容羽歌派的人随后就到。子熙看着云染模样无二的男子，面上不由落了几分惊愕，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常态。这位公子不知如何称呼？直接喊我云染便好，省得出了差错。好，云染跟我来吧，我带你去你房间。云染性子淡，不喜与人交流，以后就劳烦你少出来走动。还有，这几天不会让你接客。听见接客二字，男子眸子闪过一道金光，嘴角勾起一道不明的笑。等等，安排我接客。什么？子熙有些惊愕，不由问道：你可想好了？自然。男子的声音不似之前的冰冷，反而是多了几分邪魅。麻烦你了，我自有我的原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惹事的。子熙也没有多问，有些事他也懒得管。众所周知，云染琴艺无双，不知公子可会抚琴啊？只能是琴，其他的不行吗？我若是什么都不会，就不能接客吗？自是可以，每日想找云染的客人很多，你所想接待……等等，我要抛头露面，我必须要表演，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能快速学习的技能？子熙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隐约间也猜出了什么，不过用这种方式还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不过他若想，他也乐意帮他一把。那你必须也会点什么？武功行吗？云染不会武功。男子眸中有些落寂，摆摆手道：唉，算了算了，再说吧。子熙无奈转身离开。过了大约半个时辰，一览芳华被一众士兵围了起来。子熙不由紧张，但此刻我不在，也只能他撑着。这位大人，不知有何事啊？来人开门见山，直接问道，语气很是不好。云染在哪儿？不知大人找云染何事？云染从楼上缓缓走下，声音淡淡的，听不出喜悲，走到他的身边，微微欠身。
大人清晨便围上了一揽芳华来找云染。云染真是受宠若惊。来人看见面容红润没有丝毫损伤的云染，眸子里闪过一丝不解，不过这不重要。去将他抓起来带回府里。子熙挡在云染面前，面上有几分不喜，问道：等等，大人何故要抓走云染？不知他所犯何事，大人抓人也要有原因啊。本官怀疑云染和王爷失踪有关。这和云染没关系，云染一直在楼里，未曾出去。不信的话，您可以问云染房里的恩客。不可能。为何不可能？大人可是知道什么？难道大人昨夜见过云染不成？来人被堵得说不出话，冷哼一声，对着门外的士兵喊道：回去。一场风波解决得如此容易，让子熙觉得有几分诧异。不过也是，梁王私自抓走云染，动用私刑，而后失踪，这事儿说出去，丢的也是皇家的人。不过毕竟失踪的是梁王，事情定然不会这么简单。现在风波已经解决，其余的走一步看一步吧。子熙压低声音问道：云染，你房里当真有恩客？佛曰不可说。子熙淡笑，无论有没有，现在也都不重要了。他只希望我能快些回去，将这些事彻底结束。云染一整天都在纠结要如何接客这个问题。难不成直接拉个人？那要怎么让他知道？真是该死，怎么就不能让事情简单点？时间过得很快，外面的嬉笑声、哄闹声很快就传进了云染的耳朵里。他打开衣柜，挑了半天衣服，一脸无奈，不由嘟囔着：哼，这都是什么人呢？除了白的还是白的，这么素雅，当自己是仙子。云染坐在梳妆镜前，将这副面容化了个浓妆，他也不由赞叹：这个云染果然是个美人坯子，美的都让我有几分嫉妒了。画好之后，来回打量起来，不由叹了口气：唉，若是我有云染这般美貌，他就不会这么对我冷漠。不过我觉得我长得也不差呀。方才脱掉外衣，动作却突然停了下来，指尖飞出一枚银针，朝着窗口扔去。窗口处，女子的媚笑声响起：看来倾城是想杀了我呀。话音刚落，那女人便出现在云染的屋内。她听见慕容羽歌的声音，便使劲压下嘴角的笑容，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声音冰冷道：阁主。慕容羽歌瞬间移到他面前，抬起他的下巴，盯着他的眼睛。怎么声音这么冷？看来倾城很不开心啊。倾城开心，很开心。倾城一会儿便要去接客。接客？那接我如何？阁主身份高贵，倾城高攀不起。云染要接客了。我说你还在生气啊？凑了这么久，我都主动来找你了，你是不是也该消气了？慕容羽歌见他不说话，不过面色柔和了许多，从怀里拿出一沓银票扔在一旁。穆千选的家伙回来之前，你被我包下了。哼，是稀罕。我稀罕，特别稀罕你。整个京城惶惶不安了2日，士兵挨家挨户搜查，搞得京城各户都是鸡飞狗跳，敢怒不敢言。就在第3日清晨，梁王突然出现在梁王府门口，却是浑身是伤，衣衫褴褛，远远看着身上几乎没有一块是好的。得知梁王成了这副模样，整个京城的百姓几乎都是合不拢嘴。终于有人替天行道了，收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梁王，可惜就是没死。百姓这般想，
女皇却是气得牙痒痒，将皇族的威望如此不当一回事，还将她的女儿打成重伤，于是下令彻查这件事，势必还梁王一个公道。京城外山谷小屋，徐锦白不爽地给云染包扎伤口。他出身武林世家，包扎伤口这种事做起来得心应手，不一会儿就处理好他身上的伤口。徐锦白越包越气愤，他虽是觉得我喜欢这个人，而且这人也当真绝色，不过是哪个该死的家伙忍心下这么重的手，将一个男子伤成这样，真是天理难容啊！他想想都疼。若是这事儿发生在他身上，他一定将那人大卸八块喂狗吃去。徐锦白看着云染苍白的脸色，决定不跟他计较我喜欢他这件事，也决定自己伺候他2天，给他换药。徐锦白伸了伸懒腰，走到屋外，恶狠狠地问道：是哪个良心被狗吃了的？不是玩意儿的东西将人打成了这样。我有些惊讶，从他嘴里能冒出这样的话，骂的可真干脆啊。不过我没打算告诉他实情，这件事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省得给他招来麻烦。仇我已经报了，这件事也先翻过去，没必要再提。徐锦白见我不愿说，以为我不信任他，脸刷的黑了。不说便不说，本公子还不想知道呢。我无奈扶额，这个家伙把他叫做小白兔一点都不合适，应该叫做喷火龙。吃了吗？你有没有娶妇啊？啊？小白兔，你不会对我有企图吧？我可是良家妇女啊。哼，就你这样的，本公子可看不上。我心里松了口气，隐约觉得这家伙对我有点意思。听他这么说，还是松了口气。我真是自恋啊！我们2个认识的时间加起来才不过几天，人家怎么可能喜欢我呢？我换上往日的嬉皮笑脸，哼，小白兔，姐可是有夫之妇，你呀来晚喽。我说完便痞痞地离开，留下徐锦白一人脸上挂着伤心。云染昏迷的时间比我想象中要长，不过好的是终归是醒了。你终于醒了呀？本公子伺候你2天了都。多谢公子救命之恩。不用客气，本公子向来这么大公无私，助人为乐。云染淡淡笑了起来，这位公子好生风趣。他原以为自己会被梁王蹂躏，若真是如此，他定然会咬舌自尽，也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可在他的昏迷中，听见的那个声音明明很熟悉，很温暖，而且是个女子。他眼神不由得在屋子里扫了起来，试图发现屋子里是否还有其他人。屋子很小，云染很快就发现只有他们2人，眼神里有些小小的失望。徐锦白看他的眼神来回转着，以为他在找我，心里的酸水啊又冒出来，对着门外大吼道：喂，臭流氓，你的宝贝疙瘩醒了！云染听他这么喊，苍白的脸上飘起几朵红霞。宝贝疙瘩，这样的称呼当真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到底是谁救了我？是不是他？心底有些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期待。我正在屋外练剑，听见云染苏醒，立马将软剑别回腰间，冲了进来，看着床上坐起的云染问道：你醒了？云染不知道自己心里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感动、兴奋、期待、愤怒、内疚，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感觉顷刻间所有的情绪都涌上来。最后他别过脸说了句：对不起，楼主，云染不该私自离开。我有些无奈。倘若你真的想离开呢，2年之后我定不拦你。现在的事情已经过去，
我便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至于林梦晴，她没有被梁王府的人带走，自行离开了。至于她的伤，我给了药，人肯定没死。不过具体情况听天由命，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云染知道这已经是我能做的极限，毕竟这件事情本就是他二人的错。多谢楼主。我淡笑着看了他一眼。行了就好，等你伤好的差不多再回去。这几日你就在这里专心休息吧。我指着徐锦白说道。你随便用。喂，臭流氓，什么叫随便用？那你去挑水、洗衣服、做饭。哼，随便用就随便用。喂，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否则以后你嫁人了会被人嫌弃的。你才会被嫌弃，快出去干你的活去。行，我先出去练剑，过会儿再做饭。云染在一旁看着我二人的互动，不由羡慕起来。他不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痞痞的我，却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对话。徐锦白看着云染有些出神，也没有打扰他，坐在一旁随意拿了本书看了起来。徐锦白对于我这里放的几本书还是相当喜欢的，全都是一些画本子，讲的是各种荡气回肠、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让他有些惊讶的是，我一个女子竟也喜欢这样的画本，他看得入迷。云染本就是一个不爱说话的角，呆呆地坐着，屋里静悄悄的，时不时传来徐锦白咯咯的笑声和翻页的声音。徐锦白看书看得很慢，也看得认真，一字一句都要斟酌片刻。虽是出生武林世家，该学的他也没少学，若是拿出去和京城的男子比一番，他也不见得会输。我走到云染身边，温柔地问道：云染，怎么样，好点没？云染有些诧异我走过来和他说话，愣了2秒才点点头。不知为何，他觉得自己被我这么温柔地盯着，脸色微微有些发烫。那便好。我拿过一个披风披在他的背上，一把将他抱起。云染惊呼一声，下意识揽上我的脖子。楼主，来，带你去吃饭。随后对着徐锦白喊了声：小白兔，去吃饭。徐锦白看着我这么温柔地跟云染说话，还是那么小心翼翼地抱着，脸上挂着一抹伤愁，而后又被他很快引去，跟了上来。一顿饭下来，我们3人各有心思。我有些担心一览芳华的情况，虽然慕容羽哥已经给我传来消息，让我不必担心，但没有亲眼看到，终归还是不安。至于云染，那天林梦晴希望他和他离开，不知为何，他竟对一览芳华生出几分不舍，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里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他不曾想晚上竟会遇到我，还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却突然感觉自己松了口气。林梦晴帮了他许多，他亦欠了他许多，他不想林梦晴出事，只有我能救他。他看得出眼里的嘲讽，可他也只能求我。最后他被带走，他觉得这样便是最好的结局。一瞬间，他感觉在世间他已经没有了留恋，便这样过吧。在梁王凌辱他之前，他早已决定咬舌自尽，可奈何被点了穴，他被扔的房间还是上次的房间。脑海里闪现出那晚的场景，他竟忍不住期待我会不会像那晚一样来救他。鞭子狠狠地抽打在他的身上，很疼很疼，可他突然想给他自己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希望，直到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他嘴角扬起笑容，昏了过去。而徐锦白满脑子都是下一步的计划，想着怎么才能将我拐到手。他的对手都有些强大呀。不过我已经消失3天了，再不出现会被人怀疑的。我放下筷子，拜托道：小白兔，我离开些日子，麻烦你帮我照顾云染。你要去哪儿？
徐锦白虽然很不乐意接下这个活，可他也得在我面前留个好印象，而且这样我便欠了他一个人情，以后还可以拿来要挟我。这样想着，他便爽快地答应了。行，记着你欠本公子一个人情。楼主，您可是为了我的事情才要回去，梁王那里您怎么交代啊？等等，楼主，梁王，臭流氓，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会得罪梁王？你没有听说过民不与官斗这句话？你还要不要命了？你给我说清楚。如你所听到的，我是一览芳华的楼主。至于梁王，他劫走了我们楼里的花魁，所以我将他打得连他亲爹都不认识，然后扔了回去。什么？云染和徐锦白不可置信地惊呼出声。云染内疚不已，担心地问道：楼主，您这样做会不会有麻烦？徐锦白也是担忧不已。我咧开嘴，对着他们俩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哎，放心放心，我也不傻，自然不会让梁王发现是我干的。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我回去呢，虽然和这件事有关，但不会有半分危险的，所以云染你也不必担心，好生在这里养病，过几日我再来看你。说完，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烟花，递给徐锦白。小白兔，若是出了什么事，拉开烟花上的绳子，我会很快赶到的。不过这里肯定没有什么危险了，这里很安全，只要你们别出去跑，不然迷路了可没人救你们，特别是你，小白兔。知道了知道了，3天时间，你要是不回来，本公子就把你的宝贝云染扔在这里不管了。好，3天。仔细看见我，脸上的喜色明显得很，钻进我怀里蹭了蹭。想必七七也知道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这几日虽然没有官府的麻烦，可我总有几分不安。不必担心，这几日你也没有休息好，都快熬出黑眼圈了，现在快去休息吧。好。我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便去了云染的房间。一不小心看见了一些不该看的画面。你们继续啊，我一会儿再来。倾城的脸瞬间爆红，猛地推开压在他身上的慕容羽歌。慕容羽歌坏笑着看了眼倾城，转身喊我：有什么事儿直说。倾城敛了敛身上的衣服，从容地站了起来，走到慕容羽歌身旁，静静地站着。当然忽略那红的如同煮熟的鸭子般的脸色。我摸了摸鼻尖，一脸八卦地看着二人，等着慕容羽歌说些什么。说正事儿。你的情报网有没有查出有多少杀手埋伏在一览芳华？告诉你，给我多点好处，这么大一笔买卖，别指望我会免费给你做。哎呀，不是一直都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吗？好，我打算去荣城3个月，这3个月优格的事情就都交给你了。什么？我拍着桌子斩钉截铁道：啊，不行，我还有一览芳华要忙，你那个什么破优格事情太多，没空。哦，行啊，那当没有这笔交易。倾城，我们走。啊，罢了罢了，答应你也行，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慕容羽歌摆手，扔给我一个令牌，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哎呀，优格现在就交给你了，快出去，别打扰我们恩爱了。你个10万伏特的灯泡，还不出去？靠，过河拆墙，秀恩爱谁不会啊？结找子熙去！哼！突然觉得有些心绪不安，加快了速度跑到子熙的房间，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还有迷烟的味道。我愤怒地捶向墙壁，留下一个浅坑。该死，这守卫都是白吃饭的吗？人不见了都没发现。仔细睁眼，便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破柴房中，只穿了一个中衣，柴房还漏着风，冻得瑟瑟发抖，脸色青白，缩成一团。他打量着这个柴房，不由觉得眼熟，
思绪流转到1年半之前，当时他被王虎掳走过一次，便是这个柴房。这里是将军府。刹那间，之前那些不好的回忆全部涌入脑中。楼里颓废的生活，被他们肆意的凌辱，暗无天日的生活，子熙突然间害怕起来。若是他血色的身份被发现了，他该怎么办？如今的他已经离不开我，他一点也不想死，他舍不得我，舍不得一览芳华，舍不得这么辛苦才有的一个幸福温馨的家。突然，门外响起钥匙开锁的声音，子熙紧紧抱着自己，惊恐不已。柴房的门被一脚踹开，走进来的是王景。不过40左右的王景看上去却如同60的老妇，脸色蜡黄，头发近乎白了一半。子熙是吧？王景走近他，冷声笑着，声音在这冰冷的屋子里回荡。难道不是血色？血色2个字在子熙心中翻起巨浪。他不知道王景是如何知道他是血色，但是他知道他绝对不可以承认，否则等待他的定然不是他所能承受的后果。将军怕是说笑了，奴的名字是子熙。王景突然捏住他的下巴，使劲抬起，眸子里满是恨意。是吗？这模样还真是像了个9成啊！这天底下当真有这么相似的2个人？王景的声音带着一丝怒火，更带着几分危险。子熙知道，此刻的他绝对不能有一丝慌乱，否则王景的怒火将会将他烧得粉碎。将军，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2个相似的人又何如？哼！王景甩开他的下巴。无论你是不是血色，本将军都要你为我的女儿偿命。若你不是血色，就怪你长了一张和他相似的脸吧。子熙没有说话，他也不知该说什么。落到他的手里，他只能期盼我可以快些找到他。王景整人的手段，他在1年半前便已经体验过，生不如死的感觉，他不想再体验一次。将他看管好，若是丢了，小心你们的项上人头。是，将军。王景出了院子，没有急着上朝，反而是去了另外一间屋子，敲了敲门。屋子被打开，女子几分焦急地问道：“将军可是把人抓到了？”哼，本将军出手会抓不到。告诉你，无论你要怎么利用他，但最后本将军要他死在我手里。还有，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条件。女子想到什么，眸子里闪过一丝危险愤恨的神情。放心吧，我自然说话算数。此刻的我在屋内已经无法保持冷静，阴沉着一张脸，眉头紧锁，浑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隐忍着想要杀人的冲动。慕容羽哥很少看见这样生气的我，他不曾想子熙会对我这样重要。你莫要冲动，方才我手下的人已经查看过屋外的杀手，确实少了几个，我已经在着手查。你和子熙最近得罪过什么人？我努力强迫自己冷静，闭上眼，深呼了一口气。我搜遍了脑子，除了梁王，我当真不知道自己得罪过谁，想不出结果。我更加烦躁，奋力地拍向桌子，无力地说道：“我不知道，除了梁王，我真不知道自己还得罪过什么人。”那子熙呢？有没有什么仇家？怎么会？子熙待人向来温顺和善，又怎么会？对了，王景，子熙杀了他女儿。什么？慕容羽哥咽了咽口水，惊讶地说道：“
这事儿不都快过去2年了？难道当年劫囚的是你？子熙就是那个当年名震京城的第1名伶血色。当年不过是可惜她的容貌，就救了她，把她留在一览芳华的招牌。1年多了都没什么动静，我以为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唉，王景竟然将他抓走，而且在我这么多杀手的保护下抓走，他请的杀手定然不一般。而且子熙不一定会被他藏在将军府，这几日我会派人密切关注王景的动向，你切莫激动，轻举妄动。宇哥，你让我如何不担心？你是不知道我救下子熙时他的伤势有多严重，1条命丢了大半。王景的手段太过残暴，我担心子熙会撑不住。我已经没有时间耽搁了，我去调用流木山庄的力量和你一起查。千雪，你疯了！你若是调用了流木山庄的力量，你就毁了当初的协议，你这辈子可就只能留在流木山庄了。那就留着吧，刚好帮着姐姐，毕竟这么大的产业全部留给姐姐，我也于心不忍。那刘生呢？你若是让他知道你为了一个男子不惜调用了流木山庄的力量，他的心里会有多难受？你当初撇下他一个人离开，如今你心里有了别的男人，你让他怎么办？宇哥，我当初是因为刘生喜欢你，我才放手的，如今你就这么对待他。千雪，我可以容许你有其他男人，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伤害刘生。那你让我怎么办啊？子熙他有危险，他在等我救他。我的力量足够了，我会派人时刻盯着王景和他府里的人。你放心，一有动静我们马上行动。而且我想王景也不会立刻杀了子熙。对啊，不会立刻杀了，那么折磨啊。宇哥，你知不知道这个样子完全是在凌迟我的心啊。我简单做了个易容，去了将军府附近，随着那些杀手一起监视将军府，在楼里干等着，我会发疯的。杨若宁从将军府路过，恰好发现了一旁观察将军府的我，他不知道为何就认出来是我，明明脸一点也不像，动作行为还是那么粗俗，可他还是认出来了，可能这就是缘分吧。杨若宁走到我身旁，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被吓了一跳，粗着声音蛮横道：“你谁啊？别碰老子！”杨若宁扑哧笑出了声，低声说道：“千雪，你这样说话还挺有意思。”我一愣，瞧了四周没有问题，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一个没人的角落拉着，皱着眉，粗粗的眉毛一挑一挑，怎么看都多了几分喜感。喂，你怎么认出我的？我的易容术那么差吗？杨若宁下意识捏了捏耳垂，脸微微泛红，抽出被我拉着的手，眼神有些闪躲。感觉啊？啊？感觉？我从怀里拿出一个迷你的小镜子，看了半天，都觉得自己易容的挺好啊。杨若宁，你觉得现在我的易容怎么样？真的没问题吗？不是特别熟悉你的人，一定认不出来。帮我保密，我在这里有事，当做没看见我，你先走吧。我说完便匆忙要离开，杨若宁拉住我。你要做什么？这里可是将军府。哼，就算是皇宫，我也给他翻过来。说完便匆匆跑到我的小摊上，装模作样的吆喝着，眼睛从没离开将军府片刻。吴千雪那里一定出事了，看他的神情如此紧张不安，难道是前些日子他央求收为义弟的那个男子？难不成他是被将军府的人带走了？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即便不是这样，定然也是和男子有关。杨若宁又捏了捏耳垂，心里不知打着什么算盘，嘴角扬起一抹奸诈的笑。杨若宁又看了眼我，转身离开。我从下午一直摆摊摆到夕阳西下，也没有发现将军府里的人有什么问题，
甚至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想错了，子熙是不是被其他人抓去了。我的整颗心都烦躁不安，随意收了摊子，准备又来个夜探将军府。如慕容羽哥所说，将军府守卫比王府虽差得很，但却有许多的绝顶高手。我刚进将军府，便觉得一股杀气扑面而来，从暗处跳出几个杀手，将我围了起来。我一下就愣了，什么情况？我还没进去呢，我的武功退步这么多吗？我还没有动手，便闻到了空气中迷幻散的味道，忙屏住呼吸，从腰间抽出软剑，警惕地看着他们。突然空中飞来一根细小的羽箭，直直从我耳侧擦过，射向对面的杀手。那人的警觉性很高，动作也很快，羽箭从我的胳膊上划过，随后落地。羽箭上有剧毒，那人忙点了穴，吃下一颗药丸，暗催动武功逼毒。有了这次教训，周围的杀手显然提高了警惕。我已经知道慕容羽哥已经来了，所以也不再担心。不过方才看那黑衣人，连慕容羽哥的羽箭都可以躲过，看来这些人武功果真很高。王姐给你们多少钱？我出双倍，3倍也行。你们只要告诉我，王姐让你们掳去的男子现在在哪儿？被抓的几个杀手都是神情一凛，愤怒地看向慕容羽哥，可也无可奈何。成王败寇，他们现在被抓，便是他们技不如人。都废了武功吧，带走一个便好。我话一出，被抓的杀手脸都白了。被杀便被杀，这是成为一名杀手还有的觉悟。可若是被废了武功，他们就等同于废人，比杀了他还要痛苦。慕容羽哥留下2个杀手，带着众人离开后，我和2个杀手在将军府里一间屋子一间屋子查了个遍，却仍是没有发现子熙的身影。要么将军府有暗示，要么子熙不在将军府内。我告诫自己不能暴躁，这个时候必须冷静。我交代2人守着，自己回了一览芳华，去了云染的屋子。慕容羽哥还没有回来，只有倾城在屋子里呆呆坐着，看见我问了声好，说了句他还没回来，完全是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模样。我突然想起早晨和慕容羽哥的对话，瞬间明白了，淡淡的说道：每个人都有过去，刘生对于羽哥而言只是过去，而你才是他的现在和未来。倾城眼睛亮了亮，看向我：你觉得阁主喜欢我吗？你该相信他。经我这么一说，倾城心情好了许多，也不再冷着一张脸。莫楼主有何事直接说吧。我轻笑，坠入情网的人情绪变化的都这么快啊。或许他或他的一件事或一句话，心情便起起落落。帮我调查我离开后谁出入了子熙房间，还有昨天辰时4时离开一览芳华的人，特别注意后院。放心吧。谢谢。我道了句谢，便离开了云染的屋子。幽阁地牢内，一人审一个，各种方法随意用，别弄死就行。明天我要知道结果。慕容羽哥转身对那人温柔地笑了笑，哼，好好享用。却生生让那人起了一身的冷汗。看见穆楼主，告诉他别打扰我，有什么事儿明日再说。我刚到地牢门口，就听见这么一句话，嘴角一抽。不用这么嫌弃的说吧。你要想看着他们行刑，自己去地牢看着，老娘不奉陪了。再见。我挠了挠脑袋，几分无辜，不过也是，都这个时辰了，我也该休息会儿。今天一天精神高度紧张，自己也是疲惫无比，这样下去明天怕是没有精神的。宇哥，倾城已经不生你气了，你可以回去了。慕容羽哥动作顿了顿，瞬间消失在原地。还是要抱着他的倾城睡起来更舒服呀。我叹了口气，
已经有好几天未曾抱着子熙睡过了。该死，王景是吧？我记住了，先是王爷，后是将军，滥用职权，昏庸无道。不过当个官罢了。明年3月的春事，我确定了。子熙是吧？子熙努力睁开眼，挪动身子也有几分困难。他被绑了手脚，视线昏暗，他只能看见面前的是一个女子，面上蒙着面巾，时不时咳嗽上2声。不过隐约可以感觉到这女子身上散发的阴冷气息。他视线扫过周边，发现自己已经被换了个地方。四周环墙，整个屋子只有一个4方窗户，小得可怜，周边全是阴冷潮湿的感觉，冷得让人发颤。一整天未曾进食进水，嗓子不由有些干哑。你是谁？那女子冷眼看着子熙，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穆七七眼光不错，这么美丽的人儿都勾到手里了啊！女子边说边靠近子熙，紧攥着她的下巴，眸子里带着几分惊艳。你说，若是他知道他的爱人在我身下承欢，会是个什么表情？子熙冷冷打了个哆嗦，身子不由缩了缩。若是真要被他侵犯，他定然会咬舌自尽，也不会被他欺凌。子熙突然想到自己身上带了幻情伞。虽然一直陪着穆千雪，之前养成了随身带着幻情伞的习惯，不过我并没有带血药，怎么能让他吞下是个问题。女子看他脸色变了几变，只是以为他怕了而已，自然不会想到他心里的各种弯弯绕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子凑近他的耳朵低声道：放心，若是你能好好侍候我，会留你一条命的。仔细看见角落里有个桌子，桌子上有一个茶壶。仔细心里一动，娇媚地笑着：让奴家来服侍你可好？本就美得不食人间烟火，这般魅惑的子熙如同一个落入凡间的妖精，凌乱的发丝，眸子却如星星般闪亮。女子看着不由迷了眼，同时心里的记恨更多了几分。凭什么他穆七七就可以得到这么美好的男子？他的我都要夺过来。女子看子熙的眼神有痴迷，有不屑，有占有，有记恨。好啊，让我看看你的技术。当年名动京城的第一小官血色，除过容貌，定然技术也比其他小官高上几分吧。子熙眼神有一丝悲戚闪过，却很快逝去，媚笑着撒娇：哼，可你还将奴家绑着，奴家肯定跑不掉的。您不妨解了奴家的绳子，也让奴家伺候您伺候得更尽兴啊。女子面上有几分犹豫，反正也跑不掉，她还不信一个小官在她的眼皮子底下还能翻起什么惊涛骇浪。女子解开她的绳子，顺带着在她手上狠狠摸了一把。子熙忍着心里的恶心没有躲开，女子又狠狠地咳了起来。子熙从地上站起，走到一旁的桌前，倒了杯水，顺手将幻情伞扔了进去。子熙故作担忧，忙递给他一杯水。大人，您快喝口水缓缓吧。你先喝。子熙顿了1秒，很快反应过来，喝便喝吧，只要不失身于他便好。随后佯装开心喝了一口。大人，您真好，知道奴家一直未曾进水，赏赐奴家水喝。女子见他没有犹豫，喝了几口，这才将剩下的一饮而尽。药效很快便发挥了作用，子熙只觉得自己身上逐渐滚烫，如同火烧一般。恍惚间，面前仿佛出现了我的面孔，逐渐清晰起来。他不由伸出手，却扑了个空，脑海中突然清明了几分。他狠狠掐着自己，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扭过头看着女子，那女子已经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露出了雪白的肤色，抱着自己的胳膊热情地吻着，看得子熙更热了几分。方才残留的一点清醒险些被重新覆盖，他猛地扭过头，迫使自己不再看下去。子熙踉跄地走到墙角，端起水壶将凉水半壶灌了下去。凉水入喉，带来几分清凉。他曾经服过幻情散的解药，此刻尚能坚持些许时间，丝毫没有迟疑，将剩下的凉水全部倒到自己头顶。头发湿了个彻底，衣服也被落下的水滴逐渐打湿，冻得他不由打了个冷战。仔细扯下女子的面纱，捡起女子的衣服换了起来。自己已经有些不受控制，哆哆嗦嗦终于换好衣服。仔细身体已经有些瘫软，打着烛火在墙上摸着，寻了半晌，终于摸到了一块凸起。仔细使劲按了下去，一道石门缓缓打开。仔细心里一喜，忙准备走出去。他突然脚步顿了顿，似乎听见那女子喊了一个人的名字，可又觉得不是。他脑海已经有些混乱，也不知自己到底听见了什么，是幻听亦或是事实。他停留了几分，却听见女子各种魅惑的声音，血液一下冲到头顶，身子险些摔倒在地，立刻关了石门走了出去。仔细面前的是另一个房间，房间不大，但布置的却很精致。不过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可这里明显是个男子的房间，仔细有几分困惑。方才那绝对是个女子没错，怎么会是个男子房间？这里是将军府没错，我记得自己被关在柴房，然后莫名又昏了过去。可若我失踪，琪琪定然会派人守在将军府外，所以我一定还在将军府。将军府会有这么清雅的一间房，确实出乎他的意料。仔细晃了晃有些发昏的脑袋，坐在椅子上。药效若过去还需要半个时辰，他要趁着半个时辰走出将军府，否则怕是又会被抓回去。被抓回去，等待他的会是生不如死的折磨。簪子狠狠刺入大腿，疼痛瞬间袭来，疼得他差点喊出声来。但此刻他只能用这种方法保持清明。血液顺着大腿流下，好在女子穿的黑衣，此刻也看不出什么。仔细推开房门，屋外竟没有守卫，着实让他吃了一惊。看来这个地方果然很久没有人住了。但是方才他看屋子整洁，定然每日都有人来打扫。这里应该是将军府一个很重要的男子住过的地方，没时间感叹这些。仔细大大方方走着，不过方才用力有些狠，腿有些疼，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仔细刚走两步，便听见一些细碎的声音，忙躲在一个角落。他不敢大声呼吸，紧张地看着。仔细离得有些远，但看身形，他隐约看得出那人是王景。他站在院中，只是盯着院外的一株腊梅看得出神。王景在原地至少站了1刻钟，仔细已经快支撑不住，若是再不动一下，怕是他要直接跪在地上。腿上传来的疼痛不断地折磨着他，仔细紧紧抓着身后的墙，手扒在墙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撑着身体。他必须撑住，他也只能撑住。仔细紧紧咬着牙，头上已经渗出层层的冷汗，脸色苍白如同一张白纸，身子摇摇欲坠，仿佛下一秒便要摔倒。药效袭来，身体不断地涌出热流，冷风吹着，冰火两重天，难受的整个人快要疯掉。他几乎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伸出手想要抚摸着他深爱的人。他不停祈求着王景能够离开。已经深夜，丑时已经到来，为何还不回房休息，还在这里缅怀离人？仔细的心态几乎爆炸。好在王景最后进了房间，仔细趁着这个空档快速离开了这个院子。屋
屋子里地上有他不小心留下的血迹，王景定然会发现问题，他必须快速离开。梳妆镜前的地上落着几滴血，他俯下身，手从地上蹭过，血未干，是刚刚留下的。他突然想起打开暗示按钮，不曾想看到的竟是这么迷乱的一幕。怒火攻心，一掌拍在桌上，桌子应声而裂，在安静的密室里显得尤为清晰，尤为刺耳。地上的女子被这刺耳的声音拉回了些许神智，迷离地打量着周遭的环境，只看见王景怒着一张脸，讥讽地看着他。突然觉得身子一阵发凉，低下头看着自己竟光着身子，瞬间脸一阵红一阵白。女子想要穿衣服，却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已经不见了，讽刺地说道：哼，你可真是好本事，好好一个人就这么被你弄丢了，还丢得这么讽刺。女子听着王景的话，却说不出一句话反驳，脸一阵青一阵白，压抑着怒火说道：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王将军还不追？不劳你费心，我答应你的事自然会做到，你答应我的事最好别让我失望，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王景从另外一个石门离开。这个暗室共有2个出口，一个通向锦南的屋子，一个通向将军府外院的假山。子熙纯属误打误撞，打开了另一个按钮，闯进了锦南的房间。锦南的屋子在将军府最南侧，他向来喜静，当年王景特地为他在这里建了一间屋子，他最喜梅花，王景便在他的窗前种了一株梅花，如今也有20年了。王景方才出了锦南的屋子，便听下人报告，有一群人莫名闯入王府，几个杀手全人被抓，那些人跑了，不见踪影。废物，都是废物！将军饶命！王景一脚踢过去，领头士兵被踢飞，吐出一口血来，昏了过去。王景不耐烦地说道：处理了，剩下的人在将军府里搜，看到穿着一身黑衣鬼鬼祟祟身上受伤的人抓起来。是，将军。子熙从锦南的院子离开，便在将军府里迷了路。他完全不认识这里的路，脑袋昏昏沉沉，浑浑噩噩，几乎看不清前面的道路，还要躲避夜里来往巡逻的士兵，身子哆嗦得不停，头发上的水珠在夜里已经结了冰，风呼啸着，伴着结冰的发丝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甚至在脸上划出几道伤口。子熙身体已经麻木，只是凭着本事往前走。他靠着墙努力挪动自己的步子，结果被绊了一下，身子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子熙闷哼一声，胳膊使劲地撑着身体，好不容易才坐起来。突然眼神一亮，闪现出依稀的光芒，一个狗洞，他终于可以离开了。子熙趴在地上，努力地往外爬着，突然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更努力地爬着，终于在士兵到来之前爬了出去。子熙爬到洞外，已经没有半分力气，深夜躺在地上，寒气入骨。他不能睡，他必须起来，否则不是被发现，就是被冻死。子熙痛苦地蜷缩着。琪琪，你在哪里？我好想你啊！即便拼命挣扎，终究还是抵不过，昏了过去。将军府内，士兵将整个将军府搜了几遍，都没有发现可疑人员，颤颤巍巍地跑到王景身旁。将军，全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人员。王景浑身散发着极重的戾气，吓得士兵立刻软了身子，直接趴在地上哆嗦着，一句话也不敢说。哼，一个受伤不会武功的弱男子，
你们竟让他跑了，哼！你们还真是让本将军惊讶。也是，能杀了虎儿，还能从密室逃出来的男子，果真不一般。倒真是让本将军刮目相看呢。本将军能抓你一次，便能抓你第二次。王景敛了神色，冰冷着声音说道：“还不滚下去！”多谢将军，多谢将军。第二日清晨，一览芳华来了位不速之客，我忙着出门，可又不能将他放在楼里不管。突然想到听雨，忙喊道：“听雨啊，快过来，给你介绍一下。”千雪，我是……不，我不是。我打断他的话，一脸明了：“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听雨，回来给你找一个，保准你绝对满意哦。”杨若宁一脸无奈，还想说什么，就见我拉过听雨，对着他二人说道：“听雨，这个呢，就是我给你找的义姐杨若宁。这是我们听雨，你们慢慢聊。”我说完便不等二人说话，直接溜了，留下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不过杨若宁很快反应过来，笑着说道：“听雨是吗？不必拘束，坐下来谈。”那个楼主，千雪都和我说过了，你叫听雨是吧？我叫杨若宁，以后喊我姐姐便好。你想什么时候赎身，或者现在也可以。杨若宁说着，从怀里拿出1摞银票。这些够了吗？听雨咽了咽口水，惊愕地看着杨若宁：“你不会是刘木钱庄那个杨掌柜吧？”杨若宁淡笑，几分意外地说道：“千雪没有告诉你吗？看来他做事不是那么牢靠啊。”千雪，这个名字在楼里从未听过，不过这定然是楼主的名字。楼主竟然轻而易举说出刘木钱庄掌柜收我做义弟，想必楼主的身份定然不低，成为刘木钱庄掌柜的弟弟，这对我来说是何等尊贵的身份啊！不是这样的，楼主这几日一直很忙，很少出现在楼里，这好几日了，我才见过他这一面。看他神情，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楼主的很好，是听雨见过最好的人。听雨说起我时，嘴角挂着浅笑，在他眼里，我是比亲人还要亲几分的人，甚至是王芳所不能比拟的。楼里可有人出事？听雨摇头，突然想到什么，开口道：“昨日一整天倒是都没有见过子熙。”他说完，心里一惊，难道子熙出事了？子熙？子熙是谁？子熙是楼主喜欢的男子。说是子熙出了事，那可怎么办？不行，我先去子熙房里看看，麻烦您稍等。杨若宁点头，听雨便匆忙夺门而去。啊！杨若宁听见一声响，扭头看去，只见听雨和一个妩媚的男子撞了一个正着。妩媚男子皱了皱眉，明显对于听雨莽撞的行为感到不满，低喝道：“听雨，你何故这么着急？撞到客人可如何是好？”“媚晴，我有点急事，回来再说。”留下媚晴有些郁闷地看着他，不过很快便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走进杨若宁所在的屋子。杨若宁来回打量着媚晴，同样媚晴的眸子也在他身上扫过，眼眸里划过一丝明了，很快消逝。杨若宁看着一举一动都自带3分魅惑的人儿，心里赞叹不已。好一个勾人心魄的美人，一袭淡青色的袍子也能被她穿出几分诱惑，果真对得起媚晴这个名字。杨小姐，今天由媚晴来服侍你。说着，媚晴的手便要搭上杨若宁的手，杨若宁下意识地缩了回去，冷声道：“我不喜欢陌生男子的靠近。”媚晴明白，不知杨小姐喜欢什么？杨小姐可是楼主的贵人，媚晴必须服侍好小姐。杨若宁面上有几分红晕，实在是媚晴说话的语调太过暧昧，
听得他呀实在有几分不自在。你出去吧，我不需要服侍。媚晴淡淡眨了眨眼眸，长长的睫毛在眼底垂下许多阴影。这番模样在杨若宁看来好看极了，也羡慕极了，脸上突的多了几分苦涩，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算了，留下来倒酒吧。媚晴感受到杨若宁身上突然多出来的落寂，心里多了几分好奇。无论一个人的伪装有多么成功，其他人看不出，却绝对躲不开他的眼睛。他可以确定，杨若宁是个男子，一个伪装成女子接近楼主的男子，难道他喜欢楼主？不对，我待在楼主身边这么久，从未听楼主提起过杨若宁。明显楼主是近些日子才认识了这个人，可杨若宁却是很早便认识了大小姐，而且成为了流木山庄的掌柜。一个男子能成为流木山庄的掌柜，想必定然有一番异于常人的本事。若他真的是喜欢楼主，这样优秀的男子也确实配得上楼主。不过在外一直抛头露面，这样子楼主会喜欢吗？楼主不是一个在乎出身的人，他那么尊贵的身份连子熙都可以接受，何况杨若宁？是，杨小姐。能成功伪装成一个女人，又如此成功而不被发现，媚晴突然佩服起这个男子，没有为他继续添酒，反而端起一旁沏好的清茶为他倒了一杯。想必杨小姐一会儿还要回店里，酒莫要多喝，还是换杯清茶吧。杨若宁微微有些诧异，随即笑着点头。公子倒是个妙人。承蒙小姐夸奖。我还有事，先离开了。烦请公子转告你们楼主，说杨若宁多谢款待。杨小姐的话，媚晴一定转达。媚晴恭送杨小姐。送走了杨若宁，媚晴有些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她也伪装得好累，每天强颜欢笑，压抑自己的感情，已经压得她透不过气。就趁着今天，让她也放纵一次，端起桌上的酒杯直接灌了起来。都说一醉解千愁，今日让她好好醉上一次。听雨跑到子熙房里，却空无一人，满楼找着我，却也没有发现我的踪迹，心里越发惊慌起来，但是却不敢声张。他知道，既然我没有开口，自然这事便是不想让大家知道。听雨也只能忍着焦急，在楼里等消息。他们说他们只是负责抓人，然后就不知道了。他们只能保证子熙确实在将军府内，没有被转移出去。至于具体位置，他们不清楚。今夜，就算叫将军府翻个底朝天，我也要把子熙翻出来。对了，以他们的武功，劫走子熙，定然有一览芳华的人帮忙，帮我查出来，留着性命，我亲自过问。还有一件事儿，昨夜留在将军府的2个杀手说，昨夜将军府好像在找什么人，不过最终没有找到。我怀疑那人是子熙，如果是真的，子熙会不会已经跑了？我去看看。去吧。说完便不见了身影，心里无比后悔自己昨夜为何没有一直待在将军府守着。若真的是子熙，便可以直接将他带回去。将军府一如既往，门外不过多了2个士兵守着。我随意绕着将军府走着，目光在一处停了下来，顺便将一旁的玉佩拿了起来。摸着那块玉佩，这是我曾经送给子熙的。看来子熙已经逃离了将军府，此刻子熙定然在京城的某一个地方，可他为何没有回一览芳华呢？子熙，你可一定不要出事啊，等我。子熙睁开眼，看见的又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心中大骇，起身额头一阵疼痛，
不由揉了揉，突然听见一个激动的声音：“公子，你醒了，身子可有什么不舒服的？”请问这是哪里呀？这是誉王府，是王爷将公子救回来的。誉王？子熙在脑海里回想着所有关于誉王的事情。这个王爷是王朝里最为低调的王爷，向来不参与各种权谋斗争。关于他的事情，整个京城提的最多的便是他的竹箫和他的容颜。誉王的箫声绝对称之为举世无双，空灵绝妙。誉王已经20有1，却只有一个侧夫，几乎是全京城男子挤破脑袋想要嫁的人物。誉王虽喜欢闲云野鹤的生活，也不参与宫廷之事，但是他却最得女皇和太皇夫喜欢。昨夜他逃出将军府已经大半夜，而且他是从将军府逃出，一身黑衣，衣衫破烂不堪，还染着血。先不说誉王为何会半夜经过将军府，只是看见他这一男子，为何会救回来呢？着实可疑啊。不过令他开心的是，他已经从将军府逃了出来，最起码不用遭非人的折磨。至于誉王，见招拆招，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氏见子熙不知思考什么，静静的没有说话，过了片刻才开口道：“公子可是腹中饥饿，可否需要用膳？”经他这么一说，子熙才觉得自己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点头道：“麻烦你了。”公子不必客气，这是小童的本分。公子稍等片刻。誉王从屋外进来。子熙参见王爷。子熙？你是一览芳华的那位子熙公子？奴确实是子熙。自称我便好，在本王这里不必拘束。多谢王爷。没过多久，便从屋外走进一个男子，容貌俊秀，温文尔雅，素衣淡容，一双流目生盼的眸子却清亮的紧，黑白分明，荡漾着令人迷醉的风姿，一举一动端庄娴雅，让人不由得将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他走近子熙，递给他一身衣服，笑着说道：“这位公子，你之前的衣服送去换衣房洗了，还没有晾干。王爷让我跟公子道个歉，说是给公子带来不便，很抱歉。王府里男子的衣服不多，所以只能让公子穿着我的了。”多谢。我叫贤若，还不知公子的名字。子熙。子熙，很好听的名字。你先换衣服吧，换好了再喊我。我换好了。你遇到什么事儿？怎么将自己折腾成这副模样？多谢关心，子熙无碍的。林贤若，誉王侧妃，是3年前誉王外出游历归来带回来的一个男子，身份无人知晓。听说当年誉王要立他为正夫，女皇和凤后一直不同意，誉王在御书房跪了1天1夜，女皇才松口，但只能立他为侧夫。誉王无奈，最终还是立为侧夫，但自那3年以来，誉王始终不肯再立正夫，誉王侧夫便成了全京城男子羡慕的对象。当年的他亦是如此。今日见到这个钟灵俊秀的人儿，突然觉得或许这样的男子，怕是所有女子都想娶回家放在手心里疼爱吧。衣服不是很合身啊，你且等等，一会儿我去吩咐下人帮你去布庄裁剪2身衣服，再帮你置办几套首饰。不必如此，子熙身子已经无碍，也该回去了。不行，你还不能离开。王爷没有说过让你离开，你便不能离开，所以这些日子你只能生活在王府。为何？留在这里不好吗？不用再以色待人，在王府吃喝不愁，还有人侍候着，你可以随意在王府走动，不会有人限制你的自由。为何要回去呢？我不回去也行，劳烦差人帮我通报一声楼主，
子熙现在平安可好？我帮不了你，除过让你出去帮你烧化这件事儿，其他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你的意思是要将我软禁在王府？既然如此，那子熙没有什么事了。若没什么事，请回吧，不送。林贤若表情有些苦涩，看着他想说些什么，但终归没有开口。离开前只留下一句话：我和王爷不会伤害你，只是对于你想离开这件事，我真的无能为力。林贤若离开，子熙除了气愤，更多的是惊讶，为何他们对他这么客气，连自己对着林贤若发脾气，林贤若都没有生气。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无比痛恨自己的无力，为何出了将军府便晕了过去？他再坚持回去便好了，就不会惹上这么多事情。子熙突然想起我送他的玉佩，立刻在身上摸了起来，发现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在床上找了半天，依旧没有找到，失望、沮丧、自责、难过，各种情感一下子涌上了心头。我竟然弄丢了七七送给我的玉佩，七七现在一定在找我，而我却无法告知他。我现在安然无恙，只是被困在一个牢笼里。小童从屋外进来，端着洗漱的东西和做好的饭菜。子熙一下没了胃口，自己梳洗了一番，随意吃了2口，便吩咐小童都撤了。小童看着子熙心情似乎不是很好，几乎没有怎么进食，便开口道：公子多吃一些吧，无论如何也不能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啊，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不用了，你下去吧，我一个人待着便好。既然无法离开，那先留下吧。走一步看一步，好歹也要知道誉王为何要强行将我留下。子熙躺在床上，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若儿，今夜怎么过来了？这么冷，你在房里等着我便好，来这里做什么？不过是想见你了，所以就过来了。若儿，你来其实是为了子熙吧？无论如何，本王都不能放他离开。对不起，我帮不了他。若儿明白的，一直都明白的，正事重要，而且他在王府更安全啊。至于子熙，他也只能帮他如此了。林贤若幸福的笑笑，陪着他的3年是他最幸福的3年，无论如何，这份幸福他也要延续下去。我帮你一起处理这些事情吧，不然你又要处理到半夜了。求之不得。臭流氓，你今天怎么来了？有些事情。于冉在屋内吗？哼，2天不见，就这么想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先去找他。2天未见，这人一点也没有将我放在心上，一句关于我的事都不问，一上来就问别人。我好歹也在这里当了2天免费的小事，哼，我怎么就看上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可是他对待云染怎么那么温柔呢？徐锦白紧紧抓着手心的小纸条，心里有些疼。昨晚他收到家里的消息，娘和爹爹要他立刻回家，爷爷的身子越来越差，他也该回去孝敬他老人家了。原先想着明天离开，既然今天见到了他，我也该离开了。云染听见屋外我的声音，下意识探着脑袋往屋外看去，有几分他说不出的期待。在我推门而入的时候，他慌忙低下头看着手中的书本，耳根隐隐发热。云染，你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可以走动了吗？可以了。我扶你出去走走吧。云染错愕地看着我，
脸刷的红了起来，支支吾吾的说道：“不必了，楼主，我可以自己的。”云染说着便要推开我的手，紧张不已，搞得我有些纳闷，也有些尴尬，收回了手，退后一步。那什么，你别激动，我不碰你。云染愣了愣，动作顿了顿，想要解释，可是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我坦然地笑了笑：“你不用担心的，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只是想着今日阳光不错，带你出去晒晒太阳，对你身子恢复也有好处。”云染神色有些懊恼，他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他的心里觉得别扭得很。方才被我碰触的地方，即便是隔着衣服，他也觉得滚烫得很，心一下子就乱了起来。我看着云染半天不说话，低垂着头，也看不清他的表情，叹了口气：“你若是不想出去，我不勉强你。看你身子也好了很多，这些日子我可能不能再过来了，是想问你，要跟我回一览芳华，还是自己待在这里？”云染抬起头，面上的慌张已经褪去，几分担忧地问道：“楼主，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子期出事了。”“有危险吗？”“不知道，他失踪了，我正在派人找，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太多，我觉得怕是平静的日子要到头了。”“子期会没事的。”“云染啊，突然想到，当时不该拦着你离开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看他挺喜欢你的，想必也会对你好，让你留下来可能会让你陷入危险之中。”“不是这样的，本就是云染的错，云染不该私自离开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就这么确信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算了，不用说了，我明白的。在你心里我没有什么可信度，下次他再来找你，你就走吧。不过记得让他带上赎身的银两，好歹也给上几千两吧，这么漂亮的人儿。中午之后回去，你随意决定吧。”云染神情有些复杂，良久后点头：“好。”我对他笑了笑，随后直接离开了屋子，留下云染一人静默坐着，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的感觉。云染听着我清脆的笑声，心里突然下了一个决定，一个连他自己都意外的决定：“我要回去，必须回去。没有理由，或许有理由，但那都不重要。”我走过去，看着徐锦白皱巴的一张小脸儿：“小白兔，干嘛这么一副表情？出什么事了？”“怎么，美人哄好了？重色轻友的家伙。”“我一会儿便要离开，而且应该很久都不会来。至于云染，我也不清楚他是否会离开。若是你不想离开，锦兰会留下。”“哎，等等，臭流氓，你生气了？”“不是你不想和我说话吗？”“一会儿便要离开了，不能和他争吵，我必须开心的离开。”“那也是你太过分了，来了连我都不问候一下，直接就去找你的美人。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美人的伤口还是我包扎的呢。”“抱歉，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放心吧，本公子大人有大量，是不会跟你计较的。”“是，许大公子大人有大量。”“臭流氓，我喜欢你。”“小白兔，不要乱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真的喜欢你，想要嫁给你的那种喜欢。”我被他这样认真的眼神看得心里有些发毛，徐锦白心里更是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哪有男子这么主动表达自己心意的？他会不会认为我很放荡，没有一点男子的矜持？
你不喜欢我没关系，但是我要离开了，所以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我不会放弃的，我会回来找你的。啊？我也不是没被男子表白过，只是在这个女尊世界，突然被男子表白，有些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世界的男子应该很少有人会做这种事吧？婚姻向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子几乎没有决定自己婚姻的权利，更没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单凭徐锦白对我表白心意这一点，我对徐锦白便是很佩服的，也很欣赏。他应该是我在这里生活这么久一个异类吧，一个喜欢男扮女装行走江湖的豪爽男子，喜欢毒舌心又特别软的一个家伙。喊的小白兔其实一点也不符合他的性格，小狐狸倒是不错。我这么认真的跟他倾诉自己的心意，面前这人竟然神游天界。徐锦白有些窝火，扯着我的耳朵怒吼道：我说我不会放弃的，慕千雪，我不会放弃你的。我一个踉跄后退一步，揉着耳朵咧咧的道：你不能小点声吗？这是耳朵，很脆弱的。那你的回复呢？小白兔，我已经有2个夫君了，你明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对不对？其实你值得更好的，找一个一心一意对你好，只喜欢你一人的伴侣，不是更好吗？那云染呢？若是他告诉你他喜欢你，你会怎么说？这关云染什么事啊？告诉我答案，否则我是不会放弃的。当然，你告诉我，我也不会放弃。云染呢？若是林梦晴回来找他，我会放他离开。可若是没有再回来呢？我到底会如何做呢？我对于云染是有几分好感，但感情并不深刻。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性啊。云染也不可能问我啊。我沉思片刻，徐锦白也就这么安静地等着答案，心里却凉了几分。果然，云染在他心里是不一样的。良久，我抬起头来肯定说道：若此刻我面前的是云染，我会说和你一样的回答。但是呢，云染不可能会喜欢我的，她有心仪的女子，还不小心被我拆散了。所以你的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徐锦白朝着房屋的方向瞥了一眼，门只开了一个小缝，隐约可以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自嘲地笑了笑。他比我还要可怜，连自己的心都看不清。徐锦白突然豁然开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吗？我才不信他不想和我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有了2个夫君。臭流氓，我说过的，我不会放弃的。本公子可是魅力无边，等着本公子回头还会再来找你的。那你来呀，有本事你来征服我呀。不过本小姐的魅力貌似更大哦。哼，自恋。臭流氓，我喜欢你，是真的很喜欢你，想一直和你在一起的那种。这次回去，不知何时还能再见。如我所言，我不会放弃你的。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夫君，哪怕不是唯一。小白兔，我很认真的告诉你，我不想和你说你很好那样的话，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很优秀，足以优秀到配得上更多优秀的女子，也把希望放在我身上，我不想你受伤。徐锦白心猛地一缩，如同几万只蜜蜂蛰着，依旧倔强地扬起一个笑。未来的事情可说不定了，我都快走了，
别说这么让人不开心的话题了。你去做饭吧，好歹让我离开前吃一顿你做的饭呀。能为本公子做饭，可是你的荣幸啊。好，等我给你做一顿丰盛的见面宴。我转身离开，步履有些沉重。对于徐锦白的告白，对于徐锦白的认真执着，让我有沉重的负罪感。我二人相识其实不久，而他也即将离去。我相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感情会越来越淡，最后消逝。徐锦白便和我们分道扬镳。我拿出一本书来递给他，徐锦白接过，半分好奇半分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关于阵法的书籍。林州的屋子外，我设置了阵法，我只带你走过一次，你竟然可以记住，完整的走出来。你的记忆力真的很好，我想对于阵法应该很有天赋吧。回头你看看，或许会喜欢呢。那我走了，你要记得我，不可以忘记我。路上注意安全，你一个男子孤身上路，还是换上女装安全。云冉，我走了。你一定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我一定会回来的。徐锦白的身影越来越远，我收了心神，往回赶去。我手中出现一个人皮面具，你要戴上人皮面具。楼里还有一个云冉，你现在还不能公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云冉错愕之后瞬间明白，点了点头，很快将云冉易容成倾城的模样。好了，我们走吧。我将他扶下马车，陪着他到了他的房间。慕容羽哥再次鄙视地说道：我说你能不能敲门？我坐到凳子上，翘着二郎腿，毫不在意地说道：正主回来啦，回自己房间自然不用敲门啊，是吧，云冉？云冉看着屋内有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心里对易容术好奇了几分，面上却没有丝毫显示，淡笑着对着屋内的二人问了声好。云冉见过两位。慕容羽哥蹭到他面前，对着倾城说道：哟，倾城，你温柔起来还蛮不错的。怎么，你嫌弃我了？没有没有，我发誓。倾城不由得看向云冉，果真是一个大家公子温文尔雅的形象，不愧是个皇子，一举一动尽显优雅，可惜没有那个福分落入这个地方。还好这里楼主是慕千雪，否则呀，这么一个美人儿，不知道会被别人糟蹋成什么样。把两人的面具都拆了吧，看着不舒服。倾城手指灵活地在脸上的几个部位揉了揉，面具便落了下来，露出自己魅惑的一张脸。云冉也学着他的动作，在脸上揉了起来，发现没有一点用，不由看向我。去啊，人家看你呢。我也没有墨迹，可是随着我的靠近，云冉突然不知所措起来，后退一步，开口道：可否请那位公子帮个忙？那麻烦你帮他了。慕容羽哥觉得我二人之间有些猫腻，打趣道：被美人拒绝的滋味如何？这个你不是应该最清楚吗？慕容羽哥没有讨到便宜，还偏偏被戳中了死穴。你倾城，你娘子被人欺负了。哼，活该。哟，被美人骂了的感觉如何呀？慕容羽哥翻了个白眼儿。很舒服，被自己男人骂我开心。子熙有没有下落？对于这个不用查了，已经知道了。慕容羽哥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我，今天早上你走后收到的。我接过纸条，上面写着：若想带走子熙，明日未时，醉仙楼凤鸣居，还请穆二庄主一见。千雪，此人看来不简单啊，这件事儿你最好认真想想。可那不是子熙的消息吗？难道子熙出了什么事？倾城对于我的身份并不知晓，只是知道
我是慕容宇哥的好友。他从慕容宇哥手中接过纸条，看向我的神色多了几分震惊。木流山庄二庄主，他真是没有想到，这身份堪比女皇，不由多看了我2眼，突然觉得我也确实有着气质。震惊之余，对于子熙，他虽从未谋面，却是多了几分好奇，到底是何样的男子能让木流山庄的二庄主倾情以待，乱了方寸？去吧，总要看看情况，在这里烦恼也没什么用处。明日我同你一起吧。我点头，脸上的表情几乎冰冷。敢打流木山庄和子熙的主意，我倒要看看这人是何方神圣。明日只有你们2人前行，会不会有危险？放心吧，穆千雪这家伙的武功可比我还要高，而且高的还不是一点儿。1天之内，倾城觉得他刷新了2次对于我的看法，可看着我同之前那些杀手对招，也没有觉得太厉害。仿佛看出了他的疑惑，慕容宇哥接着说道：一打一堆人，而且还是训练有素的一堆杀手，更是一堆应用阵法娴熟的一堆杀手，若是你进去，怕是扛不住多会儿。阵法？对，他们的阵法很娴熟，想必提前演练过无数次，不过以我一人的力量是无法应对他们众人的，若非宇哥前来帮忙，我也撑不下去。不过你不必担心，既然他们用得到我，用得到流木山庄，我们不会有危险，而且没有人敢动流木山庄的人。哼，否则他想自取灭亡。誉王府内，小童围着子熙，怎么看都觉得子熙美得不可方物。公子，你长得好漂亮，小童好羡慕，这身衣服公子穿着简直太合适了。小童，这话你已经从清晨说到现在了。啊，那也得是公子长得好看呢。看起来你的心情好了许多，这身衣服很适合你。参见林主子。起身吧。你来做什么？子熙看起来很不喜欢我。子熙不敢。子熙，我们需要你的帮忙，算是求你。有什么事还请直说。小童，你先退下。是。明天王爷会带你去见穆楼主，但我希望你能帮我们。你们要用我威胁楼主，还让我帮你们，凭什么？我不可能会答应的，我绝对不可能伤害楼主，即便我死。子熙说完便要转身离开，林贤弱小跑到他面前，从怀里拿出一个簪子。子熙。子熙瞬间睁大眼睛，眼中满是不可置信，抓着他的手不敢相信事实。你是贤哥哥，你还活着？子熙真是长大了，出落的让贤哥哥看着都忍不住心动。贤哥哥都快认不出来你了，不曾想还有机会再见到你，我真的很开心。子熙也很开心，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帮你。正如你爱誉王一般，子熙同样深爱着楼主，子熙不会做半分伤害他的事情。子熙，你听哥哥跟你讲，哥哥不想逼你，但是实在没有办法。现在朝中形势严峻，以王爷一己之力实在艰辛，需要穆楼主的一臂之力，而促成这件事只有子熙你。怎么会啊，楼主只是一个小官楼的楼主，无权无势，怎么会帮得了王爷呢？子熙，你真的觉得穆楼主只是一个小官楼的楼主吗？子熙顿了片刻，心里越发苦涩。对啊，这么久了，琪琪从没告诉过我他的来历身份，我也从不敢开口询问，怕触及到他的隐秘。即便如此，我还是期望着他能够告诉我，这样我便会离他更近一些，哪怕是仰望。然而此刻他也只能平静地回着林贤若的话。那又如何？无论他什么身份，我都不能背叛他。若他是流木山庄的二庄主呢？
刘木山庄。七七是刘木山庄的二庄主，而我是最卑微的存在。这样的我，该如何配得上这个天之娇女？片刻，子熙只觉得自己之前所有的美梦全部破碎。此刻的他，觉得自己半分奢望都不该存在。黎贤若见子熙苍白着一张脸，双目无神，吓了一跳，忙问道：子熙，你怎么了？子熙一双美眸里瞬间溢满泪水，脸上全是苦涩，自卑、无力、心痛全部聚集起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贤哥哥，我该怎么办？他会不会不要我？林贤若未想到这么一句话会让子熙变成这副模样，又或是说这样的结果超乎了他的意料。他不想伤害这个他护了几年，把他当作自己亲弟弟的孩子，可他只能站在誉王身旁。子熙，怎么会？王爷告诉过我，木楼主很喜欢你，所以王爷才只能通过你请木楼主帮忙。真的吗？他问得那么小心翼翼，问得那么卑微，林贤若忍不住抱紧他。傻孩子，子熙，你这样让我如何忍心利用你？你这么爱他，又怎么会舍得背叛他？让你这样做，等同在你心窝上插一刀。我明白你，也理解你。若是有一天有人让我背叛王爷，我又怎会答应？可王爷怎么办？子熙，对不起，贤哥哥不该逼你的。我懂的，可我不忍让楼主因为我做他不喜欢的事情。贤哥哥，除了这件事，子熙什么都可以答应，哪怕让我这辈子留在誉王府都可以。傻瓜，让你留在王府做什么？再说，即便我愿意，木楼主也不会同意。林哥哥，拜托你一件事好不好？我会说服王爷将你送回去，你帮我劝劝木楼主，请他帮帮我们，可好？子熙犹豫不决，心里纠结得很。我开口，楼主会答应吗？我在楼主心里的地位，连我自己都一点把握也没有，更何况楼主现在已经不再是楼主了。未时将至，林贤若替誉王整理衣领，满怀担忧道：王爷，你这次去会不会有危险？不必担心。虽是这么说，幽深的眼眸和紧皱的眉头出卖了他此刻的心情。子熙不过是一个青楼小官，慕千雪即便再喜欢他，会不会为了一个小官答应我的条件不得而知。甚至于连慕千雪会不会来，自己都没有什么把握。自己最讨厌被人威胁，也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若非情势所逼，我又怎么会为难一个男子？贤若，你确定子熙不会反悔吗？他不会，只是他的心里一定很难受。我逼着他做了如此为难的一件事，以后还有何颜面见他？林贤若帮他系好腰带，说道：好了，王爷小心些。誉王揽着他的腰，在他额上落下一吻。放心吧，慕千雪还不至于对我出手，毕竟我也帮他救了子熙。在家等我回来。林贤若望着誉王渐行渐远的背影，只能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誉王府大门口，子熙已经候在那里。誉王走近他，对他微微一笑，客气道：子熙公子请。子熙看不出表情，只是静静点头，上了马车。誉王随之。出发。誉王和子熙足足在凤鸣居等了半个时辰。这半个时辰，誉王几乎失了信心，子熙更是失望不已，翘首期盼，一直看着门外。他既期盼着我来，又盼着我不来。
我和慕容羽哥姗姗来迟，也未曾觉得不好意思。看见我到来，子熙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兴奋地喊着：“七七！”我眼神一亮，想要走近，却被2个守卫拦住。我冷眼看向誉王，誉王示意2人退下。我走过去，一把将子熙拉进怀里，冷声道：“原来是誉王殿下，草民参见誉王。”虽是这么说着，却一点行礼的意思也没有。慕容羽哥斜倚在一旁的柱子上，完全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誉王有些尴尬，不过这是他早已预想到的情况，抱拳道：“穆庄主，请坐。”我也没客气，拉着子熙直接坐下。誉王看向慕容羽哥，光是看气质便知不是普通人，他在这里都可以感觉到那人身上的灵力。那位姑娘，请坐。慕容羽哥慵懒地走过来，坐在我身旁，无视誉王在我耳边低语道：“事情似乎不如我们所料那般啊。”慕容羽哥声音极小，誉王尝试着想要听见，却只能听见嗡嗡的声音，只好作罢，看情况发展。这誉王似乎不按常理出牌，竟然直接将子熙带来，这是对自己这么自信，真的不怕我带走子熙吗？穆庄主，我们明人不说暗话，我就直接道明来意了。本王需要刘木山庄支持本王成为太女。啊，然后呢？誉王似乎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许久后开口道：“免掉刘木山庄3年的赋税。”3年吗？誉王似乎觉得我太好打发了吧？那庄主想如何？不用免掉赋税，我要你免掉刘木山庄20年的关税。什么？誉王从椅子上起身，压抑着自己的愤怒。穆庄主，做事情不要太过分。我也起身冷笑道：“那誉王用一个男子逼我就范，过不过分？”誉王不必这么大反应，除了誉王想要的，我还可以再送誉王一个礼物。什么礼物？誉王咬牙切齿：“穆庄主，莫要开这种玩笑。”我有些无语，这都想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入仕，在朝堂帮助誉王你。誉王有些尴尬，他一时间想歪了，不过也是，他怎么会想到那里呢？我怎么会看上他？可本王怎么知道你的本事？哦，那随便吧，殿下自己看着办。20年关税还是太高，本王无法给你这个承诺。我相信誉王殿下可以的。我对他表现出一个微笑，拉着子熙的手对着慕容羽哥道：“我们走。”一拉却没拉动。我回头疑惑地问道：“子熙，怎么了？难道身体哪里不舒服吗？”子熙使劲挣开我的手，退到誉王身边，眼中惹上泪花：“对不起，七七，你不答应誉王，我不能离开。”“为什么？你难道要帮着一个外人？他逼你了？”“你别担心，不会有事的。”子熙使劲摇头，心仿佛在被无数只手撕扯着，疼得他忍不住落泪，哽咽出声：“王爷没有逼我，是我自愿的。七七，对不起，对不起。”我冷眼看向誉王，眼中的冰冷快要将人冻僵，直接扯出腰间的软剑，以迅雷之势靠近誉王，下一秒便将剑架在了誉王脖子上，愤怒道：“你对他做了什么？”全场的人都愣住，包括誉王，他完全没有看清我的动作，剑已经在他脖子上。他可以保证，若是仔细说出些什么，下一刻他就会没命。一旁的守卫都慌忙抽出剑指向我，我轻蔑地笑着。仔细回过头，
忙抓住我的另一只胳膊。七七，你快说七七，王爷真的什么都没有对我做，他一直对我很好，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咆哮道：你爱上他了？子熙一个劲儿地摇头。不是，没有。不必解释，他对你很好，那我呢？我对你不好吗？如今你要帮他算计我，当真可笑。我使劲甩开他的手，撤回手中的剑，冷笑地看着二人，转身道：宇哥，我们走。子熙完全慌了，脑子里一个轰鸣，全身一片冰凉，险些摔倒在地，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他不要我了，他走了。慕容宇哥看着这么戏剧化的一幕，有些发懵，慌忙追上暴怒的我：喂，你就这么走了？美人不要了，计划也不要了？我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气愤道：誉王有什么好？子熙凭什么要维护他？我哪里比不上他？难道我是没有他长得好看，没有他白，还是没有他有钱？且妥妥一个白富美啊！哎，我说，你这醋吃的也太大了吧？子熙也没有说什么呀，不过是说誉王对他很好，没有逼他呀。你都在想什么？明显子熙这样做是有其他原因啊。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直接离开，你们家那位脆弱的小心灵撑得住吗？万一一不小心出个什么事情，看你后悔去。我一愣，猛地一拍脑子，子熙一向心思细腻，想得尤其多，而且一直以来心里都是很自卑的，觉得他配不上我。我这样直接离开，子熙一定会多想，忙说道：不行不行，宇哥，我先回去了，你随意啊。我说完，瞬间不见了踪影，看得慕容宇哥有些错愕，叹了口气道：唉，对子熙感情这么深，留声可怎么办？唉，孽缘啊。喂，放开你的破手，谁让你碰子熙的？誉王刚听见声音，只觉得一阵风吹过，扶着的人已经不见了踪影。抬起头，只见我怒视着他。子熙只感觉自己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所有的委屈害怕的情绪全都涌了上来，眼泪瞬间决堤，紧紧抱着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惹得我一顿自责。方才是我脑袋被门挤了，才会这么愤怒离开，我怎么能不相信我们家的子熙呢？对不起子熙，我不该走的，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对不起。子熙哭得更大声了，不住捶着我的胸口，重复着一句话：你不要我了，你不要我了。我心疼的帮他擦着眼泪。子熙哭过，从来都是默默垂泪，这么放肆大哭还是头一次。他受了很多委屈吧，心里也有很多苦，而我一直以来却从未发现，是我一直亏待了他。怎么会？我怎么会不要你呢？再过2天我就带你回家，我娶你好不好？子熙瞬间停止了哭泣，错愕地看着我，不敢相信他自己听到的。我举着手指发誓，我慕千雪发誓，我一定会娶子熙为夫，爱你宠你一辈子，不离不弃。子熙呆呆眨了眨眼，睫毛上还沾着泪水，眼睛因方才的哭泣红红的，惹人怜爱。我不由笑了起来，轻轻戳着他的额头，宠溺地说道：小傻瓜，该回神了。子熙身子往后仰了仰，整个人云里雾里，只觉得身处一片梦境之中，无数蜜糖被灌了下去，甜的他都快晕了过去。誉王惊讶地看着这么反转的一幕，都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咳嗽了一声。
想要提醒我二人身边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好歹注意一些形象。他这一声让我记起方才的事情，我将子熙紧紧抱在怀里，挑衅地看着他，宣示着自己的主权。玉王爷，今日似乎不太适合谈这件事，明日这个时辰我们再来谈吧。玉王有些惊喜，他还以为这件事彻底黄了，不曾想还有转机。好，不管子熙欠了你们什么，明日我会替他还清，从此他不欠你们誉王府任何东西。七七，子熙从我怀里探出头来，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我立马换上柔情似水的表情，看得誉王和慢悠悠赶过来的慕容羽哥掉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好啦，抱得美人归啦！大庭广众之下就别搂搂抱抱了，注意点影响。子熙这才意识到周边的情况，红着脸想要从我怀里出来，却不想我抱得更紧了。你们啊，就羡慕嫉妒恨吧，我才不放！我抱我男人怎么了？说完还大大咧咧地亲了子熙一口，惹得子熙忙将脑袋缩在我怀里不敢出来，红晕蔓延到耳根。誉王也不好多待，拱手告辞，我礼貌地回了一个抱拳的手势，毕竟以后还要合作的，而且我若是入世，还是要在他手底下做事，那我就是下层阶级，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誉王离开，慕容羽哥看着我二人缠缠绵绵的样子，也不想当几百万伏特的电灯泡，说了一句：喂，我也走了，你们两个慢慢恩爱。我摆了摆手，看也没看他一眼。慕容羽哥暗自翻了个白眼，说我是重色轻友的家伙。等所有人都离开，我才松开子熙，轻柔地替他擦拭脸上未干的泪水，开玩笑道：没出息的傻瓜，哭得这么大声。我以为你真的不要我了，那一刻我想过，若是你真的不要我了，我活在这世上便没有什么意义了。当初子熙的命是你救的，这命便是你的，如果你不要了，我便也不要了。别胡说，你知道这世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及性命来的重要，只要活着便有希望，便有未来。七七，我和誉王什么都没有，真的，我帮他只是因为誉王的侧夫在我小的时候救过我，还照顾了我好几年，所以我才不得已答应的。誉王侧夫？当年我不过6岁，贤哥哥比我大2岁，我们家很穷，经常吃不起饭。还记得那年冬天很冷，家里没有钱买新的棉被，只能所有人挤在一起。那天夜里，外面的风刮得很大，还下着大雪，屋顶漏了，屋子里很冷，冻得手脚都僵了。我发了高烧，可家里没有钱治病，将我扔在了马路上。是贤哥哥救了我一命。再后来，我被卖到小官楼里，我又遇到了他，才知道他家里出了事，被人贩子卖到了那儿。在楼里，也是他一直在照顾我。12岁那年，楼里忽然发生了一场大火，我以为贤哥哥为了保护我，在那场大火失了性命，不曾想他还活着。所以你为了报答他的恩情，便答应了帮助誉王。我将他揽在怀中，以后你的人生都有我。好。我直接拉着子熙坐到我身上，忍不住的想要多抱他一会儿。我拿出菜单，随意翻着，开口道：你也知道我的另一个身份了，这是我们家的酒楼，随便点。可我的身份有我在都不是问题。那个男子呢？哪个？就是当初和你一起救我的那个男子，他会接受我吗？我错愕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刘生的存在，不过这件事迟早也会被他知道的。
我愧疚地说道：“对不起，子熙，刘生我不能放弃，但是你，我也无法放弃。我是不是很差劲，连唯一都给不了你们？”对于我的想法，子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甚至于在他认为女子3夫4世太正常不过。他们家里连生计都是问题，娘还娶了一房夫士，他从没有期盼过我身边只有他一人。怎么会？你的身份那么高贵，怕是我这样的身份是入不了你的家门的。这话让我有些心疼，更是开始可怜这个世界的男子。这些思想很早就被灌输在他们的脑海里，已经固化。子熙，你要明白，你足够好，足够有一个优秀的女子一直爱你宠你一辈子。我已经找见了，不是吗？你说的对。哎，子熙，你是怎么逃出将军府的？子熙脸色悠悠泛白，他不想告诉我在将军府有关他在密室发生的一切，那份记忆太肮脏，他舍不得在我心里再落一点点的灰。将军府有一个密室，他们将我关在了那儿，我随身带了唤醒伞，给看守的人下了药，逃出了密室。我找到了一个机会，摸着出来时候发现我是在一个素雅的房间里，那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个男子，而且已经不在了。我看见王景似乎在缅怀他。再后来，我从将军府狗洞里爬了出来，然后就晕了过去。对不起，七七，我真是没用，我把你送给我的玉佩弄丢了。我从怀里掏出玉佩，在他面前晃悠着。你说的是这个？仔细欣喜地抓过，紧紧握在手心里。玉佩？怎么会？在将军府外捡到的。真好，他还在。子熙，你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子熙凄凉地摇了摇头。自从离开家，我便再也没有回去过，只是每年都会往家里寄钱，但自从2年前那件事发生后，便再也没有和家里联系过。子熙，你家一直都很穷吗？对啊，在我有记忆以来，我家都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这样啊。子熙的模样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还有之前子熙送给我的那块玉佩，看成色雕刻，定然不是普通百姓家能有的，即便有，也不会在子熙身上。子熙，你想家人吗？有机会我带你去看看他们吧。真的吗？高兴过后又摇头道：可是离得很远，一览芳华又这么忙，你怎么能随意离开？当然是真的，事情呢我会安排好，这件事回来再商量。言归正传，我们现在先填饱肚子，一天都没有吃饭了。仔细点头，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糖醋排骨、鱼香豆腐、醉虾。等等，别光点我爱吃的呀，点一份酸菜鱼喝肚丝汤吧。好。小二，上菜。用过餐后，我带着他在街上闲逛起来。没逛多久，天色就逐渐暗了。冬天的夜里很冷，察觉到身旁人打了个冷战，缩了缩身子，我便带着他回了一览芳华。第2日未时，醉仙楼凤鸣居内，我和慕容羽哥准时出现，誉王已经候着，让我2人满意得很。这么有诚心，倒让我们有些不好意思。二位请。王爷请。我端起一杯茶，慢慢品着，誉王也不急，淡淡看着茶杯上飘起的热气。我一杯茶饮尽，才开口道：不知王爷对于千雪昨日的建议是何看法？誉王淡笑，示意一旁候着的人为我添一杯新茶，才徐徐道：本王着实觉得穆庄主的条件不太合理。穆庄主
还是再考虑考虑吧。我手指在桌上来回敲动着。王爷可要明白，我回去可是面对整个柳木山庄的人。王爷和家姐相交甚好，想必也知道柳木山庄的当家人是不能和皇家的人扯上任何有关利益的关系吧。所以这困难想必王爷也知道。若是王爷给的好处不够，我又怎么能有把握说服山庄里的人呢？本王自然相信庄主的能力，这些事儿定然难不倒庄主吧。我不冷不热地回道，王爷也太高看我了，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商人罢了。誉王听我这么说，一阵无语。这要是让其他商人听了，怕是都要吐血吧。如果他算普通商人，那其他人都不用活了。庄主何必自谦，而且过分自谦，可就是骄傲了。王爷，我就直说了，15年，少的5年，算是我替子熙还了你侧夫的救命之恩和多年的照顾。还有，明年3月份科举我会参加，不以柳木山庄二庄主的身份，只是我，而且我会拔得头筹，成为状元，帮助王爷。穆庄主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拔得头筹，夺得状元的桂冠？我听得出他话里的讽刺，也没有反驳，只是说道：王爷会让我成为状元的，不是吗？而且王爷不会后悔的，是骡子是马，明年3月自见分晓。王爷可以先允10年的关税，剩下的5年等我高中状元之后再补上便好。既然如此，那本王便应下了。倒酒。我爽朗笑着，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誉王果然豪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说，要不你也去吧，整天杀人多无聊啊，换点事情做做呗。切，有病！自由自在的好日子我不过，去当官干嘛？是你的饭。在外人面前，慕容羽哥还是很收敛的，没有不给我面子，也就毒舌2句，一个人默默吃饭。接下来我也该回家一趟了。杨若宁收拾好东西，刚准备离开，便看见匆忙赶来的我，有些惊喜。千雪，你怎么会来？我对着他谄媚地笑着，想着许久未见，顺带路过，就过来看看你。顺带？一览芳华貌似不是这个方向吧？杨若宁就这么看着我，看得我有些发毛。好吧，我想找你帮个忙。进来坐吧。我尴尬地坐下，想着该如何开口。千雪，有话直说就好。是这样，过2天我需要回山庄一趟，所以想请你帮我照看几天一览芳华。你不需要经常在，会有媚琴看着，不过有什么大事你帮着处理一下，其实事情不多的，很简单的。杨若宁看着我的样子笑出声来，虽然他很想帮忙，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无奈，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千雪，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为什么？千雪，你有什么大事情要回去吗？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吧。对了，听雨那件事，谢谢你啊。说起听雨，杨若宁脸上带着笑意，她对这个弟弟还是有几分好感的。你不必跟我客气，听雨昨天来过，说是过些日子他就要成亲了，想必还没有通知你们吧？真为他高兴啊。是吗？这么快啊？王芳呢，是个值得依靠的人，我还是很放心的。你现在可是他唯一的娘家人喽，自己的弟弟要出嫁了，感觉怎么样？很好啊，不过我可不是他唯一的娘家人，你们楼里的人才是。他最想要邀请的应该是你这个楼主吧？千雪为何从来不喊我的名字？这个问题问得我有些措手不及，我总觉得喊他若宁太过亲昵，也不是我不喜欢与人亲近，还是同之前一样别扭。可他都开口了，我总不能如实回答，只能喊了一句：
若宁，我喊完后，自己都觉得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不由抖了一抖。杨若宁眉眼一弯，笑了起来。这个名字从千雪嘴里喊出来，倒是有几分不一样的感觉。若宁，我喊得温柔，不同第一次的尴尬，听得杨若宁有些轻飘飘的，心也软了下来，脸上飞起了几朵红霞。怎么觉得杨若宁有些害羞呢？可能是我想多了。若宁，说真的，你真的就不能帮我一下吗？我必须回去一趟。不是我不愿，是不能。若是让家里知道，只怕……千雪，我要不让媚晴每天来我这里汇报楼里的情况吧？好主意，就这么定了。我会通知媚晴。若宁，真是太谢谢你了。不必同我这么客气。不过千雪，你回去所谓何事？成亲。杨若宁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手上的茶杯瞬间跌落。我忙站起身，关切地问道：若宁，你怎么样？没烫着吧？杨若宁只感觉一个重物砸下，砸在她的心口上，将她的心压得粉碎。她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喘不过气，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快要落下来。我的手在她身上慌乱地擦着。杨若宁扒开我的手，勉强笑道：我没事，一会儿就干了。我看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也有些慌乱，以为她出了什么事。若宁，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没有，不过是有些惊讶。千雪你要成亲，竟然都不邀请我去，反而让我在这里帮你干活，是子熙吗？其实也不是成亲，就是将她带回去，先入了族谱，时间有些紧，等过些时日呢，所有事情尘埃落定，再说成亲的事情。杨若宁看着我幸福的笑容，怎么看都有些刺眼，心一缩一缩的疼。她好不容易动心一次，还没有行动，可我却要娶别的男子，让她如何甘心？是吗？那提前恭喜你了。若宁，你谈过恋爱没有？恋爱？这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千雪，我的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随缘吧。我懂，这时辰也不早了，天色都已经暗了，你不会武功，我送你回家吧，算是对你的感激。杨若宁有些错愕地看着我，走吧。我二人并肩走在路上，容貌气质都是绝佳。天色虽是暗了，月光打在身上，依稀看得清脸庞。今天的风有些大，路上的行人并不多，路上安静得很。杨若宁一路上都没有开口，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个话痨也没了话题可聊，扭过头看他，他正看着前方，只留给我一个侧脸。我下意识觉得杨若宁的皮肤很白很嫩，毛孔也很小，手有些痒，忍不住想要摸一下。可是我的眼神太过炙热，杨若宁走路的步子都开始慌乱，眼神随意飘着，也不知看向哪里。千雪，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杨若宁问完，自己就愣了。我怎么问了这么一个傻问题？他喜欢子熙，自然喜欢子熙那样的男子。其实呢，只要不整天哭哭啼啼无理取闹，什么性格都无所谓。说真的，要说喜欢什么样的男子，我还真不清楚，只有遇见了才知道啊。当然了，长得要好看，我是美男控嘛。杨若宁随我一起笑着。我以为你会直接告诉我你喜欢子熙那种类型的。我喜欢啊，不过若是性格如你这般，我也喜欢。不过喜欢归喜欢，却不一定会爱上。爱一个人是件很神奇的事情，你会喜欢上很多人，但你爱的人却很少。当你以后遇到了，就会明白的。千雪，
其实我已经遇到了。或许吧。千雪，送到这里吧，今晚谢谢你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了。我回了一览芳华，直接去了媚晴的房间。楼主，您怎么会来？媚晴看见我，眸子里有几分掩饰不住的欣喜，忙起身为我添茶。你坐着吧，不用忙了，我来和你说件事便离开。媚晴动作一顿，却没有停下，背对着我，嘴角的笑容敛了些许，声音却依旧带着笑意。楼主说便好，媚晴这茶还是要沏的。我也没有阻止他，我不喝，媚晴可以自己喝呀。明天我会带着子熙离开几天，这几天楼里的事情先交给你打理，过些日子我会回山庄一趟，你隔2天去一趟柳木钱庄，去跟若宁汇报楼里的情况。是，媚晴明白了。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多注意休息，别太累了。我先走了。恭送楼主。我离开后，媚晴接着泡茶，眼里淌出一滴泪，落入茶壶。楼主还真是说话算话，几句话说完便直接离开了，茶都没有泡好呢。你还在期待什么呀？他的眼里从来都没有你，即便没有刘生，还有子熙，还有杨若宁。若宁，这么快就喜欢上了呢？为什么就是看不到我呢？媚晴痛苦地靠在墙边，努力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情绪。我不能哭，一会儿还要招待客人呢，我能为楼主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媚晴一直眨着眼，抬着头看向屋顶，将眼泪悉数憋了回去，嘴角重新挂上标准的笑容，接着泡起了茶。楼主最喜欢喝茶，我这手艺还有待提高啊。如果此刻你在这条小路上行走，那么你一定可以听见马车中传来清脆悦耳的笑声，忍不住看过去，想要一览车中美人的风姿。我带着子熙和柳梦琳2人离开，依旧是那一辆我的专属马车。子熙的家离京城并不远，我3人不过半天便到了。随后扫到我怀里抱着的一个男子，虽然背对着他，想也不用想，也是个角色。还有身旁跟着的柳梦琳，白皙的小脸儿被风吹得通红，眨着眼睛可爱至极，忍不住把目光落在他的身上，想要过去调侃几句，碍于我在场，只能痴迷地看着，那如狼似虎的眼神，怕是想要将柳梦琳吞下肚子。柳梦琳被他盯得害怕，往我的身后缩了缩，我一个冷眼扫过，女子忙收回视线，咳了一声，又扯了扯身上破旧的棉衣，没好气地说道：你到底是谁？干嘛来了？我家啥也没有。子熙转过身，女子一下子愣住，呆呆地看着子熙，口水都快流下来了，面如敷粉，唇如红果，美目流盼，眼圈微微泛红，氤氲着些许水汽，那模样更添了几分妩媚。一袭淡蓝色棉色袍子，披着一件狐裘披风，腰间简单束着一个玉带，勾勒出完美的身材，当真是他见过最美的人儿。我衣袖挥起，长长的袖摆恰好挡住女子的视线几秒，美人突然消失，女子忍不住踮起脚尖，想要接着一睹风采。我心里生出一股气来，任他是子熙的亲人，也不能容忍他这般肆意打量。随即冷下脸来，声音冰冷，低喝道：看够了没有？女子痴迷地看着子熙，没注意我的话，随意回了一句：没有。我一阵袖风扇过，带着内力，女子被扇退了好几步，回了神，
恐惧地看着我。你到底是谁？要杀人呐！我无语不已，冷眼扫过，懒得搭话。姐姐，是我，子熙。什么？女子惊讶不已，来回打量着子熙，慢慢的、不可置信的边往回退边大声喊道：“娘，爹，二爹，子熙回来了，你们快出来！”屋里率先跑出来一个男子，脸上满是激动，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在我三人的脸上扫过，直接冲到子熙身边，紧紧地抱着她哭了起来。子熙身子僵住，良久才哽咽地叫了声爹爹，随后也抱着他大哭了起来。已经将近6年，他没有回过家。他恨过，恨当年他为何生病了，要将他遗弃，后来还将他卖到楼里。可现在看到这样的情况，所有的恨都随风消失，只剩下心疼和后悔。柳梦林在一旁也红了眼眶，眼泪吧嗒吧嗒地掉着。我揽着他，替他擦了擦眼泪，哄着他：“小傻瓜，你哭什么？”梦林也想家人了。我心疼地抱着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人死不能复生，对于他思念的人，我没有一丁点办法，我只能抱着他，任他发泄。一时间场面有些失控，石青这才松开子熙，看向他身后的我，擦着眼泪，不好意思地对我行了一礼。石青的身子孱弱，连外衣都没有穿，这么冷的天，冻得瑟瑟发抖，嘴唇都已经泛紫，仿佛一阵风便能将他吹走。子熙忙脱下自己的披风给他披上，石青拒绝着想要还给他，子熙坚持给他披上，不容拒绝地说道：“爹爹，你快穿着，你的嘴唇都冻得发紫了。”石青实在冻得不行，便也没有再推脱。我抱着柳梦林，看着子熙脱下衣服，想将我自己的披风给他，腾出一只手来，解开披风喊道：“过来，披我的。”子熙没有拒绝，走到我的身旁接过，淡笑着披上。随后从屋里迟迟赶来2个人，看着从天而降的我们，尤其是我，一看便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喜上眉梢。杨琴忙说道：“先进屋吧，屋里暖和些。”梦林，我们进屋吧。柳梦林这才从我怀里出来，抹着眼泪，我掏出帕子替他擦着，开玩笑道：“看看你都成小花猫了。”柳梦林脸一红，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子熙走到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轻声笑了起来：“走吧。”柳梦林点点头，快步跟着子熙走着。我宠溺地看着2人跟了上去。杨琴将我3人邀请进屋，不由窘了起来。屋子里实在是有些乱，东西乱七八糟扔了一堆，也没有收拾。屋里的温度和外面差不多，炉子也灭了，买不起炭火，只能大家一起挤挤。屋子上方的茅草早就被风吹得所剩无几。我走进屋内，不由皱了皱眉。怎么一家子会过成这样？子熙不是说每年都会给家里寄很多钱吗？怎么也不至于落到这副田地。除了杨毅穿的暖和些，其他几人几乎都是单衣过冬。钱都哪儿去了？杨琴几人慌忙收拾出几个凳子，石青想要去给我们烧些热水，便要往屋子外面走。我忙阻止道：“爹爹，屋子外面太冷，你要做什么吩咐我就好。我是千雪，是子熙的妻主。”所有人都被我这声爹爹惊住，包括子熙。石青呆住，都不知道该有什么动作，也不知道该怎么回话。杨毅率先反应过来，阴阳怪气道：“爹，弟妹都喊您了，您还不应一声？”我一个冷眼扫过，杨毅忙闭了嘴，靠在一旁没有好脸色。杨琴瞪了杨毅一眼，在背后掐了掐石青，示意他应一声。石青吃痛，这才回了神，忙跪在地上说：“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我和子熙被他突然的动作弄得一懵，我想要扶起他，石青却害怕不敢起身，不由让我怀疑起来，目光冷冷地扫过杨琴三人。他们三人不由打了个寒颤，都往后退了2步。子熙忙过去扶起石青，石青一开始还有些抗拒，突然站了起来，慌乱地说道：我去给你们烧些开水。爹爹，您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啊？那个，我没事儿，我马上就回来。我挡在石青面前，开口道：爹爹，不必烧水了，这地方没办法住人，太冷了。现在我们一起去客栈，过2天我会重新帮你们物色一处住所，你们简单收拾一下东西，马车就在这外面，我们应该可以乘下的。真的吗？真的会有新地方住？杨琴三人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点点头。天，这个地方我可不敢让子熙和柳梦琳住，半夜被风吹塌了怎么办？爹爹，你快收拾下细软吧。石青了一声，重重的点头，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跑到屋内收拾起来。这太好了，我们的苦日子总算是到头了。子熙找到了一个有钱的妻主啊，以后再也不用住这个破地方了。小声点。知道了，娘，你这么小心干什么？屋子里确实没有太多可带的东西，不过1刻钟便收拾妥当。走吧。几人第一次坐这么豪华的马车，一路上都感叹不已，七嘴八舌地问着子熙是怎么认识我的，什么时候成亲的。子熙脸红了红，开口道：还未曾成亲，七七回家后禀明他的家人后才会成亲。杨毅不屑地问道：是用你这张脸和身子勾引的吧？就你的身份，也就当个暖床的小事吧，谁家有钱人会娶你呀？不过等你有钱了，可别忘了家里啊。闭嘴，胡说什么？子熙脸色发白，这是他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赤裸裸地被杨毅说了出来，身子不由哆嗦起来。柳梦琳被他的话气得发抖，愤怒地指着他说道：穆姐姐会娶子熙哥哥为夫的。我在马车外听着杨毅的话，脸色骤变。哪来的傻子？当我不存在是吧？敢在我的马车里，在我面前欺负我的人。即便生气，我却没有开口。我在等着子熙反驳，否则子熙永远没有自信站在我身边。子熙紧紧攥着拳，整个人都在颤抖。杨毅见他这样，不由大笑起来。被我说中了吧？你看他那样子。杨琴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你女，胡说什么？你弟妹还在外面呢。那又怎么样？你看我这么说，他也没有说什么呀，明显是不把子熙放在心上啊。闭嘴，我让你闭嘴。再废话一句，你信不信现在就将你赶下马车？行行行，你厉害，你帮到大人物了，我说说还不行了。子熙气得脸色发白，整个人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杨琴忙开口说着好话：子熙，你姐姐口无遮拦，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回头我好好教训她。杨琴使劲推着石青：快替怡儿说话呀！石青低下头，沉默不语。这么伤害子熙，还指望他开口帮他说话。杨琴见石青默然不语，也是气得够呛，讨好的看向子熙：娘，你干嘛对他这么低声下气？他不过就是个贱人而已。啊，怎么突然停车了？弟妹，你停车能不能说声啊？我掀开车帘，面无表情道：滚下车去。杨毅看见我冰冷的眼神，忙闭了嘴，身子不由往后仰了仰。我伸手一拽，直接将他扔了出去。杨琴和王熙都吓破了胆。王熙连忙冲下马车，扶起地上哀嚎不止的杨毅，心疼的哭了起来，指责道：怡儿不过是口无遮拦了点儿，你怎么伤了人了？我扔他可是使了10乘10的力气。杨毅被摔得骨头差点断了，
咧着嘴直接喊着疼。杨琴也从马车上下来，心疼地扶着杨毅，家里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指着她传宗接代呢，可不能碰着伤着，也顾不得看我的眼色，问道：毅儿啊，你有没有事啊？王熙不小心弄疼了杨毅，被他直接一把推开，骂骂咧咧道：你没看见我受伤了吗？疼死老娘了，小心点啊！杨琴看着杨毅痛得扭曲的脸，忙对着我说道：能不能先送毅儿去医馆啊？他怕是伤到了骨头。我冷着脸，面无表情，就那样站着看着他，一语不发。扭过头，小心翼翼地对着子熙说道：子熙，帮帮你姐姐吧，她不是故意的。他心里一软，拉着我说道：七七，算了吧。哎，你真是，该反驳该硬气起来啊，就这么任人欺负。这是你的家事，你自己处理吧。子熙看着我有些失望的神色，心里慌乱起来，想要解释，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行，我不能慌。七七说的对，若是嫁给他，以后面临的事情比这要多得多，我不能一直这么没有底气啊。子熙看着我的背影，转过身来。七七，爱上你属意料之中，被你爱上却是意料之外的。我会努力做个配得上你的男子。子熙走到杨毅的身旁，俯视地看着他，嘴角带着可怜，带着同情，更带着讥讽。姐姐，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从你嘴里听见这些话，否则我真的再帮不了你们。我是出身卑微，可从不低贱，若说低贱，那也是你们造成的，是你们亲手将我送进了那个地方，可我不怪你们，甚至要感谢你们，不然我也不会遇到七七。娘，大殿，还是好好教教姐姐做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否则最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最后一件事，我会是七七明媒正娶的夫君，听清楚，是夫君。娘，你扶着姐姐上马车吧。午间上房，带我们上去。掌柜朝我身后看去，数着是4个人，好奇道：午间？客官，您只有4个人呐？家啊，看不见我们啊？掌柜看了杨毅一眼，眼中划过一丝不屑，心里想着：看看你那穿着打扮，土包子一个，谁能把你和这位姑娘想到一起？不过这么想着，掌柜的倒是没有表现出来，笑着说道：好的，客官。莫离，你自己可以吗？穆姐姐放心吧，灵儿一个人可以的。好，掌柜，5间房，3间单间，2个双人间，还有，麻烦您去请个大夫过来。掌柜对我好感倍增，想着这么漂亮有气质的一个小姐，怎么会认识那么粗俗没有礼貌的家伙？对着我笑了笑，喊道：嫣儿，领众位客官去2楼。嫣儿穿着一身很朴素的衣服。客官，您上面请。我将东西放好，去了楼下。子熙去了柳梦林房中，帮她一起收拾起来。我找到掌柜询问起来：哎，掌柜的，跟你打听个事儿，镇子里可有哪家的房子要出手的？不知小姐想要什么样的府宅？倒是镇子南边杨员外举家搬迁，他们家的府宅正在出手。不过嘛，这院子很大，价格有些昂贵，要1万多两银子呢，所以一直无人问津。掌柜的这里可有闲下的人带着我去看看？小姐稍等，一会儿等嫣儿那丫头忙完了，让她领小姐去吧。我微微颔首，淡笑着：无碍，劳烦掌柜的了。一会儿让嫣儿敲我房门即可。还有，劳烦掌柜的备2桌菜吧，就在楼下大厅便可。一会儿我们会下来用餐。好的，小姐请。脱了鞋子，
躺在床上思考起来。无论怎么看，那家人的长相都不像可以生出子熙这般绝色之人的人家，总不会是基因突变吧？而且石青的神情有些奇怪，但对于子熙的关爱却并不是假的。至于杨琴三人，明显已将他父子隔绝在外。二人对杨毅明显过分溺爱，杨毅已经没救了，完全不知所谓，真不知他到底在猖狂什么。按子熙所言，他之前每月寄回家不少钱，看这个架势，应该都是被杨毅挥霍的差不多了。看来无论如何，这个杨毅都得整治整治，否则这个家就废了。我突然听见一些动静，走出去，一脚踢开房门。屋内所有人惊愕地看向我，我冷着脸走到杨毅身边，身上散发的冷气让众人都不由往后退了退。杨毅害怕地看着我，想往后退，可是腿上有伤，一挪便疼得他无法忍受，他只能这么硬生生承受着我所有的气场，最后颤着声音道：你想干嘛？我手指快速地在他身上一点，嘴角带着笑意，世界终于安静了。3个时辰后，穴道自然会解开，任由杨毅疼得额头渗出汗来，眼珠子疯狂地乱转，想要传达他的想法。即便如此，大夫也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很快便将伤口处理好，拿起笔刷刷刷写着，随后提起药箱。处理好了，这是药方，一会儿你们去医馆抓药吧，1天2次药。你们2个人都给我安分点儿，那人我们惹不起。我去抓药。你哪里来的钱抓药啊？去找子熙借吧。杨琴烦躁地甩开他的手，走出房间，安排了5间房，石青被单独分了1间。杨琴推门而入，笑着说道：石青啊，你帮帮怡儿吧，她需要抓药，可我手头没有银子，你能不能问子熙借点儿？什么？和子熙要？七主可真是好意思。子熙没有记恨你当年把她卖了，这些年往家里寄了多少银子，都被你的宝贝杨毅败光了，现在还好意思开口让我去要？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不要提了，我也知道错了。你就这么一句话，便想轻描淡写的带过吗？当年子熙生病，你私自瞒着我将子熙扔在大街上，若非有人相救，他早已经没命了。又过了没多久，你将他卖给了小关楼，你差点毁了他一生，你知不知道？杨琴见他又旧事重提，也怒了起来。都说了是过去的事情了，你还跟我计较什么？过去的事，不就是子熙不是你的亲生儿子，所以你就这么待他吗？子熙从小多孝顺，你的心都是冷的吗？从小你眼里都只有杨毅一个人，这么爱你的宝贝女儿，出了事就来找子熙帮忙。够了！他本来就不是我的儿子，还非要我掏心掏肺对他好吗？原来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才这么对我。子熙站在门外，冷眼看着杨琴，将眼泪全部咽了回去。石青看着子熙冰冷的神色，惊慌失措地站在一旁，不知该怎么开口。子熙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背对着石青，心里难受得厉害。他好后悔这次回来，为什么要让他知道这些事情呢？这么多年了，一切都是假的。跑回自己房中，一看见我就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起来。石青吓得连忙追出来，他站在门外，看着紧闭的房门，身子摇摇欲坠。子熙啊，爹爹还有其他事情瞒着你，若是你知道了，你还会不会认我这个爹？爹对不起你呀。
从未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还害你吃了那么多苦。我被他吓了一跳，抱着他不住地安慰着。子熙在我怀里哭了好久，才抬起头来，泪目地看着我。我心疼地替他擦着眼泪，放轻声音温柔道：怎么了？不是去找爹爹聊天了吗？怎么哭着跑回来？到底发生何事？琪琪，这里不是我的家，除了爹爹，他们都不是我的家人。我不是娘亲生的。傻瓜，你有我啊，我不就是你的家人吗？琪琪，你为何不惊讶？猜到了几分？我会帮你查清楚的，别太难过。有些事情强求不得，我会替你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从此以后，你们之间便再也没有关系。子熙倚在我的怀里，享受着属于他的温暖。我眸子里神色有些复杂。杨琴不是亲娘，那石青呢？是不是亲爹呢？石青性子软弱，且样貌并不出众，实在让人觉得有些问题。子熙不是亲生的，那子熙的亲生母亲又是谁呢？子熙躺在我的怀里，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我将他抱上床，掖好被角，轻声走了出去。我敲响房门，石青慌张起身开了门，看见来人是我，激动地问道：子熙怎么样？他没事吧？他没事了，已经睡下了。爹爹，我有些事情想问您，我们去您的房间谈吧。好，有什么事你就说吧。爹爹，有些事还望您能如实相告。你要问什么事儿？子熙的亲生父母，我是他的亲生爹爹，但是其他事情我不能告诉你。您真的是他亲生爹爹？我没有撒谎，我是他的爹爹。我似信非信，打量着石青的神色动作，觉得他不似说谎，可我当真没有看出他和子熙的相近之处，除了这双眸子。我突然想到什么，震惊地看向石青，伸手便要摸向石青的脸，被他慌忙避过。石青完全慌了神。你做什么？爹爹，想来我猜的没错，您戴着人皮面具啊。我就说嘛，子熙这般国色天姿，爹爹又怎会是这么平庸的姿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人皮面具，我听不懂。看来爹爹也有一段往事呢，应该过得很伤情吧。对不起，千雪不是故意提起的，只是子熙她很难过，她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她最渴望的就是家人的关爱。你可知2年前子熙险些丧命黄泉，她得罪了王景，杀了他女儿，若非被我救下，现在已经魂断街头。您已经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你说谁？王景，当朝大将军王景。石青瞬间仿佛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无力靠在墙边，泪流满面。罪孽呀，都是罪孽呀！千雪，我知道你的身份高贵，送我求你，不要让子熙接触王景，也不要让他接触皇家，他会有危险的。为什么？怎么会和王景还有皇家扯上关系？别问了，我不会说的，只求你保护好子熙。这个孩子苦了这么多年了，我看得出你很爱他，我对不起他，没能好好照顾他。不过，这都是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那子熙的亲生母亲可还活着？活不活着，早已经不重要了。对他而言，我们父子都是死人。
甚至他都不知道子熙的存在。如果知道我还活着，想必也是恨我入骨吧。若非有子熙，怕是我早就了结了自己的性命，留着这一副枯骨，不知道还有什么意思。他对子熙是真的疼爱，毕竟有几个父亲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子熙的母亲想必是宫里的一位大人物吧？不是某个王爷，也定是位高官。子熙说过，他在将军府看见王景缅怀故人，那人石青应该是认识的吧？10几年前，将近20年前的前尘往事，要不要去查一查？涉及王景，怕是不好查，说不定又是一件密事。算了，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吧，我又何必趟这趟浑水？只要以后照顾好子熙便可。爹爹，那我该如何跟子熙交代呢？说他娘亲是一个普通商人，已经去世，您迫于生计，所以才嫁给杨琴。就这么办吧，千雪，谢谢你。爹爹不必跟我客气，你是子熙的爹爹，自然也是我的爹爹，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爹爹过些日子随我进京吧。您戴着人皮面具，而且事情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不会有人认得您的。您这些年过得也很苦吧，也该享受享受晚年了。哥，我是舍不得子熙，可万一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不想给子熙带来危险。不会的，我会为您安排一处院子，我会和子熙经常去看您，或者您跟我们去流木山庄也行。不过我和子熙不是经常回去。石青睁大眼睛，不可置信地说道：你是？这样你应该放心了吧？好，我答应你，我随你去京城。千雪，还请你帮我劝劝子熙，让他莫要不理我这个爹爹呀。好，我会好好劝劝子熙的。爹爹，您放心吧。千雪，谢谢你。爹爹，如此，我先离开了，其他的事情我都会摆平的。这下完了，子熙知道了所有事，穆千雪一定不会再肯帮我们了。七主，那义儿怎么办呢？你问我，我问谁呀？千雪。杨琴惊喜地看着我，千雪，你帮帮义儿吧，我们手头里没有银子，可义儿需要抓药啊。我从怀里拿出1000两银子放在桌上，面无表情道：哼，钱你想拿走也行，休了石青。这是我写好的休书，签字。之后我还会送你们一套房子。杨琴和王熙激动得差点没跳起来，他们俩这辈子看到的钱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杨琴丝毫没有犹豫，忙说道：好，我马上签。杨琴连休书都没看，直接咬破自己的手指，按下了一个红手印，双手托着，笑着递给了我。我接过，折了起来，收在怀里，又扔了1块碎银子，去给他抓药吧。杨琴欣喜地接过，把钱揣到怀里，笑得合不拢嘴。我冷眼扫过3人，冷冷道：从今以后，子熙和爹爹与你们再无半分关系，你可明白？明白。我将早已编好的故事讲给子熙听，也一直劝他莫要生石青的气，他也是无可奈何。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也只能随意嫁给一个平民百姓来活下去。我拉着他的手轻轻拍着：子熙，爹爹他也很苦，原谅他吧。柳梦林也在一旁附和点头，有些失落地说道：子熙哥哥，最起码你的爹爹还在，他还活着，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吗？梦林说的对，子熙，
有的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既然七七和梦玲都这么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七七说的对，爹爹这些年过得也很不如意，身子消瘦，那么单薄。而且当年我被卖的事，爹爹也不知情，想必他知道了，会拼命拦着的。事情也本该往好处想，若非如此，我又怎么会遇见七七呢？我现在就去找爹爹。我轻笑了一声，我就知道我的子熙是明事理的，很多事情他自己会想通的。告诉爹爹，我们明天中午离开。随后我又从怀里掏出那张休书递给他。哦，对了，把这个交给爹爹。子熙接过，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休书。子熙微惊，打开看了看，随后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爹爹一定会很开心的。第二日清晨，我将房契地契给了杨琴，也没说什么，只是警告了几句，从今以后莫要找子熙的麻烦。之后便没有停留，直接带着子熙3人离开。昨日已经拜托掌柜帮我找了一个车夫，直接去了镇南杨员外家的府宅，现在应该说是我的府宅。杨员外早已恭候多时，看见我热情地迎了上去。穆小姐，这是房契地契，你可检查好了？将房契地契交给子熙道：这间府宅送给你和爹爹，我觉得这里环境不错，若是在京城待得烦了，在这里住着放松心情也不错啊。子熙没有犹豫，接下了。他不必跟我客气，这对我而言不算什么，既然是我的礼物，他自然收下就好。我倒了一揽芳华，嘱咐子熙先将石青安排到一个空房。石青察觉到周遭有些不对，这里的脂粉味很重，而且隐约间可以听见音乐声夹杂着喧闹声，在屋内拉住子熙问道：子熙，这是什么地方？小官楼，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爹爹，您不会生气吧？千雪没让我接客。爹爹自然知道，千雪对你的感情我都看在眼里，无论是哪里，只要你安全，爹爹就放心了。跟爹爹讲讲，你是怎么认识的千雪吧？大概在1年多前。子熙大致从我2人第一次见面讲起，一直讲到现在，忽略了中间的一些小插曲，大概讲了1个多时辰，满满都是甜蜜。石青眼中也有了满满的欣慰。子熙，爹爹能看到你这么幸福，真好。千雪真是个特别的人儿。是呢，他是我遇见最特别的人，一点也不介意我的出身，也不介意我的身子。他那么优秀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找不到呢？偏偏瞧上了我，我该是多么幸运呢？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开心。石青也随着坠入回忆，20年都不敢碰触的回忆，甜蜜很可怕，让人心伤。当年的他也这么幸福过，可惜不过是镜花水月，泡沫浮影罢了，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子熙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甜甜笑着：爹爹，天色不早了，您早些休息，子熙就不陪您了。孩子大了，有妻主了。爹爹，快去吧，别让千雪等着急了。真好啊，年轻真好。若是当年我没有做错那件事，一切会不会都不一样呢？现在我也不会落到这般境地。哼，若是当年他对我有千雪对子熙一半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不过是想让他回头看我一眼罢了。可惜到最后我也不过是个替身。
20年了，想了他20多年，念了他20多年，现在来到他所在的地方，真是可笑啊！这么糟糕的一个人，怎么就在心里留了这么久？随着岁月流逝，反而愈发深刻，愈发不可收拾。他走到镜子前，烛火微暗，颤抖着揭开脸上的人皮面具，端详着这张当年让所有人都痴狂的脸。因为常年不见阳光，整张脸白得透亮，不到40岁，脸上却添了些许皱纹，眼圈底下是厚重的青色，头上稀稀疏疏洒着无数白发，眉宇间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风采。他抬手摸上右脸处的伤疤，过了这么多年，这条伤疤已经淡了，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但心里的痛却格外的清晰。他没有想到的是，时间的沉淀没有让一切消失，反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了一道深坎。他记得所有的事情，有的人比他记得更加清晰。在这么一个夜里，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又或是每个夜里都是如此。都说情之一字最是美好，可又是最伤人，一切终归不过一个情字罢了。千雪，若宁，你不必出来了，我来一是想感谢你，二来呢是想让你帮我转交些东西给听雨。这么说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每次来都要麻烦你。左手是给你的，右手是给听雨的。千雪，你是有什么事吗？这就要离开了，听雨成亲就在这2天了。是发生了些事，我要提前离开。一览芳华就先交给你了。啊，对了，一览芳华里还有些问题没有处理，楼里可能有些人有问题，还请你多留意些。这些事情只能等我回来再处理了。好，我会注意的。也该用午膳了，若宁若是没事，我请你吧。好啊，走吧，去吃饭。你想去哪里吃？不然我做给你吃吧，想不想尝尝我的手艺？若宁，你会下厨？难得啊！有几分兴趣，学了一些，只要千雪你不嫌弃就好。怎么会？不如我们去醉仙楼吧，那里的厨房可以借用一会儿。醉仙楼？倒忘了那是你的地盘了，那里倒是什么食材都有。既然这样，走吧。千雪想吃什么？随意就好，做你最拿手的，我不挑，还可以帮你打打下手。不必，你等着便好。那可不行，是我请你吃饭，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动手啊？我手艺也不错的。我看着杨若宁眼里满是不可置信，完全一副被雷的外焦里嫩的样子，挠了挠头。你怎么这么惊讶？你会做饭，我也没觉得奇怪啊。杨若宁收起错愕的表情，笑着说道：是的，不奇怪。我会下厨是因为我是男子，太过正常，而他可是流木山庄的2庄主，会下厨确实让人有些意外呢。千雪要为我下厨吗？杨若宁说着话，脸有些发烫，怎么都觉得这话有些暧昧。我没有察觉到他的异常，拿起一条鱼娴熟地处理起来，边处理边说道：我鱼做得不错，一会儿给你尝尝。丝丝甜蜜涌上心头，杨若宁眼神粘在我身上，怎么也移不开。这样的他实在让人心动，让人着迷。千雪，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没有发现的？我好想了解你的全部。杨若宁想了想他要做什么，也拿起手旁的素菜，动作丝毫不比专业的大厨逊色，看得我都想拍手鼓掌。察觉到我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杨若宁耳根红了红，更加认真地做起菜来。这样的感觉让他觉得我们2个就像普通人家的夫妻一样，不，比他们还要幸福。2人在一起为一顿午餐忙碌着，我不得不承认，
杨若宁的厨艺当真是极好的，我很少能遇到一个厨艺这么好的人。我吃得津津有味，开着玩笑道：“若宁啊，就凭你这厨艺，我都想吃一辈子。”杨若宁手心紧张出了汗，听我这么说，松了一口气。他还担心他做的不合胃口呢。若是以后有机会，我还可以做给你吃啊。千雪的手艺也不错呢。我都不舍得放下筷子，夹菜的动作一下都没有停下。和你做的差远喽。杨若宁看得我吃得这么开心，幸福感爆棚，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夸奖会让他觉得这么幸福，这么开心。真的好庆幸，他在过去的10几年将自己的厨艺打造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半个月后，我们几人到了刘木山庄所在的山脚下。啊，真是怀念啊！1年多都没有回来了。爹爹，子熙梦，我们下车。一会儿山路，马车没有办法上去。过会儿呢，会有人将马车收拾好。距离会有些远，要是累了，便同我说一声。我们休息一会儿。还有啊，跟着我走，千万别跟丢了。几个人点了点头，紧紧跟着。我把步子放得很慢，刚走几步，便察觉前方有一个人影在往我这边跑来，停下步子，伸出双臂，下一秒便有一个人影直接扑了过来。我抱着他笑了起来。小傻瓜，你怎么会在这里？刘生听说你要回来，天天在这里等。你再不回来，这么冷的天，我都担心这家伙会不会生病。这时，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俊秀的女子，和我有6、7分像，看上去要比我成熟几分，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你这家伙终于舍得回来了。我松开木流生，对着木流哥嘻嘻笑了2声。姐，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再不回来，刘生怕是快得相思病了。我吐了吐舌头，捏了捏刘生光滑细嫩的小脸蛋儿，笑眯眯的道：“小傻瓜，想我没？”刘生重重点头，小脸蛋红扑扑的，看着我的眼睛里放着光。想，每天都想。还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身后的几个人？这是子熙和梦林，这位呢是子熙的爹爹。随后跟他们3个人介绍道：“这是刘生，还有我姐姐木流哥。”木流生走到子熙身旁，笑着伸出手道：“你好，我是刘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记得，当初是你和七七救了我。木流生主动将他的手拉了过来。这是千雪教我的，说是2个人之间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子熙点头，面对木流生，他觉得自己一点自信也没有，总有一种愧疚感。其实我心里更没底，我这么将子熙带回来，生怕刘生一个不愿意不肯搭理我了。看他这么自然的跟子熙打招呼，我心里的愧疚啊被无限的放大。木流生对着石青甜甜的喊了一声爹爹，喊得石青有些无措。木流生笑着说道：“您是子熙的爹爹，也是千雪的爹爹，那边也是刘生的爹爹。”有梦林不好意思的咬了咬唇，红着脸喊着：“刘生哥哥。”木流生甜甜笑着，露出2个小虎牙来。千雪啊，我好开心啊，你终于回来了。子熙一路上头也不敢回，除了我和刘哥2人一直在交谈，简直安静的可怕。木流生一直是山庄中一个特殊的存在，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将他当作未来的2庄主夫君，他也一直这样认为。刘生爱我，山庄里的人都知道，而我也将他宠得没边没际，直到我知道了自己的好友慕容羽哥爱上了刘生，从那之后便开始疏远他。那段日子我便没见过刘生发自心底的笑。木流生的性子很活泼开朗，为人心善，虽然只有16岁，一看便是个美人胚子，将来定是倾国倾城，惹人怜爱。镇子里无数人都喜欢他，无论男女。镇子里很热闹，也很繁华，不比京城差多少。
镇里的人呢，大多都是流木山庄的人，自然所有人都认识。也有很多人提前想要预定下这个美人，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的整颗心啊都抛在我身上，而且那时的我也直接一口回绝了，并发了话，刘生拒绝一切提亲，他的婚事由他自己做主，任何人不得强求。我的话扔出来，所有人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尽管如此，他经过的地方都是热闹非凡，所有女子的目光几乎都落在他身上。我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下午，那天天气很好，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徐徐刮着小风，不冷不热，是个郊游的好日子。那天是木流生的生辰，我带着他去木流山庄附近的镇子庆生。我二人一出现，变成了镇子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却不小心遇到了慕容羽哥。我看见慕容羽哥，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拉着木流生便给对方介绍着。木流生看见慕容羽哥的第一印象，只觉得这个女子笑得很漂亮，而且既然是我的朋友，那便也是他的朋友。他的性子本就活泼，不受世间条条框框的约束，很快也和慕容羽哥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那以后，木流山庄便多了一位常客，经常可以看见我们3个人一起喝酒聊天。我曾给木流生讲过各种花的花语，他最喜欢木槿花，朝开暮落，每次的绽放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唯美的绚烂，最温柔的坚持，如同他对我一般。所以在他的院子里到处都种满了木槿花，从花中穿过，扬起笑脸，老远就喊着我们2人：千雪、宇哥，你们来啦！这么着急啊？是着急见谁呀？我说完，拮据地看着他，目光时不时在他2人身上流转。今天清晨，慕容羽哥来找我，说他喜欢木流生，想要追他。我一时也说不出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木然地点了头，我一直将流生当作弟弟看，打心眼里宠着他，我比谁都希望他能够找到幸福。羽哥我很放心，但心里却有丝丝不舍。我将一切都归于一个姐姐对于弟弟的不舍。木流生红着脸，眼神飘忽着，手别在身后，根本没有注意我的眼神，只是害羞推着我和慕容羽哥往前走。走啦，不是说带我出去玩的吗？我将他动作尽收眼底，我很少看见他这么羞涩的神情，以为他是因为慕容羽哥害羞。我忽略心底的不舒服，轻声笑着：好，不过我忘了带东西，你和羽哥先走，我等会儿会过去的。没关系，我和羽哥等你。千雪，你快去取吧。刘生脸上红晕微消，脸蛋还有些红扑扑的，笑起来脸上还挂着浅浅的酒窝。我愣神2秒，回过神来，几分不自在道：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怕是需要一些时间，不用等我的，你们先去吧。刘生有几分失望。好吧，羽哥，那我们先走吧。千雪，你快点啊，我等你。慕容羽哥侧头，在慕流生看不见的角度对我报以感激一笑，便带着刘生直接离开。我突然觉得我心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回了房里，从怀里拿出一个淡青色的发带，上面刻着一小行文字，叹了口气又收了回去。一个人半躺在椅子上，第一次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看得出来，每次刘生和羽哥在一起都笑得很开心，他只是不明白自己的心意罢了，但我看得却很清晰。可慕流生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时不时地朝身后看去，始终没有发现我的身影。慕容羽哥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停下步子。刘生，跟我去一个地方。羽哥，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要不我们回去吧。刘生，你喜欢千雪，对吗？红着脸点了点头，眼里闪着星星。
慕容羽歌只觉得心里一滞，不能是其他人吗？啊！我喜欢你。刘生睁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向他，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羽歌，别说话，跟我来。慕容羽歌拉着他往自己提前准备好的地方走去，那里是他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小山谷，周边开满了鲜花，五彩缤纷，还有一条一条鲜花铺满的道路，溪水潺潺，水流声伴着鸟鸣声。穆流生震惊于眼前的景色，深吸一口气，错愕地看着他。慕容羽歌从身后拿出一朵木槿花。刘生，给我一个机会，照顾你的机会，好不好？刘生身子后退一步，猛地摇头，转身便要离开。他好乱啊！怎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喜欢我？千雪呢？为什么没有来？为什么？慕容羽歌挡在他面前，抓住他的手臂说道：刘生，我知道你喜欢千雪，可他只把你当作弟弟。不是的，他会来的，他会来找我的。好，我们打赌，若是千雪来找你，我便放弃，从此不再插入你们之间。刘生点头，心却是越来越凉。随着太阳下山，最后一缕余晖落下，都没有看到我的身影。心里如同这片天空一样，落日沉下，坠入一片黑暗，凄苦地笑了起来。他真的不要我了吗？刘生，不要碰我！穆流生看着慕容羽歌受伤的眸子，有些后悔自己说出的话，道歉的话却说不出口。他连自己都顾不了，又如何顾他？我要回去了。我送你。不必了，我自己回去就好。不行，我必须把你送到山庄才能放心离开。刘生没再开口，缄默不语。他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慕容羽歌，更不知道若是回去看见我，又该如何面对。我是不是该质问他，为何将我送给慕容羽歌？可我又有什么资格呢？千雪从未跟我说过会娶我，也从未将我标榜成她的人。她真的只是一直把我当作弟弟一样疼爱啊。他的心仿佛被撕裂，泪水不由模糊了视线。天色已经昏暗，一不小心被一颗石头绊倒，摔倒在地。慕容羽歌忙将他扶起，担忧道：怎么样，有没有伤到？脱臼了，我帮你接好，会有些疼，你忍住。刘生痛呼一声，疼得脸上落了冷汗，豆大的珠子忍不住落下来，脚上的疼痛却远比不上心里的痛。随后拦腰将他抱起。放心，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天色暗了，山路不好走，你又受了伤。放我下来！就这么讨厌我的触碰吗？对不起，羽歌，让我自己走吧。慕容羽歌没有再坚持，他可以等，他可以慢慢的感动他。来日方长吗？他不该一开始就这么逼着他。于是柔声说道：好，那我扶着你总可以吧？刘生点头。一路上他都安静得很。我看着天色已经昏暗，月亮已经悬挂枝头，但二人却还未回归，不由得有些担心。不过想着有慕容羽歌在，应该不会有事，但还是忍不住走了出去，在山庄门口等着他们。我看见两个人身子亲昵地粘在一起，我的身子僵住，迈出的步子又收了回来，自嘲地笑了笑，转身朝山庄里走去。
回了自己房内，心却如何也平静不下来。慕容羽哥将刘生送回院子才离开。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便开始刻意的忽略慕刘生的任何消息，连他受伤的事情也不知道。我只是偶尔听说慕容羽哥又来了，带着许多山下的小玩意儿，两人时常在山里走着，或者出去走着。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1个月，我觉得似乎也开始习惯没有刘生陪伴的日子，除了心里空落落的，其他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真的无聊了，就拿出几本书看看。再和刘生单独见面，我觉得我的心似乎疼了一下。已经多久了，没有和他单独在一起了。我该祝福的，自己最好的朋友和自己最疼爱的弟弟在一起了，不是吗？我微笑地说道。刘生和宇哥进展不错吧？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啊？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你的嫁妆了。刘生从一开始看见我时眼底的欣喜，随着我的话一点点化为乌有，脸上本就不多的一点点的笑容彻底消失。他绝望地看着我，绝望的神情看得我一惊。刘生你……刘生闭了眼，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只留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开。千雪，你什么都不懂。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脚似灌了铅，无法挪动一步，站了半个时辰才叹了口气，捂着自己微痛的心。我早该明白的，我对刘生的感情已经超乎了亲情，已经发出了爱情的萌芽，却被我自己直接掐断。那天以后，刘生彻底变了一个人，不再和任何女子亲近，甚至是我。任凭我来了几次，他都是言语淡漠。对于慕容羽哥，也只是礼貌问好。除了用膳时间，他每天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慕容羽哥还是坚持每天都来，刘生对他却越来越疏远，或者说，从他表露心意那天起，就开始疏远他，只不过是他一直不肯放弃罢了。到了现在，他也该放弃了。他的心从来都只在慕千雪身上，因为慕千雪才一直假装着看不见的吧。宇哥，你来了。我收起手中的剑，一如往常的跟他打招呼。突然，慕容羽哥抽出腰间的长鞭，朝着我挥了过来。我躲过，错愕地看着他，长鞭打在地上，地面裂开一条缝。慕容羽哥动作没有停下，挥鞭动作更加凌厉。我们打一场。我握紧手中的剑，迎了上去，带笑道：好，我陪你打一场。我二人，一人剑气凌厉，一人鞭法纯熟，一个远攻，一个近身，一时间打得如火如荼。显然我的速度更快了几分，成功躲开他的鞭子，近身剑锋擦过他的发丝，地上垂下几缕青丝。慕容羽哥收了鞭子，蹭着额角的汗水，端起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轻笑道：千雪，我放弃了。我站在原地不动，眸色幽深地看着他，说不清我心里的感觉。慕容羽哥敛了笑容，几分自嘲，几分凄凉。我说，别这么看着我。刘生喜欢的是你，别说你不知道。没有办法，无论我怎么做，他心里始终都放着一个你。还记不记得一开始那次，我带着他去了我准备好的小山谷，我表明了我的心意。他从那次就拒绝了我。当时我和他打了一个赌，看你会不会来。
若是你来了，我便放弃。不过到最后，你都没有来。在回去的路上，他伤了脚，都不肯让我碰他，生怕你误会。我当时就在想，你这家伙有什么好的，让他就这么死心塌地？等等，你说的那天晚上受伤了？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那夜自己看到的画面，有些懊恼，我竟没有发现刘生受了伤。你竟不知道？那晚我看你们一起回来，模样亲昵，不想打扰你们，就没有出现。慕容羽哥明白了什么，讽刺地笑出声。所以你才疏远他，是因为你知道他喜欢你，对不对？对不起，是我觉察到自己的心意，所以不想成为你们的干扰。原来真的是我成为了你们之间的阻碍，真是可笑。我慕容羽哥也有一天会得到别人的可怜施舍。羽哥，不是你想的那样。不必说了，我都明白。千雪，好好对他，我怕是很久都不会再来了。我走了，别来送我。还有，他在等你。慕容羽哥说完，直接消失在我的院子里。我抬眸看了眼刘生院子的方向，站到了夜里，最终挪动步子走了过去。刘生院子里的灯还亮着，我站在屋外，看着他的屋子许久，方才想去敲门，窗后突然打开，刘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我二人视线对接，刘生快速别开眼，从窗口消失。我苦笑一声，以为他不肯见我，转身便要离开，只听一声门响，心腾地乱了。看着从屋里走出的人儿，他瘦了，本来身上就没有几两肉，现在看着更是似乎一阵风便能将他吹走。千雪，别走！刘生跑过来将我抱紧。千雪，别走，求你了，别走。夏季的衣服很单薄，很快我便察觉出自己胸前的衣衫湿了一片，伸出手环住他的腰，低声说道：“我不走。”千雪，你吻我一次好不好？只一次就好，以后我都不会再缠着你，只要……刘生不可置信地睁大眼，感觉到唇上的温热，心跳如鼓，整个人如坠迷雾，恍惚了起来。我只浅浅落下一吻，手从他的发丝间穿过，轻声道：“以后我都在你身边。”千雪，以后我不会把你让出去了，等你长大，我们就成亲。成亲两个字在他的脑海里炸了起来，心疯狂的跳动，事情来得好突然，好突然，突然到他都觉得他是在做梦。怎么觉得他头好晕，好想睡觉。刘生，你没事吧？刘生，是千雪的脸，是他抱着我，但是我真的好困，好困。第二日，刘生睁开眼，入眼的便是我，就这么傻傻的看着我，眼珠子一动不动，足足看了1刻钟，看得眼睛有些生涩，也不舍得闭上眼睛，直到一只手附上他的眼睛，强迫他闭了眼，才合上2秒，随着光线又逐渐变亮，又重新睁开，正好对上我的眼神，嘴角不自觉地弯了弯，脸蛋红扑扑的，跟个煮熟的鸡蛋一般。我扶起他，轻笑道：“醒了？真是没出息呢，被我抱都能约。”才不是呢，是你说要娶我，我才一不小心晕了。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小到我必须集中精力使劲听，
才勉强听了个大概，嗤笑起来。那我再说一次，你是不是还要再晕一次？才不会呢。哦，刘生，我喜欢你。刘生瞬间手足无措，他只感觉他自己已经完全溺死在我的温柔语调里，没有昏过去，但整个人已经无法思考，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喜欢你这句话。我笑了起来，揉了揉他刚睡醒有些凌乱的头发。小家伙，快别发呆了，快起床洗漱吧，看看太阳晒屁股了。刘生呆呆点头，咬着牙，下意识抬起手摸着方才被我摸过的头发，傻傻笑了起来。那模样如同得了蜜饯的小孩，笑得那么纯真，那么幸福，似乎得了世间最珍贵的宝物。刘生抬头看着我，在心里默默说道：千雪，我也喜欢你，也只喜欢你，这辈子我都只想做你的人，所以谢谢你喜欢我。我二人虽然重归于好，但是这件事在刘生心里留下了一片阴影。在那事之后，刘生彻底敛了性子，虽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乖乖男的模样，基本上不会再和除我以外的女子打交道。山庄的路不是很远，木流哥已经安排好子熙等人的住处，都住在离我不远的屋子，而刘生一直充当着当家主夫的身份，帮着几人一直忙到天黑才歇了下来。我也陪着几人一整天，也是够累的。安置好他们，我带着刘生离开，将他送回自己房中。我找了个凳子坐下，示意他坐在一旁，调整了一下凳子位置，刚好可以在他背后抱着他。刘生，辛苦你了。刘生笑着摇头，笑容却总是有几分勉强。不苦。我靠着他的肩说道：对不起刘生，我带了子熙回来，我知道自己不好，不能把自己完完全全只给你一个人，可你我也不能放弃。我知道的，千雪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知道千雪最喜欢漂亮男子，我也喜欢漂亮的女人的，例如千雪。我叹了口气，将他的身子转过来。刘生，你不必这样，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我喜欢你可以哭喊，跟我发脾气，你这样安静让我有些心慌，更让我心疼。那样千雪会为难的，我不想千雪为难。刘生说完，突然起身脱起衣服，我匆忙制止，不满道：刘生，千雪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过是想脱掉外衣而已。千雪以为我是要你要了我吗？我知道千雪不会同意的，自然不会做那些事。但你是不是已经要了子熙？我已经不是你第一个男人了。我伸手抬起他的脸，心里微涩，我一点都舍不得这个晶莹剔透的人儿难过，可却还是一直让他受伤。刘生，这次回来我会娶你和子熙，我要把你的第一次留到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可好？你说的话当真？自然当真，我何时骗过你？那今夜你不要走好不好？我们什么都不做，就留下来陪我好不好？我们已经1年多没有见面了，我的生辰千雪也不在。好，刘生都开口了，我自然要满足啊。以后有什么就直接告诉我，难过了也不要藏着掖着，知道吗？我脱了外衣，我们简单洗漱之后就躺在床上，忙了一天都有些累。刘生钻进我的怀里，只觉得温暖无比，好久好久都没有觉得这么开心温暖过了。千雪，
你这次回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这段时间我看见刘哥姐姐也有些愁眉不展，想必是山庄里出了什么事情。我轻轻抚着她的背，面色有些阴沉，声音却温柔得紧。这些事情交给我和姐姐就好，你呢，还是做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好。对了，你最近研制出什么好东西没有？说到研制的新药，刘生一下来了兴致。当然，而且很多，例如哭笑不得，这个药撒在身上就会又痒又疼，想挠，可挠着又疼了。还有，刘生讲了7、8种药，每一种都听得我哭笑不得。这孩子还是保持着孩子心性，每种药都是用来好玩的，这样也好，有自己的兴趣，也不会觉得无聊。这次离开带他一起吧，也省得他一个人在这里承受相思之苦。不过他的这一大堆药可不好弄啊，看来需要在京城弄一套房子，以后家里人多了，总不能都留在一揽芳华。千雪啊，你在想什么呢？想得这么入迷。我揽着他的胳膊紧了紧，笑着说道，在想我们的以后啊，若是以后有了孩子，孩子要住在哪里，要怎么布置房子，还有等等很多啊。千雪，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都喜欢，若是男孩呢，我就把他宠上天；若是女孩子，我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厉害有用之人，告诉他，以后再和他一起宠你，你觉得怎么样？那我希望我们能多生几个女孩，一定要像千雪，让你们一起来宠我。看来刘生很想为我生孩子啊，还想要多生几个。千雪啊，你又取笑我。我哪里敢啊，你若是生气了不理我了，那我可怎么办啊？明明每次生气都是我先低头的。刘生，你不讲理，明明每次都是我一直哄你，然后你都不肯理我，最后你莫名其妙就会突然和我说话。那还不是你太笨啊，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好，都是我的错啊，以后我一定弄清你生气的原因，然后再来道歉，好不好？这还差不多。我将身上的被子拉了拉，在他额上轻轻落下一吻。好啦，小家伙，睡吧，时辰不早了，明早还有事呢。千雪，你也早些睡。一夜无眠，第二天的日子并非今夜这么清闲。得知我回来的消息，更得知我还带了3个男子，整个山庄都炸了锅。我在山庄的影响不比木流哥差。木流山庄并非所有男子都可以轻易进入，必须通过所有长老的同意。我清晨起来，看着屋外的丝丝暖阳洒进屋内，不由笑了起来。看来时间不早了，该去和姐姐谈谈山庄的事情了。这么久了，誉王的消息也该传来了。我的动作很轻，没有打扰到刘生，但他还是睁开了眼，不过是早就醒了，不舍得起床罢了。看着我从床上起身，便也随着起了身。我伸出手指在他鼻子上轻轻刮过，宠溺地说道，小家伙，舍得醒了？刘生搂着我，在我怀里蹭了蹭。我觉得今天长老们得知了消息，可能会去找他们。忙收拾好自己。刘生看着我着急的模样，心里有些酸涩，还是笑着起身帮我整理衣服。我有些愣神，看着他娴熟的动作，突然揽住他，心疼道，傻瓜，谁让你去学这些啊？我是自愿去学的，我也想服侍千雪啊，让我来吧。好。我从头到尾就这么注视着他，看到刘生动作越来越慢，头低得越来越低，不禁笑起来，抓住他的手。好了，这样下去衣服穿不好了，我自己来吧。刘生看着我玩味的眼神，瞪了一眼，敛了心神，动作快了起来，很快便收拾好，在他额上落下一吻道，刘生，你洗漱好，去子熙房里找我。好。
刘生看着我离开的背影逐渐消失，心里更加苦涩。他抬头摸着自己的额头，似哭似笑。我不该这么难过的，还有一个人能够这么爱着千雪，我该开心的。我可是千雪的夫君呢，虽然不是唯一的夫君，但是只要这个位置有我就好了。爹爹，子熙、梦林，我有事和你们说。我脸色有些严肃，看得三人心里都是一紧。还记不记得路上我跟你们讲的，流木山庄有很多长老们，他们着实有些难缠。他们知道我带你们回来了，要娶子熙为夫，认梦林为弟弟，怕是会有一场考核。至于考核的内容我也不清楚，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子熙的考核会比梦林的要难很多。所谓对男子的考核不过几项，琴棋书画、南界还有厨艺，不知流木山庄还有没有其他考核？我也不清楚。姐姐的夫君是云梦城城主的儿子，我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但以他的身份足够嫁到流木山庄了，所以当年只不过是走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但是子熙，对不起，你的身份我无法隐瞒，即便隐瞒了，他们也可以查出来。他们的考核无法避免，他们是我的长辈，他们的许多命令我也无法违背。那若是我没有通过考核呢？不必太过担心，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他们难为是难为你，但却会让你进门，但可能呢会有一段时间的培训。没关系，子熙哥哥，还有我陪着你，而且我想那些规矩子熙哥哥一定没问题的。这时刘生从屋外走进来，对着石青恭敬地行了一礼，对几个人笑道：有我在，不必担心，这些培训我都学过，很简单的。都忘了刘生了，真是完美。刘生，那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刘生对我温柔笑笑，走到子熙和柳梦林身边，安慰道：别担心啊，其实长老们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很疼千雪的，所以自然不会太为难你们。谢谢你。不必客气，以后都是一家人。刘生简单的和他们二人说了说需要注意的事项。大长老最讨厌男子身上蹭着一堆胭脂水粉，只要化个简单的淡妆就好了。二长老嗓门很大，说起话来就如同在教训人，不过心地很好，他向来不会难为人。三长老最喜欢下棋，一谈起围棋就彻底变了个人，认真无比。四长老最为严苛，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很认真，在他训话的时候要站得工整，不能随意晃动身子。还有一点最重要，绝对不能插嘴，要认真听着。最后一个五长老是个典型的笑面虎，嘴角始终都挂着笑，但说出来的话却毒辣得很，字字都戳你的痛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五位长老其实都喜欢一种男子，温润如玉，谦谦君子，举手投足间都要有大家风范，能够撑得起场面，所以一定要自信。子熙和柳梦林认真记着穆留生的每一句话，生怕错过一点点。我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没想到刘生对于这5个长老的喜好了解得如此清楚，不禁感叹：刘生，你好厉害，总结的可真到位。这可是经验，当初我也被培训了，不找出长老的弱点怎么过关？话语里满是担忧。千雪，长老们会考虑出身吗？仔细进过小关楼，会不会有影响？而且家境还这么贫苦。不必担心，长老们不是只看男子出身的。师爹爹不必太过忧心，刘生也并非大家出身，刘生是千雪捡回来的，若非遇到千雪，刘生现在还不知会落到何种境地。石青抬眸看着刘生，总觉得眉宇间有些熟悉，
心里一道闪电劈过，突然问道：刘少，你多大了？还记不记得你的爹爹呢？不记得了，我很小的时候，爹爹便去世了。我一直跟着一个卖艺的人家，后来遇到千雪，是他救了我。爹爹，可是出了什么事？石青匆忙摇头，可眸子里却多了几分惊慌。千雪，我有话与你说。刘少，你能不能离开一下？刘生点头，看了眼我，离开了屋子。石青拉着我的手，迫切道：千雪，刘生今年多大了？他的腰间是不是有一个梅花胎记？我惊住，愣愣点头。爹爹，您知道刘生的身份？石青泪眼模糊了双眼，微微颔首，哽咽道：他应该是哥哥的儿子。哥哥？那刘生的身世岂不是也和皇宫扯上关系？不是吧？怎么都和皇宫有关？爹爹，当年到底发生了何事？你能不能告诉我？石青咬牙，狠狠摇头。不可以，千雪，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还请千雪你将这件事情保密。议事厅内，子熙和柳梦玲恭敬地对着所有人行礼，都有些局促，被这么一堆人看着，心砰砰跳个不停。想必你们二人也知我们喊你们做什么。回大长老，子熙明白。梦林也明白。几个长老对他进行轮番轰炸，如穆留生所言，五长老穆瑶之一张利嘴，子熙快要招架不住了。几人从夫德问到夫戒，又从琴棋问到书画，好在子熙之前便将这些背得滚瓜烂熟，对于琴棋书画更是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他最擅长跳舞，显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用处。几位长老对于子熙的回答还算满意。我们流木山庄从来不看出身，但是有一点，你在千雪之前可是清白身子。子熙紧紧咬着唇，无助摇头，努力没让泪水落下，坚定说道：千雪说过不在乎，可是我在乎。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在我最好的年华遇到他，没能将最好的自己给了他。可是我不能因此认命。千雪说过，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擅自离开千雪，这是对我们感情的尊重，更是对我们的负责。可能在长老们还有庄主的眼中，我是一个浪荡的男子，不配嫁给千雪，但是我必须留在他身边，把他错过我的年华，我错过他的年华，在之后的日子都补回来。哼，你可知道，想嫁给千雪的清白优秀男子，可以从凤舞排到凤西，你凭什么嫁给他？因为我要定他了。姐姐，各位长老，想必你们也知道千雪的脾气秉性。子熙是我看上的男子，是我要娶的男子。我知道长老们是为了我好，可感情的事情向来不是如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长老们也都年轻过，也都经历过这些事情，我相信长老们会明白我的心情，还请长老们成全。千雪，你当真要娶她？我点头，走过去拉住子熙的手，对她微笑道：我不能放弃。好，那你明白，身为流木山庄二庄主的夫君，必须有一技之长。刘生的特长是医药，那他呢？觉得他能帮到你什么？家世还是学识？即便什么都没有，我能护着他就好。大姑姑，千雪有能力护好他，夫君不就是用来保护、用来宠的吗？你永远都有一堆歪道。二姑姑，
哪里是歪理？你说千雪说的在不在理？唉，在理在理，你说的永远都有理。无论如何，他在我这里还是不能过关。嫁入流木山庄，我可以没有别的要求，但是身家清白这一点，他都无法做到。可这也怪不得他呀，子熙的身世也不是他可以决定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家庭，他也无可奈何。谁不想出生在一个富贵家庭，吃穿不愁？可命运偏偏如此，他根本无从选择啊。我承认你说的很对，但这并不能说服我同意她嫁给你。啊，对了，今天从倾城那里学了什么？糖醋鱼。子熙学的是我喜欢的呀，倒是让我受宠若惊。所以，我有什么奖励吗？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你亲我一下。我在他额上落下一吻，抬起他的下巴，逼着他看着我的眼睛，叹息道：你们一个个都这么为难自己，这么大度，让我该怎么办啊？这样不好吗？若是我们都无理取闹，你会为难的。我将他揽在怀里，心疼道：对我而言当然好，但是你们呢？唉，也怪我招惹你们。子熙，对不起，在你通过考核前，怕是我都不能在你房里过夜。子熙身子微颤，垂下眸子，紧紧抱着我。没关系，只要七夕每晚都可以来陪我坐一会儿便好。好，我答应你，每晚都会来陪你。白天若是有时间，我也会去看你学习的。好，我的要求从来都不多，即便现在我变得越来越贪心，最终不过想要你陪着我罢了。今日倒是没什么大事，再过1个时辰，也该是午饭时间。我猜着子熙会在厨房，随便晃悠晃悠，便到了那里。看见木流生，倒也有几分意外。我没有进去，就在厨房外面溜达2圈。1个月后也该过年了，过年后就是2月份，3月份会有科举乡试，算着时间也有些紧迫。在除去成亲用的日子，路上奔波用的日子，满打满算不过是1个月而已。几乎整个大陆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收到了一份喜函，是关于我的大婚。也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往流木山庄赶。几日，整个流木山庄都在装饰，一片红色，喜气洋洋。考虑到流木山庄的位置不能让外人随意进出，除了流木山庄，山庄脚下所有流木山庄的铺子都挂上了红绸，迎接来往祝贺的客人。随着成亲的日子越来越近，整个山庄也越来越热闹。2人都是紧张不已，我也有些紧张，毕竟这辈子第1次成亲，还一次性娶了2个。也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洞房花烛夜要去哪个房间呢？天哪，难不成1个晚上要去2个？这样会不会有些……不过我已经答应刘生，所以那天夜里我必须去他的房里。若是可以，就前半夜1个，后半夜1个，就这么定了。成亲前1天，新郎和新娘是不能见面的，这是习俗。不过那天彻底来了一次阵地转移。不过碍于所有嘉宾都在山庄下的镇子里，直接将成亲的地点改了改，放在山庄下我早就购置的一个宅子里。镇子里，客栈的一个雅间里，一个男子红着眼看着外面到处喜庆的红色，似乎整个镇子连同房子、植物、动物都在一片喜悦之中，可他的心却在狠狠地抽痛着。穆千雪，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那么风华绝代的女子，又怎么会是普通人？原来，她是柳木山庄的二庄主啊！成亲。徐锦白自嘲地笑了起来。怪不得他根本看不上我。以他的身份，什么样的男子会没有？可笑，我居然还一直追着他不放，发誓要嫁给他。他是不是一直在心里笑我傻呀？锦白，屋外响起一个清亮清脆的女声。徐锦白忙擦着眼角的眼泪，推开门走了出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英姿飒爽、英气十足的女子。她开口道：姐姐，什么事啊？你不是一直闹着要来，怎么一整天都躲在客栈里？姐姐带你出去逛逛。徐锦白摇头，勉强扯出一个笑。姐姐，我有些累，想要休息。锦白，你怎么了？眼圈怎么这么红？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没有，不过没有休息好。姐姐，你自己出去吧。心情不好，姐姐带你出去逛逛，或许心情会好点呢。出去逛逛，心情怕是会更不好呢。遍地红色都在告诉我，心爱的女子要成亲了，而且根本和我没有半点关系。可我又该如何告诉她，我难过是为情所困？他不明白自己为何死活要来这一趟，为何要在自己伤痕累累的心上再添上几刀，让他彻底死心吗？可他真的好疼，疼得喘不过气来。怎么办？徐锦白实在控制不住眼泪，忍不住扑进徐锦离的怀里大哭起来。从他回到山庄开始，便觉得他有些不对劲，特别是在收到这喜帖开始，他就很少笑过，整个人看上去浑浑噩噩，提不起半分精神。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我的弟弟喜欢慕千雪？徐锦离一下变了脸色，并非他不支持，而是徐锦白他有婚约，还是从小定下的婚约，根本不可能取消。而且我马上就要成亲了，他怎么肯让他的宝贝弟弟做小呢？徐锦白哭了许久才停了下来。徐锦离的胸前已经湿了一片，而徐锦白此刻脑子里蹦出来的全是我抱着他的场景，那个怀抱，那个他渴望了那么久的怀抱，从今以后再也不属于他了。我的怀里抱着的是两个他完全陌生的男子。徐锦白脸上还挂着几滴泪水，徐锦离叹了口气，掏出帕子替他擦着。傻弟弟，我们回去吧，我们不参加这个婚礼了，好不好？姐，我不走，不要告诉娘亲和爹爹，我只是看他一眼，只远远看一眼就好，真的。徐锦白打开窗户，就这么远远地望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他的心便不受控制地跳了起来，视线随着那个身影移动着，直到拐角处，那个身影突然停了下来，转身朝他这个方向望来。他吓得一下子扭过头，只留下一个后脑勺，发丝随风飞舞。我从经过客栈，便察觉到有一道视线落在我身上，实在是那道视线太过灼热，直觉让我转过身看了一眼，只隐约看到一个男子坐在床边。转头转得太快，我只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样子，觉得有些熟悉，想要再看就只剩下一个背影。
只是那个背影，我却突然想不起来。我摇了摇头，没再考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没有时间浪费了。结束了婚礼，我还要重新回到京城，所以我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否则入世之后，若是被人认出来，怕是没有安生日子可过。思考了片刻，我还是决定干脆买个面具。我拐过街角，身影彻底消失。徐锦白泪流满面，看着已经消失的人影，他勉强笑了笑。徐锦白，你不再是他的小白兔了，他也从不是你的丑流氓。徐锦白深深望了一眼窗外，只有茫茫人海。他关上窗，从怀里拿出一本书，书被他保护得很好，没有一点褶皱，翻到中间位置，认真地看了起来。酒席一直持续到将近酉时，宾客逐渐散去，我再次察觉到有一道目光落到我身上。我虽然已经醉了，但是本能告诉我，一定有人在看我。我眯着眼在四周看了半晌，都没有发觉是谁，使劲摇了摇头，怕是真的醉了，感觉出现了问题。徐锦离扭过头，看着躲在自己身后偷偷看着的徐锦白，心疼道：锦白，他走了，我们也回去吧。徐锦白点头，走了2步，突然朝着我的方向跑来。徐锦离一惊，忙追了上去。徐锦白在人群中疯狂着找着我的身影。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就这么离开？他怎么可以就这么娶了别人？他怎么可以一点都不记得我？我又该怎么放弃？你在找我？一记响雷落在徐锦白的耳中，炸得他身子彻底僵住，久久不敢转身。我叹了口气，我说是谁一直在看我，原来是你啊，小白兔。嘿，好久不见。徐锦白转过身子，强忍住眼泪，笑着说道：恭喜你啊，成亲了，还是一次喜爱2位。我默了许久，才开口道：谢谢你。谢谢，真是令人心碎的一句话，多么可怕的一句话呀！看着我一身大红喜袍，心里的苦涩扩展得越来越大。锦离，我在这里。徐锦离一愣，跑了过去。徐锦白忙挽着他的胳膊，对着我笑道：我的未婚妻锦离。夜色太暗，我又有些醉意，也未曾发觉二人的容貌有相似处，笑着说道：小白兔，恭喜你，我先走了。徐锦白笑着点头：好，去吧。看着我离开，徐锦白大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便落了下来。姐姐，我是不是好想我们回家好不好？好想回家呀！徐锦离在心里叹了口气，将他揽在怀里，心疼道：好。一览芳华内，一场淋漓尽致的醉酒，一场兀自伤心的演奏。云染在房内兀自摆弄着古琴，手指划过琴弦，奏出的声音莫名带着几分忧愁。我成亲的消息几乎天下皆知，而他只觉得心里有些沉闷，似乎有些透不过气。这种莫名的心烦，这不该是他会有的情绪啊，可真真实实的
出现在他的身上。心里有一个可怕的认知，却被他逃避着。这个认知太可怕，可怕到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而在另一个屋内，满桌的酒瓶东倒西歪，任他肆意这么一次就好了，一次就好。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手中的账本一天过去了，还是在那一页，墨水滴在账本上也不自知。他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多久了？3天还是5天？杨若宁苦笑地看着账本上的墨点，放下笔，盖上账本，随意走到京城的大街上。今日风不大，阳光也很温暖，沐浴在身上，他却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是冷的。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直接请了病假。这么久了，或许他也该休息休息了。而此刻，流木山庄小镇里与这些地方截然不同。大红纱布漫天飞舞，入目之处皆被喜庆的红色覆盖。我的喜房之内更是到处洋溢着喜气，屋内到处冒着粉红的泡泡。随着喜秤掀开盖头，美人容颜出现在面前，我笑了。终于成亲了。我弯腰在他额头落下一吻，随后端起桌上的交杯酒递给刘生。刘生接过，手不停地颤抖，险些将酒杯打翻。他在心里不断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可是却如何都无法冷静。今夜可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他盼了多少年啊！终于他的梦想实现了。我轻笑，手指宠溺地在他额上弹了弹。现在就这么紧张，那一会儿可要怎么办啊？我的话语还未说完，刘生的面色已经爆红，滚烫不已，他垂下眸子，都不敢再看我。怎么，刘生是不打算喝交杯酒了？耳边响起我调笑的声音，交杯酒3个字闯进他的耳朵里，他这才抬起眼眸，抬眸间正好对上我戏谑的眸子，却一下子移不开眼。他的眼眸里像是闪着万千光芒，一旦撞入，再也移不开眼。他傻傻愣着，任由我圈上，将他搂了过来，引导着所有的动作。他将酒杯凑到唇边，眼神至始至终不曾离开过眼前的人。我唇边带着笑意，随着他的动作将酒杯凑近嘴边。我2人视线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有什么东西喷薄而出。一直到了深夜，我才放过他，看着他安然入睡，瞥了一眼桌上的红烛，已经点了过半，红色的烛光在夜里摇曳着。深深看了眼床上的然儿，俯下身在他额上落下一吻，替他盖好被子，从床上起身，捡起地上的衣服穿上，点着步子，几乎没有声响，轻声走出了屋外。床上的人睡得正香，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人的离开，脸上挂着满足幸福的笑容，睡得香甜。我推开子熙的门，子熙正坐在床边，听见声音，身子一下子摆正，嘴角忍不住上扬。看着子熙依旧盖着盖头端正地坐着，我心里一下子酸了起来。傻瓜。我从桌上拿起喜秤，掀开盖头，子熙的倾城容颜出现在面前。我叹了口气，满满都是心疼。怎么不先休息？子熙笑着摇头，
眼眶微红，只是眼眸中尽是幸福。你说过会来，今天可是洞房花烛夜，我怎么可以先睡？我叹了口气，我当真是招惹了一堆深情之人。走到桌前，提起酒壶，倒了2杯酒，端了过去，笑着说道：来，我们喝交杯酒。子熙勉强接过，我2人手臂紧紧缠在一起，发丝也在不经意间纠缠擦过。2杯酒入肚，夜色晦暗，情意绵绵。又是一场翻云覆雨，你侬我侬，羡煞旁人。地上又落下一片凌乱的衣衫，只剩下一半的夜晚，过得尤其漫长。一夜未眠，最后我还是离开了子熙的房间。我答应过刘生，给他一个完整的洞房花烛夜。有人护着，他们所有人都可以随意出去逛逛，不过需要跟媚晴报备一下，戴着面纱便可。云染是最后一个来的，媚晴无事，干脆和他一起出去。走在拥挤的路上，2人看着不免有些单薄。登徒子从不会因为过节而减少，不过媚晴不是普通人，她的身手虽是比不上那些高手，对付一些登徒子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云染震惊于媚晴的全能，他听我说过，媚晴并没有生气，这意味着他可以随时离开。这样一个优秀的男子留在小官楼，到底是为了什么？想必可以离开这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吧。别这么看着我，这些都是楼主给我的，若是没有楼主，也不会有现在的媚晴。媚晴看穿他的想法，眼神落到远处一家面具店里，开口道：去前面面具店里看看吧。云染点头，跟着他走了进去，惊讶地发现有许多银色的面具，上面刻着一只狐狸，不由向店家询问：为何这些面具上画的都是狐狸？身旁2个男子不由一副孤陋寡闻的样子看着他。连银狐都没听过？银狐？其中一个男子不屑地嗤了一声，没有搭理云染。虽是戴了面纱，2人身上的气质却无法掩盖。倒是另外一个男子有些眼色，好奇地问道：你们是哪家的公子？为何我从来没见过？云染正想着要怎么回答，就听见另外一个男子嫌弃说道：他们都是一览芳华的小官儿，低贱的男子，一点都不配和我说话。幼言，你跟他们说什么话？不觉得侮辱了自己的身份吗？2人神色微变，着实是这个男子语气太让人厌恶，掌柜的也听不下去，忍不住说道：这位公子说话还是留些余地比较好。云染淡笑，不急不慢地问道：这位公子怎么会知道我们2人的身份？男子一下被问住，不知该怎么回话，脸涨得通红。云染轻笑，声音清脆：公子腰间的玉佩成色当真是不错呢，据说是凤溪盛产的和田玉呢。若是让人知道公子私自逛小官楼，怕是会吃不少苦头吧。云染话说得很隐晦，眸色却带着几分凌厉。公子，有些话还是三思而后说，否则侮辱了公子的身份也不好了。云染说完，傲气扭头，没有再留半分眼神给他，拿起一个面具，笑着问媚晴道：这个面具如何？看上去倒是不错，你可以试试。男子就这么被忽视了，气愤不已，丢下一句：你们给我等着！拉着身边的男子愤怒地走了出去。云染摘下面纱，露出绝美的一张脸庞，看得周围的人都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这样气质出尘的男子流落小官楼，想必也是被逼无奈。
云染自第一次露面之后，得到了我的允许，当一名清官，即便接客都是掩面。即便京城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人物，很多人也都没有机会得以一览芳容。媚情对于他的行为没有阻止，小官又如何，也要活下去啊。若是活在世俗的眼光里，又如何能够开心地过完这一生？云染戴上半边面具，更添了几分神秘，犹抱琵琶半遮面，说的便是他这种露出的半张脸，依旧俊美如神芝，惹得周边人目光再也移不开。媚情也挑了一款面具，依旧半脸，不过是个红色面具，扯下面纱戴在脸上，露出的唇角微起，勾勒出一种魅惑众生的笑容。山庄内事情百顺，我们几人顺便踏上了回京的路程。半个月的路程过得很快，再次出现在一览芳华的门口的时候，竟有一种阔别多年的感觉，当真想得紧呀。看见我的片刻，楼里立刻热闹起来，所有人都围了过来，看见我身旁还多了一个俊美男子，都不由凑了过来。媚情从人群中走了过来，对我行礼，随后对着几人淡笑。刘生笑着跟他打招呼：媚情，许久不见。许久不见。行了，都别站在门口被人围观了。爹爹、子熙、梦林，你们先回房间。媚情，你带刘生去他房间。那你呢？刘生抓住我的衣袖，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还是有些不自在。我去看看京城的宅子装修好没有，随后你们几个便该搬进去了。对了，以后子熙和我身旁这位，你们该喊楼主夫君了。明天停止营业一天，我请你们吃喜宴。云染下楼的步子微微顿住，最后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走了过来，站在人群的最后面。楼里瞬间沸腾，看着子熙的眼神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还是祝福。毕竟从一开始我对子熙便不一般。那你快点回来。我宠溺地笑着知道了。那温柔语气不知羡煞了多少人。车上有带给你们所有人的礼物，一会儿让人搬下来，你们随意分吧。多谢楼主。看着楼里这么热闹，满足得很，眼神无意间扫到后面的云染，他的脸色似乎不是很好。我心中微微一动，原想着关心一下，但看着面前的场景似乎不太适合，收了视线，和周边的人简单聊了几句便离开了。看着屋子已经收拾好，我没有停下，去了誉王府。倒是遇见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情，杨若宁也在，而且我去的时候，杨若宁正在和誉王侧夫聊得开心，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二人坐在府内的一个小亭子里，看见我的身影，都起身迎了上来。杨若宁脸上神情说不出是喜是忧，但在林贤若看来，更多的还是喜。我微微躬身行礼道：参见侧夫。二庄主，可是找王爷？王爷正在书房。多谢侧夫。就这么2句话便结束了对话。我看了眼杨若宁，只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都觉得别扭，不过还是打了招呼：杨掌柜。杨若宁面无表情道：还没恭喜二庄主成功抱得美人归。我见他面色有些冷淡，以为他和慕容羽哥一样气我没有通知他，于是解释了一下：事情并非你想的那般，若是一会儿无事，一起走吧。杨若宁没有拒绝，了一声。我察觉他的神色好了一些，笑了笑：侧夫告辞，杨掌柜告辞。等我走远，林贤若看着他的神色有些复杂。你和二庄主什么关系？你喜欢他对吗？
杨若宁深深地看了眼我的背影，点了点头。你知道的，感情这种事向来身不由己。可你要知道，你和他是没有结果的，何必这么难为自己？怎么会难为？喜欢一个人有苦涩，有幸福，各种喜怒哀乐可能都会有，但他从不觉得是在难为自己。我在这里等他，你去忙吧。林贤若叹了口气，也不知是该如何安慰，不过有的时候还是不说的好，了一声离开了。我去了誉王书房，他正眉头紧锁看着奏折，看见我到来，像是找到了救星，开口道：千雪，你来看看这个。我接过翻了2页，玩笑着说道：哟，王爷倒是干脆，这么机密的事情直接给我看，也不怕我泄露出去？你泄露出去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惹得一身骚。精明如你又怎么会做？再说，我们既然是合作伙伴，有些事情需要你帮忙，本王自然不会客气。我看着他一脸无赖模样，耸肩道：赢了，不过这件事关系很大，私造军火除了需要大量材料，更多的还需要银钱啊。我倒是好奇，他们哪来这么多银钱？这正是我忧虑的地方，他们手头怎么会有这么一大笔银两，这么多军火？怕是要造反啊！凤舞可有出兵凤翔的打算？有，这不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吗？你又何必多此一问？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看这批军火的数量，不像是短期制造出来的。等等，你是说？誉王怒拍桌子，这群家伙竟然打的这个主意，真是该死！这么一大批军火，你是怎么发现的？在哪里发现的？大概离京城300里的一处小镇，本王还未曾去过，是宫里的暗卫发现的。有几个暗卫埋伏在那里，最后逃出来的就只有一个，把消息传了回来，就死了。那就去实地看看呗。不过，既然已经打草惊蛇，怕是事情有些难办啊。你去怕是会有危险。不过很可惜，我要参加科举乡试，所以王爷你呢，只能自己找人去喽。这次来是想王爷帮我弄个假身份。科举乡试，3月份，只剩没几天了，你准备怎么样了？或许还不错吧。什么叫或许还不错？那是好还是不好？字面上的意思。王爷，我还有事先走了。这些事，王爷加油哦。加油？是什么意思？不是，你就这么走了？誉王看着我潇洒离开，叹了口气。哎呀，反正这些事儿也不急于一时，待他乡试结束，拉着他一起便好。若宁，我们走吧。杨若宁转过头，拢了拢外面的衣衫，吹了这么久的冷风，果然有些冷，没有开口，起身走了出去。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明明近在咫尺，只觉得我2人隔了千山万水。我踌躇片刻，解释道：若宁，成亲那件事，我并非不想通知你。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还有几天便要成亲了，所以根本来不及通知你。明天我会请楼里人一起庆祝，你要不要一起？杨若宁只觉得自己周遭更冷了一些，感觉不到一点阳光的温度。对呀，已经成亲了。没关系，明天有些事就不去了。我拦住他，不解地问道：若宁，你到底怎么了？有什么事你直说。杨若宁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道：
一览芳华的账本在我这里，你随我去拿吧。若是可以，以后……他顿了顿，深呼一口气。不要再来找我。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回过神来问道：“为什么？若宁，你到底因什么事生气啊？除了成亲这件事未曾通知你，我不知自己还有哪里做错了，让你想断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你若是当真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好歹让我死得明白一些。今天，若你不说明白，我是不会让你离开的。”千雪，你又何必为难我？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身不由己罢了。理由，我只要理由。若宁，除非你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否则这事不可能结束。杨若宁脸上挂着苦涩，仿佛胆汁回流，窜到身体每一处，往前走去，心里仿佛钻了几千只蚂蚁，钻心的疼。我看着杨若宁有些颤抖的背影，喊道：“若宁，你要明白，你若是不说，我们之间的友谊会彻底结束。我明白你有苦衷，若是可以，我会帮你。”杨若宁步子微顿，双手紧紧攥了起来。你让我怎么告诉你？告诉你我的身份，告诉你我喜欢你，然后再告诉你我在嫉妒别的男子可以得到你的爱，而我却只能这么看着，而没有任何办法接近你。或许其实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只不过是我执迷不悟罢了，非要让自己摔得头破血流才肯收手。我见他停下步子，追了上去，扯着他的衣服往钱庄跑去。说吧，到底因为什么？我看着他这样子，心里就憋了一股火。什么鬼啊，莫名其妙的。杨若宁低着头，心还因为方才的疾跑快速地跳动着，几乎快要蹦出来，将自己的心努力地安定下来，抬起头对上我的视线，心跳又重新加速。杨若宁默了半晌，我也没有催促他，就这么等着，许久许久，杨若宁才开口道了一声：“对不起。”什么该死的对不起？我有些无语。罢了罢了，账本给我吧。你不想说，那别不说了。杨若宁始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脚步却始终挪不动。我第一次发现杨若宁这人这么别扭。那你想我怎样？问你理由，你又不说，让你给我账本，你也不动。杨若宁开口，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着实没了耐性，走到柜台前，自己找到账本，拿着账本直接推门便要离开。杨若宁想要拦住我，还没有开口，我在门口脚步突然停下，开口道：“无论你因为什么，在你没有告诉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之前，我是不可能接受你平白无故结束我们之间友情这件事。但若是你坚持……”我没有再说话，拿着账本直接离开。等我离开后，杨若宁无力地靠在墙边。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也不知道为何这件事会变成这样。我明明想要等他，跟他多说2句话的，可是听见了他在跟我解释他成亲的事情，情绪再也把控不住。为什么我要承受那么多原先根本不属于我的事情？我已经21岁了，在这个别人孩子都可以满地跑的时候，我连自己真实的身份都无法说出来。我走在路上，好心情被破坏了个干净。我真是想破脑袋也没想到杨若宁因为什么事情会这样。收起账本去了优阁，却被通知慕容宇哥自从年前出去就没再回来，还交代过若是我回来
让我兑现之前的承诺，优格交给我3个月。我只觉得没有一点好心情，一整天什么好事都没有，带着一身颓废的气息回了一览芳华。一直以来，媚情都是我的蓝颜知己。媚情房里摆着几瓶上好的女儿醉，看我的脸色不好，将酒全都拿了出来。拿了2个酒杯满上道：楼主缘何不开心呢？真是难得，有多久了都未曾见过楼主这般伤情。我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有些事情小不明白。什么事情？可否同媚情讲？媚情啊，陪我喝2杯。媚情笑着。好。我一直没有开口，媚情也没有再问，只是一杯一杯陪我喝着。这些年，她的酒量早就练了出来，这么多杯酒下肚，脸上也没有丝毫反应，连我都有些脸红，不由佩服起她来。媚情，你这酒量，我真是自愧不如。媚情脸上笑意更甚。哼，这几年都练出来了，刚好可以陪楼主解忧，也算个优点。跟着我这么多年，真是委屈你了。什么都没能给你，连个好人家都没能给你找一个。关键是，你这么好，我舍不得送给别人啊。把你送了人，我从哪里找这么能干的人呢？媚情虽然知道我留着他是因为他对我有价值，但是他明白我的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他的，即便被放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但终归他和一般人还是有些不同的。媚情不咸不淡地说着，我留在这里便好，我已经将这里当作家了，离开又能去哪儿？但我怎么舍得离开？不过有些事还是不要让他知道好，他对我无益，我对他的感情不过是一份负担，若他知道，也不过是让他徒增烦恼罢了。我们2人喝了将近1个时辰，连媚情都有了些醉意。我有个毛病，一旦喝醉，若非直接倒头大睡，便是喋喋不休，开始吐槽。今天明显是第2种。我平时很少喝醉，只是浅尝，若非必须，我会控制我的酒量，所以这件事只有2个人知道，一个是慕容羽哥，另一个则是媚情。媚情，我跟你讲啊，今天可倒霉了。杨若宁那家伙不知道哪根筋又不对了，完全不知所谓啊，突然就告诉我要跟我绝交。绝交？姑奶奶还从来没被人绝交过呢。还有那个慕容羽哥那个该死的，竟然带着倾城跑路了，把那一堆子烂摊子全都丢给我，自己带着美人逍遥去了，留给我一个人在这里累死累活，还要准备那个什么破科举考试，还有这个破地方交通工具太不发达了，连个飞机都没有。没有飞机，汽车也行啊，从柳木山庄回到京城竟然用了半个月啊，一路上都快磨叽死了。他说的绝交、跑路，还有飞机、汽车，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啊？为何我听不懂？之前也听他说过，不过，算了，他不高兴应该是因为杨若宁吧？绝交是断绝交往的意思吗？那人难道是因为楼主成亲的事情要与楼主断绝交往？他是流木山庄钱庄的掌柜，
想必是知道楼主身份的。唉，不过又是一个可怜的男子罢了。媚晴，你这里怎么布置的这么简单啊？还有，你看你连几个像样的首饰都没有。来，我这儿有大把的钞票，给你，都给你，去买点好看的首饰。男孩子嘛，就要学会花钱。你们楼主我有钱。他竟还是这个样子，这是第2次了。之前在山庄，他也曾给了我几万两银票。第2天，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收回去，非要将这些都送给我，说是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去的道理。我记得那几万两银子是他攒了许久，准备好好出去玩一趟用的，这么干脆给了我，奈何他怎样都不肯收回，我便一直珍藏着，从未用过。这次的我便不能再拿。想到这儿，媚晴拿起桌上的银票想塞过来，谁知我一个转身，媚晴的手直接附在我的胸前，整张脸红了个彻底，手一时间竟忘了收回。哎，喂，怎么样？姐的身材不错吧？姐好满足的。啊？他想要抽回手，却被我一把拉住，又放了上去。啊？怎么？你不满意？满意，满意。哎，不错不错，小伙子有前途。不过姐是有老公的人。说罢，我扫到他的身下。哎，你有没有反应啊？幸亏今儿个穿的衣服宽大，完全不显，也幸亏他是醉的。啊，你干什么？媚晴吓了一跳，忙后退一步。我不想做什么，楼主，是您要干什么？你躲得这么快，一定有问题。楼主，您该回去了，子熙和刘生还在等你。子熙，刘生，他们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楼主，您等等，我去喊他们。媚晴说完这句话，便准备开溜，结果发现她袖子不知何时已经被我拉住，她拽了拽，没能拽出。嘿嘿嘿，别那么着急走嘛。不行，若是再和他待一会儿，怕是会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虽然我也曾期盼过，但在这个时候发生，觉得不是好事，这不是我所期盼的。可放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就他这模样，出去了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可说让他跟着我，我怕是也控制不住他，这该如何是好？他将我扶上了他的床，自己则像是被恶犬追着的五花肉一般，逃离了案发现场。第2日，我如同往常一般，醒来时便将昨日的事情忘了个彻底。头怎么这么疼啊？啊，这是哪儿？这是……我怎么在媚晴的屋里啊？果然酒不能多喝。刘生坐在院子里，无聊地发着呆，看见我，脸上立刻换上笑容，跑了过来问道：昨夜你喝多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没什么事，不过是闲来和媚晴喝了2杯，结果一不小心贪杯，多喝了点。你也知道，媚晴酿的酒手艺向来不错。刘生了一声，即便知道我有事瞒着他，也没有接着问。以前在流木山庄的时候，我有事情也喜欢同媚晴讲，虽然他很想分享我的喜怒哀乐，但我却只会告诉他我开心的事情。这样也好，他虽然帮不到我，有媚晴在就好。不过以后
他还是会想办法将这些事承包下来，好好尽一位夫君的责任。我轻轻戳了戳他的小脑袋，笑着问道：想什么呢？这么出神？刘生笑了2声。仙雪找我是有事情吗？就你鬼灵精，京城的府宅已经准备好了，你一会儿喊着子熙、梦林还有爹爹去选个屋子。那千雪你呢？我再过2天，搬家太费事，消事结束我再搬过去。那我和你一起。那里已经给你备好药房，留在这里你什么事都没有，还是过去吧。药房啊。刘生纠结了几秒，还是拒绝道：我要陪着你，我不走，反正不过几天。哎，好吧，那你们先白天去选好房间，将东西都布置好，然后晚上再回来怎么样？这个可以有。行了，我先不陪你了，你去找子熙吧，这里他很熟悉，如果想上街就去吧，会有安卫保护你们的。好。大约是排了半个时辰队，终于到我了。誉王给的身份是离京城老远的一个镇子员外的女儿，叫做木林郎。检查身份的官员显然认识我，看了眼我的名字，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道：进去吧。按照抽签上的顺序坐好。屋子里坐了许多人，大多都紧张不安，着急等着试卷分发下来。试卷到了手中，就这么想着，我下笔如飞，几乎不用思考，不一会儿便将整张考卷写满。一篇文章结束，休息了2分钟，又接着写另一篇文章。2个时辰不到，我长呼一口气，看着写得满满的试卷，嘴角勾了起来，完美。看见我回来，一拨人蜂拥而上，七嘴八舌问着我乡试如何。我看着这么多人关切着，心里一阵暖流。这时媚晴从一旁走来，犹豫几秒，还是开口道：楼主，杨老板来过。他可说了什么？他说祝楼主考试顺利，能够拔得头筹，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没了？没了。官话套话罢了，不过能来找我，看来心里的别扭终归是消了不少。他这个朋友我还是不想丢的，不过他是怎么知道我要参加乡试的？这件事我从未与他提起。昨夜我宿在子熙的屋子，子熙醒得早，看我睡得正香，他睡在里侧，怕自己有了动静会扰到我，便也随着一起躺着，一直到了晌午。其实我是被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吵醒的，也不能说吵醒，也该醒了。扭过头看着子熙红着一张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还不快起床？我看了眼天色，笑着说道：看来我的子熙是饿了吧，走，我们起床吃点好吃的，然后搬家。我在他脸上美美的亲了一口，这才磨蹭着穿起衣服。若非是子熙饿了，我还可以接着睡，这么久都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今天总算是睡好了。刘生看见我二人晌午才从屋子出来，不由想歪了，看着子熙，眼里有几分羡慕。我看见他一直盯着子熙，也将目光落到子熙身上。看了半晌，子熙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也没有发现哪里有什么不对，不由好奇地看向刘生。子熙完全摸不着头脑，不明白我二人为何一直盯着他看，想要开口，又见我的目光落到刘生身上，更加不知所谓。而刘生虽然盯着子熙看了几秒，后来发现我盯着他，以为是他出了什么问题，也一直盯着我。我三人就这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看什么，不约而同地问道：你们都在看什么？话音落下，我们都不同地笑了起来，好一场莫名其妙的互看。我看见大门上悬挂的幕府2个大字，满意得很，这里以后就是我另外的一个家了。
你们4人都选好哪个屋子了？我选的离药房最近那个院子。我选的离池塘最近的院子。子熙哥哥旁边的院子。我选的最西边那间院子，我很喜欢那片梅树。我点头，思考了一下几个人的方位，一个西边，2个中间，一个南边，离得还不算太远。随后指着离几人不远的那间屋子说道：那我选那间，旁边那间当做书房。其实我原先没想选那间屋子的，可千雪你一直没选屋子，没有办法，我才选了离药房最近的院子。其实还好，大家的院子离得其实不远，不过几步路而已。若是你们想换，其实也可以，把东西再搬一次罢了。好啊。媚晴张了张口，却没有出声。其实那个院子就挺好。我要你左边那个院子。右边。柳梦琳依旧选了子熙旁边的那间。好，回来给你们院子里题上字。刘生的院子叫生院，子熙的院子叫西院，梦琳的院子叫林院，媚晴的院子叫晴院，至于我的叫雪院吧。4人皆是一头黑线，这名字起的可真是随意至极。媚晴出去后，4人都没有到，他便站在原地候着，目光时不时在府宅外面扫过。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不由将视线落在他身上。只见他在门口踌躇着要不要进来，最后还是决定转身离开。媚晴原本不想开口，最后还是软了心，开口道：杨掌柜。杨若宁只顾着想自己的事情，完全没有注意到门口站着的媚晴。听见他的声音，这才反应过来，有一种被抓包的窘迫感，尴尬地笑道：媚晴公子。楼主一会儿便要出门，杨掌柜若想见到楼主，可随我一起等会儿。我……杨若宁最后还是点了头，走进府内，随他一起等着。杨若宁突然听见一阵轻笑声，伴随着错乱的脚步声，心里突然慌了一瞬，开口道：还请媚晴公子隐瞒我曾来过的事情，杨某还有些事，先行离开了。媚晴没有回应他的话，而是问道：你确定？不确定。杨若宁心里岂止是不确定，是完全不想离开。当初那个杀伐果断的自己，遇见他，感觉一切都变了，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喜欢他，猝不及防进入了心。随后我的生活还是变得一团糟。杨掌柜难道要一直这样躲下去？当然，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决定。他说完，便顺着他们来的方向走了过去，留下杨若宁一人站在原地思考。杨若宁抬头，看见几人的身影隐约出现，最终还是留下没有离开。我老远看见他，便同他招了招手。杨若宁神情有些复杂，看见我身边还跟着一众男子，说不出的滋味，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也同我招手。若宁，你怎么会来？用过晚膳没有啊？要不要一起？你们一起，我去不方便，还是算了吧。不过听说你搬家，过来瞧一眼。你不生气就好，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杨若宁，是钱庄的掌柜；这是刘生，这是梦琳，剩下的子熙和媚晴你都认识了，我就不介绍了。杨若宁对着几人微笑点头，几人亦对着杨若宁点头，气氛莫名的和谐。杨若宁突然觉得心里也没有那么难过，甚至也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一会儿我还有事，钱庄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毕。对了，千雪，你的科举考试情况如何？若是没有因为我的文章没有用官方话语描述而扣分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官方话语？就是那种饶舌的话。这里怎么说来着？你们懂不懂？文言文。总言之呢，反正我最后用的就是我们平时聊天的话语写的。
难道那2篇文章是你写的？哪篇？若宁，你怎么会知道我写的文章？你和誉王关系这么好的吗？杨若宁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想找个原因糊弄过去，但看着我的眼神，半天也没有扯出谎来，叹息道：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和誉王的关系不错，但其他的事情真的有些为难，不能说。没关系，不过你方才说的2篇文章是什么？誉王无意提到的，说是考场上有一人提前交了卷，那个时候他刚好巡查，就看一眼，越看越是震惊。不过当时你的姓名已经被封，他扫了眼考场，缺了几个人，没有发现你在，猜着是你，不过没有确定罢了。我倒是勾起了几分好奇，誉王对于我的那些想法是什么看法呢？啊，那誉王如何评价？这位考生文章写的不合规矩，但他的这些想法新颖大胆，并且指出了凤舞仙阶段的问题，并且分析的极其深刻，绝对是个顶尖人才。这么夸我啊，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很多思想都不是我自己的想法，也不过是从现代搬过来的，这算是穿越女的金手指吧。虽然我没有看过你的文章，但是誉王很少会这么夸一个人，而且我相信谦虚你的能力。我们也都相信。若宁，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结果何时能够出来？大约半个月后吧。半个月啊，我知道了，谢了。若宁，我们要去吃饭，与你不顺路，我就不送你了，一路上小心。本以为会有一段时间轻松的日子，不过刚过了5天，誉王便结束了手头的事情，直接喊着我去了暗卫发现问题的那个镇子。我有些无奈，乡试最后的结果不过还有10天左右出来，按他说的地方，一个来回也要7、8天，在那里待2天能做什么？乡试结束之后再去不行，这样时间太紧。哎呀，无碍无碍，一个结果而已，你何必非要知道？因为我要提前参加殿试啊。难道？对，如你所想。不过你这什么表情？不信任我？再说我写的文章你不是看了吗？你给多少分？你的文章格式完全不合规矩，我不能因为你的内容便给你满分啊，所以扣了点儿。墨守成规，迂腐死板。这不赖我，最后的成绩虽然是我给，但终归要参考其他人的意见。再说，不过扣了1点而已。你的文章成绩还在前面，但是其他部分不是我负责，所以我不清楚。那就行，那我觉得应该可以拿个第1。这么自信？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是我们立马出发，在那里待2天，随后我们再飞速赶回来；二是等待结果公布，我成功过了殿试，我们再出发。不行，若是你过了殿试，一定会有特别多事情缠身，必须提前去，我可以通知他们延后公布结果。行，那我现在去简单收拾行李，5时在京城南门口见。这个消息也算突然被通知，我也只能跟几人道别，把事情简单的安排了一下，便匆忙去了南门。我们是悄悄行事，所以选了南门最不起眼的小门，一人一匹千里马。由于赶时间，一路上飞奔，几乎没有休息。不过3天时间便到了地点，这个地方有些荒凉，几乎是没有人居住，整个镇子也没有几个人。我们走在路上，在一家旅店停了下来。旅店老板看见我们，眼神都有些紧张，甚至声音都有些颤抖。客官，您是要打尖儿啊，还是住店？住店，暂且3个晚上，顶尖的客房。老板畏畏缩缩道了一句好，亲自领着我们去了楼上客房。我和誉王怎么都觉得这家店哪里有问题。老板，您的店这么大，为何都没有人来住？您家店小二呢？
老板腿一软，差点摔了，在前方弯着身子，也不转头，随意打着哈哈。店小二请了病假，所以这几日都不会来。哦，我们一路走来也没有看见镇子里有几个人啊，而且只看见几个老年人。不知道。我们有些无语。店老板将我们送进房间，二话不说便直接跑了，留下我二人面面相觑。我无语道：浅之，这里问题也太大了，太明显了吧？这里的知府呢？誉王更是无奈，脸色沉重异常。为何这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京城一点都没有收到消息？千雪，除了这些问题，你还有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我总觉得今晚会有事情发生，准备好，总觉得会有一场恶战，但是我觉得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这些。你一会儿吃什么？看这家店也不像有食物的样子，一路走来我也没看见有卖食物的地方。你就只关心吃的？民以食为天嘛，我关心的是我们的天啊。这里连食物都没有，明显是一座死城。若我猜的没错，这里的百姓都被抓起来了。这里的知府，或者说周边几个镇子的知府，可能都有问题，或者若是派了官员来这里查案，想必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惨死。我说你带我来的这什么破地方啊，性命堪忧啊！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不过说真的，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吗？你觉得呢？所以千雪，今晚不对，这几天辛苦你了。我看向东南方向，意味深长道：我能有什么办法啊？我真是倒霉催的。不过距离这里10几里的那个镇子貌似有宇哥的杀手据点，所以这边肯定没有问题。其他方位的话，西边是一座山，东边和北边是通往其他镇子，南边过去是哪里？誉王从行李里拿出一张地图铺开，来，过来看。不早说！越过西边的山是另外一个镇子，南边过去越过一个镇子是一片丛林。我二人研究了许久，将要探测的地方还是先放在这座山上。不过据我目测，这座山距离镇子很近，若想通过开山采矿，只能炸山，应该会有很大的声响，而我们一点也没有听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座山问题不大。走在路上，天还有些冷，空荡荡的街上只有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揉着比街上还要空荡的肚子，一脸无奈。我们互看一眼，无奈苦笑。最后走了1个时辰左右，还是在一条小河边费了9牛2虎之力，捉了2条小鱼，烤了起来。誉王啃着手中的鱼说道：哎呀，这样下去，我们不被他们抓走，也会被饿死的。若是今晚有人抓我们，干脆就被抓吧，说不定还有饭吃，顺便刺探一下军情。我吐出嘴中的刺，赞赏道：浅之，你手艺不错啊。在外游玩时学的一些手艺，难得你能不嫌弃。嫌弃？怎么会啊，有吃的就不错了。再说有谁能有我这么好的运气，吃王爷亲手做的烤鱼？也不是我自夸，看你我二人这模样，还有周身气度，哪里像个普通人啊？放我们走肯定是不可能，很有可能被抓就直接被就地解决了。我拒绝。好吧，那你说怎么办？等着啊，不然还能怎么办？誉王了一声，对于我的话，他竟无从反驳，好有道理的样子。我微微一笑，回客栈睡觉吧，别纠结了，这几天都没能好好休息。我说完便朝着客栈的方向走去。腰酸背痛啊，晚上要真的打起来，不对，要装文弱书生啊。
还好我用的软件，不怕被收走。突然我步子一顿。对了，你的剑若是很宝贵的话，还是换个地方藏好了，万一被那波人没收了就不好了。没收？若是藏起来剑，晚上那场恶战怎么办？你不是说准备被抓起来吗？你不是拒绝了？我只是拒绝被就地正法。誉王干脆闭了嘴，不再说话。他怕再说下去，他会被气死。回到客栈，我直接躺在床上睡了过去。至于誉王，最终还是将剑收在路边经过的一个无人的房子里。这把剑是当年皇祖母送他的礼物，绝不能丢了。随后也躺在屋子里睡了。几乎是到了半夜，听见屋外一阵骚动，我们才醒了过来。我们同时站在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门外一阵喧闹，是一个女子骂骂咧咧、拳打脚踢的声音，还有掌柜的求饶声。大人，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掌柜的捂着肚子，将仅剩的银两递给他，讨好道：大人，这是孝敬您的。还行，挺懂事的。今天就放过你了。今天客栈有来人吗？回大人，有2个人，但是这2人身份定然不俗，绝不是普通人呐。不是普通人？哼，来了这里，无论是谁，只要来到我这里，就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去给我去上面，把那2个人带下来。他的声音刚落，就听见楼上推门的声音。我睡意朦胧的站在楼梯口，一副被吵醒的模样，很不爽的说道：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呢？我本就长得极美，此刻更添一丝魅惑，衣服随意耷拉在身上，眯着眼的模样要多可爱就有多可爱。即便是个女子，也让他们心动不已，一个个都看呆了。领头的女子爬上楼去，看着我险些流下口水，说着便要摸向我的脸。我貌似不经意躲开，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看向他问道：你谁啊？女子咳了一声，正了身。哼，美人儿，我叫弘毅，可是这个镇子最有头有脸的人物，跟了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我一副看傻子的模样看着他，你眼睛有问题啊？我是女的。我当然知道美人你是女的，但是这都不重要啊。美人儿，你可要想好了，你若是不从了我，可是会遭很多罪的。是吗？我温柔笑了笑，直接一脚踹开隔壁的房门，看着正在努力憋笑的某人，直接将他拉了出来，对着被吓了一跳的弘毅道：他喜欢女子。弘毅一喜，没想到这屋子里还有一个美人儿，虽然2个都是女子，但总比没有强啊，而且还有一个喜欢女子的，这样真是太好了。誉王看着弘毅猥琐的目光，一阵恶心，想要后退一步，被我死死拉住，就听见我在他耳边道：叫你偷笑，出来陪我一起玩啊。誉王呵呵笑了2声，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或者说是他已经确定我在打什么主意了。他该不会是让我去色诱这个丑女人吧？他好歹也是一国王爷，去色诱也就罢了，还是一个女人，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打死他也不会去的。弘毅看着誉王想要离开，忙跑到他身边，想要抓起他的手摸上一摸，被他迅速躲开，脸色拉长。
你们两个都是本大人看上的人，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你们两个最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否则……弘毅抽出怀里的长鞭，笑得猥琐。哼，我的鞭子可不认人哦。我假意害怕，退了2步，顺带着将誉王推了过去，在离弘毅几厘米的时候止住了身，往后一跳，让自己能离他多远就有多远。完事儿死命瞪着我，眼神都快将我生吞活剥了，咬牙切齿道：大人，您还是先带走他吧，您不觉得他更有一番韵味吗？可你喜欢女人。誉王看我一脸无辜，忍不住吼了起来：我哪里喜欢女人？你自己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过？够了，把这2人带回我家。是，大人。不用抓我，我直接跟你回家便是。我一觉睡到大天亮，从屋里出来，随意在附近瞎转了转，在不远处看见一个男子，身后跟着2个小侍，朝着我这边走来。男子容貌姣好，穿着一身杏色长衣，快步走着。随着距离的缩减，我明显看见男子满脸的怒气，从老远处便狠狠地瞪着我，我不由笑了起来。这样看来还挺有意思。若猜的没错，这个弘毅应该是个怕夫君的主，有色心没色胆啊。我嘴角挂着邪魅的笑，笑意盈盈的看着马上走到面前的男子。男子被这么盯着，脸色有些发烫。看什么看？没见过美人啊？他这语气在我听来怎么都多了几分娇羞。我耸了下肩，收起邪魅的神情，浅浅笑着抱拳道：琳琅见过夫人。倒是有些礼貌。不是说妻主带了男子回来，明明是个女子。2个小侍低下头不敢说话，他们也没想到弘毅带回来的竟是个女子，还是个如此貌美的女子，看着周身气度，定也不是普通人。男子似乎觉得自己行为有些不妥，毕竟我是客人，他这样确实不太礼貌，咳了一声道：你既然是妻主带回来的客人，福儿，你便跟这位林小姐身边照顾吧。我姓穆，名琳琅。谁叫你不说清楚？本夫人还有事，不多待了。说罢，便示意身旁另外1个小侍跟着，快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好笑的摇了摇头，随意问道：福儿是吗？你家夫人叫什么名字啊？我家夫人已经嫁人了，登徒子，你休想染指我家夫人。弘毅在哪儿？这个时辰，大人应该还在睡觉吧？那你家大人什么时候会醒？大概5时吧。真是猪一样的生活啊！我叹了口气。啊，我饿了，帮我准备些吃的吧。行，那你别乱跑。我嗯了一声，回了房内。昨晚那几个人明显还在监视，方才那2个小侍连同那个男子明显都会武功，这个叫做福儿的武功绝对不低。我不禁疑惑起来，这帮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个个都有武功，看起来今晚需要试探一下这帮人。恰好被去而复返的男子看到，一下子看呆了。他只知男子一笑倾城，却从不知女子笑的也可以如此夺人心魄，仿佛一颗心都被摄去。忽地想起他的坠子掉了，停下步子，皱了皱眉，又折了回去。我瞧着他慌乱的步子，无意瞥到草丛旁的一个坠子，捡了起来，朝他相反的方向走去。站住！不知夫人喊琳琅有何事？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坠子？坠子？夫人可是丢了坠子？不知是何模样，说出来
在下也可帮夫人寻找一二啊。没看见算了，让开。那坠子对你很重要？爹爹的遗物。我从怀里拿出坠子，悬在他面前。许云清心头一喜，想要抢回坠子，我比他快了一步，率先收回。许云清怒视着我，愤怒道：还给我！还给夫人也可以，不过要夫人帮我个忙啊。不可能！你本就拿到我的坠子，住在我家，还想逼迫我做事，做梦！我哦了一声，眼神看向不远处，叹了口气，徐徐说道：你说我要是不小心将这坠子弄坏了……你敢？你若是敢这样，我保证你见不到今天下午的太阳。别这么凶嘛，你这样子会被妻主嫌弃的。我将坠子收回怀里，笑眯眯道：不过是想拜托夫人一件事，若夫人帮了忙，这坠子自然完璧归赵。说。夫人带我逛逛这侯府吧，第一次来还不清楚这府里的构造呢。你想做什么？夫人，这您该问问您的妻主吧，他把我带到这里想干什么啊？或者洪大人想要在下娶夫人而代之呢？他敢？再说，你可是女子，哪有女子娶女子的道理？为何不可？实话实说啊，夫人，您一看便没有男儿家该有的温婉，整天要打要杀的，说话大大咧咧，除了样貌，哪里符合一个正常的男子啊？而我呢，虽是女子，可这些方面丝毫不输女啊。有的时候啊，女人的心啊，就是这么勾搭过来的。你还是不是个女子？简直丢女子的脸！怎么了？允许你们男人以色示人，就不允许我们女人这么做？大家各凭本事生存吃饭，有本事你把住你家大人的心啊！即便如此，即便那弘毅再看不上我，这个家的男主人也只能是我。没有我徐云清，他弘毅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劝你莫要痴心妄想。许云清，我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我突然想到什么，诧异道：难道你是许家的人？许云清冷哼一声，默认。我脑袋一下子大了，这江湖怎么跟朝廷勾搭上了？许家宝在江湖的地位坚不可摧，如同刘木山庄在所有商行的地位一般。若是许家宝跟这件事扯上关系，怕是事情不太好办。难怪这里有这么多的江湖高手。你看上去不过一个文弱书生，竟也知道徐家宝。既然知道徐家宝，便应该知道和徐家宝作对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我劝你，无论存了什么心思，最好都提前打消吧，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思绪流转，心想许云清倒也干脆，二话不说便直接泄露身份。若非是脑子秀逗，便是这里布置了天罗地网，这样下去怕是不好出去。至于誉王那边，说实话还是有些担心，不是担心他出事，而是担心他出不去。我二人的时间不过是只有几天，每分每秒都尤其珍贵。我真不知道誉王脑袋里是怎么想的，这件事我们两个几天怕是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成功逃离之后，怕也是会被记在黑名单上，下次怕是难再进去。我神色一凛，那家伙一定有事情瞒着我。我勾唇笑道：夫人当真是直接啊，在下自认为比不上夫人花容月貌，家世显赫，所以在下改变主意了。说着，我便凑近许云清，在他耳边轻说道：在下想要了夫人。放肆！我岂是你可以肖想的？是吗？
我语气拐了几个弯儿，看着他通红的一张脸，最后目光落在他的心脏处，似笑非笑道：“方才靠近夫人的时候，我貌似听见了砰砰砰的声音啊。夫人，我们还是进行之前的交易吧。你带我逛着洪府，我还你坠子，就当是夫人的谢礼吧。”许云清原来心跳还算正常，听了我的话，只觉得整颗心都不听他的使唤，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小声咒骂着自己没出息，一句挑逗的话竟让他红了脸。这就罢了，他竟说不出话来。我看他低着头不知在思索什么，便笑了起来，故意激道：“夫人莫不是怕了我？”“谁怕你了？跟我走。”我看着他，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人来，下意识问道：“哎，你可认识徐锦白？”许云清身子顿住，怀疑地打量着我。“你如何知道锦白的？”“果然如此啊，不过之前在京城偶遇罢了。原来他竟也是许家堡的人，看来我和许家堡的缘分不浅啊。”许云清看我神情不像作假，也没有多问，毕竟徐锦白向来喜欢偷偷跑出去，经常害得他们全员出动，有几个人认识他也不为怪。我跟在许云清身后，走着走着便笑了出来。不得不说啊，你们许家堡还真是出人才，一个喜欢男扮女装，一个我真是个奇特的地方。总比你强，一个女子要跟一个男子抢女人。我不是说了换目标了，你可别冤枉我。我警告你，不准打锦白的主意，更不准打我的主意。你和小白兔，哦不对，徐锦白是什么关系啊？关你什么事儿？你叫什么名字？夫人可是看上我了？不说拉倒。木林郎。木林郎，姓木，是流木山庄的。不过，若是流木山庄，不会这么光明正大出现吧？再说，这世间姓木的数都数不清。木林郎，你是哪里人？我眼底闪过一道光，看来是被怀疑了。不过这么直接问倒是干脆，又把之前糊弄弘毅的一番说辞说了一遍。许云清似信非信的点头，但也没有再问。洪府不算很大，不一会儿他便带着我转完了一圈，没好气道：“喂，我的坠子。”我从怀里拿出坠子扔给他道谢：“那今天多谢夫人了，让我这乡野之人有机会逛这么大的院子，还有美人作陪。”许云清接过坠子，坠子还带着余温，握在手里暖暖的，威胁地看着我：“再出言不逊，信不信本夫人废了你？”我瞧他耳根都红了个通透，不由在心里感叹这人的纯情。按道理，一个嫁了人的男子不该这么容易害羞啊。也许是我在楼里待的时间久了，不对啊，貌似子熙和刘生也很容易害羞。这个世上的男子真的是个神奇的生物。总之，之前总说撩妹，现在撩男人感觉还挺好玩的。撩一个有妇之夫，总觉得我是个渣女啊。我想着，收了轻浮的模样，礼貌道：“夫人请。”许云清见我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只得给出一个结论，道貌岸然，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握紧坠子离开了。我回了房中，福儿已经将饭菜端了进来，看见我从外面回来，生气道：“不是说让你别乱跑的？”“是你家夫人带着我出去的，不信你可以问府里的下人呢。”我无所谓的说着，看着一桌的饭菜，别提有多开心了。肚子终于可以感觉到温饱了。看着时间，弘毅也该醒了，按着方才许云清告诉我的位置走了过去。弘毅刚醒，
准备吃午饭，看见我大大咧咧的走过来，惊了一惊，指着我惊讶问道：“你怎么出来了？”弘毅身旁正站着许云清，他说话的时候，眼神时不时落在许云清身上，明显忌惮着他。看着许云清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明白了什么，咳了一声：“夫人，你已经认识琳琅了，他……”我都已经知道了，许主快去用膳吧。怎么这次这么好搞定？穆千雪到底跟许云清说了什么？不过看来带个女子回家比男子要好多了。誉王可不知我这边的事，从天不亮被喊起来干活，便一直没有停过。这么高强度的活，他一时间还可以撑住，长期下去，怕是整个人都会废了。而这个叫王妞妞的女子，看上去瘦瘦小小，干起活来却一点都没有差，甚至于誉王都觉得她是一个大力士，天生神力。誉王看着他推着一大堆石头，丝毫没有费多少力气，不由偷偷推了推他，悄悄问道：“妞妞，你看上去力气好大，你不累吗？都半天了。”妞妞忙放下手中的活，捂着誉王的嘴说道：“千万别被别人听见了。从很小的时候，力气变很大。我爹爹告诉妞妞，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让我也不要告诉别人。”妞妞，你在这里多久了？都在这里干什么？就是每天运石头吗？大部分时候是这样，不过有时候其中一些人会被拉走，而他们被拉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算着时间，这几日还是又该拉人了。啊？那什么样的人会被拉走？放心，你这么瘦弱，肯定不会被拉走的。那怎么才会被拉走啊？难不成你想被拉走？没发烧啊？我这不是担心被拉走，了解情况，确定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有事儿。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听说他们会挑的女子都是膀大腰圆的，力气大的，所以啊，一定要显得自己没有力气，而且啊，也不能显得自己太没有力气，否则活干不好会被打的。行了，不说了，一会儿被发现就完了，快干活吧。誉王边推车边思考着两全之策。来的时候，他一眼便可以看出他身上的贵气优雅，身上的皮肤也好得惊人，一看便是大户人家的孩子，一定没有受过这些苦。那他会不会是来拯救他们的？王妞妞此时眼底泛起一些希望。简直，你不会是……话说了一半，王妞妞忙捂住自己的嘴，探索地看向誉王。誉王无奈地笑了笑：“睡吧。”誉王虽然没有给他答案，但是在王妞妞的心里，不知怎么就认定了这件事。那这样，他去了地狱，是不是还可以回来？回来拯救他们这些生活在苦海中的人。王妞妞闭上眼睛，嘴角上挂着满足的笑容。她相信她的第一个朋友不会有事的。如她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轻易出事呢？天还未亮，王妞妞便听见周遭嘈杂的声音，瞬间清醒，坐了起来，恰好对上誉王言笑晏晏的眸子，模糊了双眼。誉王已经梳洗好，朝他微笑后起身，跟着来的几个人离开了。王妞妞就这样看着他的背影，不断地安慰自己，他不会有事，不会有事的。在洪府里待了3天，我愣是没有找到一个晚上能出去的，白白浪费了3天的时间。不过好在我在弘毅那里找到了地图，好歹知道那条路要怎么去，
还有一个好消息便是，今天府里回来客人，这弘毅和许云清这几日忙得焦头烂额，在准备。看样子是很重要的人要来，这意味着一定会放松对这里的监视。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路线，倒还是不错。我躺在椅子上嗑着瓜子，准备等着晚上的到来。不曾想，倒是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歪着脑袋看着许云清，多谢夫人惦记啊，百忙之中还不忘来看我。之前你不是说认识锦白，他也会来，瞧你挺会逗人开心的，他心情不是很好。等等，你说谁来？许锦白？不去，打死都不去。这哪能见啊？若是见了，身份还用说，全都曝光了呀。你也别在他面前提起我，不然他会不高兴的。你对锦白做了什么？为什么他见到你会更不开心？没什么呀，怎么会？我这么正直的一个女人，怎么会乱来啊？既然如此，之前没有做过伤害锦白的事情，之后也一定不要有，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这话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发誓一定不会对你还有小白兔啊，不是许锦白，我保证我不会靠近他的。你知不知道锦白有喜欢的人？啊？我怎么知道？我们又不熟。当真不清楚？不清楚。罢了，既然你不想出现，就好好待在房里，莫要出来。他们的房间我会安排在离你较远的地方。我还有事要忙，先离开了。夫人请。许云清从我这里离开，就忙到门口，准备迎接许锦白和许锦离。府里近一半的男子都觉得许锦离是他们心中的女神，其实她也是如此。对于他而言，许锦离不仅是他表姐，他对她更多的感情是钦佩还有尊敬。许云清站在门口，期待的紧，一直到马车到来，悬着的心才放下，忙迎了上去。马车车帘掀开，露出一个俊秀的小脸，是许锦白，看上去脸色好了不少。他从马车上轻巧地跳下，跑向许云清。云清哥，好久不见。就知道锦白见了云清你会高兴。表姐，好久不见。云清不必这么拘束，旁边这位想必就是表弟媳吧？弘毅挠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表姐好，表姐表弟里面请。许锦离礼貌地笑了笑，走进府内。弘毅这个人在他眼中还算可以，除了相貌秉性，才华倒也还算过得去，最起码交代的事情都能完成。不说出色，好歹定时定量还可以保障。许云清是他表弟，从小也算是一起长大，他也将他当成亲弟弟看待，希望他也能过得好一些。弘毅早就备好了膳食，备下的都是许锦白和许锦离喜欢吃的食物。四人坐在桌上，基本都无人开口。许锦离本就不是个爱说话的主，弘毅碍于许锦离也是不敢开口。至于许锦白，心情不怎么好，话也就不多。许云清看着桌上如此安静，一时竟也不知该说什么。一顿饭吃的尴尬的紧。一顿饭结束，许云清拉着许锦白离开，而弘毅则留下来跟许锦离汇报近些日子的情况。许云清那边，洪府并不大，许云清拉着许锦白特意避开了我所在的院子，拉着他在院子里的池塘坐下。锦白，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你让云清哥看看你这个样子，于心何忍啊？云清哥，不过是心里丢了一个人罢了。哎，这么久了，忘不掉吗？
我忘不掉啊。他就那么根深蒂固，怎么都拔不掉。每当我想要抹去他在我心里的位置的时候，整个心都痛得麻木。明知道他已经屈服，可就是喜欢他，喜欢的要命。云清哥，你说我该怎么办？金白，都是哥哥的错，哥哥不该提起他的，你快别哭了。抱歉啊，云清哥，让你担心了。没事，哭完了，好些没有？别告诉姐姐，她会担心的。你这孩子，瞧你这模样，我倒是好奇你看上那人是谁，能把我家锦白迷成这个样子。他是个无赖，可心地又非常好。他也很好色，周边围绕的全都是倾国倾城的男子。不过他竟然会下厨，而且厨艺好的惊人。他的武功竟比姐姐还要强上几分，而且身为一个女子，她一点女子的自觉都没有，容貌更是美得不可方物。在她眼中，男子也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人物。明明他对我也不好，整天欺负我，可心里就是不知不觉有了他的影子，再也回不去。听着他的描述，许云清心里有几分震撼。他竟觉得男子可以顶天立地。许锦白点头，他也不知为何会有这么大逆不道的想法，朝着许云清笑了笑。还有啊，他竟然一眼就看出了我是男扮女装。对于最后这一点，其实许云清也是想吐槽的。其实许锦白的女装确实不怎么样，连他也能看得出来。不过碍于许锦白着实喜欢，也没有说什么，任由他了。不过他不明白的是，过了1年了，许锦白的化妆技术早就炉火纯青。他若是装扮，怕是熟悉的人都不一定能认得出来。至于我能一眼认出，实在是因为我来自现代社会。当真就那么喜欢吗？可我不是有婚约吗？本来能嫁给他的机会就少之又少，我们之间还隔着一道长长的鸿沟。我该死心的，她那么优秀的女子，我怕是只能望尘莫及了。你有婚约？我为何从未听过？在我出生前便被定了下来，不过我那成亲对象是谁，我还未曾得知。姐姐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所以云清哥，你要替我保密啊。就这样，挺好的。许云清叹了口气，从未出生就被定下的婚事，还有他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事，可又有什么办法？这是他们逃不过的命运啊！二人是1年没见，许锦白跟他吐槽了自己的心事，心情好了很多。也是这么久没见，找到了一个话题，便打开了话匣子，坐在一起生生聊了1、2个时辰，才停了下来。许云清将他带到房里，嘱咐他要好好休息，这才离开了。许锦白和许锦离赶了半个月的路才到这里，确实舟车劳顿，再加上今天说了这么久的话，头沾上枕头便睡了过去。许云清从他房中出来，有些心不在焉，在府里走着，走着走着，最后竟转到了我的院子，抬起头往里看了看，踌躇了2秒，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夫人。何事？夫人缘何来了我这院子，又直接离开呢？这是我自己的家，你管得着？今天你有没有见到许锦白啊？他过得怎么样？关你何事？不是说过锦白的事情，你不要再插手。随口一问，不说算了。
站住！你喊我，只是为了问锦白的情况。不然呢？你知道了，知道了。我以后啊不会再关心徐锦白的事情了。这下你可以不生气了吧？再说，今天我关心他是有原因的。你把所有人都调走了，我都没跟人聊天，都快无聊死了。所以啊，想找点八卦。我瞧了他2秒，见他没有反应，觉得我也算解释清楚，所以这事情也算是过去了。随即便要离开。站住！还有何事？你到底知不知道锦白喜欢的人是谁？哎呀，不知道不知道，不是都说过不知道吗？你怎么就不信呢？刚刚锦白告诉我，那个对他重要的人喊的小白兔，他还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个绰号，你还说你不清楚？是吗？既然夫人不信，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夫人的是，我认识徐锦白，也知道小白兔这个称号。夫人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若是没有的话，我先离开了。我说完便甩开衣袖，头也不回的大步朝里面走去。不得不说，关于小白兔这个绰号，他一会儿问清楚不就行了。许云清在路上走着，心里隐隐有些不安，脑海中突然有了个可怕的想法，徐锦白喜欢的便是我。想着他所讲出的喜欢那人的性格、爱好，感觉一半都能重合起来，而我却也是没有一点身为女子的觉悟，竟想和他抢女人。许云清有些慌了。若是他当真是徐锦白喜欢的女子，那他应该是成过亲的。而且徐锦白告诉了我穆千雪的名字以及身份，我也问了，说是流木山庄的二庄主，那么一个身份尊贵的人，怎么可能会来到我这么一个小村中，干让人这么不耻的事情？这2天我都未曾看见他，今晚倒是意外，我没忍住便多待了会儿。徐锦白连着失眠了2个夜晚，着实在屋内待不下去，3更半夜也只能出来游荡2圈。徐锦白坐在小池塘边，冷风吹着，吹得他有些冷，整个人反倒是更加清醒了。他从怀里拿出那本阵法书，即便月色明亮，但看起来也实在费劲。徐锦白看了2眼，不由笑了起来。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中了什么魔障，连睡觉都会将这本书放在怀里，整日便不能清闲。一空下来，脑海里便会出现那个痞里痞气的笑容，嘴里还会喊着小白兔。这样想着，他嘴角挂着幸福的笑，挺好的呀，好歹还有这么幸福的回忆。徐锦白看向京城的方向，喃喃道：臭流氓，你现在该睡了吧？怀里一定抱着一位美人吧？是子熙还是木流生呢？就这么想着，笑意维持不下去了，他低下头看着池中的月牙。缺了这么一大块了，就跟我的心一样。可你好歹会圆啊，我的心什么时候可以圆满？我离他有些远，听不清他的话，但看着他离池塘越来越近，惊了一惊。这孩子该不会是想不开要跳河自杀吧？我忙从树上跃下，飞速跑到他面前，将他一把拉了回来。徐锦白只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力拉了过去，随后便落入一个有些熟悉的怀抱中。徐锦白撞到我胸前的柔软，瞬间便知道面前的是个女子，忙向后退了一步，想要开口喊人，我先他一步，点了他的穴道。我戴着面纱，又穿着一身紧身黑衣，徐锦白也没有认出。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丁点的怀疑，这个念头也瞬间消失。我远在京城，又怎会出现在这种地方？所以脑海里直接将我定义成小偷或者采花贼，
我变了变声，低声道：“小伙子，你还这么年轻，干嘛要寻死啊？昨日之事就让它过去吧。人嘛，要往前看，哪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时间啊，会冲淡一切的。你要是实在想不通，就想想你的家人。你要是死了，他们怎么办呢？你说对不对？”一开始徐锦白是听得一脸懵，不过到了后面他是听明白了，不由觉得好笑。无论这人是什么人，心倒是好的。看他在池塘边，怕是以为他要寻死，也是他这3更半夜一个人在池塘边，怕是来个人都会这样想。徐锦白朝我使劲眨眼，想要表达一下我误会了，好在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开口道：“帮你解了穴道，你不能喊人，我还没偷东西呢。”“我没有寻死，不过是东西掉了，去捡而已。你快走吧，这里守卫很森严，很危险，以后别来这里了。”“你倒是个奇怪的人，看见小偷竟担心他会不会被抓。”“你这小偷也奇怪，偷东西竟担心主人家会不会寻死。”“记着，要好好活着，一定别想不开。”徐锦白点头，朝我保证后，我才安心离开。徐锦白在我离开后回了房内，天快亮了，他不想让许云清和徐锦离知道晚上的事情，拿出怀里的书摩挲了2遍，想起方才的事情，不由笑了起来。他觉得我倒是个有意思的小贼，武功看上去很厉害，让他有些羡慕。想到方才那个怀抱，徐锦白的脸莫名有些发烫，他竟然撞到了我的胸，真是羞涩。那个怀抱让他的心跳加速了几分。徐锦白撑着脸，难道他真的可以移情别恋？心跳的感觉不会作假，所以他那个所谓的未婚妻会不会也一样让他心动呢？最后让他喜欢上呢？徐锦白这样想着，心里好受了些，也是2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打了个哈欠，躺上了床。洪府内，徐锦白正和许云清分享着昨晚的趣事，讲着他昨晚的遭遇，当然将故事稍微改编了一番。他原以为可以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开心，不曾想许云清只得出2个结论。第一，洪府的守卫竟如此糟糕，竟能让一个毛贼轻易进出，这充分说明了洪府守卫的武功水平需要大幅度提升。第二，许云清院外的守卫还不够森严，人数还不够多，竟能让毛贼接近他。还好他没有什么意外，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他可怎么跟表姐还有表舅交代？锦白，以后夜里绝对不能自己外出，多危险！幸好昨天夜里的不是采花贼之类的，否则你让我们可怎么办？徐锦白也只能无奈点头。其实他已经不是那个需要他们跟在身后保护的小公子了，他已经在外面闯荡过一圈，而且也学了很多东西。现在他还掌握了很多机关术，足够保护自己了。离开徐锦白，许银清在脑海里盘算，刚好穆千雪那边已经确定的不会翻出什么大风浪，而且暗处的人这好几天了也未曾查到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干脆从他那里调走一半守卫，保护许锦白得了。这么想着，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便直接下令执行。这对于我而言，简直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少了一半人的监视，那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时间出去。我心里极其担忧欲望，时刻期待着夜幕降临。事情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顺利。徐锦离竟然发现了我这个别院还住着其他人，质问弘毅到底是何人，他怎么能允许弘毅对不起他的表弟？弘毅战战兢兢地站着，擦着脸上的汗，解释道：冤枉啊，哪里住的是个女子，我怎么会做对不起云清的事情？
那女子是何人？从何而来？是否可靠？你们有没有查清她的底细？可派人查证过？弘毅冷汗冒得更多。这些日子他忙成这样，哪有空查？许云清也是默默的没有说话，他以为弘毅会调查，所以便也没有查过。徐锦离看着二人的表情，愤怒地拍着桌子：“带我去看看。”您请。锦白，你别去了。云清哥，怎么了？你的表情怎么这么奇怪？许云清脑子飞速运转着，想着什么理由能把他留下。突然一个主意冒了上来，他扶着额头道：“今天吹了些风，头有些疼，怕是有些着凉了。”是吗？方才见你不是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难受了呢？我不是很清楚，突然这头便疼了起来。锦白，你留下照顾他，吩咐下人去请个大夫回来。弘毅，你带我去找那个女子。弘毅嗯了一声，忙在前面引路，期间还偷偷别过眼，纳闷地看了许云清一眼，不明白他到底在搞哪出。徐锦白扶着他坐好，许云清突然开口：“锦白，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做小白兔？”徐锦白身子一僵，诧异扭过头问道：“云清哥，你怎么会知道？”我就瞎问问，就是瞎猜的。云清哥，你说实话。许云清似乎想要拍烂自己的嘴，他怎么就问出这么一个问题呢？这下要怎么自圆其说？徐锦白瞬间明白了什么。昨天夜里来的那人真的是他，所以那个院子里的人是他。徐锦白的一颗心疯狂跳动着，控制不住的想要往那个院子跑去。许云清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支支吾吾的道：“锦白，对不起，其实我有件事瞒了你许久。那个院子里住的人叫木林郎，他说不让我告诉你，也不让你看见他，怕你想起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才瞒着你的。”木林郎。锦白，你认识这个人吗？姐姐是见过穆千雪的，不过当时他戴着面具，也不知道姐姐能不能认出他来。既然他隐瞒了身份，也变了性别，想必是不想让人知道是他。那我便帮他瞒着。锦白，你怎么了？想什么呢？怎么不说话了？没事儿，云清哥，我还有些事儿，一会儿再来陪你。大夫马上就来了，你先在这里坐会儿。说罢，也不顾许云清的阻拦，飞速跑了出来。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想要见到我的心情，走到半路，他忽然停下来。我现在不能过去，绝对不能过去。若是我的心情出卖了我，让姐姐看出端倪，岂不是对穆千雪不利？原谅我在这个时候只能顾及穆千雪。我相信穆千雪不会做出什么大逆不道或者损害我们山庄利益的事情，毕竟她已经是流木山庄的二庄主，还有什么是她得不到的？今夜再忍忍，今夜再偷偷去找她。想到这儿，他朝着远处的院子望了一眼，闭上眼睛，拼命挪动自己的步子，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想必您就是那位大人吧？在下木林郎，劳烦大人亲自过来看我。林郎着实不太好意思。我们可是在哪儿见过？大人见过我，能入得了大人的眼，荣幸之至。你来此处有何事要做？科举结束，抄记录回家，不曾想遇见洪大人，一时间没走得了，索性直说了，为了不去干活，所以只能牺牲一下父母给的脸蛋喽。我也就不欺瞒大人了，
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的同伴也不知道被洪大人带去哪里了。不过对此我也不会过问，我只想留着自己的小命。毕竟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回去。那现在为何突然说了实话？我能有什么办法？你来之前，洪大人定将我这一番说辞告诉了你，你当然不信，所以才来我这里问个究竟。我想着，既然瞒不住，那就实话实说好了。所以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倒是个聪明人。不过既然是个聪明人，后面那句话便不该问出来。穆姑娘就好好待在洪府吧，好吃好喝供着，岂不是也是一番美事儿？美事美事美事你大爷！有本事你整天关在一个屋子里不让你出去，你会高兴？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大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小人累了，休息了。他不得不承认，一个女子竟生得让他止不住的惊艳，而且他可以确定，这女子定然不是生于普通人家。把她看住了，绝不允许出现意外。侯毅忙点头，应了句是，扭过头看着我。我叹了口气，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我躺在床上，止不住的吐槽徐锦离。不过好在那人没有认出来，毕竟当时成亲的时候，我是戴着面具，而且人靠衣装嘛，我现在穿的俗不可耐，再加上完全没有带上上位者的气势，想要认出我也不容易。我朝屋外瞥了一眼，这下完了，好不容易松了的警惕，现在又恢复原状了。今夜可怎么出去啊？我躺下闭着眼，任由思绪乱飞。无论如何，今夜也得出这个门。没有一点欲望的情况，我这是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好。你说我这是倒了什么霉呀？被困在这种破地方不说，好好的福不享，非得来受罪。不过想着欲望的情况可能比我还要惨得多，心里便有了些安慰。我从床上起身，打开窗户看了眼天色，今晚倒是黑得很，月亮被云层遮住，没有光亮。忽地听见什么声音，眼神迅速向那方索去，一眼便瞧出来的人是谁，无奈地闭上眼，抚上额头，心里止不住的哀嚎。唉，这下真的完了。下一秒我便看见这人瞬移到窗口，我倒是没有担心，他竟然在我的窗外布下了迷阵，看来倒是个学阵法的料子。我一把将他从屋外拉进来。你果然还是来了。徐锦白扒开我的手，抬眸看着我。果然是你，我就知道我没有猜错。他的声音虽小，却有止不住的欣喜。小白兔，确认了是我，能不能帮我保密啊？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谢谢你。徐锦白了一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明明来之前憋了一肚子的话，现在竟一句也说不出来。我二人之间静默下来，什么话也没有。小白兔，我突然开口。徐锦白忙了一声，抬头等着我说下一句话。我的话卡了一半，还是没有问，觉得问你过得好不好这种话实在太弱智了。昨天看他明显过得不是很好，罪魁祸首还是我。其实我有婚约的。啊？什么意思？你不必愧疚的，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情，你不必喜欢我的。而且我有婚约的，是不可能嫁给其他女子的。我只是臭流氓，我只是想要来看看你而已。小白兔，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的，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自己的命运。不过，你真的好没有眼光。
我这么好，竟然看不上。对啊，我是真的没有眼光，你这么好的男子，我竟没有发现。所以小白兔啊，一定要找一个能够发现你魅力的女子，一定要让她对你好，一辈子只对你好。那是当然，我的妻主只能喜欢我，只能对我好，也只能娶我一个。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这么久没见，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给我讲啊？还有，我看你那阵法学得不错啊。那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我跟你讲啊，时不时的陪他低声笑着。小白兔啊，一定要幸福。我已经娶了夫君，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了，对不起。大概到了半夜，我看着时辰差不多了，也该出门了，刚好可以借着他的阵法出去。小白兔，我今夜呢要出门一趟，所以不能陪你接着聊了。徐锦白脸上的笑容僵住，应了声好，开口问道：好，那我明天还能找你吗？我默了2秒，还是说道：夜里太危险了，还是莫要再这样了。说着，我已经快速换好了夜行衣，对着他笑道：明天白天你直接过来找我好了，不过要找个好点的理由哦。说罢，我便快速闪身跳进他的阵法，很快不见了身影。说是被迷了心智也罢，说我傻也罢，此刻的我真的很开心，哪怕1秒和他在一起便好。徐锦白回到房中的时候，被徐锦离抓了个正着。半夜3更你不睡觉，跑到了哪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姐姐担心？不过，姐姐，深夜您怎么会到我这里来？你以为我想？还不是暗卫告诉我你不在房里，我才来看一眼。结果你竟然真的不在。说实话，干什么去了？徐锦白发现自己已经逃不过，只能编起瞎话。姐姐，对不起，我只是睡不着，想出去走走，可又不想打扰到大家，所以是一个人偷偷摸摸出去的。哎呀，锦白，你这孩子。罢了，都这么晚了，早些休息吧。徐锦离无奈，只能离开。这么久了，他还是这个样子，他又能如何呢？待他离开后，徐锦白看着他的背影，道了句对不起，躺在床上想着明天要见我的理由。我在和暗卫约好的地方相见，这几个人倒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可能找到了誉王。得了暗卫消息，我稍微放下心来，将剑给誉王，并嘱咐道：去问他明晚是否可以离开回京。誉王得了消息，便直奔临阵。4人一行正坐在大堂里用早餐，誉王一眼便注意到暗卫手中的剑，瞳孔微缩，坐在他一旁问道：不知小姐手中的剑可否让在下瞧上一瞧？本就是您的剑，在下又怎么不同意？在下只是个跑腿之人，暂见那人托我问一句，今晚可否回去？多谢阁下，劳烦您再跑一趟，带一句是。阁下慢些吃，这顿在下请了，当是谢礼。如此，多谢了。誉王握着剑，心里的疙瘩终于放了下来，他的剑终于回来了，幸好上天垂爱。连判，把你掌握的炼狱的所有情况都告诉我，丝毫不要遗漏。回王爷，这炼狱一共分3个等级，第一个是试炼区，第2个是训练营，第3个才是真正高手的聚集地。我和曲儿一直都在试炼区，连训练营都未曾去过，
只有通过测试的才能进入那里。我之前无意间听过一些消息，说是这里有很多的武林高手，都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据说银狐也被拉拢到这里来。银狐？誉王脸色有些不好。银狐很少在江湖上露面，但是江湖上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许家堡那样的地方，亦来去自如。据说当年银狐和一人打赌输了，赌注便是许家堡一块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当时那人还在江湖上散播下流言，结果不出3日，银狐竟在没有惊动许家堡的情况下偷走了这块和氏璧。当时整个武林都惊呆了，都想着这人怕不是会隐身吧。听说当时许家堡的人在那间屋子里外围了好几层守卫，但愣是被人悄无声息地拿走。很长一段时间，许家堡的人听说银狐便气得牙痒痒。从那个时候开始，银狐的名声便在整个武林传播起来。在那以后，只要有银狐出现的地方，便会发生一件轰动的事情。不过距离上次银狐现身已经过去1-2年了。确定吗？只是听说训练营中有一位戴着面具的女子，身形武功极高。至于是不是本人，我也不清楚，毕竟我也未曾见过银狐本人。怕是这世间都没有几个知道银狐的真面目的。罢了罢了，还是晚上见了穆千雪再做考量吧。想到今夜便要离开，内心有些难过，有些话不好说，但还是要开口。小白兔啊，有件事要告诉你。啊？什么事啊？我今晚要离开。他的笑容僵在脸上，扭过脑袋，眼睛里不觉闪出泪花。是吗？祝你一路顺风。原本以为我明天或者后天再离开，或者连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不曾想暗卫竟这样快便找到了誉王，而且实在是时间有些紧迫，我必须离开。我心下有些不忍，叹了口气道：小白兔，今天我陪你吧，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或许以后都没有什么机会见面了，今天就好好陪他玩上一天，算是送给他最后的礼物。明知不该奢求什么，他还是忍不住地问道：那你能帮我实现吗？只要我能做到。徐锦白深吸了口气，将眼泪憋了回去，笑着说道：那我要你陪我做顿饭吧。就这样。徐锦白点头，或许这些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不过，而对他而言却是难得的幸福。我朝他笑了笑：好吧，如此，走吧。我二人来到厨房，我看着现有的食材想了想，就来几个简单的菜吧。你会做什么？红烧肉之类的会不会啊？不会。我在家只学了最简单的烹饪，就会炒个土豆之类的。没关系，那有没有学过生火？那我帮你生火，你准备要用的食材。好。我刚做完2道菜，便发现门口站了2个人。喂，外面有人找。徐锦白好奇地抬起头，惊呼道：姐姐，云清哥，你们怎么会来？锦白，你认识他？他到底是谁？我是认识他，他是我在外游玩认识的一个朋友。给我回你的房里去，都这么大了，也该避避嫌了。收收性子，不准胡闹。姐姐！徐锦离面色不动，一个男子怎么可以随便和女子厮混在一起？即便是江湖儿女不拘小节，也不能这样过分。徐锦白咬着唇，眼泪都快落下。徐锦离还没有丝毫退让，他只能回到自己房内。距离我离开不过几个时辰，
他连最后几个时辰都不能再见到我，怕是我二人当真是没有缘分吧。徐锦白仰起头，将眼泪憋回去。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就是他跟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上一辈子，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云清哥不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不定他会比现在还要幸福。我回到房中，躺在床上眯了起来。我一觉醒来便接近深夜，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带，换了身夜行衣便准备离开。这次能见到徐锦白，缘分使然，说不清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我对于他还是充满了感激，感谢他能帮我隐瞒身份。没能和他告别，算是遗憾，也算是好事，省得又是难舍难分，一片惆怅。探查了一番外面的情况，随着时辰，趁着夜深离开了洪府，以最快的速度跑向丽水镇外的亭子。在离亭子不远处，我猛地顿下步子，周围的气息不对，我感觉到了有些许不对劲，瞬间趴在草丛里，盯着亭子许久，确定亭子里的人是那个暗卫。跑过去瞬间，便察觉到周围的草丛有异动。暗卫走到我身边，告诉我誉王的位置，便示意我先离开，他来打掩护。我大致能猜到来了多少人，我们二人想要离开，这是个问题。我莞尔一笑，倒是没有什么太过紧张。放信号弹，其他人应该会很快赶过来。随后对着空中喊道：出来吧。之后便从空中跳出10几个黑衣人，从几人身后走出来的便是徐锦离。锦白不肯告诉我你是谁，不过无论是谁，这都不重要。唯一没想到的是，你的轻功好得惊人，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来。是吗？是我猜的没错，姑娘怕不是银狐吧？我没有说话，冷眼瞧着他，等着他接下来的话。只是不知银狐什么时候和朝廷挂上了钩，成了朝廷的走狗。哼！他的话语里满是对着朝廷的不满和蔑视，没有丝毫隐瞒。我听得清楚，轻声笑了2声。这么相信我无法离开？信号弹已经放了，我的人马马上会到，还不动手？徐锦离朝着我的方向迈着步子，走到凉亭前才停下。传闻银狐轻功绝世，我倒是真正体验过，可不知这武功如何。怎么，要和我单打独斗？草里还有何人？一众出来吧，何必躲躲藏藏？徐锦离神色一凛，竟还有人。顺着我的目光瞧去，惊讶道：锦白，你怎么会来？让他惊讶的不仅是徐锦白会来，更重要的是他竟一点察觉也没有。锦白，你是如何做到悄无声息地藏在草里？姐姐，我摆了阵法，所以你没有发现。是你经常看的那本书？是哪位高人所赐，竟如此高深莫测？我甩了甩衣摆，坐在亭子的石岩上，得意道：我给的，怎么样？许大小姐觉得如何？徐锦离面色有些难看，握紧手中的剑。既如此，那我便留你不得。话音刚落，手中的剑便出鞘，一股凌厉的剑气扑面而来。徐锦白想要拉住徐锦离，奈何他动作太快，他连他的衣袖都未曾碰到。再抬眸，我二人已经交战，不禁在心里为我捏了把汗。不过他没想到的是，我竟然便是银狐。银狐可是他实打实崇拜的大侠，立志轻功要如我一般，可惜他偏生没那个方面的天赋。不过徐锦白在心里偷偷笑了2声。这样子算不算又多了解了他一点？不过臭流氓能不能打得过姐姐呢？
徐锦白紧紧攥着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其他人也都不敢有所动作。高手对战，他们哪敢出手？一不小心便是将一条小命交代了。不得不承认，徐锦离是个强大的对手。果然，武林第一高手并非浪得虚名。徐锦离年纪轻轻便可以成为许家堡的当家人，果真不同凡响。我二人明显旗鼓相当，徐锦白也看得痴迷，将目光全部聚焦在我身上。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有人能和他姐姐对战了这么多回合，竟还占据着些许优势。不过又觉得我当真是个变态，什么都会，还样样都是这么优秀，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我无心恋战，天生徐锦离是棋逢对手，步步紧逼，我也只能专心迎战，趁着一个闪身跳出1米远，趁着这个空档便抛出一个暂停的手势，扔出一句话：我没空和你纠缠，你这么打下去，我们不过2败俱伤，你何必啊？而且我的人马上便到了，放我走，也省得人员伤亡。眸光中除了杀意，还带着欣赏和敬佩。他和我虽武功不相上下，但轻功却差了许多。以我的轻功，起初便可以直接离开，之所以留下，应该是为了一个手下，单凭这一点，他徐锦离心上。只是可惜了。我不能放你离开，你知道的太多。你为何不让你的人一起上？这样不是快了很多？你明显不想杀我，又何必拖延时间？待我的人来了，你的胜算会更低。你是锦白很重要的朋友，你若死了，他会难过。你若是肯答应不为朝廷效命，我便放你走。许大小姐宠弟的程度果真是让我佩服，不过我银狐从不会效命他人。当真？自然当真。银狐向来都不受任何约束，江湖上知道银狐真面目的几乎没有，即便是在流木山庄，除了刘生和媚晴，再无他人知晓。今日倒让这一众人知道，倒也没什么。不过洪府那些人还是需要徐锦离的帮忙。我答应银狐绝不效力朝廷，若是可以，还希望许大小姐帮我瞒着身份，若是弘毅和洪夫人问起，便说我死了便可。既然你已答应，我便信守承诺。你们走吧。我抱拳道了声谢，示意暗卫先行离开，转身看了徐锦白一眼，便不见了身影。徐锦白欲张口，还是没有喊出声，默然转了身，往洪府的方向走去。徐锦白在外的事情，他虽然派人保护，但是很多情况依然不清楚。除了知道他认识流木山庄的二庄主，他并不清楚他还有没有其他深交的女子。他也问过几次，可这孩子脾气倔得很，死活不肯说，他也没有办法。瞧着他这副伤神的模样，徐锦离亦是无可奈何。不过他这外出一趟倒是厉害，流木山庄的人和银狐都扯上关系了。不过他宁愿他没有遇到他们，不然也不会有今日这般黯然神伤。出师秦国便再难脱身。我脱了身，直奔誉王所在的客栈。我们看见对方相安无事，都松了口气。有什么事儿明天一早说吧，现在去休息吧。我点了点头，一觉便睡到天亮。醒来时，誉王他们已经备好马车回京。快速用了早饭，我们3人便踏上了回京的路程。简单的讲，便是这帮人要培养高手，还在打造兵器，怕是要出事儿。大概猜到一些，这帮人来自许家堡，还有一些江湖人士。许家堡？怎么还和许家堡扯上了关系？哦，对了，我听说银狐被他们收买了。不可能。你怎么这么肯定？你认识？对啊，认识啊。总之你可以放心，银狐绝对不会帮他们的。那如此我便放心了。倩芝，有件事需要你帮忙哦。说。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那个考试我不是考了吗？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都知道木林郎长什么样子了，一不小心把这茬忘了，所以木林郎绝对不能高中。什么？誉王惊叫出声，眼睛里差点喷出火来。你再说一遍试试。这个是个意外，反正木林郎这个身份废了。你不是誉王吗？这事儿交给你了。我说穆千雪，你当誉王可以为所欲为，就是母皇也不能这么干啊！你真当帮你换个身份这么容易？哎，别生气，别生气嘛，我也不是故意的，事出突然。别跟我说话，怕一不小心掐死你。到了京城，已经是第4天的晚上，誉王和连盼儿回了王府。我在一览芳华的门口站了片刻，便直接去了媚晴的屋子，脸上是掩不住的欣喜。楼主，您回来了。我嗯了声，顺着烛火的光亮望去，走了过去，收起桌上的账本。这么暗，看什么账本？媚晴从我手里拿过账本，笑着道：还好啊，不过这账还未曾算好，楼主明日再来取账本吧。不必，今夜你好好休息，这些我处理便好。媚晴不累，楼主长途跋涉回来，定要好好休息一番，这些事还是交给我吧。我们这是抢着干活啊，这事儿啊，我明天来做，就这么定了。今天我找你来是有件事，你帮我在楼里找一个身形跟我相似的，了解楼里情况的，尽快。是，楼主。和我一起回去，还是自己回去？楼主还没有回府，和楼主一起回去。行，那你收拾一下，我在后门等你。不用了。媚晴笑得很是开心，拎起一旁的一个小包。楼主，我们直接回去便可。我瞧着他的小拎包，不由拿过来看了眼。你做的？先前看着楼主弄过一个类似的，我便仿着做了一个。啊，可有什么事是我们媚晴不会的呀？媚晴红了红脸，迎着夜色更添了几分魅惑。我一直都知道媚晴生得很美，不过一开始将她当作手下，便没有往那方面想。媚晴啊，跟在我身边10年了，已经好几次看见她，我便生出无限的感叹。看着她这么好的年华被我挥霍，心里止不住的生出罪恶感。媚晴比刘生子熙大上1、2岁，她也跟在我身边有10年了，10年了呀。媚晴点头，我和木流哥都各自有一个暗卫，我的暗卫便是媚晴。10年前，是我亲自将媚晴从暗卫营中领回来。当时因为什么呢？我嘴角勾了勾，我可是一眼便相中她了。模样生的标致，是我一开始便打算培养成一览芳华头牌的人儿。媚晴也是极其努力又有天赋的人，我所安排的课业她都完成得极好，连我都不由敬佩。这么多年来，我都一直忽略她，却一直可耻地在利用她。媚晴，记住了，若是想离开，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可不能偷偷离开啊，我会舍不得的。还有啊，若是有了托付终身的人，必须带到我面前，让我给你把把关。我也不知为何又生出这番感慨，看着他便不由得说了出来。这不是第一次说这些话，但每一次说，心境都不一样。楼主第一次这么温柔地看着媚晴，倒是让媚晴不好意思起来。媚晴捂着嘴笑，脸上早就飘起了一层红晕。他说的是托付终身的人，而不是喜欢的人，所以楼主他是知道我喜欢他的吧？楼主放心，媚晴什么都懂。听见他这句话，
我一时间竟不知该回些什么，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于是叹了口气，回家吧。一路上气氛倒也没有尴尬，媚晴将我离开这几天的情况挑着重点说着，到家基本便说了个大概。刘生、子熙还有梦林得知我要回来，便都在家里候着。一听下人通报我回来了，都急忙从屋里跑出来。我一手揽一个，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这要是再多几个可怎么办呢？刘生一眼便瞧出我的脸受了伤，忙从怀里掏出药，将我按在凳子上，便要涂抹，边涂边抱怨道：出去一趟怎么还带伤回来呀？身上还有没有受伤？说罢仔细也要检查，我忙制止住二人，这要是让这两个看见我身上的伤，怕是今晚呢都不能安生。这可是在大堂啊，你们可是要我裸奔？我说完，二人脸上一红，这才停了下来。我拉着两人的手说道：都这个时辰了，快去休息吧，今晚我也累了。二人看着我脸上的疲惫，了一声，各自回了房中。我头疼不已，这两个夫君让我可如何是好？今夜还是独自一人入睡比较好吧。媚晴独自一人回了房中，在那里待着，她的心会痛。坐在梳妆镜前，拿起一旁的小包，上面绣的是一株带刺的玫瑰花。这是我小时候曾经对她说过的话，说是她跟个带刺的玫瑰一般，终有一天要彻底拔掉她的刺。殊不知她的刺在我面前早已被拔得一干二净。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活得太过凄凉，只为了一个人活着。若是没有我，人生似乎都没了意义，可叹可悲。那她活着还能为了什么呢？她从小便没有家人，自从有了记忆，便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暗卫营中生活。是我将她带了出来，第一次给了她希望，给了她阳光。她出生本就卑微，她也从未有过什么奢求。有时候我觉得楼主太过冷漠，有时候又觉得楼主太过心软。有时候我好希望楼主一直保持冷漠，这样子就不会再有其他男子闯入这个世界。媚晴在玫瑰花上不停地摩挲着，眼里是止不住的凄凉和痛苦。怎么办？我好害怕，害怕楼主有一天会不再需要我，会把我远远地推离他身边。媚晴攥紧了小包，眼神从未有过的坚定。绝对不可以，我一定会让楼主永远都离不开我。杨若宁知道我名落孙山的消息，直奔誉王府。他不明白，明明那么优秀的人才，为何会榜上无名？誉王无奈而已。唉，这慕千雪有多好，怎么一个个都被他洗了脑？大哥，这是朝廷之事。那又如何？朝廷之事，选拔人才，你们怎么可以如此随意？明明他的文章那么精彩，才华横溢，那天我听见你们都在夸赞他的治国之才，难道仅仅因为他是流木山中的二庄主？大哥，这是国家大事，我又怎么会儿戏？这事已成定局，不必再问了。时针不早了，大哥请回吧。杨若宁看着他的神情，得知他是真的动了气。他说的对，他不过是个男子，怎么能妄想参与国家大事？在他们眼中，他男扮女装经商已经是大逆不道之事。杨若宁冷下脸来，冷笑一声，便要拂袖离去。大哥，我的错，你莫要生气。方才是我话重了些，妹妹在此跟你赔个不是。杨若宁哪能真的跟他生气？方才也只是他一时激动，想要为我鸣个不平，突然觉得自己这般好没道理。这些决定并非他一人所为，又怎能怪他？是大哥太激动了。大哥不气便好。
大哥今日就在我府上用膳吧，许久未见大哥，甚是想念的。杨若宁点头，嘴角笑意盈盈的，随着他一起进了屋子。楼里可有什么事情？真有件事，不知楼主可还记得半年前云染曾离开过一次，带他离开的那个女子这几日来得格外频繁，每次来都是1掷千金，现在便在云染的房间。哦，1掷千金，这钱从何而来？一个家国沦丧、落魄的又自命清高的将军，从何而来一大笔一大笔的银两？莫说是自己挣的，我可不信。只要不是在契约期间带走云染，白到手的银子为何不赚？不过我心里还是有莫名的不爽。这些事你注意些，半年前的事情我不想再发生。还有，查清楚林梦晴的银两从何而来。是，楼主。我靠在椅子上打了个哈欠。楼主若是困了，便在这里休息会儿吧，我便下去迎客了。淡淡的檀香味儿充斥着鼻息，椅子上铺着软垫，躺着尤为舒服。盖上毯子，深深嗅了一口，垫子与毯子上都带着淡淡的花香，与这檀香的味道相融，倒是出奇的好闻。神思慢慢模糊，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我是被一阵琴声吵醒的，不能算是吵醒吧，可传进耳里，越听越不对劲。我一下就听出这是云染的琴声，不可否认，琴声极佳，可琴里融入的情感却不如琴声美妙。本是欢快轻松的曲调，琴声里却表达出几分苦涩。我蹙起眉间坐起，朝着云染的房内走去。屋中只有他一人，也就是说林梦晴已经离开。他错愕地看着突然闯进门的客人，明明林梦晴包了他1个月，媚晴也答应这1个月他不会有客人。媚晴说话算数，自是不会食言，所以这人是自己闯进来的。想到这里，云染脸色骤然冷了下来，直接下了逐客令。麻烦这位客人离开。没有认出便好。我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扔给他，然后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无视他已经铁青的脸色，自顾自道：方才那曲子我不喜欢，换一首。恕我做不到。云染将银两放在桌上，清冷的小脸上挂了些许怒意，直达眼底。还请带着银子离开。不过一个勾栏男子，胆敢这般同客人讲话，你们楼主便是这样教你们规矩的？若是得罪了某位达官贵人，你可惹得起？明明没有丝毫起伏的话语，偏生让他生出一股压力。话语没有羞辱的意味，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云染竟生不出话语来反驳，明明是首欢快的曲调，却被你弹出一股凄凉感。你这莫不是在侮辱那首曲子？你内心很浮躁，来首平静的曲子吧。听琴声可以识人心，这么精准地听出我内心想法的，除过那人，也便是他了。瞧他周身的气质不若常人，从未谋面，却又觉得有些熟悉。云染没有再开口说话，坐在琴边，方才准备开始，便被我阻止。等等，我从位上坐了起来，目光落在他手指上，果真如此。我说进来的时候，闻到了一丝血腥味儿。手指被琴弦划伤，看样子血迹还没有干。我将药粉撒在他的伤口上，拿出纱布简单的包扎了一下。这么漂亮的手，若是受了伤，多可惜啊！看样子是认出我来了，看来我这伪装不太合格啊，一个两个都能认得出来。楼主，我信你会遵守契约，他现在不过是你的一个恩客而已，我自然不会对他做什么。不过瞧你并不是很开心，瘦了，性子也转了不少，不再那么平淡无波了。不知是谁搅乱了你这一池春水。
我这话说的不对，明显是你的小情人，倒是个好事，多了几分人气。不过说实话，你这看女人的眼光确实不好啊。林梦晴，不太靠谱。我劝你想好，我不是阻止啊，只是忠告。隐染内心晃动，泛起层层涟漪，似乎有满心的苦楚，最后也化为一句：云染明白。为何不开心？肖想不该之人，妄图不能之事。既知是妄想，何必执着？晕染忽地抬起眸子，直视我，眼底情感说不出的复杂。忘不了，亦舍不得忘记。我的心颤了颤，若非知道他心里装的那人是林梦晴，险些以为他眼底的深情是为我流露。上一次情绪还未如此浓烈，便这几日感情升华到了非你不可的境界了。我眉间往上挑了挑，倒是进展得快，如此深情若是再拦着，倒是我的不是了。不过怎么觉得这么不爽呢？云染不是普通人，自小在皇宫里长大，自是明白人情冷暖。以他的性子，若是喜欢一个人或是深爱一个人，便是永久。想要离开吗？想。这么干脆，搞得我更加不爽了。好吧，那就让他赎你吧，提前赎身，1万两白银，不二价。我说完便往外走去，门砰的一声关上，我们被隔在2个世界，无法触及。这么久了，若是再想不通自己的心思，他也真够愚笨。林梦晴越是靠近，他便越是拒绝。对于他，云染除了抱歉，不知该说什么。而他心里便是渴望，期待他的关心，期待他的青睐。明知道他误会了，可我连解释的勇气都没有。我该说什么？又有资格说什么？什么高，什么冷静，不过是保护色罢了。即便在皇宫，我也从未得到温暖，那里从来不是家。我想要离开这里，想去的地方只有一个，那便是他的身边。我以为不会动心，可偏生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扰乱我的内心。原以为就这么平淡的生活一辈子，无欲无求，可此刻心里有了欲望。慕千雪，若是可以，我可以靠近你吗？我没有直接离开，在门外来回转悠2圈，用内力控制住力道，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不过屋内那人的气息有些紊乱，或者是一直有些紊乱。他心乱了。赎身我向来不反对，不过倒也是为了他坏了规矩。想想都觉得自己有些冲动，怎么就同意了呢？脑海里蹦出云染方才的眸子，很美，但不够纯粹，夹杂的东西太多，我不懂，甚至也不想懂。我看了眼云染的屋子，又骂了自己几句，人家都有心上人了，你操心个毛啊！好或不好，对他好便行了。时间还早，我没有离开，又在媚晴的房间待了会儿。他房里画本不少，随手拿了本躺在摇椅上看了起来。故事倒是有趣，我读的也是津津有味。媚晴回来的时候，我分出一个眼神给他，随后又接着读了起来。瞧我读得认真，媚晴便没有开口打扰，乖乖坐在梳妆台旁，拿起画笔补起妆来。故事不长，我看完，媚晴也将自己拾掇好了。楼主，方才云染朝我问你是否离开。云染可是说了何事？没有说，我回答不清楚，他便离开了，不过神情有些落寞。是吗？媚晴，你说我该不该让云染赎身？那要看楼主的心。你也觉得我瞧上了云染？楼主不是说感情这种事向来由不得人。我轻声笑了起来，将手里的画本朝他扔去。故事蛮有趣的，走了。
说着便起身离开了他的屋子。魏晴好奇地看了眼封皮，名字叫做征服，翻开第1页便红了脸，手一抖，书差点没掉在地上。第1页就是2个男子纠缠在一起的画面，尺度大的刺激。要是在风月场待了这么久的他，也不好意思起来。他房内怎会有这种大逆不道的书？方才瞧着楼主看得那样认真，难不成楼主竟然喜欢这里的调调？媚晴硬着头皮又往后翻了几页，还好是正常的文字，快速扫了一遍简介，默默合上了书皮。这样的画本还是莫要荼毒他了。原想着要扔掉，可想着我喜欢，又重新放回了书架，不过是丢在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位置。清晨便又匆匆入了宫。林无双参见大皇子。你……欧阳思紧张的不知该说些什么。他该知道，在皇宫见到他，我自然会猜到他的身份。大皇子，可否先让我去一趟御膳房？欧阳思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2秒才反应过来。我随你一起吧。我有些为难，之前不知他是皇子，一起倒也没什么，可现在毕竟是在皇宫，耳目众多，还是得注意分寸。大皇子，男女有别，臣还是自己去吧。欧阳思脸色有些发白，他想过各种我知道他身份后的反应，却从不想竟如此平静无波，没有丝毫的反应。他的心似乎被硬生生的扯出了一道口子，疼得他险些落下泪来。欧阳思扯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来。是我逾越了，大人请。我也看出他脸上笑容的勉强，也知道此刻我的话确实有些生疏，想了想，接着道：大皇子，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只是觉得这里不适合说话。若是可以的话，明天下午便在醉仙楼里吧。我的声音不大，毕竟这里还有来往的路人。欧阳思点头，脸上多了几分欣喜，没有疏离他便好。天知道他有多紧张，多害怕我因此而远离他。我淡笑施礼道：如此，我便先离开了。听说方才爱卿遇见了大皇子，不知爱卿觉得大皇子如何？欧阳怀宇的话简直不要太明了，这明晃晃便是赐婚呢。这女皇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我怎么可能答应啊？可我总不能说欧阳思不好吧？我承认他很优秀，可耐不住家中已经有2位了呀。而且我方才知道杨若宁就是欧阳思，我们只是友情罢了。此刻也只能硬着头皮道：臣方才与大皇子见过一面，对于大皇子有不甚了解。欧阳怀宇一副你可劲儿装吧，当我真不知道你身份的样子。我无奈只好实话实说，想必陛下也清楚，臣家中已有正夫了。哦，听说2位都是平夫。我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此刻脑海飞速运转，想着对应的话语，可偏生脑子跟浆糊一样，半天也就嗯了一声。不若朕给爱卿和大皇子赐婚如何？思儿身份已经暴露，能够嫁给穆千雪便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样流木山庄的势力自然会归属于凤舞，而且看得出来思儿这孩子对他有意。但是若是对象是穆千雪，倒是需要考量一番。毕竟穆千雪的身份摆在那里，直接赐婚怕是会伤了和气。所以这也是此刻欧阳怀宇找我来的目的，探探口风。不过即便如此，若是我拒绝，在他看来也是不知好歹了。陛下三思，臣对大皇子绝无任何非分之想，更何况臣与大皇子只是朋友。欧阳怀宇的脸瞬间拉了下来，语气也不如之前和善。爱卿是觉得朕的大皇子
配不上你。我心里骂了句，明知我不是那意思，真是喜怒无常的一个家伙。当然了，我也只能这么想想。现在我怎么说也是臣子，最起码装一下尊敬害怕还是必须的。陛下息怒，臣是觉得这件事毕竟是大皇子的终身大事，是不是也应该询问一下大皇子的意见？你当真要询问思儿的意见？我点头，我信欧阳思会拒绝。如此，子阳，去把思儿找过来。是，陛下。子阳领命，恭敬行完礼，便退了出去。欧阳怀宇也不再开口，翻起了奏折，显然将我晾在一边。这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吗？欧阳思来得很快，快得有些出乎意料。有那么一秒，我都怀疑这是他们母子俩设计的圈套。毕竟事情真是太巧了，巧得不得不怀疑。若非欧阳思进来时看见我也在的震惊迷茫，我怕是真的这么认为了。欧阳思跪在地上，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儿臣参见母皇。起身。母皇若是给你和林无双赐婚，思儿可是愿意？瞬间，一个惊雷让欧阳思身子都紧绷了，睁大了眼睛，似乎不相信他听到的事情，眼神不由落到我身上，脸刷的红了个通透，说不出话来。我瞧他这副样子，傻了，心里有些焦急，万分期待等着他拒绝，可这个样子，我有一种这人会错意的感觉。欧阳思此刻是真的傻了，大脑已经彻底停止运转，怎么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件好事砸在他的头上，最后竟呆呆的点了点头。我一下子懵了，怎么杨若宁答应了？怎么就答应了呢？杨若宁这边比我还要傻上2分，整个人都似乎踩在棉花上，飘忽忽的幸福快要晕了。直到欧阳怀宇的一句话将我2人思绪拉回来。如此，思儿答应了。爱卿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瞬间清醒，喊了欧阳思一声，几分焦急道：大皇子，你当真想好了？我疯狂地朝着他使着眼色，快拒绝呀！欧阳思此刻才明白，他原以为是我请求赐婚的，可似乎不是如此。他一下子被这巨大的喜悦砸昏头了，才未曾反应过来，这定然是母后在逼婚。他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无数个念头闪过。通过母后的那句话以及我的反应，不难猜到之前2人的对话一定涉及到他，而这场赐婚在他手里把握着。要拒绝吗？好不容易一个机会让他靠近我的机会，可是明显我不愿意啊。儿臣不愿。欧阳思话语落下，我松了口气，而欧阳怀宇则处于极度的震惊中。欧阳思方才的神情可是悉数的落入眼中，明显已经情根深重，竟然会拒绝他的赐婚。不过很快便调整过来，但看着欧阳思满脸的失望和难过，又看着我明显轻松的模样，不由怒从心头起。自家儿子被人嫌弃，还这么赤裸裸的嫌弃，他怎能不生气啊？同时又觉得欧阳思也着实不争气，喜欢便要去争取，拒绝是何意啊？哼，林爱卿退下吧。我哪还想多待，道了句臣告退便离开了。不过离开前，目光还是不由得在一旁的杨若宁身上落了2眼。这件事似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可我又不这么觉得。那天下午离开，仔细回想欧阳思的反应，我再傻也看得出欧阳思的想法和对待小白兔的不一样。我下意识的反应是远离。他和小白兔的性格不一样，可是一样的倔强。一直到第2天下午，我的心沉得很，连脚步都沉重许多。欧阳思早已等候多时，看见我便露出了笑脸。你来了。
我点了点头，笑了一下，不过总觉得笑容有些勉强。你来点吧，我随意。欧阳思嗯了一声，我们心思都不在菜单上，不过欧阳思还是下意选着我喜欢的菜色。小二姐离开，屋里静悄悄的，只听得到我们的呼吸声，或深或浅。千雪，欧阳思喊着我的名字，嘴唇紧紧抿着，泛出白色。我神色淡淡，语气也没有丝毫起伏。他摸不清我的态度，可该说的事还是要说。5年前一次意外，我结识了刘哥。一开始我并不清楚她是刘木山庄的大小姐，只觉得她极有经商才能。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在这个方面也有些天赋，不过碍于身份，和她的交流并不是很多。不过因着对于经商有着极高的热情，私下里便也一直偷偷来往着。不过这种事情哪里能瞒得住？被母皇发现后勃然大怒，勒令我不准私自出宫，并开始着手调查。当时查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假身份罢了，不过我们都不知情。不到1年，刘哥便在京城风生水起，而且照他的店铺发展架势，不出3年便可以控制小半个京城的经济。母皇已经注意到他许久，最后将主意放在我的身上。我一开始同刘哥相见便是女子形象，母皇又特地给我编造了一个身份，又凭借之前的交情，很快我便和刘哥打成了一片。不得不承认，刘哥是难得一遇的商业奇才，越是同他相处，我对他的才能越是佩服。一开始还是他先发现了我的身份不同寻常，我回宫的时间卡得很死，因为戊时宫门着实关闭，我通常会提前1个时辰回去。每当宫内有庆典或是其他事情，我便不在场。一来二往，他便隐约猜出来我是母皇的人。猜出来，他也便直接问了出来。不过让我惊讶的是，他竟从一开始便知道我是男子，所以对于我的身份一清二楚。说到这里，欧阳思看着我疑惑的样子，不禁笑了，接着说道：一开始我的易容化妆技术很差，也没有什么经验，对于男扮女装这件事，单纯以为穿女子衣服做女子装扮便好，所以刘哥能看出来不足为奇。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刘哥开始教我如何成功的男扮女装。不得不承认，刘哥的技术很高，若非他当真是个女子，我险些以为他也是个男扮女装的家人。我有些错愕，姐姐还懂这些？我可当真是一点不清楚。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该不会姐姐喜欢的人就是欧阳思吧？我记得姐姐说过，那个人她求不得。我一开始还纳闷，怎么会求不得？姐姐想要娶什么样的人会娶不得？曾以为是不爱，现在才彻底明了。欧阳思以他木流哥的身份是绝对不能娶的，若是二人在一起，便是将刘木山庄的生意限制到绝路。刘木山庄庄训第1条，绝不允许和皇家有任何纠葛。以木流哥的性格，即便喜欢，又怎么会和欧阳思在一起呢？他绝对会将刘木山庄放在第1位。我轻声叹了口气，命运弄人，不过倒也还好。现在这姐夫，我觉得很适合我姐姐。我想通，开口道：你是何时知道姐姐身份的？就是他询问我身份的当天，他便将他的身份告诉了我。不过当时我们做了约定，在他离开京城之前，我绝不能暴露他的身份。他信我，告知了我他的身份，我自会遵守承诺。在他离开京城之后，我才将他的身份告诉了母皇。当时母皇便要求我留在刘木山庄当做卧底。我当时觉得母皇这个想法着实太天真，刘哥怎么可能会让我留下？可他离开3天后，我便收到消息，他希望我能接任刘木山庄京城钱庄的掌柜。当时的我除了诧异，更多的还是兴奋，因为刘哥清楚我喜欢这份工作，只有他清楚我对经商有多高的热情，而母皇让我留在这里，不过是为了能够更多的从刘木山庄获利罢了。我明了，女皇，一个国家的掌权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振兴凤舞，这是她的使命，亦是她的梦想。
但牺牲自己亲生儿子的年华幸福，着实不是一个母亲该做的。不可置否的是，欧阳思喜欢这个职业。在一个女权至上的社会，他一个高龄24的男子，还是一国皇子，至今未嫁，这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突然开口道：“你可曾喜欢过我姐姐？”欧阳思有1秒的怔愣，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怎么会不喜欢？几乎朝夕相处了1年的时间，一个对他全心全意又那么优秀的人，他怎么会不动心？可是他明白，也就只是动心罢了。因为木流哥和他都清楚，他们绝对不可能在一起。一个完全没有结局的恋情，他也从未抱过希望。如同他对我一般，动心却不奢求。可这份感情却比之前来的要浓烈，亦来的深沉。他也不知为何就这么深深地沉沦下去。在一开始的时候，木流哥跟他提到最多的便是我这个妹妹，是他那个无比优秀、出色、令他骄傲的妹妹。他告诉他，妹妹有很多想法，甚至有很多的经营理念都是他那个妹妹告诉他或是启发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欧阳思开始好奇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又是什么性格，甚至按照木流哥的描述在脑海里构造出一个人物来。但是他却是不相信会有人比木流哥还要优秀。他将他所有的夸张描述归属于一个姐姐对妹妹的爱，毕竟若是让他来讲述潜质，他也会被无限制的夸大。所以在很久以前，穆千雪这个名字便在他的心里发芽，一直到现在的根深蒂固，再也拔不出来。为何将一切都告诉我？因为不想你误会。我知道你清楚我的心意，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凭借权力逼你。我此刻可谓真是五味杂陈，以后是不是该主动离男的远一些呢？不对，一个都莫要再随意招惹，最好连话也不要说。现在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负心人，还是个渣女。你知道的，我已经娶夫。说完这句话，我都不好意思再看欧阳思。说实话，在我心里，欧阳思几乎完美，是我见过的太过优秀的男子，能有勇气男扮女装，不畏世俗言论，做自己喜欢的事，就这一点我便给他满分。欧阳思又怎不明白我的想法？昨天或是更早便已经清晰。都说感情的事莫要强求，心里酸涩不已，强求又怎么强求得来？活了24年，这么大年纪了，全凤舞怕是也很难找到几个没有嫁出去的男子，可偏生他就是其中之一。被冠以无数烂名的他，欧阳思眼眶一热，泪水便要夺眶而出。无论之前过得多么不易，就连当初险些被欧阳云清侮辱，他都坚持下来了。不过是被拒绝，不过还是自己一个人，又有什么难的？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可悲啊！得不到，为什么总让自己遇到？相见不如不见，一个两个，就这2个人让他好累啊！他想要彻底停下步子。欧阳思努力地笑着，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那么悲哀，可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忍不住的心疼。千雪，你说为什么呢？我张了张口，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对不起3个字都说不出口，怕是让人更加绝望。门外传来敲门声，菜慢慢上齐。在这期间，我2人都静默着，也没有任何动作。欧阳思拿起筷子，夹菜的手都有些颤抖，往碗里只夹过1次菜后，便疯狂地往嘴里塞着米饭。平时所有的优雅全部丢掉，泪水就这么顺着脸颊坠落。我的心被揪了一下，想要站起来去抱抱他，
想要安慰他，但是却不能。和木流哥一样，我不可能娶欧阳思。对于一个没有可能的事情，我不可能给他任何希望。我忽地起身，声音冷漠：“不要喜欢我，很麻烦。”说罢，便径直离开，脚步没有丝毫犹豫。这句话对他而言，已经不能用残酷来形容。整颗心瞬间成了碎片，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冰冷袭来，恍若被打入了无间地狱，再也无法翻身。麻烦，喜欢他已经成了一种麻烦，所以是连喜欢他的资格都没有。欧阳思的脑海中不断出现着他和木流哥，他和我相处的画面，两幅画面不断的交替杂糅，最终定格在两个让他心碎的场景。当年木流哥的离开，他失去了唯一的依靠，而今天他失去了爱人的资格。欧阳思蹲在角落，紧紧抱着自己，无助感、无力感紧紧将他围住，让他喘不过气。他该怎么做呢？欧阳南一推门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场景，心疼的差点没哭出来，忍不住跑过去将他紧紧圈在怀里。哥哥，你还有我呀。欧阳思恍若未闻，双目无神，完全没有焦点，抬起头木然地说了句：“他说我是麻烦。”欧阳南一紧紧攥着拳头，心里将我问候了无数遍，将他抱得更紧。哥哥，我们回家好不好？欧阳思显然受到打击太大，欧阳南意狠狠地打晕了他，将他抱回誉王府，叮嘱贤若照顾好他，拎着剑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幕府。我早已料到他会来，也已经做好了被他狂揍一顿的想法。欧阳南意也没有丝毫留情，看见他直接拔剑朝着我冲了过来，若非我闪得快，怕是胳膊便要废了。自打欧阳南意进门，我便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气，可也无可奈何。我清楚欧阳思对于欧阳南意的意义，也清楚我自己说的那句话对欧阳思造成的伤害，可若非如此，他又怎么肯放弃？我想二人相处不过太久，感情终归不会太深，此刻似乎事情不如我想的那般。欧阳南意招招致命，我也不好回手，躲得很是狼狈。也就是这人认定我不会出事，才下这么狠的手。虽然没有什么大碍，但身上也没少刮口子，身上也零星添着伤口。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正式交手，他的武功着实出乎意料，能将我逼迫如此的鲜有人在。同我一般想法，欧阳南意此刻才清楚什么叫做高手，逐渐从一开始纯粹的发泄变得凝重起来。我的招式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惜这人没有回招。感受到欧阳南意身上的杀意减退，我才瞧着空档开口道：“一来便拔刀相向，可容我说几句？”欧阳南意动作慢了下来，但看向我的目光依旧充满怒气，恨不得将我剁成碎片，咬牙切齿道：“你对皇兄说了什么？”还有理智便好，你知道的，我不可能和皇家的任何人扯上关系，你已经是个例外了。至于若宁，我不能给他希望，话不说得狠些，他又怎能彻底放弃？欧阳南意手中的剑哐当的落在地上。是啊，我所言他都清楚，明知不可能，他还是纵容着哥哥。若是一开始他发现苗头便坚定阻止，事情不会这般一发不可收拾。哥哥或许不会陷得这么深，可那是他最爱的哥哥，他怎么忍心难过？欧阳南意逐渐冷静下来，难受的憋出几句话。那你也不该说他是麻烦。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句话快要了他的命？
他可以容许你不喜欢他，可你连让他卑微的喜欢你的念头都粉碎得一干二净，你知不知道有多残忍？他知道此刻说这些也没有意义，可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他有些痛恨自己的无力，我心里也不比他好到哪里。我是真心将欧阳思当作朋友，此刻的情况我却没有后悔，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对不起，我以为他对我不过是浅浅的爱慕。自那天过后，我便再未见过欧阳思，欧阳南翼也是闭口不提。我摸了摸鼻尖，心里有些失落，却也无可奈何。难过、惆怅，这些情绪会出现在我身上，却没有持续太久。很快，我便接到一个消息，华南地区南州县出现贼寇。这本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据情报上所言，当地竟有一小半的百姓落草为寇，直接加入了贼寇组织。这件事完全落到欧阳南翼的头上。我从没有想过这次出行竟会阴差阳错地知道一些事我一辈子也不希望知道的事情。此刻出行，我是以商人的面貌出行，身旁跟着的是穆留生和柳梦林。至于子熙，虽想跟着，奈何家中还有石青，他也只能忍着思念留在家里。至于欧阳南翼，以钦差的身份出行，我的行动不受约束，车上还有2个男子，不想让他们太过劳累，一路上也没有着急。不过也在欧阳南翼到达1天后，到达了南州县。南州县令赵旭颖得知今天要到，一大早便在城门口候着，接连等了2-3个时辰，也没有丝毫不耐，只要誉王平安便好。天知道他看见誉王相安无事地站在他面前时，他有多高兴。若是誉王在他的管辖区出了事，项上人头怕是不保。赵旭颖忙带着手下下跪行礼。臣赵旭颖参见誉王殿下，誉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欧阳南翼嗯了一声，从怀里掏出圣旨扔给他。在这里本官只是钦差。赵旭颖注意到他的自称都换成了本官，这么说难道有什么意义？而且王爷的身份不是更方便做事？不过欧阳南翼的心思他哪里能猜得出，只能恭敬地应了句：臣遵旨。跟本官讲讲有关贼寇的具体情况。是，大人。这件事是这样的，1个月前，南州县东南方向那座山头忽然来了个男子，也不知施了什么妖术，近几个村的百姓将近一半都直接落草为寇。下官也曾派兵围剿，可惜每次都是惨败。不仅如此，县里的库银都被他们抢去。欧阳南翼和那帮人交过手，自然清楚他们的厉害，连他带的人都无能为力，何况这帮衙役。欧阳南翼蹙眉，陷入沉思。他在考虑剿匪是否需要调动邻县的军队。邻县的军队距离这里最近，可驻守在邻县的军队对于凤舞极其重要。南州县就在凤舞的边界，邻县则是凤舞和凤翔的邻界。若是随意调动，被有心之人趁机偷了空子，凤舞的边界很有可能陷入危机。我嗅到了阴谋的味道，我觉察到了一个天大的阴谋正在悄然运行。还有上次类似杀手组织在培养势力，还有很多事情是当时没有搞清楚的。那次回来后，我也派人接着跟踪调查，可派出去的人接二连三的失踪，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让我意识到对手的可怕，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我的行为想必已经打草惊蛇，我没有接着行动。还没等我思考出下一步动作，又出了这么一件事。看似没有关系的2件事，案发地点更是离了10万8千里，但两者之间一定是冥冥之中有着联系。向来有美人的地方就会有流氓，从不例外。
不过这流氓很不幸的踢到了铁板上。柳梦林是没什么自保能力，可刘生哪里是一般人啊？随便一瓶药便可以让面前的几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更何况我还在二人身边派了专人保护，这些人可是优格1顶1的高手。除此之外，还有木桥贴身保护，保护的是滴水不漏。饶是刘生和柳梦林身边站着几个面带煞气的保镖，还是有人不要命的来找死。刘生将柳梦林护在身后，冷眼瞧着面前明显心术不正、眼光里满是猥琐占有的女人，心里一阵恶心。奉劝你一句，最好现在离开。女子长长嘘了一声，狂笑起来，对着身后的一帮随从说道：听见没？听见没？没人劝我离开呢。说着便吊儿郎当朝刘生的方向走去，十足的流氓猥琐劲儿。他这般行为让刘生更是厌恶，却站在原地没有动。在他手抬起的瞬间，一声哀嚎声同时响起，女子捂着胳膊，哀嚎声响彻整个街道。谁敢偷袭本姑娘？我揉了揉耳朵，从客栈里走出，顺带着将刘生搂在怀里。爷的男人，你也敢肖想？穆姐姐，累了吧？我带你们去楼上休息。刘生在我怀里，虽然人多，却也没有挣扎。他喜欢这种被我抱在怀里的感觉，脑袋在我怀里蹭了蹭，了一声。我本不想同那女子计较，刘生和梦林这番折腾，身子都累得很，可身后那人还是不要命的叫着：上，都给我上，把那女的给我抓住，往死里打，还有她怀里的美人都不能给我伤了。我霎间冷了下来，不过对付这种小喽啰根本不用亲自动手，给了身后几人一个眼神，便带着二人去了2楼。随后楼下便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被幺儿领进房里，乔木拦住他，不解问道：那人是谁？那人是我们县里的恶霸，仗着他姑姑是南州县令，横行霸道，县里好多公子都被他凌辱，受了委屈，也没人能做主，一辈子都毁了。之前也有人看不惯，听说是大家筹钱，想要偷偷弄死赵瑞，就是那个恶霸，可去的人都没一个活着回来的。大家也都知道赵瑞家有高手坐镇，大家也都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前2年还好，好歹赵瑞强占了人家，好歹人还在，可这2年被赵瑞看上的都平白无故的消失了，大家都猜测怕是没了性命，也有不少百姓想要进京告御状，可不知为何总会被人发现，那些人都再没能回来。你们打了赵瑞，好自为之吧。乔木眼里闪过杀气，竟有如此狼心狗肺之人，真是人人得而诛之。无事，你退下吧。幺儿忙退了下去，他知道今天这帮客人定不是普通人家，可他们得罪的更不是普通人。柳梦林在自己房间，没有和我们一起。刘生听到了，倒是面上没有太大起伏，即便被我保护得很好，这段时间肮脏龌龊之事他又怎会没有遇见过，但心里却是后悔，方才为何没有将药粉撒在赵瑞身上，让他好好吃吃苦头。我看出他的想法，不禁笑了起来。我的银针刺穿了他的手骨，怕是右手废了。刘生了声，脸上的面纱已摘去，绝色的面容上挂着诱人的微笑，惹得我心里一阵的痒痒，直接抱着亲了一口。乔木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场景，很淡然的扭过头不看，不过蔓延到耳根的红晕还是很好的出卖了他。
我吩咐乔木将这些事告诉欧阳南翼，便带着刘生和柳梦林在街上逛了起来。柳梦林指着赌场门口那人惊呼道：“穆姐姐，那个人是林……”我眼神暗了暗，脑海里闪出一张清冷的面孔，又很快消失。我停下步子，带着身边两人进了旁边的一家酒楼，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刚好可以盯着赌场。那家赌场是刘木山庄旗下的赌场。刘生没有见过那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开口道：“那女子是……”我突然站起身，对着身后藏在暗处的暗卫示意道：“注意安全，我去赌场一趟。莫离，你将林梦晴的事情告诉刘生，还有，在我回来前，你们帮我盯着赌场，看林梦晴会不会出来。”穆姐姐，你注意安全。刘生朝我点头，也没说什么，却是一直盯着我的背影，从酒楼2楼一直到进入赌场。赌场向来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地盘，这里可不分什么3、6、9等，里面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靠的除了运气，便是你的技术。大大大、小小小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庆幸，有人哀嚎。也许上一秒你还只是个乞丐，下一秒可能就会成为人生赢家。赌场谁又说得准呢？正来这一局，一旁围着的人大小疯狂地喊着，所有人都死死盯着中间那个小圆筒，心都提到嗓子眼里，生怕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伴随着最终答案的揭晓，一半人哀嚎，另外一半人则是兴奋地把钱往自己兜里揣。不过向来是进兜的钱还没捂热，便又下注进行下一把。人呐，大都是贪得无厌，赢了的想一直赢下去，输了的总想着自己可以翻盘。赌徒的命运又有几个是好的？我虽然不懂骰子，但是耐不住听力敏锐，也就听了2局便可以隐约猜出答案。不过这样算是作弊了，赢了也觉得无聊，毕竟钱财这种东西对我而言是真正的身外之物。玩了几局，赢了几两银子，便从人群里挤出来，在赌场里游逛起来。可绕了一圈都没有发现林梦晴的身影，不由怀疑起来。我生怕是自己看漏了，又扫视了一圈，依旧没有，装作一副痞痞的样子，问一开始接待的那人道：“大姐，我们赌场2楼是干嘛的？”那人轻蔑地瞧了瞧我：“不是我们县的吧？不懂规矩，2楼只有顶尖高手才能入内。”喊你们主事的来，我不想再重复第2遍。女子反应再迟钝，也猜出我身份不一般，单凭出手便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可一时间也猜不出到底是谁，但清楚的是一定是刘木山庄的人。想到这些，也不敢再多说话。姑娘请稍等。不过几分钟，便从门外走进一个中年女子，明显比之前的几人看上去都要沉稳得多。我不是本容，所以这人并不认识，却也是恭敬地说道：“不知姑娘是刘木山州何人，来这里有何事？”我扫了眼掌柜，看上去却是个温雅懂规矩的人，扔过去一个令牌：“我的身份你不必知晓，现在我要去2楼。”掌柜的接过，忙行礼，脸上竟添了一丝惊慌。可这丝惊慌没有躲过我的眼睛，瞬间便察觉出问题，不过却没有表现出来。掌柜毕恭毕敬地将令牌递给我：“您请。”我嗯了一声，朝着门口走去。离开前，目光若有若无地在他身上扫过。掌柜的惊了一身冷汗。我离开，他腿一软，差点没跪下去，在外面招呼了人，吩咐着盯好我，自己却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消失。何事？掌柜抱拳低声道：“大人，今天刘木山庄来了一人。”屋内沉寂2秒，进来说。掌柜进门，门瞬时合上，屋内一片寂静，与外界彻底隔离，
他正对的是一道屏风，至于屏风后的那女子，掌柜的从未见过，只知道她的命令，他只能服从。大人，那人的令牌是流木山庄独有的令牌，样貌属下从未见过，年龄看上去20有余，不会赌术，却能赢了赌场第2高手，出手阔绰，随便一场赌局便是500两，连输几千两，眼睛都不带眨。此外，此人的武功也是顶端。屋内又陷入沉寂，屏风后的女子很久之后才开口：那人你们切莫招惹，好好供着。这2天生意断上2天，切莫被他发现端倪。掌柜哑然，这人身份就是让主子都这样忌惮吗？誉王来此，主子都没想停下，却在遇到此人之时这样束手束脚。他隐约也猜到几分，却也怀疑，毕竟能成为流木山庄赌场的一个掌柜，流木山庄的高层他也见过1-2面，可是这人他一点印象也没有。是，大人。我绕了2条街才回到好运楼，刘生和柳梦林依旧在2楼的靠窗位置，不过没有再盯着赌坊，在看见我出来的时候便收回视线。柳梦林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穆姐姐，还未曾看到林梦晴出来。我浅笑，这件事在意料之中。无碍，饿不饿？柳梦林小鸡啄米般的点头，我和刘生脸上都划过一丝浅笑。3个人用过晚膳，我便带着2人在南州县逛了起来。南州县的热闹不比京城，却也有独有的特色。可惜的是，我们3人吃完晚饭还没怎么逛，天还未曾暗下来，摊子一个个的便收了起来。我们3人也只能回了悦来客栈。回到房间，便看见刘生坐在床边，鼓捣一堆小瓶子，不用想也知道这是要给我带着的。不用担心我，我不再等2天，你保护好自己啊。刘生了一声，却还在翻着瓶瓶罐罐。刘生知道很多事情他都不能阻止，那些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很是煎熬。他甚至有些后悔一开始为何没能跟着一起习武，这样就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很多时候即便知道他自己不用担心，可是心里却忍不住的担忧。刘生摸着瓶罐，任由我在他身上动作着，苦笑出来。千雪啊，有时候啊，我真想把你一直拴在我身边，一步都不想你离开我身边呢。我停下动作，紧紧环着他的腰，脑袋贴在他的背后，感受他的温暖。那就随我一起去吧。我察觉他身子一颤，忍不住将他抱得更紧了。刘生啊，可真是让我心疼。能有许多百姓自愿落草为寇，所以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刘生陪我一起吧。不过夜宿深山，真舍不得让你受这份苦。刘生眼角滑落一滴晶莹的泪，落在衣衫上，再忍不住转过身子，狠狠地吻上了我的唇，肆意地在我唇上撕咬，困在心里许久的委屈、担心都发泄出来。自从子熙出现之后，我便不再是属于他一个人。他害怕过，迷茫过，最终选择了容忍。他爱我，怎么舍得让我为难？在没有他的1年里，思念几乎吞噬了我的所有。没有人知道我在得知他带回一个男子时候的绝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全然被激发了出来。那一刻我就知道，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穆流生已经不见了，再也回不来了。只有在我身边，他才能真正的开心起来。可嫉妒快要让他发疯，他嫉妒子熙拥有我的每一天。一阵耳鬓厮磨，我2人都已经情动。我在他耳边呢喃道：刘生，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爱你，很爱很爱你，一辈子都舍不得放开的那种。我一个转身，将他压在身下，吻着他脸上的泪水，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轻柔。刘生，
别哭。刘生将头深深埋在我怀里，我的胸前很快便湿了一片，随后我的吻便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夜里，两个身子紧紧交缠在一起，心也是靠得越来越近。第二日清晨，我吩咐乔木几人一定要护好柳梦林，自己则带着刘生骑马朝山里驶去。我二人共成一计，刘生不记得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靠在我背后，马儿疾驰，耳边传着呼啸的风声，两边的风景快速后退，和之前一样的轻松，一样的欢畅。刘生闭上眼，面上是一片欣然，根本不像是要去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而是要去度假一般。这个时节，山上的风景比想象中还要美上几分。郁郁葱葱的一片，我不禁慢下来，马儿慢悠悠地往前挪着，瞬间马儿载着我二人在丛林中疾驰。林中风呼呼地刮过，偶尔落下两片落叶，打在脸上都有些刺痛。刘生却丝毫不觉，空气中传来一阵一阵清脆的笑声。在我的身后，树上隐藏的人探出一个脑袋，面面相觑地看向其中一人，显然是他们的头。那人稳稳落在一根枝丫上，一看便知不是普通高手。那人没有开口，只是死死盯着二人离去的方向，攥紧了拳头。对，通知前方埋伏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伤害那个男子，至于女子，不伤了性命便好。咻咻咻，树上跳下了10几个黑衣人，朝着我的方向追去。我根本就没有想着要甩开他们，那些人武功都不弱，打起来怕是有些困难。刘生只会轻功，打起来免不了要分心顾他。刚进来就遇到刺杀，这是没有预料到的。明显这些人不是山贼，而是专门来杀我的。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埋伏明显不是一波。刺杀那人还真是看得起我，驱使着马儿停下。我沉下脸，不让刘生下来。刘生，保护好自己。刘生也察觉到空气中的不正常，点了点头，塞给我一个瓶子。你小心些啊！我跳下马来，刘生随我一起潇洒跳了下来，握紧手中的药。我朝着空中的一个方向撇过去，手里的暗器却朝着身后另外一个角度扔了过去。只听见扑通一声，一个人便从树上落下，捂着伤口咬牙切齿道：卑鄙。而后又从树上落下几个人，迅速将我二人围了起来。一人冷笑道：好一招声东击西，不过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什么？反派死于话多。说罢，腰间的软剑顺势而出，便朝着周围的几人攻击起来，速度之快让人咂舌。我动手不过片刻，便察觉出问题，这帮人的武功招式都眼熟得很，不禁后退一步。你们是流木山庄的暗卫？你是谁？武功都是我教的，问我是谁？不仅是所有黑衣人，就连刘生都惊呆了。这件事他从未听我提起过。流木山庄的暗卫不认识自家主子，真是可笑。仔细看看我身旁的男子，你们真是眼瞎呀！所有人的目光齐齐落在刘生身上，所有人瞳孔骤然紧缩。那是穆流生，那身旁那位只能是我，穆千雪。所有人猛然地跪在地上。属下参见二庄主、二庄主夫人。领头那人悔到肠子都青了，以下犯上，刺杀主子，这就是10条命都不够杀的。何人的命令？属下不知，那人只是拿着暗卫的令牌。我眼里闪过杀气，能调用暗卫，在流木山庄的身份定然不一般呢。今日的事，任何人不得说出去。
我的身份不希望有另外的人知道。一会儿还会有人追来，交给你们解决。属下领命。回去自己领罚。属下谢庄主不杀之恩。我将刘生揽在怀里，施展轻功，消失在众人面前。我带着他落到一处稍微空旷的地盘，不远处正是我所骑的那匹马儿，悠闲地啃着地上的青草。刘生其实就是当时有些意外，回过头来再想想，也没有觉得奇怪，毕竟我可是江湖排行榜第1高手银狐啊。你为何会接了这份工作啊？我眨了眨眼，若是我说只是无聊，你信不信？信，你说的我都信。我牵着他的手，朝着马儿的方向慢慢走去。一开始呢，真的就是无聊，在铃木山庄每天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凑过去教了1年而已。木桥、美晴，他们可都是我的徒弟呢。木桥可是我当时挑出来给你的。是铃木山庄里的人呢，千雪。刘生心里有些恐慌，万一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呢？最亲近的人在背后捅刀，这才是最可怕的。可偏生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我沉下眸子，语气也随之沉下来。顺其自然吧，我们心情都不似之前的轻快，步履都沉重起来，没有再骑马，在山里步行而走，身上撒着刘生特制的药粉，也没有蛇虫鼠蚁靠近，一路上倒是安稳。这座山比我想象之中弯路更加多，沿路设置了很多障碍，一不小心便可能落入陷阱之中。我断定里面还有个人是布置陷阱的高手。一个小小的山贼都是卧虎藏龙，高手都在民间，这句话当真没错。3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这么多百姓聚集在一起，再加上一个优秀的领导，难怪官府围剿这么多次都无果，连欧阳南翼也遭了埋伏。如料想中一般，我们最终还是没能在太阳落山前寻到他们据点。我2人寻了一处山洞，捡了些柴火点亮，便打算在洞里将就一夜。夜晚，我丝毫没有放松警惕，这座山里可是生活着一大片人，饶是有个人发现踪迹，都免不了一场逃亡。我很是庆幸当初让刘生学了些轻功，最起码逃跑起来不用我操心。危险比我预想中的来得还要快。深夜便听见外面的脚步声，还有说话声，迅速将柴火灭掉，移到洞口观察起来。我凑过去听着几人的对话。寨主让我们小心为上，能在这么多陷阱中成功脱身的不多。不用那么担心，我们这么多人，何况还有孟琪在。我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完全不能保证自己在这么多的陷阱中完美脱身，路上没有一丝血迹，足以说明那人轻功之高。我们终究这么多人，难不成一堆人打1-2个还打不过？还是小心为上吧，小声点儿，敌在暗，我们在明，终归是我们吃亏。我准确地抓到一个名字，孟琪。孟林的姐姐似乎就是这个名字。听着几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忙喊醒穆留生，揽着他的腰落在最近的一棵树上。刚离开没多久，便听见一人惊呼：有柴火，真的有人来。而后又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还有温度，看来还没走远，大家都注意些，打起精神，都莫要脱离队伍。只见一众人从山洞里走出来，深夜我看不清领头女子的容貌，刘生更是迷迷糊糊，只能尽量保证自己呼吸平稳，不透露我2人的位置。只见带头的女子，那个被称为孟琪的女子，突然目光一转，手中的暗器直直朝着刘生的方向扔去，速度之快，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我堪堪躲过，暗器打在身后的树枝上，树枝直接折断，朝着地面落下。若是我自己，自然没有问题，可是怀里还抱着一个刘生，
刘生险些被伤到，这让我心里平添一丝怒火。我毫不客气地朝着女子的方向扔了好几枚飞镖，我攻势极猛，女子躲得更是狼狈，腰间的衣服被划了一道口子。与此同时，她肩上还中了一镖，幸是我飞镖上未淬毒，只是涂了些许软筋散，不然此刻这人已经是一具尸体。女子瞬间觉得身子软下来，没了力气。若非身边的女子扶着，怕是直接跪在地上。她身旁的女子见她受伤，暴脾气一下子便上来。哪里来的小贼？有本事出来跟姑奶奶决一死战！我冷哼一声，抱着刘生从树上跳下。我出来了，你待如何？刘生此刻正趴在我怀里，脑袋都懒得探出来。这帮人除了已经倒在地上那人，明显都没什么武功，随便2下便能解决。而且我也明显没有杀他们的意图。梦琪恢复了些许力气，开口道：这位姑娘，可否放过我的同伴？我一个闪身跳出战局，淡淡道：这可是你们主动挑衅的，若非你险些伤了我夫君，我又怎会出手伤你？梦琪脸上出现些许愧色。是在下的错，阁下还莫要与我们计较的好。梦琪，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我们哪里错了？是他闯进了我们的地盘，毁了我们的陷阱，还不让我们报仇了。哼，这座山是你家的，我凭什么不能上山啊？你的陷阱威胁我生命了，我凭什么不能拆？再说，我没阻拦你报仇啊，技不如人，怪我喽。你们还打扰我们睡觉了呢，怎么赔啊？刘生许久没有听过我这么流氓的语气，不禁笑了起来，在这深夜里格外的清脆动听，惹得几个人都不由得看向我怀里的人儿。穆留生睁开我的怀抱，朝我调皮地眨了眨眼，从怀里掏出一颗丹药，走到梦琪面前，所有人都花痴地看向他。这是解药，你险些伤到我，我家妻主伤了你，你们一堆人围攻我们，这样算是扯平了。我给你解药，可不是我觉得欠你啊，只是觉得你的名字和我弟弟姐姐的名字一样，我才好心帮你的。对了，我弟弟叫做柳梦林。梦琪或是柳梦琪，双眼睁得很大，不可置信地呈现出石化状态，张开嘴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刘生微微笑着，将他的表情尽收眼底，将解药扔进他嘴里，小跑到我怀里，一副求表扬求夸奖的小猫模样。我宠溺地笑着，我们刘生自然是最棒的。柳梦琪下意识地将药吞了下去，身上很快便有了力气，可他完全还没有从方才听到的信息中回过神来，还在消化着刚才的消息，直到身旁的女子喊他，发现自己已经恢复力气了，只是傻傻笑了起来。梦林还活着，他的弟弟还活着。这次他很聪明，没有再问刘生，而是激动地抓着我的胳膊。梦林在哪儿？你能不能带我过去见他？我嫌弃地扒开他的手。那行，你带我去你们山寨，我就带你去见梦林。柳梦林一下子犯了难，不太确信地看向我们。寨子里的人，他都当作亲人看待，绝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让他们受到丁点伤害，更何况还不知道我们说的是真是假。柳梦琪逐渐恢复理智。即便见到梦林，若是不能确保你们对我们寨子无伤，我是不可能带你们进去。我叹息，这人给我的印象当真不错，是个人才，可惜生在了缝隙。你们根本不是我对手，你信不信？不出2个时辰，我便可以找到你们的据点。柳梦琪对我的话无法反驳。我们若是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回去，寨里的人一定会加强防范，而且有寨主在，寨子便不会有事。都说了，你们寨主在不会有事，怕我做什么？再说，我还带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男子啊。行了，都散了。倾城从树上落下，对着众人说道：
都回去，这人我认识。所有人都看着剧情急速转弯，这人竟是寨主旧时。其他人都朝着寨子的方向走去，唯独柳梦琪踌躇不止。我看出他的想法，放心，明日你去悦来客栈便可以看到他，或者你现在去也行。寨主，去吧。得了倾城的许可，柳梦琪如同上了发条，朝着山底的方向飞奔冲去。柳梦琪离开，就只剩下3人。倾城面色很是疲倦地说道：你们2人也下山吧，算是帮我，这事你莫要插手了。倾城，我生出一份不好的预感，倾城可不是什么善茬，绝对没有什么好心来帮这些百姓，更没什么闲情逸致当什么寨主。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宇哥出事了，是吗？千雪，算我求你，别问，别管。罢了，你不肯说，我也不逼你。若是需要我帮忙，随时联系。近些日子我都在南州县。倾城了一声，便消失在夜空里。倾城离开，刘生再也忍不住地问道：千雪，这是怎么回事啊？倾城如此，必然受了威胁，能威胁到他的只能是宇哥，所以他来这里定然是受人指使，只不过那人是谁不得而知。能算计得了宇哥的人，这世上没几个，怕是以倾城要挟的吧。我眼底闪过嗜血的光，回来一家一家查。我也从不是什么好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是10倍奉还。此刻我们都已经被卷入这一场阴谋之中，无论如何我都要全身而退。不只是我的人都不能受到牵连。3更半夜，在经过这么一番事，都没了睡意，直接赶了回去。我们赶回来的时候，柳梦琪正在跟着一个黑衣人交手，明显不敌，而木桥他们竟都躺在地上，浑身染血，被赵瑞拿着鞭子使劲抽着。木桥竟一直忍着没有发出声来，抽出腰间软剑便加入战场，软剑便朝那人刺了过去。那一剑直直朝他心脏的位置刺去，分毫不差。他早已躺在血泊里，手里还握着鞭子，脸上是满满的不可置信。木桥气息很是微弱，若非我们回来及时，怕是真的一条命都要交代在这里。以木桥的实力，除非来人下了药，而且不是普通的药。刘生搭上他的脉，便知道是化功散，他又怎会猜不出那柳梦林被方才那些人带走了。我目光落在死去的赵瑞身上，事情比想象中还要复杂。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为了赵瑞报仇而来的，可赵瑞死了，他们连他的尸体都不看一眼，明显是一点都不介意。所以赵瑞不过是个幌子，而赵瑞做的最多的便是强抢民男。所以我眸色加深，墨色的光芒在眼底流转。为了不让官府怀疑，他们利用赵瑞，或者说跟他达成某种交易，他负责抢人，而他们负责保护他。说是赵府为了他的安全请了高人，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打了个掩护。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买卖男子，而赌场是他们的老巢。一切似乎都顺利地解释清楚了，所以梦离现在很危险，我们必须快速找到赌场的秘密。那柳公子你如何营救？他们现在知道我在，这2日怕是会停下手头的工作，估计要再过2日，希望梦林不会遇到什么危险。那个柳梦琪是谁？欧阳南逸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可偏偏这个时候就是想不起来。梦林的姐姐，嫡亲的。欧阳南逸哦了一声，接着问道：
你怎么找到的？那人无论相貌还是气质，或是其他，看上去都不像一般人家的小姐呀。我有些不耐烦，今儿个你问题可真多啊。他是那帮山贼的军师，知道了他弟弟还活着，就跟我下山了。至于那帮山贼，我帮不了你。我答应过不插手，具体什么原因这帮百姓落草为寇，你还是询问县令或者当地百姓吧。但是不可置否的是啊，这里面有阴谋。至于什么阴谋，想必你一开始便猜到了，有人要造反。欧阳南翼震惊不止，他又怎会不知？不过是不愿意相信罢了。若是国内有人造反，凤舞便乱了。我接下来的话让他更加绝望。这事不仅牵扯到刘木山庄，还牵扯到许家堡，甚至半个江湖。欧阳南翼许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这么麻烦的吗？究竟是谁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你都不清楚，我又怎么会知道？只是方才我说的刘木山庄的事，莫要让刘生知道，我怕他会难过。欧阳南翼点了点头，但明显还没从方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木然地离开了我的房间。穆留生在他走不久后便回来了。方才我看见誉王从你房间里出来，神情有些呆滞，还险些撞了树。你跟他说什么了？也没什么，不过够这家伙喝一壶了。木桥怎么样了？伤得很重，我能控制住他的伤势，但是身上的伤疤却没有那么容易修复。赵瑞的鞭子淬了毒，木桥几乎全身溃烂。真是便宜了那个废物点心。宇哥也出事了，现在连带着梦林也被抓走了。千雪，我有些担忧，我好怕他们。我将他抱在怀里，尽量能给他一些安慰。赵瑞死的这般轻易，确实是便宜他了。不过，我会把真正伤害木桥的人抓出来，交给木桥，让他自己处理。别担心，木桥可以挺过去的，你要相信他。他可是我亲自挑出来的人。至于宇哥，他可是幽阁的阁主，向来只有他取别人性命的时候，怎么会有人伤得了他？即便被抓了，也一定可以逃脱，更何况还有整个幽阁呢。梦林，你就更不用担心，好不容易替他找到姐姐，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姐弟团圆啊！相信我，一切都会没事的。穆留生闷闷地哼了一声，埋在我怀里，汲取着我的味道。话虽如此，我却比谁都清楚，这件事情是我目前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情。若是可以，我真想撂挑子不干。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无论如何也出不去了。我们都被卷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漩涡之中，此刻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我只希望我真爱的这些人都能够好好的活着，那便够了。浅之，你身边跟2个人，其他人你随便买个男子，或者纯看热闹都行。欧阳南一点头，几人便跟在我身后走了进去。里面当真怎一个混乱了得，尖叫声不绝如缕。我们放眼望去，前台正拍卖一个男子，男子模样顶多算是清秀，但几乎全裸在外，明显被下了药，浑身透着粉红，时不时呻吟着，看得几人都不觉闭眼，脸色微红，而台下观望的人却是沸腾起来。欧阳南翼唾了一口，红着脸道：呸，真是无耻。我也是随声附和，一览芳华香艳的画面也不少，可我还真是没有看过。离得虽然有些远，但我还是很清楚地看到男子脸上的不屈与耻辱，在心里叹了口气。在这样一个女权至上的国度，这样的买卖纯粹是将男子当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玩具。以梦林的姿色，毫无疑问是压底的重轴戏。
我方才准备在这里转转，看看是否有其他出路，便被一人喊道：“掌柜的，主上有请。”我忙嗯了声，转头看了眼欧阳南翼，朝他眨了眨眼，才跟上那人步子。在那人的带领下，我站在门口，心里忐忑不安，一时没有勇气推开那道门，直到里面清冷又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事情办得如何了？”我只觉一道惊雷劈下，整个人被彻底劈懵了。若是来之前我还存着一丝侥幸，但现在彻底被击碎了，不留一点余地。我缓了缓神，才模仿着掌柜的声音回道：“已经处理好了。”里面的人沉默了几秒，才开口道：“之前来赌场那人来了没？”“没有。”我猜到他问的是自己，直截了当的回答：“是吗？我问的谁？”我的心一急，看来是怀疑了。掌柜的应该是不知我的身份，顿了一秒，迟疑道：“不是流木山庄上次来的那位？”里面的人这才没有接着问，道了声退下。我松了口气，快速从2楼走下。突然从2楼传来一个声音，声音传遍全场，一听便知那人的内力深厚。听声音是个30多岁的女子。大家安静，最后一位要出场了。场内立刻安静下来，屏住呼吸，期待地看向前台。男子一上场便全场轰鸣，喊价声此起彼伏。我的双眼冒出火来，我放在手心里捧着的人儿竟被这般对待。腰间的软剑似乎都察觉出主人的悲愤，呼之欲出。让我更难过的是，穆灵山他怎么忍心？这是他的弟弟呀！欧阳南翼看向台上的男子，不得不承认，是个绝色男子，比起谁来都不输。不过还没有完全长开，还有些稚嫩，但这份稚嫩却更让人血脉喷张。男子脸上垂着泪，有些慌张，身上的衣物零星挂着，却比之前的男子多了些，勉强能遮住身体，身上明显有被打过的痕迹，胳膊上挂着几道红痕，稚嫩中添着几分魅惑。饶是欧阳南翼看了，都想要忍不住蹂躏一番，何况是下面这帮色中恶鬼，一个个早就看直了眼，口水流得不少。我看见这帮人一个个猥琐的眼神，恨不得将这帮人的眼睛都抠下来。3000两起价。3000两对于普通人家来讲，或是对于一个普通富商而言，都已经不少了。可此刻下面的人4000两、5000两，甚至上万两的声音层出不穷。不过3两分钟，价格飙升，已经升到了10万两。叫价声音越来越响，这样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人。现在能多看看也算是占了便宜。底下却冒出一个声音来：20万两。所有人惊讶地看向声音的来源，是一个20岁出头的俊秀女子，面容冷峻。看台上的男子没有丝毫的欲望，清心寡欲的气息跟在这里实在是有几分格格不入。我却是一眼便认出这女子就是徐锦离。她怎么会在这里？和我一样诧异的当属2楼藏匿着的穆灵山。徐锦离会来已经在他的意料之外，他竟会为一个男子赎身，当真是匪夷所思。认识徐锦离的人并不多，毕竟这大多都是商人，对于江湖之事不甚了解。不过徐锦离的面容气质还是很容易脱颖而出的，连欧阳南翼都不得不承认徐锦离很出色，饶是他都不一定有他这般卓然的气质。这下徐锦离在，我更是没有把握抢人，示意欧阳南翼开口。欧阳南翼点头，直接喊价：30万两。徐锦离蹙眉，
扭头准确地把握到声音的来源，眼眸里划过一丝诧异。他没想到这里竟然还藏着这么一个人。二人互相看着，眼里都是对对方的欣赏。徐锦离深吸一口气，接着开口道：“50万两。”欧阳南义直接跟，反正也不是他花钱。100万两。我嘴角一抽，100万两，还真亏得这人喊得出。这尼玛是南州县1年的收入了吧？真当我的钱赚起来容易啊！果真，100万两一出，全场倒吸一口凉气。徐锦离拳头紧了紧，想要跟着跟，奈何这银两着实太多，他拿不出来，只好放弃。不过徐锦离看向台上的人儿，他势在必得，真想直接抢人。100万两从哪儿偷去啊？一览芳华现在的收入也不过200万两，一半就这么扔出去，真是舍不得。不过好在柳梦林已经被带到台下，不用被这波人一淫了，心里总算安慰了些。不出片刻，便有一个中年女子朝欧阳南义恭敬地行了一礼。这位小姐是现在付钱，还是先打着欠条？欧阳南义嘴角抽了抽，果真是会做生意，知道他没带那么多钱。我说，那个，能不能打个折？他这话一出，全场沉默2秒，随后发出一阵哄笑声。欧阳南义只觉得自己的脸都丢尽了，在心里不住地骂着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来人也是一脸懵逼，随后才反应过来，不确信地问道：“您方才说什么？”显然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一时不敢相信。欧阳南义无意，只好又重复了一遍。那人才道：“您的意思是？”就是我没那么多钱，能不能便宜点？来人沉默了2秒，开口道：“那小姐能给多少？”欧阳南义心里再次鄙视地看了我一番，才说道：“30万两。”还没有刚才那位小姐给的多。小姐这话虽然没有说明，却是摆明了不乐意。方才那位是许家堡堡主许锦离吧？以他的轻功，怕是在场没人追得上吧？来人不语，显然沉默。在场的肯定没有比我出的高的，你要是不卖了，亏的是你们。所以啊，我们就各自退让一步，30万两成交，行不？这件事我无法做主，小姐怕是需要和我家主子商量。麻烦前方带路。欧阳南义走了2步，突然停下来吩咐道：“麻烦你帮方才那位公子穿戴整齐，我希望我带走的是一个干净整洁的男子。还有那春药，麻烦给解了。”“让我去吧，我也无事。”我早就备好解药，以备后用，没想到还真的派上用场。7拐8拐到了一个房间，被门口的2人拦下：“没有令牌，不得入内。”我咳了一声：“我只是传话，方才那位客人说了，去为里面的公子准备一身整洁干净的女装。”2人挑眉，不约而同地问道：“女装？”我点头，严肃地说道：“客人的喜好，哪里轮到我们说3道4？再说了，有的客人有些不良嗜好，这不是正常吗？” 2人瞬间一副我明白了的样子，不过心里都是暗自吐槽，果然是有钱人家，大都脑子都是和正常人不一样吧。只听扑通2声，2人便倒在地上。刘生备下的迷幻药当真是管用啊。柳梦林听见门响也没有什么反应，此刻的他正蜷缩在床上，面色潮红，难受着扯着身上的衣服，强忍着不让自己发出羞耻的声音。他的眼神已经有些迷离，看见突然出现在房内的人影，猛地抱紧自己，咬着唇想让自己清醒一些。
看着我离他越来越近，小声呜咽道：“不要过了，不要过了。”他泪水瞬间爬满脸庞，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我心里一疼，温柔地安慰道：“梦林，别怕，是我，你穆姐姐。”柳梦林闻声，身子一僵，诧异地看向我，脸不对，但是眼神不会错，他认得出来，这个眼神是他的穆姐姐。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撑着身子朝我扑了过来。我吓了一跳，把他稳稳当当接在怀里，松了口气。他的身子很烫，灼热的有些可怕。此刻得知来人是我，紧绷的弦一下子便断了，像是鱼儿见了水，止不住在我身上蹭着，嘴里还时不时哼出2声，听得我一个机灵，忙将解药塞进他嘴里，点了他穴道，运功帮他逼出药力。与此同时，2楼欧阳南翼也在努力地拖延时间，将无耻发挥到极致。反正就是这人我买了，但是我没那么多钱，反正人已经丢了，再接着丢也无所谓。欧阳南翼完全破罐子破摔，穆灵山也难得见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竟不知该如何作答。我这边当真可是不幸，刚走没多久，便从天而降一个女子。女子的剑直指我的脑袋，眼底有些疑惑。放开他！柳梦林被这样的场景吓了一跳，钻在我身后，连脑袋都不敢探出来。我把他从身后拉出来，牵着他的手举给徐锦离看，嘚瑟道：“看见没？他是自愿跟我走的。”柳梦林脸上瞬间挂上几片红云，泛白的小脸儿添了些色彩，娇羞地看向我，那般眼神看在徐锦离的眼里甚是刺眼。可是他也看得出，这男子是真的喜欢这个看上去30多岁，样貌很是一般的女子，眼里还是爱慕，一时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我喊了一声，狡黠地笑着：“哎，徐锦离，帮个忙呗。”徐锦离似乎有些诧异，又想着认识他也不足为奇，看了眼他审判过的柳梦林，哪知柳梦林看他的眼神又害怕地朝着我身后躲。他只觉得自己的心受到了10000点暴击，他好歹也是风度翩翩的女儿郎，不知多少男子想要嫁给他，他好不容易看上一个，人家心有所属也就罢了，看见他还这么害怕，他长得有这么可怕吗？不禁往自己脸上摸了摸，他的眼神通过悉数落在我眼里，惹得我不禁笑了起来，合着这位武林盟主是一眼就瞧上了梦林，一见钟情了。我好笑地摇头。听见我的笑声，柳梦林不解，徐锦离却有一种被人看穿的尴尬。回到之前的话，要我帮你拦着追来的人，我凭什么帮你？因为梦林啊。原来他叫做梦林，很好听的名字。我帮你可以，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南州府衙，不过你得快点，晚了可就什么都没喽。说着，我揽着柳梦林的腰，施展轻功，很淡然地从徐锦离的面前离开，看向已经彻底没影的2人。追来的人看见是徐锦离，忙参拜道：“参见盟主，不知盟主可看见有人经过这里？”没有。来人诧异，不过却是深信不疑。众人皆知武林盟主徐锦离为人正直，刚直不阿，最不屑的事情便是撒谎，更何况盟主也没有骗他们的必要啊。这么想着，开口道：“多谢盟主，变换方向往北追。”是。我早就带着柳梦林回了府里，柳梦琪自打回府就没坐下过，若非是我交代，他怕是按耐不住要去赌场了。看见我身后跟了个俊秀的少年，虽是女子打扮，可那熟悉的眉眼
柳梦琪的眼眶瞬间蓄满泪水，轻声喊了句林儿，可这一声包含着她无穷的思念。柳梦林身子一颤，顺着声音来源望去，似乎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伸手揉了揉，又看了2眼，错愕地看向我，眼神中有惊喜，有不可置信，亦有害怕。我亲昵着摸着他的头，帮他确信道：傻瓜，是你的亲姐姐柳梦琪。柳梦林眨着眼，眼泪顺着脸颊便落了下来，朝着姐姐冲了过去，紧紧地抱着她，无声的哭泣逐渐变为嚎啕大哭，所有的委屈思念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我没让2人认亲太久，毕竟以后有的是时间，开口道：马车准备好了吗？现在就出发吧。柳梦琪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有些不好意思。准备好了，现在就走吧。柳梦林快速从柳梦琪的怀里退出来，眼泪都来不及擦干，慌张地问道：去哪里啊？穆姐姐，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去吗？梦林，你先跟柳小姐离开，等这里的事情结束，我和刘生哥哥会去找你的。能不能不走？梦林舍不得你们。刘生走到他面前，掏出帕子帮他擦着哭花的小脸，温柔地说道：刘生哥哥很快便回去找你，不会分离太久的。柳梦林伸手抱住他，许久才松开，又看向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诺诺地说道：穆姐姐和刘生哥哥一定要来找我。上了马车，柳梦林还一直在窗口看着府衙门口的几个人，直到真的没了踪影，才扑进他怀里，小声的呜咽：姐姐，我不想离开。柳梦琪拍着他的背，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只能轻声哼着他喜欢的小调，希望能让他心里好受一些。柳梦林这几日都没有睡好，每天都战战兢兢地度过，今日体力又消耗太多，哭着哭着便没了声音，睡了过去。徐锦离看见我，第一反应是不认识，第二个反应是一冷容。我此刻挂着的正是林无双的容貌，容貌虽然比不上原来的倾城耀眼，那也绝对是个妥妥的翩翩少女啊！俊秀高雅，眉眼间的高贵，浑身的气质，一眼便让他断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这样想着，梦林喜欢这人，心里安慰了些。徐锦离沉默2秒，确信道：你是带走梦林公子的人。盟主来晚喽，梦林已经走了。什么意思？明面上的意思哦。之前跟盟主说过，千万别来晚了。可惜盟主还是晚了一步。徐锦离心里有些失望，可也没有强求。他来不仅仅是为了梦林，他还想跟我切磋一番。能邀请切磋一下吗？不能。徐锦离似乎不能理解为什么拒绝，随心问着：为什么？刚问完，便听见老远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抬眸望去，惊讶地张了张嘴，细细一想，便知这2人是一起的。这下他可是闹了个大乌龙。我看见欧阳南翼，心下一喜：你找他切磋吧，他的武功很厉害的哦。徐锦离很干脆地拒绝：他不行。我很给面子地笑了起来。欧阳南翼则是脚下一个踉跄，什么好的修养早就丢了一大半。此刻听起这话，直接一句：靠，你才不行，切磋切磋。徐锦离眼神也不想给他，他不能让自己空手而归啊，于是坚持道：我要跟你切磋。我有些无奈，我一点也不想跟这人动手。盟主一个问题，再加一个承诺。哦，愿闻其详。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要你放了慕容羽哥。徐锦离心底诧异，眼底瞬间凝结了一股杀气，
看向我的眼神更加复杂，半晌才开口道：“你到底是谁？”我只是莞尔一笑，没想到真的猜对了。这徐锦离比想象中要沉得住气啊，还是年轻啊。我的彩头盟主可是应下？徐锦离沉默，脑海各种思量，一字一句道：“那若是我赢了呢？”那就赢了呗，别忘了这场挑战可是盟主提出的啊，我完全可以不答应。若是盟主不同意，大可以直接离去，门就在前方，不会有人拦着你的。徐锦离暗自握紧拳头，慕容羽哥被他带走的事情，他身边的那个男子都不曾知晓，可这人竟是猜出来了。不对，他突然意识到问题所在，竟是自己先露出端倪，不禁有些生起闷气，又对我钦佩不止。即便我不同意，直觉这人也能将人救出来，不过是费些时间罢了。若是许家宝跟他对上，怕也是两败俱伤。可是这人是誉王身边的人，看得出来，誉王甚至有时候都听命于他。和誉王一派的人，便是我们的敌人。流木山庄的二庄主，锦白说过他的武功很高，可这容貌明显不对，易容术。这件事太重要，他不能私自决定。最后起身道：“我需要考虑考虑。”不知盟主需要多久？3天。3天后，南州县正南那座山，我在那里等你。希望盟主不要让我失望。我也希望如此。说罢，直接消失在院子里。那个穆灵山是吧？还没放弃呢。昨晚说让我再给他2天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人。我嗯了一声，心里隐约有些不安。柳梦林是跟着柳梦琪离开的，知道柳梦琪身份的也没有几个，应该不会有事吧。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想上山查看一番。我出趟门，你帮我跟刘生说一声。知道了。我到达山上的时候，便发现布下的暗器有很多都被摧毁了。按理说来，柳梦林和柳梦琪的前去并不会带来什么危险，也不会有人猜到他们会去的地方是贼匪窝，所以青城那里有内奸。我猜测青城定然是知晓的，可此刻柳梦林和柳梦琪却被置身一个危险的境地，我竟忘了这层。若是徐锦离帮忙，那更是麻烦。以青城的性子，定然会因为宇哥的缘故服软。宇哥便是他的逆鳞，也是他唯一的软肋。看这里的陷阱破坏程度，明显穆灵山完全将青城当作棋子看待，不带丝毫的尊敬。内有内奸呼应，外有顶尖杀手，我心里一紧，再没有耽搁，朝着山里走去。半个时辰后，我成功的找到了他们的据点，倒是没有想象中的大战，没有伤亡，倒是一片祥和。寨子外面站着几个巡逻的小兵，楼上还有暗哨。我大致观察了一圈，防守很严实，我若是硬闯，怕是会惊动里面的人。穆灵山一定在寨子里，我不能轻易暴露自己。我在外面小心查看，想要找几个混进去的入口。寨子定然不止一个正门，按常理来说，这样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个暗道，以备不时之需。我不管你是谁，我们的协议里可没有你带人闯我寨子这条吧？一双美眸里带着不耐烦和若有若无的杀意。可惜了，这般美丽的人儿却是抬手间取人性命。果然，越是美丽的人儿越是有毒。穆灵山对于他所谓的警告丝毫不在意，只要是不太过分的事情，他笃定这人不会对他动手，也直接开门见山道：我要刘梦玲，给了人我立刻离开。青城没搭理他，却是冷笑一声，声音如同地狱传来一般，听得所有人都是浑身一颤。哼，谁透露的消息？不站出来吗？青城眼神在底下的人脸上扫过，
不过一瞬，便听见扑通倒地的声音。穆灵山等人脸色皆是一变，倾城面纱下的嘴角微微勾着，说是带着几分抱歉说着，却没有一点诚意。我最讨厌叛徒，所以抱歉了。他直接打死那人，也就告诉穆灵山，我就是藏了你要的人，你想要从我手中带走，要凭借本事。还有，莫要在我这里安插什么人。他不说不管，不代表他不知晓，不过是懒得搭理罢了。穆灵山眼神从死去那人身上扫过，眼底是化不开的震惊。这男子武功竟如此之高，出手更是如此狠辣，心里不禁盘算起来。倾城瞧他如斯模样，眼神也带着几分轻蔑。因为慕容羽歌的缘故，他不能跟他们闹得太僵，此刻也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柳梦琪从密道回去，直接去了大殿，朝着倾城施礼道：寨主，属下回来了。倾城眸子里闪过一丝诧异，他竟放心让柳梦琳一个人离开。现在大概拖延了半个时辰，不过却很快了然。柳梦琪敢回来，说明他将人交给了一个他完全信任的人。除了我，他不做他想。不得不说，我这个女人真的是个心细如尘的家伙。倾城想明白，很平淡地问道：人送走了？送走了。倾城朝穆灵山抛去了一个无辜的眼神。那真是不好意思呢，不知道你们要找人，在你们来之前就让人把这位客人送下山了。至于去了哪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还请劳烦您换个地方继续找吧。穆灵山几人听着二人的对话，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这么赤裸裸地告诉他们，人已经被他们放走了，被拖延了这么久，追也是追不上了，心里瞬间窝了一肚子火，强压着怒火起身，连一句客气的告辞都没有，便直接甩袖离开。确定几人已经远离，倾城这才开口吩咐道：既然没有离开，这些日子便不得再离开寨子。是，寨主。我带着柳梦琳下山，走到一半也是倒霉，竟又遇见了徐锦离。他身上带着些尘土，这厮明显是跟陷阱进行了一番斗争。看见柳梦琳的一刻，他眼神亮了：将这位公子留下。柳梦琳害怕的往我身后缩着，连脑袋也不往外探，挡得严严实实。徐锦离被他这举动搞得心里不是滋味，却还是坚持不肯放行。把他带走，穆灵山又将人卖给我们，一样不是你的。而且你确定要这样做？为了钱出卖我们梦离？说着，眼神往身后的方向瞟着。徐锦离听见穆灵山这个名字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比之前听见欧阳宇哥还要震惊，因为连他都不清楚跟他合作的是流木山庄的何人，只是他们确定需要流木山庄的财力物力，又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通过这个面具人来办。我瞧他神情就知道，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是穆灵山。也是我多嘴，这些人合作也不弄清楚身份，还真是随意。喂，想好没？想好了就让开。徐锦离身子侧开，便听见我吹了一声口哨，不一会儿，远处便跑来一匹马儿，转身抱着身后的人跳上马，对他说了声：3天后的比试照常，彩头不作数也可，算是对你的感谢。徐锦离弯了弯嘴角，也算不亏。至于穆灵山那里，不过是金钱合作关系，他顶多说是来的路上没看见人，要抓的人已经走了。徐锦离也没打算再继续上山，干脆找了棵树，眯着眼休息起来。一直听见周边的声音，确定穆灵山几人即将到来，这才从树上跳下。看见他们也没有什么表情，也没问什么，瞧着一个个都是黑着一张脸，便知道是受了气。穆灵山朝他假意抱拳：盟主，在下还有正事，
先行告退。说罢，便带着一行人下了山。明明就只见过3面，甚至连话都没说上一句。每每见面，他还把人家吓得躲在人家身后。可是他越想越觉得柳梦琳合他心意，他脸上都不自觉地洋溢着笑容。一见钟情又陷入爱恋的女人，当真是个傻子。我撞见徐锦离，便知道今后的日子会更加的不消停。徐锦离这个人完全就是死皮赖脸，以前只是每天傍晚时分会来，现在干脆了，从早待到晚，也丝毫不掩饰他的来意，搞得柳梦琳现在都不敢出门。我对徐锦离这个人还是很满意的，抛去一切外在因素，若他成为柳梦琳的归宿，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可惜的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除此外，徐锦离还和我们是对手，若是梦琳当真有意，我也不会阻拦。可眼下的情况，我有些无奈。我真的纳闷，这徐锦离是以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还是笃定我们不会动他？丝毫没有顾忌，都快将南州府衙当作自己家了。柳梦琳虽然从不表达她的想法，可她的做法实打实表明了她的态度。徐锦离不知是在感情方面是真的弱智，还是真的想凭借这坚持打动他。若非是第3天有和我的决斗，怕是他还是会在这里待上1天。刘生极力要求跟着。至于欧阳南逸，这么重大的一场比试，他怎么可能错过？那些暗卫也是难得看见2个高手对决，欧阳南逸也没有阻止他们。所以原来说好的2人比试，最终变成了一堆人浩浩荡荡的观战。徐锦离看到了来了一大片人，脸上有些无语，但是在看到人群中没有那个他想看见的身影，心不禁地低落下来。不过也没有让这个思绪影响他太久。我朝他抱拳道：“许盟主，请，我们点到为止。”顷刻间，周边肃杀起，空气中的气流也跟着有了生命一般。随着我2人流转，我祭出手中的剑，眼尖发现徐锦离竟也换了剑，心中对他的好感又多了几分。不过既然是比试，我自然不会相让。想要知道我的实力，那我便告诉他。2剑相撞，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我2人出手动作极快，一道道剑光闪过，众人看的是目瞪口呆，拼命地盯着，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奈何又不能完全捕捉到所有的动作，都恨自己为何没多长一个眼睛。刘生是看得心惊肉跳啊！我2人对战，步步都带着杀气，若是一个不小心，那后果他不敢想。手心里捏着一把汗，目光随着我移动，不一会儿竟看得眼都有些累了。我2人掌心带风，出手极其凌厉，一招一式看得人眼花缭乱。若是换作他们，怕是早就阵亡了。徐锦离难逢对手，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一个旗鼓相当的人，拼了命的想要打一场。徐锦离武功内力虽然比倾城要强上很多，可风格却全然不同。他的打法还是比较保守一些的，多少还是会顾及些自己，所以我对上他并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我可不想受伤，若是受了伤，刘生的脸上估计又会拉上2天。最后的结果算是我险胜，打得酣畅淋漓，身上都被汗水浸湿。刘生在结束的时候便冲了上来，检查着我的身体。我任凭他查看，对徐锦离真心道：“盟主果然很强，不过承让了。”徐锦离心里一满是震惊和欣喜，单凭这场比武，他这一趟来的便不亏呀。林小姐武功在下佩服，也甘愿认输。盟主若是用赤焰，输的就是我了。胜之不武，非我所能为。
那慕容羽哥呢？我可不信盟主抓住他没用特殊手段。刘生动作也是一顿，冰冷地看向徐锦离。徐锦离被问得哑口无言，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抱拳道：这件事徐某不做任何解释，徐某也是无可奈何。虽然这件事他吩咐手下要和慕容羽哥1对1，但是他手下确实耍了手段，这是他的错，可也不能怪罪他们，否则他真的不一定能抓到慕容羽哥。所以这件事即便他不愿，也已成定局。我没有抓住这点不放，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说话算数，只是一场单纯的比试，不会让你实现之前的彩头。若是无事，林某带着众人也该离开了。徐某在此谢过林小姐。我走了2步，虽然顿住步子，扭头看去。哦，梦离那里，我希望你不要再来了。盟主也应该明白，我们是敌人，而不是朋友。说罢，我便头也不回地离开。当天夜里，意外总是来得很突然，欧阳南翼便收到消息，虞城爆发瘟疫。这一重磅消息直接将所有人炸了起来。瘟疫在古代那就是致命的病啊，得了瘟疫能活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夜半，众人坐在院外，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无比惆怅。千雪，让我去吧，你该相信我的医术。我一语不发，沉着一张脸。欧阳南翼跟我差不了多少，对于穆留生的提议，他私心里是赞同的，毕竟能比他医术高明的，怕是这世上都没有几个。可这人是我的夫君，他又不忍心，前方可是瘟疫，若是一不小心，便可能万劫不复。对于我而言，刘生比那些所有的百姓都要重要，我不能让他以身犯险。不行。千雪，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不是那种只能跟在你身后被你保护的小白花，我已经大了，我已经足够成熟，我也能保护你，能为你做些事情了。让我去好不好？相信我，我能保护好自己，就跟你让我相信你一样，信我一次。刘生，你的医术我从不质疑，可……刘生笑着，不会有事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很快过去的。去吧。刘生欣喜。你同意了？我点头，接着说道：先去虞城，我随你一起。虞城瘟疫解决，明早我会跟倾城请罪。可是宇哥呢？不会有事的，相信我，我会请姐姐帮忙。欧阳南翼听着我们的对话，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他不得不承认，刘生是个好男子，是一个值得所有女子真爱的男子。我替虞城百姓谢谢你们。不必谢我，要谢就谢刘生。回来若是瘟疫过去了，记得朝女皇要些赏赐。欧阳南翼听着我玩笑的口吻，却将这事记下了。等这件事情结束，他一定要同女皇禀报，给我2人记上一个大功。我笑着说道：早点休息吧，明早出发。第2日清晨，倾城一早便来了府衙，听说了我的决定，倒是没有什么生气的想法。他从不强求，更何况我亦派了刘木山庄的高手相助，同时连夜画了一张简单的许家堡布防图。虽是简单，对于他们而言却是莫大的帮助。柳梦琪跟着倾城一路前来，我正想着要将柳梦林交到他手上，这人便出现了。这次离开，柳梦林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感情起伏，依旧乖乖的听话，跟柳梦琪上了马车。他知道自己不能跟着，那是瘟疫，他去了只会是累赘，所以他会乖乖的等着我们回来。他会每天为我们祈福，祈祷着我们能够平安的归来，处理好南州府衙的事情。欧阳南翼往京城传了一条指令，大概就是南州贼寇已经暂且平息，他已赴渝州。
消息到达京城的时候，几人已经到达了虞城。即便女皇再不情愿，也只能这样了。我们直接朝衙门走去。衙门也是一片荒芜。听说这里的县官在瘟疫爆发初期便直接卷着东西彻夜离开，现在不知下落。县令的离开几乎让县里的百姓失去了希望。县衙里只有2个衙役，看见突然闯进的几人有点傻，明显是外城进来的，竟然直接说道：你们有毛病啊，来这找死啊！我还没说话，欧阳南翼先是忍不了了。你给本王闭嘴！你们这儿新来的钦差呢，带我们去见他，不然现在就让你去地府瞧瞧。大侠，你刚刚让我做什么事？让我去找大人？不去，不过我可以给你们指路，你们就顺着东走，然后在第3个巷口向南走，就能看见啦。别他妈的废话，带我们去，否则现在就要你命！他眼睛睁得老大，控诉地看向我。啊，你不会是想害大人吧？大人可是好人，我不会带你们去的。这他妈什么脑回路，跟他说话真费劲。听好了，我旁边这位是当今誉王，明白了吗？誉王？女子诧异的看向欧阳南翼，却是讽刺的笑了。哼，真的假的？不是早就放弃我们啦？连城门都封了，现在又派个王爷来啊？我怎么不信？欧阳南翼没有圣旨，沉着脸许久才正色。我当真是誉王啊！我带了一位神医，当真是为了瘟疫而来，带我去找你们大人，带我去了自然知道。一路上全是百姓的哀嚎声，不绝如缕。女子一路闭嘴，一句话都不说，呼吸也很轻，走的也是小心翼翼，看是真的怕了这瘟疫。到了地方，乞求的看向几人，眼神里表达的意思明显得很，能不能放他离开？我没有阻拦，毕竟他什么安全措施都没有，要真让他来帮忙，也该做好防护措施啊。几人看向百姓，还有人群中忙碌的几个身影，其中一个身影让他们几人都是一惊。在我开口之前，欧阳南翼就已经冲了上去，一把将人扯了下来，愤怒地看着他，眼睛里喷着火，让人心惊，话几乎是从嗓子眼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你怎么敢自己来？你疯了不是？欧阳思吞了吞口水，眼神里有些惊慌，却很快散去。接下来的愤怒不比他少，却是一直重复着一句话：现在就走，立刻，马上！开什么玩笑，欧阳思，你还让我走？欧阳南翼也不管他继续说话，扯着他便往外走。母皇真是疯了不成？竟让你来！现在你就给我回去！欧阳思想要挣开他的手，可完全没有用。欧阳南翼是卯足了劲儿的，使劲儿往外拉。再看见欧阳思在这一刻，他竟生出了一份想要杀了女皇的冲动。他竟然忍心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往火坑里推，已经害了他青春还不够吗？竟然还将他送到一个地狱里面。我站在一旁看着，也不知该做什么。看见欧阳思，这让我太震惊了，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一个欧阳思，当真佩服，能心甘情愿地来到这个鬼地方，那是该有多大的勇气。那些当官的是让人瞧不起，一个个还好意思戴着头上的官帽，这比不上一个男子的胸襟。千之，我不能走，让我留下好不好？我忽然开口，若宁，先跟他回去。欧阳思这才注意到身旁还站着2个人，是我和刘生，似乎抓到了希望。千雪，帮我劝劝千之，他不是很听你的话。欧阳南翼冷眼看着我，一副你要是敢开口让他留下，我就跟你没完的样子。
我到嘴边的话一滞，悠悠道：“先回府衙，接下来的事再说。”欧阳思满脸失望，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刘生，你帮我劝劝他们，好不好？刘生一脸为难，这让他如何开口？想了想，对欧阳南义道：“你看我不是也来了，我会帮他做好防护措施的。”不行，你是大夫，他什么都不懂，留在这里太危险了。你还不是什么也不会？再说我已经来了好几天了，简单的救助手段已经学会了，我不会拉后腿的。那也不行，我是女的，你是男的，你瞧不起男的？瞧不起男的？欧阳南义一头黑线，你们捣什么乱啊？不是大哥，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反正这件事不容拒绝，跟我走。算了吧，钱之，让他留下吧。他方才的手法很娴熟，明显已经做了很久，给他一个机会。有我和刘生在，不会有事的。穆千雪，你这样把他送走，你觉得他会甘心离开吗？更何况他想留下。钱之，大哥想要留下，真的想要留下，你就同意吧。行了行了，你们一个个的跟我是恶人一样，但大哥你要小心些。放心吧，我一定会注意的。谢谢你，钱之，你也要注意些。欧阳南义冷着脸点了点头。等等，先带人回去重新做防护措施，你们这样太容易感染。还有，你们跟刘生先说说这里瘟疫的情况。欧阳思皱着眉看向病人，扭头道：“不能晚点吗？”“不能。”我很坚定的拒绝。“你也不想他们感染吧？听我的话，先跟刘生回去，我留下。”刘生对我的安排很满意，虽然有些担忧，但是已经来到这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朝着欧阳思笑着说道，声音无比轻柔，有着安抚人心的作用。“听他的安排吧，很快的。”欧阳思点了点头，朝刘生露出了一个温和友好的笑来。这样的人真是让人难以拒绝。好。那我呢？为什么不安排我啊？你跟着留下吧，我教你一些简单的常识和处理措施。毕竟在这里，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欧阳南义嗯了一声，跟在我身后，看着我的动作，帮着处理着感染的病人。欧阳思则带走一个大夫，带着刘生回了府衙。本来那些人还想帮忙什么，发现我的动作比他们还要娴熟，丝毫用不着帮忙。倒是欧阳南义看得他们一个个头大得很。我边处理边观察病人的症状，了解到一些信息。如果猜的没错，是天花。这病放在现代怕是没什么问题，但在这里是致命的疾病，几乎想不到办法解决。这病的传染性太强，完全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我越想越是心惊，脑海里真的是什么办法都没有。在搬运病人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要随意交谈，这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所有人都无比震惊，这样的症状他们还是第一次遇见，完全没有什么应对措施。短短几天，感染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而且根本没有办法遏制。他们新来的人都有人感染了瘟疫，他们一个个都只能看着，束手无策。一个个听着我似乎是了解这种病症，心里都燃起一丝希望。现场没有染病的人群一下沉默了，虽然还在干活，但是一个个都忍不住想要逃离。现在的情况太危险了。我看着众人的神情，淡淡道：“不必太过担心，回去我会告诉你们一些注意事项，会大大降低疾病的传染率。今天就先到这里吧，都回去吧，留下太危险。回去都记得用热水清洗自己的手，洗过手的水一定不要再洗脸。”刘生几人回到府衙，便看见了之前带他们带路的女子。女子看见欧阳思也随他回来，震惊不已。而且之前的两个女子竟没有跟来，只是留在一情帮忙，探着脑袋怀疑道：“
大人，那个难不成真是王爷？欧阳思嗯了一声，也没有想搭理他的想法。他对待一个贪生怕死的女子，实在提不上什么好态度。那这位公子真的就是神医了？那是不是我们这里的瘟疫就有希望了？不过这可是天花，你能治得好吗？对了，你这是简易口罩吧？方才我就注意到你们几个戴的，难不成你们也是穿越的？刘生几人听得一脸懵逼。不过刘生对他口中这个口罩这个词倒是很熟悉，我跟他们说过，这东西叫做口罩。你知道这个疫病的来源？女子点了点头，却是答非所问，有些失望道：唉，那你肯定不是穿越的，难不成这个口罩是蒙的？我就知道，一定是我想多了。这个口罩是我的妻主做出来的东西，你可以等他回来询问他，就是方才王爷旁的那个女子。现在你能告诉我这个疫病的来源了吗？行，我告诉你，但是真的，我告诉你也没啥用。没关系，你尽管说便好。好吧，这病啊叫做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其传染性强，病情重，主要表现为严重毒血症状，也就是寒战、高热、乏力、头痛、四肢及腰背部酸痛。体温急剧升高时，可出现惊厥、昏迷，皮肤成皮依次出现斑疹、丘疹、疱疹、脓包，最后结痂、脱痂、遗留痘疤，染病后死亡率高。刘生一一记在脑子里，这些症状加起来，他之前从未遇见过，处理起来一定是很棘手。询问道：你可有什么应对的法子？这么多天了，我要是有办法，还至于这样？为什么之前不说？宝宝心里苦，宝宝不想说，能不能别逼我？你叫宝宝？欧阳思问道，这样一个名字不太像女子的名字呀。其实他也觉得这人有些奇怪，言语间有些疯疯癫癫，精神也有些不正常。我叫杨依然，今年28岁，你是神医对吧？算是吧。你会不会提取微生物啊？刘生也完美的摇了摇头，根本不知他在说什么。杨依然叹息，想着自己脑海里所有关于天花的资料。唉，算了吧。这里有没有养牛的？要牛做什么？找解决方法啊，不过解决的希望不大。回来要是有大型的屠宰场，带我去。还有，预防天花病毒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这个病毒传染性极强，你们最好直接将染病的人隔离，不然会有更多的人感染。还有，你们若是有接触过病人，一定要杀菌消毒。热水还有烈酒特别注意，出门戴着口罩，就跟这位帅哥戴着一样。在疫区一定不能多说话，这病毒可以通过空气直接传染的。若是受了伤，身上有伤口的，也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接触他们。哦，还有，我需要一些工具，不用那么精细吧，好歹能弄出来一些。一会儿我画给你们。杨大人，还有2位，容本官插上一句。你要说什么？这位姑娘，我们来了这么些天，姑娘你都能避开这些疫病，便极力避开。今日为何就突然说了这么一大堆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话，便让我们听命于你？这样是不是有些与理不合？杨依然瞬间就不想搭理他了。他说了这么多，还不足以证明他有解决这事情的希望。杨依然手叉腰，来回打量了这太医一圈，看得刘生和欧阳思都觉得莫名其妙，更何况那位太医了。被他这么看着，也有些紧张。你看着我干嘛？这位大妈，看你也是个大夫，你要不信，你直接考我吧。考完了就按照我的要求办事，不然的话，这疫病恐怕是控制不住。杨依然吐槽道：瞧瞧这容貌，再瞧瞧这武功，你再瞅瞅我，刚穿越过来被扔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刚进来就被通知这座城感染了瘟疫，县令还捐款潜逃了，基本就是等死。我当时啊，就想着自己要不再死了得了，
反正啊，迟早的。除了这张脸和这个身子的家境，其他的都是我自己努力得到的。我比你来得早，而且穿越过来的时候是个婴儿，所以很快便适应了。这里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你倒是亲和力十足啊！方才那位帅哥是你老公啊？虽然戴着口罩看不清脸，不过一看就是个顶级帅哥，而且很博学呀。他叫穆留生，算是我的童养夫吧。至于我，你所说的所谓的亲和力啊，不得不说啊，你还是太嫩了。知道我穿越前是干什么的吗？杀手，顶尖的。至于现在啊，半个商人，半个当官的。你都把你的身份告诉我了，也就是信任我。我没你想的那么傻，不就是想让我留下来帮忙呗？这有什么难的？而且救他们也是在救我自己啊！我可不想刚来就被困死在这座城里。有什么办法？不会是准备找病牛吧？把现代的那一套都搬过来？你也懂啊？倒是想，但是不太可能啊，顶多搭个简易的环境。行，你要什么？回来列张清单，我会帮你准备好。行，尽快。知道了，你也尽快把清单给我，最好今天吧。啊，对了，以后叫我千雪。杨依然。我朝他点了点头，朝着大厅走去。千雪，这是刘生一个人的声音。欧阳思竟是嘴张了张，没有出声。跟方才不同，他为了留下，根本没有心绪再想其他事情。而此刻，他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再见到我，他连名字都喊不出来。刘生感觉到现场的氛围有些不太对劲，不禁看向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欧阳思喜欢我，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在这里看见他说不出是什么心情。不过大家都是为了灾民，所以也就尽量没让自己带什么私人感情。刘生拉过我的胳膊，让我坐下，想要打破我二人的尴尬，笑着说道：你认识那位杨小姐吗？那位杨小姐真是个厉害的人呐。不认识，和你们一起认识的，不过知道的比你们多一些。那千雪你知道还有他说的什么器皿、病毒什么的，感觉很神秘，很陌生，还有种特殊的魔力，让人不自觉的想要学习。想学就去问他，什么都不用考虑，我都会支持你的。刘生若是想跟他学习，一定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刘生比想象中还要开心，倒是身后的太医不满道：男女授受不亲，这样有违夫道。我翻了个白眼儿，跟刘生郑重道：千万别搭理他们，你想做什么就做。知道了。欧阳思在一旁看着我二人的互动，他完全就是那个被隔绝在外的第三人，他一句话都插不进去。腿突然有些软，他想离开，可是腿像灌了铅一样走不动路。刘生看见他有些泛白的脸色，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是故意的，可是他忍不住，他想要独占面前的女子，可他也不想要伤害这个善良的男子。明明那么坚强，死都不怕，却因为我二人的互动白了脸。刘生嘴动了动，喊出了一声千雪，我嗯了一声，就听见他说道：大人已经把杨小姐方才所说的都记下来了，我们几个一起总结了一下，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余光扫了一眼欧阳思，他手心紧紧攥着一张纸，有些紧张不安。至于刘生背对着我，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这样的场面真是让人尴尬，说什么也不对，最终起身拉着刘生离开，步子突然顿住，回声道：这事儿我不擅长，还是问杨依然吧。说吧，我便拉着刘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欧阳思猜到结局，可惜他还是存了那么点侥幸的希望。这一句话让他的心碎成了一片一片，还是这么绝情，
之前已经被彻底的拒绝过了，怎么现在心痛的不能自己呢？盯着我二人的背影，欧阳思想哭却哭不出来，转身苦笑着将纸放在桌上。麻烦太医了。说罢，一步一步挪着往前走去，面前出现一个身影，抬起头勉强笑道：我没事的，不用担心。欧阳南意将他抱住，什么都没说，他都明白，都明白的。谁的爱太疯，任性的挥霍。杨怡然和我二人不眠不休，鼓捣了2天，终于成功的将牛痘病毒提取了出来。可此刻面临的是另外一个难题，用谁来试药？试药面临的风险很大，因为注射完牛痘病毒之后还需要注射天花病毒。这里的环境本就简陋，注射的牛痘病毒里可能还会掺杂着其他细菌和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一旦入侵人体，就有很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错。若是之后再加上天花，所以这几乎意味着死亡。几成把握？4成。才4成吗？欧阳南意深吸一口气。我来吧。不行，疯了不是？你是誉王，是这里的核心，你若出了事，谁来主持大局？不是有你，你可比我强得多。不行，我不同意。我来吧。欧阳思淡淡开口，很从容地走到大家面前。我是最适合的人选，不是吗？不要打断我。千枝，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你该明白的，你先是凤舞的王爷，才是我的妹妹。欧阳南意攥紧拳头，青筋爆出，咬牙切齿道：不行，我已经答应你留了下来，怎么可能再让你面临这样的风险？那要怎么办？那要谁来？这里缺了你们谁都不可以。可我可有可无，不是吗？欧阳南意眼角落下一滴泪，嘶吼道：不是，你怎么可能可有可无？你是我的哥哥，唯一的哥哥。欧阳思走到他面前，抬起胳膊，宠溺地摸着他脑袋，温柔地说道：千枝都这么大了，现在都是你照顾我了，一直都是你在为我努力，这次就让我为你努力一次吧。欧阳思转身对着杨依然释然笑着：我行不行？杨依然沉默，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怎么舍得这么一个善良坚韧的男子出世？这么一个优秀的男子，他怎么舍得？我也是低下头，我比不上他，我不能出事，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子熙还在等着我，还有刘生，若是失去我，我不能想象那样的场面。我承认我自私，我的心微微颤着，抬头看向欧阳思，正好对上他的眼神，他正期待地看向我，想要我成全他。可我怎么能做到？我怎么忍心？欧阳思突然笑起来：大家别这么绝望，不是说了有4成的希望。说着，他慢慢地走向杨依然，拿起杨依然带来的针，所有人的心都是一紧。我在他拿起针的刹那，便已经挪动身子，时刻准备抢下来。都不准动！欧阳思抓着针管，抬头很淡然地笑着：再成全我一次吧，你们应该相信杨小姐啊。再说刘生不是在研究解药了，我相信他。刘生张了张嘴，却不知该说什么。说解药？他几乎没有头绪，还是说他没有信心在他发病之前救了他？这个担子一瞬间重了好几倍。欧阳南意死死地盯着他手里的针管，心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几乎祈求道：大哥，你冷静一些，
千万别做傻事儿啊！最后争论的结果，欧阳南翼最终还是妥协了。欧阳思性子太执拗，他根本劝说不动，何况心冷了。他一直知道欧阳思活着，之前是因为他，现在他已经娶夫，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他放心不下的。若是成功，救了这一城百姓便是最好；若是败了，那便败了吧。徒留于时间，他也不知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个时代，被灌输的观念本就如此。即便他有勇气走出来，有勇气男扮女装外出经商，这已经是最大的极限了。在这个依附于女子生存的时代，他本就是个异类。我没有阻止他，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留下他。欧阳思注射了病毒，欧阳南翼几乎没了心思再去管疫区，我接管了他的任务，每日都忙到深夜。刘生几乎是翻遍古籍，一味一味药材的试，终于让他成功的找到了一味药草。杨依然只告诉他，在前期发热发疹的初期形成疱疹，3个不同的时期采用的一味药关键是不同的。好在现在他找到了前期发热所需要的这味药材。刘生几乎是奔跑出来，看见院子里的人，吩咐道。院里的守卫听见这话，激动地说着。刘生咬牙重重点头，脸上是止不住的兴奋。前期发热时用桑菊饮加碱，应该可以暂缓病症，去试试。真的吗？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整座城里流传出来，整个城里终于迎来了第一缕阳光，城市的阴霾似乎散了很多。有好消息传来的同时，亦有一个重磅消息狠狠地打击着他们。欧阳思出事了，浑身滚烫不已，烧退不下去，不是瘟疫，却是其他的病菌感染。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欧阳南翼守在他床前整整3天，欧阳思竟然还在发高烧，这样下去怕是不死，脑子也会被烧坏，醒来怕是真的会变成个傻子。欧阳南翼急得头上都冒出了好几根白头发。杨依然3天里也跟疯了一般，想要研究出解决的方案，之前准备好的药竟然都没有什么用，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欧阳思自己，或者他能提取出抗生素药物。最后还是没能成功从一堆发霉的馒头中提取出来些许青霉素。这样的药物说实话，我不敢给欧阳思使用，怕效果会更差，我也已经承受不住最差的结果。试试这个。刘生端来一碗汤药，小跑着过来。欧阳南翼看着他接了过来，死马当活马医嘛，他应该相信刘生的医术，一定可以的。欧阳南翼坐在床边，小心翼翼地将欧阳思扶起，像呵护一个稀世珍宝一般将他安置好，才端起药碗慢慢地吹凉，才将盛满药的勺子送到他嘴边。可是药却顺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欧阳南翼不死心，又试了一次，药汁再次流了出来，乌黑的药汁留在他衣服上。欧阳南翼手都抖了一下，差点将药碗打翻，回头期待地看向众人。怎么办？喂不下去。我眉头拧成一根线，沉声道：都出去。刘生抬头看向我，咬着唇走了出去，其他人也一个个都退了出去。我这才开口道：嘴对嘴喂。什么？欧阳南翼震惊道：这是我的哥哥，我怎么能这么做？难不成你要他死了才肯这样做？这是非常时期，我已经让所有人离开，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的。欧阳南翼纠结着，握着碗的手指都有些发白。这样的事情他实在是做不来。我闭眼深吸一口气，才淡淡开口：别将碗捏碎了，这是用刘生的血熬成的。欧阳南翼心情复杂到极点，他将碗放在一旁，舔着脸说道：我知道穆夫人是个好人，我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千雪，求你帮大哥一次，
他爱你，他一定希望这个人是你。他是我的大哥，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双手紧紧攥成拳，差点一个拳头就朝着他打了过去。你疯了不是？你这样将我之前做的置于何地？若是若宁醒来，你要我如何面对他？你要我如何面对刘生？那怎么？欧阳南意痛苦道。那我要找谁？我总不能随便拉一个人过来吧？大哥醒来，我要怎么面对他？千雪，算我求你，这件事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大哥不会知道的，我不会告诉他的。你……我别过脸，许久才慢慢地走到床边，步子极慢，像是灌了铅。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等于全盘推翻了之前所有的事情。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在我面前，这么深情，这么坚韧，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将他推开，现在……我端起药碗，这是刘生用自己的血熬成的呀，我却要对不起他，去救另外一个男人。没再犹豫，深吸一口气，含在嘴中一大口，苦涩淡淡的血腥味充斥着整个口腔。我闭着眼，对着欧阳思的唇附了上去。欧阳思现在完全没有意识，单纯着这样渡药几乎没什么用，我只能撬开他的牙齿，药汁也顺着我的嘴角流下。好在辛苦很久，终于喂了进去。喂完一碗药，我累得够呛，还吞进不少药汁，嘴里一阵苦涩。我放下药碗，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将欧阳思蹭到嘴角脸上的药汁擦干净，才将他安稳地放在床上。欧阳南意看见一碗药汁见底，这才松了一口气。谢谢你，千雪。我淡淡摆了摆手，也没打算换衣服，事情已经如此，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若宁若是退了烧，告诉我们一声。还有，刘生用自己的血煎药的事情，你就当作不知道，他不会想让你知道。欧阳南意心里的愧疚瞬间被放大，可是他并不后悔，他这个傻哥哥这一辈子就认定这么一个人了。若是知道，即便这是为了救他，他也会开心的。欧阳思最后还是退了烧，一次牛痘病毒的注射几乎要了他的命。他醒来是在第二天晌午。欧阳思费劲地睁着眼，睫毛颤着，许久他眼前才出现亮光，露出一条缝来，最后慢慢地睁开。入目的是正趴在他床边沉睡着的欧阳南意。觉察他这里的动静，欧阳南意迅速起身，惊喜地看着他，激动的眼底都溢出些许泪珠。大哥，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欧阳思神情有些呆滞，神思不知飘向哪里，沉默了片刻才开口道：无碍，是不是可以注射天花病毒了？你疯了不是？你才刚醒过来，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没命，你现在注射什么狗屁天花，不是找死？欧阳南意近乎咆哮，这些天他真的是受够了，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有多担心啊？他这倒好，一醒来就进行这么危险的事情，连他都不带关心一下。欧阳思，你到底想怎么样？欧阳思眼底几乎没有什么波澜，不愿看他，他什么都不想再思考，也什么都不想说。若是可以，他只想接着试药，救了这一城百姓就好。大哥，对不起，方才是我失控了，我去喊穆夫人帮你看看。欧阳思浅浅地飘出一句话，似乎声音是漂浮在空中，不带丝毫的力气。对不起，千枝。欧阳南意有些无力，步子顿了顿，没有说话，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子，在外面随意喊了个人去请刘生。他现在心情差到极点，他需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欧阳南意一个人跑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再也忍不住大吼出来：
他这个哥哥，他真的护不住啊。欧阳思的想法，他现在都不敢猜测，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他害怕他没了求生的意识。为什么突然成这样了呢？欧阳南意不解，他觉得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失控。欧阳思现在的情况让他害怕。刘生听说欧阳思醒来，便急匆匆地跑到他房内。他躺在床上一言不发，抬眸看着屋顶，眼睛一眨不眨，几乎没有什么生气。刘生心里不禁有些担忧，烧是退了，可是人怎么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呢？你感觉怎么样？哪里还难受吗？欧阳思听见他的话，只是淡淡的摇了摇头，表示了一下他无碍，还是没有开口。刘生看他明显不想说，干脆也没问，只是叹了口气，准备离开，便听见欧阳思的话：什么时候继续吃药？刘生手一抖，震惊道：你现在的身体太差，近期怕是要好好调整，吃药的事情先放放吧。欧阳思嗯了一声，坚持说了句：还是尽快吧。他一秒都待不下去，看见欧阳思这个样子，他竟不自觉地为他心痛。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若是我这样对他，他怕是早就疯了吧。欧阳思能做到这个地步，还能全心全意为这里的百姓思考，他着实佩服。刘生记得我说过的话，我和欧阳思之间隔着的巨大的鸿沟是刘木山庄和朝廷的关系。这个鸿沟决定了我二人之间绝无可能，不留丝毫的余地。绝望吗？痛心吗？欧阳思一直都在承受太多，他人生不该如此啊。千雪，皇子醒了。我手微颤了下，却只是淡淡的问了一句：是吗？倒是杨依然有些高兴，放下手头的工作，激动不已，热泪盈眶的问道：真的没事了吗？谢天谢地啊，终于没事了。要是大人出事了，我怕是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幸好啊，幸好上天保佑。但是他现在的身体很弱，怕是此刻根本承受不住天花病毒，想要把身体调理好，至少要花上1到2个月的时间。这次试药对他伤害有些大。你真的想不起来解决瘟疫的中医配方了？你再想想，现在只能靠这个拖延时间了，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现在不能让若宁接着试药，她不能出事，不然欧阳南意会杀了你的。你打得过欧阳南意不？我真的想不起来啊！要是能想起来，我还能不告诉你们私藏着怎么着？那刘生呢？你那里有什么进展？穆刘生也是同样无奈的摇头。那么多草药，他也不能一个个的试啊。就算一个个试了，也没有那么多可以让他试药的。而且这2日他都在忙着欧阳思的身体，所以现在基本是停滞不前。刘生，若宁那里你别管了，剩下的交给我吧。你全力以赴研究疫病吧。对了，浅之呢？你方才有没有看见他？我去了那里，便只有皇子一人，问他什么都不肯开口，最后只问了我一句：什么时候可以接着试药？大人真是不要命了吧？哎，八卦一下，大人到底受了什么打击啊？做你的事吧，刘生，我们走。我和刘生刚好遇上回来的欧阳南意，他一身狼狈。千雪，让我跟穆夫人单独聊一聊吧。好。王爷找我是有什么事吗？若想问皇子的身体状况，我只能说不太好，但没有生命危险，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是不会有问题的。不是。欧阳南意闭了眼，调整下自己的呼吸。我想问的是，大哥什么时候可以接着试药？刘生若是之前听见欧阳南意这样的问话，神情是震惊的话，那么现在他的嘴巴几乎能吞下一个鸡蛋。你怎么？大哥都做到这个份上了，怎么可能不继续下去？若是半途而废，他之前吃的苦头还有什么意义？若是一直拖下去，这座城里的百姓拖不起。大哥他也不想这样的，
可是，若是现在让他吃药，他会有生命危险的。尽快吧，我相信你们有办法可以尽快调养好他的身子。算我求你，早一天结束吧。欧阳南一仰着头望着天空，心里重复着一句：早一天结束对大哥的惩罚吧。只要大哥可以活下来，以后他无论想做什么，他都不会阻止，只要可以活下来。刘生凝重的点头，我会想办法的。连着用刘生的血喂了欧阳思7天，他的身子才有了大大的好转。这7天都快将我的心疼死了，这么漂亮雪白的肌肤竟然又平添多了7道伤痕。杨依然将病毒注射到欧阳思体内是第2天的事情，这病毒的注射几乎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不出3天，欧阳思便开始低烧，所有的初期症状如斑疹、丘疹的出现，及乏力、高热、头痛、四肢、腰酸背痛等等症状，往往被认为感冒的早期症状，几乎都在他身上出现了。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刘生之前已经对前期的症状找到了解决办法，所以将药喂下之后，欧阳思的症状得以缓解。让人更惊讶的是，在第5天、第6天以及以后的时间，所有的中期症状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都为之振奋。欧阳思除了身体虚弱一些，再也没有其他情况。大家除了欢呼雀跃，更多的是对欧阳思的敬佩以及他们的感谢。感谢我们没有放弃这一城的百姓，感谢我们在他们这些人做了无数荒唐之事之后，还是毅然决然地陪着他们。无论如何，现在他们整座城都有救了。杨依然也不负众望，在欧阳思成功获救之后，提取出了一些抗生素药物，这样第1批注射牛痘病毒的人就有了健康保障。欧阳南亦颁布命令，所有确认没有染上病毒的百姓分3批注射药物，一批先注射，一批照顾注射药物后的病人，最后一批接着做自己先前的工作，照顾那些染上疫病的人。终于在第1批城里的百姓成功注射疫苗之后，刘生也研制出第2个阶段的草药配方，现在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段。提取病毒这件事情大多都已经处理好，终于在第5天之后，刘生和杨依然找到了这最后一味草药。看见第1个病人康复，整个城里都在欢呼，这意味着这件事情真的解决了。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下午时分，我便接到另一个消息：云染自杀。我内心为之一震，没有迟疑，先去了一览芳华。我脸色有些难看，媚晴看见我，心突突的跳了2下。这件事是他的失职。怎么回事？楼主，是林梦晴，她强要了云染。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迟了，云染她已经被……他边说边打量着我的表情，看着我的脸色越来越冷，都不敢接着说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屋内的桌子应声而裂。媚晴心里咯噔一下，直接跪在地上。是媚晴失职，媚晴甘愿受罚。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图，这件事情说到底也是我的问题。我不想云染受到伤害，却什么实质性的举动都没有，除了一开始对他特殊照顾之外，还是放任他在这里，几乎是不闻不问。有多久了，我都未曾和云染见过。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和林梦晴私奔这件事吧，让我对他彻底失了兴趣，失了希望。心里装着另外一个人，这样的男子我绝对不会碰。我心里的愤怒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想象。我不知道是在愤怒林梦晴强占了云染的身子，还是在愤怒云染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或是在愤怒自己的多情。不过若是深爱，被夺了身子也不会寻死觅活呀。所以可以肯定，云染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林梦晴的位置。被一个已经不爱了的，内心深处又深深信任的人夺去了清白之身，除了失望，应该还有绝望和痛苦吧。一国皇子沦落风尘，还被逼着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我冷静下来，淡淡地问道：他现在怎么样？他从今早开始便一直闹着自杀，为了他的安全，喂给他的汤药有安眠的药物，现在睡着了。起来吧，一会儿我再询问你一些事。媚晴嗯了一声，从地上起身，看着我离开的背影，鼻尖有些酸。楼主好在还是在乎我的。我进了云染的房间，房间里还有淡淡的血腥味。我蹙眉，隐约还闻到了一股其他的香味，仔细嗅了2下，顺着气味寻去，在角落里寻到一个瓶子。这瓶子里装的是媚药，是当初我调制出来的。除了调教新人的时候会用，这些东西是不会落到客人的手中的。按云染求死的态度，这定然不会是云染给林梦晴的，所以我眼底迸发出一股强烈的杀意。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给了杨业吧？多久了呢？上次子熙被人带走，那件事我给了他一次机会，这次要自己找事。我冷笑着，有些人该处理了。云染还在睡着，我走到他身旁，探着他的脉息，还算平稳，左胳膊无碍，看来伤的是右手手腕。我瞥见他身上凌乱的吻痕和伤痕，眼底的戾气更重，从怀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伤药，细心地帮他涂抹着。不过只是涂了表面的地方，更深处的地方我不想趁他睡着占他便宜。不要不要。我听见云染梦中的呢喃，不由伸手抚着他的头，低声说着：别怕，没事了。云染听见我的声音，眼底竟沁出泪水，顺着脸颊落了下来。通过他的呼吸声，我知道他已经醒了，不想睁开眼。之前每日每夜的沉浸在思念中，现在以及以后都要沉浸在痛苦中吗？为什么没有让他就此离开？这样活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意义。眼泪止不住地流着，我叹了口气，想要安慰他，结果偏生一点用都没有，反而哭得更凶。我帮他擦着眼泪，柔声说道：不用憋着，难过就大声哭出来。
我在这里陪着你。云然紧绷着的一根弦，因为这一句话彻底断了，眼睛睁开，眼泪跟疯了一般的落下。会哭，还好。最怕的就是一句话都不说，那样才是真正的绝望。他没有死得透彻，被救了回来。他的心底甚至存着一个想法，是不是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机会？在血液流出身体的时刻，他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无论小时候或者国破家亡之后，让他觉得最开心的，除了小时候爹爹陪着的日子，就是在这里被护着的日子。自从那次他跟着林梦晴离开一览芳华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我对他的态度变了，不会再拿他打趣，不会再有什么特殊的关照，可是还是给他特殊的权利。可他的心境却变了，心里住着的人也变了，彻底的变了。云染就这样睁着眼睛，呆滞地看着上方，眼泪肆意地落着，直到再也哭不出来，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我将药端了过去，叹了口气道：“这是避孕药，你……”接下来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出口。云染听见避孕药3个字，有了些反应，目光在我手上停了2秒，扭过头依旧没有反应。我该如何让他亲自为我喝下这碗恶心的汤药？真是可笑。别这样，我想安慰他，可一时间突然嘴笨了起来。要说别这样，活着就还有希望吗？还是该说你还有我呢？气氛又冷了下来。我端着药碗站在他面前，抿着唇，手指被药碗烫得发红，也没有动。许久才听见云染轻飘飘的一句：“我喝。”闭着眼一口气喝了个干净。我从他手里接过药碗放到一旁，回头便见云染的身子都在颤抖，手紧紧攥着被子，忍不住将他抱在怀里。云染没有拒绝，趴在我怀里，似乎在拼命地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汲取着我的温暖。我轻拍着他的背，给他安慰。又一阵敲门声响起，我想要松开他，却被他狠狠地扯着衣服，无奈地道了声：“进来。”媚晴进来，看见我2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心紧了紧，却还是恭敬道：“楼主，洗澡水备好了。”我嗯了一声，示意他们放好洗澡水出去。房门再次关好，我轻声道：“我找人侍候你沐浴可好？”云染不开口，紧紧咬着嘴唇，剧烈的摇头。他知道他的身上青紫的痕迹一片一片，他不想看到，更不想被别人看到。这样脆弱的云染，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好好好，我不找其他人，你自己洗可好？云染缓缓从我怀里出来，抬眸望着我，似乎有些不太理解，嘶哑着声音问道：“你为什么不介意？”我抚着他的脸颊，笑着说道：“因为在意，所以不介意。”云染的心砰地跳了一下，脑海里重复着我这句话：“因为在意，所以不介意。”我温柔地揉了揉他的脑袋，轻声说道：“你知道的，我从来不介意的。我喜欢的，无论他是如何，只要我想，就是我的。云染，你喜欢的是我吧？若是喜欢我，悲伤可以，难过可以，
切莫再寻死。人呢，要是死了，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云染呆了呆，在他失去了清白之后，有这样的神转折，在他看来，除了有些可笑，还有些滑稽。他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呢？在他丢了清白之后，我才来告诉他这些，在之前为什么从来不说？我看出他的想法，接着说道：对不起，之前我一直以为你心里的那个人是他。这样的安慰，这样的发展，对他而言真的是太可笑了，所以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人生对他可真是太好了。隐染低声说着，说着自己笑了起来。那我现在是不是该谢谢你，还喜欢我，还要我这副残败之躯？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不会阻止你。云染失了力气，干涸的内心像要被雨水灌溉一般。我叹了口气，你先沐浴吧，我先出去了。等等，陪着我好吗？我有些诧异地点了点头。昨天林梦晴跟疯了一般，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数的痕迹。低头看着身上青紫的吻痕，他嫌弃地别过眼。云染将自己的身子完全埋在水里，闭着眼，身子被温暖的水流包裹，瞬间冲到浴桶旁，直接伸手直接将人完全拉了出来。云染的身子就这么直接地暴露在我面前。看到这样的身子，你不会觉得恶心吗？莫要再沉在水里，要是你觉得恶心，就把它洗干净，这些痕迹总都会消失的。是啊，身上的痕迹会消失，那心里呢？云染不再做什么思想挣扎，重新坐在浴桶里，面色若无其事地擦着自己的身子，可雪白的肤色染着大片红色，可见他用了多大的力度。期间我帮他加过3次水，也不知道洗了多久，他才从浴桶中踏出来。让我离开吧。我身子一颤，抬眸良久才问道：你确定？晕染嗯了一声，若是可以的话，他想离开这里。沉浸在水里的时间还有之前的时间，他都在思考。一个上午加一个下午，仿佛过了一辈子。有些事他还是过不了心里的坎儿。能喜欢我，我真的很开心，心里跟撒了蜜一般。若是之前，我一定会投入他的怀抱，但现在……云染笑得更加轻柔。帮我画个眉吧。你当真要离开？云染嘴角的笑意更深。让我走吧。我将眉笔扣在桌上，那等你回来，我再帮你画眉吧。云染愣了2秒，笑出声来。若是我不回来呢？我突地低头，在他唇上使劲地咬了一下，几乎没有颜色的唇染上了一抹红色，娇艳欲滴。我只为自己夫君画眉，你回来，我就娶你。云染心扑通扑通地跳着，几乎是不可置信地看向我。许久，抬手蹭着唇上的鲜血，眼底闪着光亮。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听的承诺呢。你这一辈子还有很久呢。云染心里一瞬间豁然开朗，将眉笔重新塞回到我手里。那就把它收好了。我将眉笔放入怀里，将它搂进怀里。从梦境里苏醒，叫你的姓名，就这一次行不行？我装作假镇定，眼泪却都不停，钻进枕头里面说不清。从梦境里苏醒，叫着你的姓名，我竟然……夜里我没有回去，宿在了一览芳华，或者说是陪了云染一夜。云染这一夜话尤其多，似乎想在离开之前把之前所有欠下的话都说出来。他把他的心意没有保留，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我。
从来到一览芳华到之后的每一件事，他心境的转变，对我的态度，云染静静地躺在我怀里，平静地诉说着，没有之前的心酸难过，现在都归于平淡。我听得心惊，也有些心疼。若是一开始知道了云染的心意，就不会有之前的冷漠，或许云染早就跟在我身边了。可是没有如果，这样的结局对我们而言都不算太坏。好在人还在，也好在云染的心智足够强大。现在没有接受这样的事情没有关系，未来还很长，我可以等。云染离开得很干脆，没有拒绝我的好意，他带着一个我安排好的暗卫直接离开了。他一个人，我也不放心他的安全，即便行踪被我知道也都无所谓，因为总有一天他要回来的。我跟他在一览芳华的门口分开，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太多的伤感，似乎只是离开一会儿罢了。但也都清楚，这次离开再相见，怕是很久很久。我询问过他，想怎么处理林梦晴。林梦晴自那件事之后，便被一览芳华的守卫抓了起来，现在正关在暗室。云然只是淡淡的笑着，全权交给你处理吧。他和林梦晴的缘分已尽。我送走云染，便去了暗室。林梦晴近乎是嘶吼了一夜，嗓子已经沙哑，看见我来，眼里除了愤怒，更多的是恐惧。他没有接触过我，但也清楚地知道，我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落在我的手里，林梦晴似乎已经见到了阎王爷。云染呢？林梦晴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云染身上，接连不断地问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我只是正常花钱，在这里花钱嫖客，这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吗？再说了，云染本就是我的未婚夫，我们你情我愿，你凭什么抓我？你还有没有王法？他说的理直气壮，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对他的话不予反驳。你说的很多，来这一览芳华不过是为了男人，但是云染，他是我罩着的人，孩子多大了，还没搞清状况。在这一览芳华，我就是天，我就是王法。你一个国破家亡，流落在凤舞的残败之人，还跟我提王法，没睡醒吗？我顺手拎着一旁的鞭子便抽了上去，疼得林梦晴大喊出声，那声音难听的我都忍不住想捂住耳朵。没出息的玩意儿，就这么一个垃圾，还想要得到云染，临死前还有什么遗言啊？忘了你现在孤身一人，留下遗言也没有什么用。说完，我冷笑一声，一鞭子又是毫不留情的抽在他身上，随后喊着一旁的暗卫：慢点折磨，折磨上几天吧。哦，记得别让他饿死了。是，主子。楼主，抓到了。媚晴亲自带人将逃走的杨业抓了回来。不得不承认，杨业这厮这一年已经将一览芳华还有这京城了解个透彻，看来是早就已经有了逃走的打算。他布置的计划很周密，差点就被他逃了。我示意他们下去，留下我和杨业二人。杨业脸上满是愤怒和自己被抓的遗憾。我坐在椅子上，眼底有些轻蔑。怎么，不服？杨业冷哼了一声，很是不屑。不过是仗着人多，欺负我人少。我瞥了一眼他从头到尾都在护着的肚子，眼底闪过一丝亮光。杨业察觉我的目光，忙后退2步，护住腹部，害怕地问道：你想做什么？原来如此啊，谁的孩子啊？杨业咬着牙，
一副抗争的姿态。我是不会屈服的，你总不会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孕妇下手吧？我觉得可笑，这人在一览芳华白呆了不是？这么弱智的话也能说出来，孕妇可笑。在我眼里，他不过是一个算计我心上人的无耻之徒罢了。哼，若我没猜错的话，林梦晴的吧？我还真没想到你能信了林梦晴的花言巧语，也是难得啊。杨烨的脸上有些窘迫，还有一丝懊恼，更有一丝难堪。关你什么事？哦，也是，和你费了这么多话，纯属浪费我的时间。吩咐外面候着的暗卫将杨烨带入暗室，还特意交代了句，让杨烨亲眼看着，若是林梦晴死后孩子还在的话，给他一笔钱，让他离开吧，这样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事情扑朔迷离，却又很快接近事情的真相。其实有些事情爹爹也许并非一定真的不想这些事情公布于世，而且有些事怕是瞒不住了。琪琪，若是你知道了什么，先告诉我好不好？其实在将军府的事情，我之前能告诉你的都已经告诉了你。当时我自己的思绪都是混乱状态，实在没什么可多余添加的事情。不过有一件事是我无意从爹爹那儿得知的，刘生的爹爹姓许。子熙啊，你这消息含金量十足啊，但是爆炸性也十足，我需要好好消化一番呢。琪琪，我有些害怕，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真相有着莫名的恐惧感。我将他揽到怀里，轻声道：记着，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都和现在没有关系，不要因为过去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上一辈无论是什么恩怨，都不该我们这一辈的来承担，更何况他们还都活得好好的。子熙嗯了一声，我在怀里蹭了蹭，无论发生了什么，他都只求所有人都能平安，这就够了。今生今世来生与你相遇在每个梦里，风尘缓满天流萤，掌心微光谁人中倒影，回眸不是离去，自己为你在心上听起。武林大会3年一次，6年前那一次徐锦离一战成名。3年前我曾化身银狐跟他一战，那一战我2人算是打了个平手。喂，臭流氓！徐锦白，许家堡的小姐。你们带我一个。你们住哪儿？客栈啊。说实话，你是偷跑出来的吧？你别出卖我啊，姐姐现在到处寻我呢。原因？姐姐真的太过分了，非要让我嫁人，还要让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我不想嫁，便将我关了起来。还好你给我的那本书有用，就小小的摆了一个阵法，偷偷跑了出来。别演了，就算我收留你，你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15啊，这终归不是一个办法。你要不收留我，我连今天都过不去了。小姐，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你是叫柳梦林是不是？柳公子，我叫徐锦白，我姐姐叫徐锦离，你知道吧？就是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武林盟主，我们许家堡的堡主，在江湖跺一脚，整个江湖都能抖3抖的许家堡。我姐姐无论是气质，还是人品，还是武功，还是家世，都是首屈一指的。说我姐姐是人中龙凤，绝对不过分。而且我姐姐特别疼男子，但是特别有原则，只疼她未来的夫君。不仅如此，我姐姐还为娶亲
定然只娶一个。哼，不像某人。说完还剜了我一眼，哪里那么多废话？你都不帮我，还不让我自救。你可以自救，但主意不能打到梦琳身上。为什么？难不成你还要娶了她不成？胡说八道什么啊？梦琳是我弟弟，没什么为什么。不若让梦琳和他住一个房间吧。这样子比梦琳一个人住着也安全，不是？时间不早了，快点走吧。第一次亲你的瞬间，看着你害羞的瞬间，和你手牵手的瞬间，每一次的画面回不到那一天，呼吸贴近的温度，我一幕幕的回顾，你的画面已停住，阳光洒下一束落在记忆深处，熟悉的目光已不再为我等候，难道解脱才是最后的温柔？我还是无法抹去初次相遇的痕迹，看到你害怕就把你藏入我的怀里，想停留在我们彼此的温度里，在这平行的世界里，你依旧是我的幸运。武林大会的第一天，那些所谓的比试其实真没什么看头，都是些小虾米之间的对决，还有小虾米被秒杀的对决。抱歉，舍弟给你带来麻烦了。无碍，不过是顽皮了些。还不过来？不要不要，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胡闹，回来。徐锦白很少看见徐锦离发火的样子，心里有些害怕，突然瞥见一旁尽量缩减自己存在感的柳梦琳。梦琳，快帮帮我！抬头对上一双炙热的眼神。快放开我！我心里暗叫一声不好，这下我的身份可都被徐锦离猜了个通透。徐锦白，跟许盟主回去。不回去。徐锦白丝毫不介意自己的形象被毁了个彻底。小白兔，武林大会结束后，我会做客许家堡。多谢了。忽略徐锦白杀人的目光，摆手道：无碍，只希望许盟主能看好令弟，别让他随便跑出来了。放心，至于方才小姐所言，不知许盟主可是欢迎？锦离随时恭候。徐锦离带着徐锦白离开，武林大会接着进行。这女子身边的人都是她的小事吧？昨天我看见他们3个进了一个房间，还有旁边的那男子，他也是吧？果真是好福气呀，3个了，再加上许家小公子，真是艳福不浅呐！老娘怎么就没有这个福气呢？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议论一番。好不容易等到武林大会结束，最终还是徐锦离击败了所有的挑战者。只是没想到的是，在武林大会结束的时候，徐锦离宣布3天后在许家堡比武招亲，自然招亲对象是徐锦白。徐锦白心仪我的事情，当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不过这根本不算事儿。即便是徐锦白失了清白之身，他们也不会介意。能成为许家堡的人，那自然是无上的荣耀。身份、地位、财富应有尽有，和这些比起来，有些事情太微不足道。一直进入了许家堡的大门，突然生出几分焦虑和不安。徐锦离亲自迎接，对于木流哥和我分别问候，各自安排了房间。离徐锦白的房间却离了108000里，也算是用心良苦了。自从他回来，徐锦离便派了特别多的人在他门外看着，人数约莫是之前的3倍，他根本逃不出去。不仅如此，每天只扔给他一堆针线，还请了一个师傅来教导他。绣花绣的真是让他有些崩溃。
他哪里是绣花的料啊，蹭蹭蹭跳到床上，将头蒙在被子里。门外的小侍听见里面的声响，忙打开门进去，收好桌上的针线，摇了摇头，准备离开。秦风，等等。公子，你有何事？徐锦白掀开被子，深吸一口气，坐了起来。武林大会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昨天便已经结束。哎，那许家堡有没有客人来？公子，清风被派来侍候公子，一直没有离开公子的别院，所以这些事情清风也不清楚。真是一问三不知，你出去吧。堡主说，若是公子绣成了这牡丹，便放公子出去。公子若是真想出去，便抓紧时间绣好这牡丹，自然就可以出去了。徐锦白一听这刺绣，脑袋就大了，突然眼神一亮，问道：清风，你会不会刺绣啊？会。好，清风，你就帮帮我呗。你还不了解你家公子啊？这可是拿剑的手啊，哪里拿得住绣花针呢？可是公子，这要是被堡主知道了，清风会受罚的，而且堡主肯定能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公子绣的。不管了，你帮我绣，抓紧时间，明天一定要绣好。小爷把自己的私房钱给你，给你加月银。公子，你就放过清风吧，清风帮你还不成？这要是被堡主知道了，清风怕是要被赶出去。有我在，姐姐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就放心帮我吧。可是公子马上就要嫁人了，公子什么都不会，会被人说闲话的。呸呸呸！说谁啊？谁说你家公子要嫁人了？不对，本公子非臭流氓不嫁。臭流氓？公子怎么能嫁给臭流氓？清风啊，你还小，以后就会知道了。而且我说的臭流氓，不是你认为的那种臭流氓的。清风只比公子小1岁而已，这个臭流氓一定是公子的心上人吧？不过这个臭流氓会参加公子的比武招亲吗？万一他不知道怎么办？等等，你说什么？比武招亲？什么时候的事情？清风捂住嘴，他怎么这么笨，竟说漏了嘴。公子，清风不能说。徐锦白怒道：立刻告诉我，别让我逼你。清风忙跪在地上：公子，2天后在许家堡为您比武招亲，整个许家堡都在布置，以备您成亲用。我不能出去，你去帮我喊姐姐过来，立刻，马上。若是让公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嫁了，他实在于心不忍。说到底，这件事他只是一个下人，不知道堡主他们的想法，只是这件事被公子知道，他怕是真的留不了了。怎么不动啊？起来，我自己去。徐锦白刚走到院门，被暗卫拦下。公子，堡主吩咐过，您不能离开。在暗卫碰到他之前，手上的簪子已经放在了脖颈处。去喊姐姐过来，否则我就死在这里。几个暗卫互相对视着，有些为难，想要趁他松懈的时候夺过他手里的簪子。徐锦白好像看穿他们的想法，抢在他们动作前道：哎，你们即便是抢了我手中的簪子，将我房内利器收走，但我若想寻死，你们又如何能拦得住？徐锦离到的时候，走到他身旁开口：为什么这么做？徐锦白抬起头，眼中溢满泪水，语气里是满满的不可置信和失望。他怎么都没想到徐锦离会这样对他。这件事儿是我的错，可事情已成定局，我不能改变，也无力改变。这是母亲和堡中长辈的主意。锦白，我知道你的心事，这件事儿他也知道。若木千雪的心里有你，自会参加。以他的武功，定然拔得头筹。既然他的心里都没有你，你又何必？那你也不能让我以这样的方式嫁出去。万一最后赢的人喜欢虐待男子呢？万一他有什么隐疾呢？又或者他奇丑无比，是个老太婆呢？不会吧？你看，你自己都不确定，你弟弟的终身幸福就一点都不重要吗？其实
我希望穆千雪能够参赛，我也希望徐锦白能够嫁给自己心爱的人。若是穆千雪参赛，那许家宝和刘木山庄结为亲家，那很多事情行事就会方便很多。穆千雪很久之前就曾说过，二人站着不同的立场，因此不同意我和柳梦琳在一起，所以想要让穆千雪参赛，怕是不太可能。瞧着穆千雪和她身边2位感情甚笃，而且更多的是朋友间的感情。喂，你干嘛愣着不说话？不然你去劝穆千雪参赛吧。你方才说什么？你说真的？你可不能反悔啊！你这个意思是他已经在我们家了？在哪儿？我去找他。徐锦离看他急切的模样，叹了口气说道：最南边的厢房。姐姐，你也没有必要把他安排的离我这么远吧？徐锦白到了南边的厢房，已经气喘吁吁，用手扇了扇风，吐着舌头。他突然想到他不知道我在哪个房间，看见一个过路的小侍，忙喊道：喂，那个你知不知道新来的客人在哪个厢房？小侍忙朝他行礼：回公子，刘木山庄的庄主在南边第1间院子，还有一位。他话还没说完，便被徐锦离打断：哎，知道了。说完便朝着第1间院子冲去。墙外很安静，房门关着，他站在门口愣了愣。他在想，一会儿见了我该怎么说呢？臭流氓，你去参加比武招亲，一定要赢，然后娶我。哎，不行，这样显得我好像非要嫁给他一样。而且要是他不参加，我多跌面子呀。臭流氓，你会不会参加比武招亲？哎，不行，他要说不会，我要怎么接？徐锦白纠结了好半天，都没想到一个合理的说法。倒是这时，房门开了，走出来一个俊秀的男子，一个他没见过的男子，心里噌的一股火冒了出来。才多久不见，就又有了新人？杨雪君在屋内听着他一个人在外面念叨了半天，一口一个臭流氓，隐约猜到他应该是找错了地方。他可不觉得木流哥会是这人口中的臭流氓。你找我家妻主有何事？妻主？他什么时候娶的你？我为什么没有收到消息？不对，是不是他还没有娶你？你自己对号入座。一定是这样的，否则他怎么可能偷偷摸摸就收个人？妻主已娶我4年有余。4年？徐锦白险些没有蹦起来。果然是臭流氓，4年前他才几岁就娶了你。徐锦白鸡飞狗跳的模样和杨雪君淡然无波的模样瞬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便是如此。红着眼眶便跑了出去，恰好和进来的木流哥撞了个满怀。对不起。无碍，许公子还是走路小心着些。妻主，你回来了。你们如你所见，我的妻主刘木山庄庄主木流哥。我就知道自己想多了。不对，木流哥那岂不是穆千雪的姐姐？那这个是姐夫，那以后就是我的姐姐和姐夫。姐夫好。哎，不对，庄主好，庄主夫人好。你找千雪啊？他在哪里啊？木流哥和杨雪君都不禁笑了起来。木流哥没有回答他，反而很肯定地说了一句：你喜欢他。我希望他能参加我的比武招亲，然后赢了，然后娶我回家。倒是个不错的想法，他就在隔壁，你去找他吧。啊！徐锦白没想到木流哥会这么干脆的同意了。那家长同意了，岂不是事情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子熙和柳梦琳此时正坐在院子里下棋，看见他的到来，
有些诧异。许公子。许公子。徐锦白看见子熙，想着穆留生定然也在，他要当着人家夫君的面跟人家妻主说娶自己，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徐锦白不禁萌生了几分退意。你们好。子熙也大概猜到他的来意，其实他很羡慕徐锦白的性格，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敢爱敢恨，过得这般有自信，连求娶这样的事情都敢做。他不得不承认，徐锦白是个很特殊的男子，虽然很不情愿，子熙还是开口道：千雪在最右边的房里。徐锦白咬着唇，半晌才说了句：谢谢你。子熙眼神暗下，没有回话，但是心已经乱了。他的妻子本就不成章法，现在更是惨不忍睹。柳梦离几步便将他逼到了绝境，开口道：子熙哥哥，你输了。子熙苦笑：看来我还是差了很多，我当真没什么天赋啊。柳梦离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已经尽力让着他，可是他明显不在状态，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在状态呢？否则这盘棋也不会这么快结束。你说穆姐姐她会不会娶徐公子呢？林无双不可以，穆千雪也不可以，但银狐可以。是啊，我都看得出穆姐姐对徐锦白也不是全然无情，而且徐锦白一路上一直追着姐姐，无论被拒绝了多少次也从未放弃过，他也该得到穆姐姐的怜爱了。那我呢？穆姐姐应先只将我当作弟弟宠爱，根本没有一点希望。柳梦林的脑海里突然冒出徐锦离的一张脸，脸刷得红了，忙晃着脑袋。疯了不是？怎么会想到这个人？仔细看着柳梦离，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脸还红了个通透，不禁问道：梦离，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脸这么红？没事。真的没事？别扭的使劲点头，就差将脑袋埋在桌子底下。子熙也没有再追问他，因为他看见徐锦白红着眼睛从屋子里跑了出去，而我从屋里出来，只是看着他跑远，什么也没做。子熙和梦林齐齐起身，诧异地看着突然发生的一幕。我揉着头，有几分伤神，淡淡地看了二人一眼，露出了一个笑容。子熙，我有事同你讲，梦林你先回房吧。我将他拉进自己怀里，却是靠在了他的身上。你都知道了吧？你为什么拒绝了他？我拒绝了他，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高兴，怎么愁眉苦脸的？我不愿意看到你不开心的模样。一个两个都是傻瓜。徐锦离清楚我的任何一个身份，小白兔这次前来定然也有他的受益，他打的什么算盘，真当我不清楚？我可不能让他如意啊。那许公子，你打算怎么办？子熙啊，越是待在这里，越是接近真相，我这心里就越慌。你说若是最后的真相没有办法让人接受，那可该怎么办呀？刘生应该快回来了吧？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知道一切了吧？无论真相如何，刘生也该有知道真相的权利。而且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顺其自然吧。许家堡议事厅内，偌大的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穆留生和许玉秀二人，空气中凝结的都是不安的分子。许玉秀看着他那张脸，满是眷恋，良久才感叹道：像啊，真像啊，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许是经历的多了，刘生并没有那么急切的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已经知道他的身世不简单，只是没有想到会和许家堡扯上关系。你认识我爹爹啊？我都不记得他是什么模样了，能跟我讲讲他吗？你现在叫刘生是吗？看样子
你过得很好，你爹在天之灵也该安慰了。你的爹爹，他的名字叫许锦南，是我的嫡亲弟弟，是许家堡所有人捧在手心里的宝贝。他很小的时候啊，便出落得钟灵毓秀，那模子瞧着便是个美人胚子，再加上他的性格温雅，为人善良，几乎整个许家堡的人都很喜欢他，而我也把他放在手心里疼爱。他越是长大，越是倾国倾城，身上的光芒越盛，甚至在整个武林中都很有名气。前来求亲的人络绎不绝，几乎要踏破了许家堡的大门呐。不过他一个都没瞧上，他说他要嫁的不用是什么武林高手，也不用是什么大英雄，他想要嫁的只是他一个人的英雄。他想要嫁的那人呐，心里眼里要满满当当只有他一人，而他值得这样的守护，值得一个人用尽一生去爱他。在他18岁那年呢，我耐不住他的请求，同意了他外出游历，也在他身边派了许家堡精心培养的几个高手护着，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不过锦南他从小就很有武学天分，连我都自愧不如但一个男子只身闯荡江湖，终归有很多危险。只是我没想到，他这一去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在这次游历中，他遇见了3个改变他人生的人，一个是你娘，一个是你娘的朋友，还有一个是一个男子。这3人的身份都不一般，只是一开始的时候，锦南并不清楚，他很欣赏锦人，也跟锦人成了朋友，更是对你母亲芳心暗许，两人也是互生情谊。本是一段美好姻缘，落花有意，流水亦有情。奈何另外一个也喜欢上你父亲，这本没什么，两人本就两情相悦，旁人如何该是没什么关系的，可那人身份却让他们2人不得不让步。许玉秀停了1秒，看着他，你该猜到这几人的身份吧？刘生脸色苍白，紧紧抿着唇，没有说话。他不想再听下去，他也不想再知道这些事情。你的娘亲碍于那人身份，便跟你爹爹商量着离开这些是非之地，寻一处安静之处，过着平凡百姓的生活。或许回到许家堡，受着许家堡的庇佑，终归不会有太多事情。可惜呀，2人最终还是没能离开。那人将他们分开，囚禁在了不同的地方。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你父亲怀孕了，极度冲昏了他的头脑。当时他便以你母亲的性命相逼，逼他亲手杀了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爹自然不肯，以自己的性命相逼。最后那人无奈将你爹爹关了起来，你的父亲被那男子所救，男子将他偷偷放走，可在那女子的管辖区域，他又哪里能逃得出去？我派去的那些暗卫，死的死，伤的伤，唯独剩下一个装扮成小事，一直在暗中保护在他身边。你父亲所有的消息也是他暗中告诉了我，可是这些消息都来得太晚了，在那个地方，消息想要传播出去太困难了。消息到我手上，我准备好要营救的时候，却突然消失了。
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疯了一样找了锦南好几年，却得到了他已经香消玉殒的消息，只留下了一个孩子，不知去向。恨意充满了我整个思想，我想要杀了那人，哪怕那人高高在上，哪怕那人是当今圣上。刘生啊，那个人欧阳怀宇，他不配当这个帝王。他凭借一己私欲害死了你的爹爹，更加让你颠沛流离将近20年。姑姑好不容易找到你，姑姑一定会补偿你的。所以这就是你们要造反的原因？这不是造反，是纠错。欧阳怀宇这样的人如何有资格成为一国女皇？那若是推翻了女皇，谁当下一任女皇？成王败寇，自然是王将军。那这造反不就是为了皇位？打着为他父亲报仇的旗号，做的都是些什么事情？谁能保证王景当了女皇会比欧阳怀宇更好？更何况平心而论，欧阳怀宇这个女皇在位期间并没有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大事，反而兢兢业业，一心为了凤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穆千雪支持的人又怎么会是一位昏君？若是堡主讲完，在下面告辞了。站住！许玉秀看他这般态度，不禁怒从心起。死去的是你父亲，你怎么能这样无动于衷？堡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人该是向前看的。许玉秀拦在他面前质问道：那若是当年死的那人是穆千雪呢？我会用一切手段去为他报仇，然后去陪他。他说完，隐约明白了王景为何费了那般力气做这些事情，因为他的仇人是当今女皇欧阳怀宇，想要与他抗衡，那当真是用尽了一切手段。说得好，当真是我的儿子。从身后的房间里走出一个女子，他不得不承认，王景绝对是让男人一眼看着便喜欢的那种女人。想当年也是优秀干练，俊秀儒雅，在京城也是风流人物。你叫刘生，当年我和锦南不知道你是男是女，所以也没有着急给你取名。但是王刘生怎么听怎么别扭，要不我给你换一个。我不想改。理由？这个名字是千雪送给我的。穆千雪。王景自然清楚，穆千雪就是林无双，他也很欣赏，是个很有才华前途的女子，而且我的身份也配得上他儿子，或者说刘生是高攀了，只是现在还处于对立面。若是穆千雪能加入我的阵营，有了刘木山庄的支持，攻破皇宫指日可待。这个儿媳妇儿我很喜欢，她有没有欺负过你？她要是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报仇。她没有欺负过我。王景觉察到他的抗拒，觉得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严厉了。他并没有真正和孩子相处过，王虎的出生是个意外，他从未将他当作自己真正的孩子，只有他和锦南的孩子才值得他真正的疼爱。刘生不自觉吞咽口水，往后退了一步。你想说什么？直接说便好。你后退什么？难不成我还能吃了你？我只是不太习惯和别人靠得太近，我们其实也算是今天刚刚认识，不是吗？王景突然愣住，这个笑容有多久没有看到了？两人真的是太像了。透过刘生，他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个让他心醉、让他沉迷的男子，一举一动都让他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我和爹爹很像吗？像啊，尤其是笑起来，仿佛我又看见了景南站在我的面前，
在喊着我的名字。刘生感觉到他对徐锦南爱得深沉，眼神和感情骗不了人。能给我讲讲你这些年的故事吗？我对爹爹一点印象都没有呢。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卖给了人贩子。若非是千雪买下了我，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何光景呢。千雪是这个天下对我最好的人了吧，几乎是要将整个世界送给我。她可是流木山庄的二庄主呢，可是在我的面前，她只是我的千雪，只是那个宠着我爱着我的千雪。我经常在想，我上辈子积了什么福分，这辈子会遇见这么一个人。他讲着，王景也就细心听着。仿佛想要将错过他的10几年全都补回来。刘生也不知道自己讲了多久，讲到嘴巴有些干，才悠悠停下。王景听他这么幸福，很庆幸，也很开心。他的孩子最起码没有受苦。你很爱他。刘生有些不好意思的点头。你要不要跟我回京？出嫁从妻。罢了，那你能不能喊我一句娘？若是为难，便算了吧。你且回去吧，如你所言，出嫁从妻。刘生心颤着，诧异地看向他，似乎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张了张嘴，却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你的。以后若是穆千雪对你不好，我会接你回家。刘生敛下眸子，看着他从他身旁走开，只留下一个背影，鼻尖忽的一酸，红了眼眶。但是那句娘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刘生看见我，心里酸涩得很。千雪，我心里不舒服。你都知道了？这样你还要让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就是想让我为难。我又怎么舍得呢？有时候我都在想，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该不该让你知道呢？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是这样瞒着你一辈子，还是让你知道了左右为难？可是我最后还是选择让你知道。你明明知道我的选择，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只会选择你的。我回去休息了，今晚不准进我房间。离开前想到徐锦白，我就有些头疼。2天后的比武招妻，想着徐锦白要嫁给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我这心里呀就很不舒服。他不该是这样的人生的。可是今天算是我狠狠地拒绝了徐锦白，而且不留丝毫余地的，想必这人也被我伤透了心。我长长的叹了口气，我这都伤了多少男子的心了，怎么在这里觉得我变成了渣女了？真是头疼。我回了自己房间，躺在床上，思绪有点混乱，总觉得这个比武招亲绝对不是平白无故进行的，这其中一定有猫腻。若是有猫腻的话，那他们应该是为小白兔安排好了最后的胜者吧。若要选一个人的话，那该是谁呢？我分析着王景麾下还需要的东西，人有了，兵器有了，所以现在缺的该是钱。那能给他们提供金钱支持的流木山庄必然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也是徐锦离想让我上台的一个理由。除了流木山庄，还有几家势力范围比较广泛的，除了医药世家杨家，其他的几家也还都可以，只不过流木山庄和这些家族也都有合作，我手里也握有他们不少资料。武功能上台面的真的没几个，这要是比武招亲直接放水，意图也太明显了。不仅许家堡的面子丢了不说，这参赛的武林人士也不情愿。若已经有了人选，开什么比武招亲啊，直接让人下聘娶回家不就得了？甚至我的脑海里还蹦出一个我不愿意相信的人。我甩了甩思绪，应该不会是他。若是他，我可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若非已经有了人选，可这比武招亲
可就是真的给我下的套了。在比武招亲的现场看到穆灵山的一刻，我所有的愿望破灭。没有想到穆灵山真的和王景联手。若是之前贩卖人口的事情，我只是对他有些失望，心底还对他存着一份念想。现在这份念想也已经彻底的粉碎。在接连打败了10几位参赛者之后，毫无疑问的，在他强悍的实力压迫下，已经没人敢再上台了。穆小姐，不如让在下领教一番如何？他缓缓靠近我，用只能我们2个人听见的声音低语道：你这样不怕刘生难过？那你呢？参加这场比赛是何意？动手吧。你当真要和我动手？要知道，徐锦离可都不一定是我的对手啊。而穆灵山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的想法。比武台上，剑气相互撞击的声音响起，台下的人都激动地看着这场对决。这可是银狐啊，3年前打败徐锦离，然后消失在江湖之中的银狐。穆千雪他来了，他真的来了，我就知道他的心里是有我的。几乎是没有疑问，穆灵山打不过我，即便拼了全力依旧败了。看着离自己不过几米远的剑，只要我刺下去，他的性命便会被终结。穆灵山的目光落到台下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儿身上。我恨啊，为什么我什么都比不过他穆千雪？若是就这样死了，是不是他会和穆千雪因此落下嫌隙？绝望地闭上眼睛。杀了我吧！我看了他一眼，收回剑。回柳木山庄吧，之前的事情我别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若是你死了，小姑和小姑父会难过的，想想他们吧。可还有人上台挑战。台下寂静无声。银狐上台，怎么可能有人上台找虐呢？转身对着徐锦离抱拳。如此，盟主大人，在下便抱得美人归了。哎，银狐，银狐！哎呀，这还能说什么？瞧瞧这恨嫁的某人，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弟弟？只是这成亲在许家堡，不知穆千雪会不会答应？3日后成亲可否？保证一切都已经准备好。我没有说话，现场同样一片死寂，都等着我的答案。徐锦白一颗心紧紧攥着。都这个时候了，该不会不认账吧？我没有带聘礼哦。没有关系。也是，许家堡也不缺这点聘礼。时间紧迫，今天就成亲吗？徐锦离一个跟头差点没从高台上掉下去。啥？我说今晚成亲吧，许公子，你愿不愿意啊？眨着眼睛使劲的点头，那模样看得底下人都傻了。这也太干脆了吧，这得多恨家呀！于是在当天夜里，许家堡一对新人齐齐消失，据说新房里只留下了一张字条和一张聘礼单子。美人我带走了，东西隔天奉上。徐锦白醒来，便是躺在一个马车里，身边坐着的正是刚刚带他逃婚的我，一身婚衣还未曾换下。徐锦白看着我，脸刷的变红了，浑身每个细胞都在叫嚣。他们今天白天真的拜堂了。爹爹跟他说过，只要拜了堂就是夫妻了。所以现在徐锦白激动地扑进我怀里。啊哈，臭流氓，我是你的夫君了。我宠溺地抱着他。不对啊，我们为什么会在马车里？徐锦白从我身上爬下来，看着外面黑洞洞的一片，明显是深夜啊，诧异道：啊，我们逃婚了？对啊，逃婚了。徐锦白一脸兴奋。真的，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一样。我的娘子在我们成婚的当天和我一起逃婚，然后浪迹天涯。不是只有我们呢，还有啊，不是浪迹天涯，是回京。徐锦白当然知道不可能，但是终归他可以留在我的身边，而且光明正大的
留在我身边。那他们人呢？在另外一个马车里。为什么？因为今夜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呀。洞房？这喜服可都还穿着呢，紧张的手都不知该往哪放。不用这么紧张。我没紧张。啊，我没打算在这里要了你。什么？所以你是打算对我始乱终弃？傻瓜，你的洞房花烛夜怎么能这么随便啊？等回去了我再补给你。臭流氓，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就是假装娶我的。怎么会？聘礼都送去了，都昭告整个武林了，你是我的了。臭流氓，你喜欢我吗？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吧？虽然我每天都想着嫁给你，可是我一直以为我也只能想想了。不喜欢你又怎么会娶你啊？只是小白兔，嫁给我怕是很快你会很为难的。为难也要嫁给你，姐姐已经答应我了，许家堡不会参战。许家堡代表的是整个武林，姐姐更是武林盟主，向来江湖和官家便不是一体。许家堡之所以会帮忙，仅仅是因为娘亲，所以臭流氓，你一定要答应我，要是有一天战场上你遇见了娘亲，一定不要伤害她。那万一出事的是我呢？呸，胡说什么呢？你怎么可能会出事儿？这么信任你家七主，不错，我喜欢。呸，臭流氓，不要脸。啊，真是可惜，要不是在马车上，我真想直接要了你。我抱着他在马车里睡了几个时辰。徐锦白虽说是嫁给了我，可是他跟子熙和刘生都不怎么熟，而且毕竟是共事一期，他还是半路进去的。好在他是个没皮没脸的，厚着脸皮往二人身前凑，想着怎么也要处好关系。我已经把人娶回来了，他们再有什么意见，再不情愿，也只能接受。真正的战争在王景大获全胜的第3天开始的。王景突然自立为王，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彻底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反。欧阳南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主帅，我被封为军师。战争的号角被吹响，整个凤舞人心惶惶。为了一个已经死了10几年的男人，这样大动干戈，发起这样一场战争，这本就有些可笑。为了一个人，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更重要的是，现在凤舞的女皇并非昏君，她为凤舞的发展也算是操碎了心。而这样一场战争，源于她最好的朋友。可惜的是，是过去最好的朋友。这份友情被他自己生生毁掉，还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人。徐锦南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欧阳怀宇从来没有放下过，正如石青和王景也都没有放下过一样。在回到京城之后，石青便告诉了我所有的真相。当年石青是真的想要放走徐锦南的，但是这件事最终还是被欧阳怀宇知道了。欧阳怀宇想要派兵去追杀徐锦南，被他下了药。也是那一夜，欧阳怀宇要了他的身子。可他清楚得很，欧阳怀宇心里的那个人是徐锦南，一直都是徐锦南。他是恨的，他从未觉得自己比不上徐锦南，无论是出身还是相貌，甚至是才华。明明是他一路陪在欧阳怀宇的身边，所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竟抵不过一个只认识了不到半年的男子，而且这男子心里装的还是别人。说来也有些可笑，欧阳怀宇追逐着一个不可能的人，他又何尝不是？他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石青一直都没有想到，他会真的将徐锦南的位置告诉了当年的凤后，也就是欧阳怀宇的父亲。
当年凤后对于徐锦南是极为不满的，他认为一个江湖草莽之子怎能登上大雅之堂，更何况一个将他女儿迷得神魂颠倒的人，也不知是不是有人派来的奸细，所以在得知徐锦南的位置后，直接派暗卫去暗杀。徐锦南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京城，她本就怀了孩子，还被欧阳怀宇关押了几个月，虚弱的身子根本不允许她离开，她只能寻了一处人家躲了起来，想着孩子生下来她再离开这里。在这期间，她也试图联系过王景，可是每次她留下的消息都是石沉大海，王景从未给过回信。后来她才知道，那段时间王景被他母亲关了起来，整整关了半年。在遭遇第一次暗杀之后，他只能拖着沉重的身子左躲右藏，好在有暗卫保护着他。可这样一直躲也不是个尽头，就这样东躲西藏了几个月，在孩子生下没多久，为了孩子的安全，只能让其中一个暗卫将孩子带走，而他接着过着逃亡的日子。石青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徐锦南被抓的第3天，是徐锦南开口告诉的他，甚至徐锦南也清楚是他出卖了他，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告诉徐锦南这些仅仅是为了激发他的愧疚感，放过他的孩子。徐锦南清楚能救得了他孩子的只有石青，而那个时候石青也怀孕了。他明白一个孩子对于一个父亲的重要性，也因为对徐锦南的愧疚，他答应了这件事。只是他没有想到，徐锦南重新被抓回来这件事情最后被王景知道了。当年王景一个人单枪匹马闯进了欧阳怀宇的别院，想要带走徐锦南，可他来到之前，徐锦南竟无故消失了。而地上丢着一个瓶子，瓶子里是剧毒鹤顶红，整整一瓶见了底，地上还有一滩黑血，人不见了，可一整瓶鹤顶红被灌了下去。石青不知道，也不敢想，但他们也都存着一个念想，或许徐锦南被一个神秘人带走，然后救活了呢。而石青自己也因为心底的愧疚，想要离开京城，只是欧阳怀宇又怎么可能允许他离开？在他看来，是因为他徐锦南才会被凤后暗杀掉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将所有的报复都发泄在了石青的身上。时间久了，欧阳怀宇心情也平复了许多，没有再折磨过石青，只是将他丢弃在一个废弃的院子，自生自灭。而石青的家人也早就放弃了他。石青是被王景的人带了出来，并且被易容，他也早就过够了那样的生活，离开了京城。可他还是要为肚子里的孩子考虑，他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养活他肚子里的孩子，而且欧阳怀宇的人还在锲而不舍地找他，他迫于无奈委身给一个穷书生。或许是上天对他的报复，终身不得所爱，还落得一个这般凄凉的下场。王景等了3年，只等来了徐锦南香消玉殒的消息。徐锦南的尸体也交给了王景，而且带来这个消息的正是王景的师傅逍遥散人。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王景，有好长一段时间，王景都借酒消愁，醉生梦死。可过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王景竟然完全变了一个人，终日冷着一张脸，整个人阴恻恻的，恍若地狱的恶鬼一般，却再也没有违抗过女皇和她母亲的任何命令。我得知了整件事情，说不出该是同情还是其他。感情这种事情，有时候当真是可怕，一个人的嫉妒心有时会毁了一切。徐锦南死了，可其他人却被折磨了一辈子，最后答应了石青帮他保密所有的事情。子熙留下来照顾石青，没有跟我一起，柳梦离也留在家里帮着照应，刘生和徐锦白都跟着，一个医疗兵，一个军师。
杨依然也跟着我们一起。不得不说啊，我下了一手好棋，成功的拖住了王景前进的步伐。而这里的场地对我而言又是个施展奇门遁甲之术的好地方。整整拖了半个月，王景的军队都没能再前进一步。不好了，穆大夫不见了！说清楚。方才我和另外一个士兵去给穆大夫和杨大夫送早餐，可发现杨大夫晕了，而穆大夫不见了。而那个士兵进屋子没多久也晕了，我忙跑过来禀报，冲进了药房。药房点了茴香的味道，不是普通的茴香。我屏住呼吸，将晕倒的士兵和杨依然拖了出来，照顾好他们。看来我们军队里混入了王景的人。王景已经知道刘生是他儿子，但是王景之前已经说过，若非刘生自愿，他不会强求。而此时这个行为是何意图？欧阳南一听到消息，很快赶来。怎么样，找到了吗？被王景的人带走了。欧阳南一震惊，他完全不知道刘生的身世，以为刘生此次被抓定然是凶多吉少。那怎么办？我们带兵闯进去救人。千枝，你怎么看上去比我还紧张？冷静一点，这件事交给我。军营里混入了王景的人，你先派人彻查一下。无论如何注意安全。我点了点头，朝着徐锦白走了过去。小白兔，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你记着就好。我这2天应该去夜探王景的军营。其实刘生是王景的亲生儿子，而他的父亲是你的舅舅徐锦南。徐锦南是被女皇害死的，所以你的母亲才会加入这个战争之中。即便我被抓，刘生也不会让我出事。但是这里只能交给你，这些阵法你一定要记住。徐锦白整个人都吓傻了，他怎么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刘生竟然是王景的儿子，还是他死去的舅舅的儿子，也就是他表弟了。他突然想起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我问他的那个问题，问他还有没有哥哥或者弟弟，就已经觉得他和刘生很像。臭流氓，你没骗我吧？我胆子小。我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小傻瓜，这件事保密，谁也别说，听到没有？可是你一个人去吗？太危险了，我还是不放心呢。别担心，不会有事的。媚晴很快就到了，她会帮着你的。媚晴？徐锦白对于这个名字其实不是很熟悉，他知道在府里还住着一个男子，叫做媚晴，帮着我管理一览芳华，但是这个人他一点都不了解，连说过的话也不超过10句。媚晴她的武功在暗卫营里数1数2，可以在你身边保护你，我很放心。这么厉害的，看上去柔柔弱弱的一个男子，不过我也可以保护好自己啊，这里又不会有人伤害我。即使我被抓了，对方还有我娘亲，他又不会伤害我，所以还是让他跟着你吧，有个人跟在你身边，我更放心。不要，他再厉害也是我教出来的，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是我的对手，你就放心吧。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他们一定攻不进来。小白兔，谢谢你。跟我说什么谢谢？以后要记得对我特别好，还有回来把欠我的给补上了。是，以后夫君的话我都听。徐锦白听着这句夫君，心里乐开了花，这2个字怎么就这么好听了？怎么听都听不够。哼，再喊2遍。夫君，夫君，夫君，放心，欠你的我都会补上，分毫不差。安排好一切，我第1天的深夜便去了王景的军营，装扮巡逻的小兵在军营里瞎转着，期望着能打听到刘生的下落。只是在军营里巡逻了1夜，半点风声都没有打听到。整整3天，我都没有发现半点穆刘生的踪迹。突然被一个士兵拉住，
说是让我帮忙送饭。他突然肚子痛，怕是要拉肚子，朝着士兵所指军营的方向走去。里面坐着的正是王景。看来两位恭候我多时了。你是不是该喊我一声岳母？王景也没有指望我真的喊他一声岳母，他只求着穆留生能喊他一声娘。可那小子太倔强了，知道是他抓了他，不哭不闹，但是也从未理睬过他，可让他难过得很。他好歹也是他娘。我不会让你把刘生带回去的，除非我站在你这边。哼，最喜欢和明白人说话，我不会逼你这么快选择。只是今天你怕是走不了了。将军这么有信心，你怎知我不是有备而来？哈哈哈！无论你是只身一人还是有备而来，今儿个你都离不开这营帐半步。现在没有觉得你的胳膊有些僵硬？我动了动胳膊，果然如此。目光落在托盘上，我竟然就这么着了道。既然将军盛情难却，我又怎能推辞？王景从位上站起，伸出手，手心躺着一颗药丸。我没等他开口，直接拿起来扔进嘴里。把我和刘生关在一起。那可不行，刘生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毒，你要是跑了怎么办？也无可奈何，只能任由士兵把我带走。还真不好处理，我可不敢伤了这人，怕是穆留生知道了会和我拼命，但也绝不能放他离开，否则这仗真的没完没了了。穆千雪是个人才，只是他没想到的是，会有人阳奉阴违，竟然对我动了私刑。而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我差点丢了命。王景得知这件事，便急匆匆赶到了关押我的营帐。我已经躺在血泊里，只吊着一口气，吊着性命。王景大发雷霆，把动用私刑的几个人直接抓了起来，等他回来再审讯。人成了这样，他怎么跟穆留生交代？快去请黎先生。李默看见我成了这副模样，倒吸了一口凉气，帮我把脉。好在我武功高强，还能救回来。这要是换了其他人，怕是已经死了。你疯了不是？敢动他，要是他出了事，刘生怕是也活不下去了。是我的错，我不该给他喂下化功散，可不这样，我不是怕他跑了。我也没想到有人敢违抗我的命令，竟然对他用了私刑。谁？应该是林梦晴。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敢在我的军队里安人，还敢动我的儿媳妇儿，嫌自己活得太长了吧？吩咐下去，把林梦晴立刻给我抓来，弄不死他。李默眼底划过一丝嗜血的光，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敢动刘生喜欢的人。我亲自去。王景没有阻拦，他也拦不下来。他很尊敬李默，李默正是刘生那位神秘的师傅，正是当年带走刘生的暗卫。当年他离开京城也受了重伤，原本想要回许家堡，可没想到一路上遇到了无数的伏击。为了刘生的安全，他将刘生送到了一家人家中，而后来在一次躲避追杀中受伤昏迷了过去。后来他被人救了，那次的伤养了许久，等他再次回去，那家人已经举家搬迁，我整整3天都没有回来。徐锦白和媚晴2个人担心的要死，可又完全没有办法去联系我。他们2个闯王景军营，无异于送死。而徐锦白根本不能离开，他答应了我，一定要留着镇守这里，无论出了什么事，他都不能离开，也只能干着急。欧阳南翼更是愁得头都白了。好在王景也没有发起进攻，两军依旧处于和平的状态。3天时间，我身上的伤口也已经结痂，好在没了生命危险，众人都是松了一口气。我受伤这件事，王景已经全面封锁。李默每天早出晚归帮我疗伤，刘生又怎么会发现不了问题？奈何他被限制了行动，
门口守着好几个暗卫，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一定是有人受了重伤，才会请黎墨去救治。而这2天并没有打仗，应该没有什么受伤的人。被抓了过来，他知道自己不会出事，在这里不会有人伤害他。我的猜测他也猜到了，所以他的心特别的忐忑。万一真正受伤的人是……来人，我要见王将军。若是王景过来，没有丝毫受伤的痕迹，怕是受伤的人真的是千雪。王景面色红润，一点也不像有事的样子。刘生愤恨地看着他，受伤的是谁？是不是千雪？没事儿，就是之前打仗的时候，一个将军受了重伤，所以请黎墨过去治疗。他突然反应过来，他被刘生下了药，努力缓住身形。王景有些头疼地说道：刘生，给我解药。除非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受伤了？是不是千雪来找我了？我没有骗你，真的是一个将军受伤了。我只下了软筋散，一会儿师傅回来就可以帮你解了。若是师傅回来晚了，2个时辰后也可以自行解毒。就知道瞒不住你，去看看他吧。床上躺着的还在昏迷的是他的妻主。怎么会这样？他都遭受了什么？他明明那么厉害的，连徐锦妮都不是他的对手，又有谁能把他伤成这样？刘生坐在床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无论什么事都是亲自动手，甚至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包括黎墨。从换药到喂药到最后擦身，事无巨细。在我床边守了2天，我才苏醒过来。我醒来时，刘生在我身旁沉沉地睡着，动了一下身子，浑身传来剧烈的痛感。提到身旁趴着的人儿，又看着自己的伤口，脑海里一片混乱。我抬眸扫视了一圈周围的环境，蹙着眉头，我明明记得我在和人战斗，结果组织里出了叛徒，我当时中了一枪，然后落入了海里，所以现在我是被救了。可这里的环境看上去像是蒙古包，我到了内蒙，我明明是在珠江啊，而且身旁趴着的人穿的是古装。千雪，你终于醒了。千雪，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即便受了伤，手还是快速地掐上了刘生的脖子。我是刘生啊，你的夫君啊。我犹豫了2秒，松开了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他看我就跟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还这么抗拒我的靠近？是在怪我吗？怪我没有陪在他身边？我都可以解释的。行了，别哭了。你叫刘生？你还有个好朋友叫慕容羽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本就是你起的，取自月下笙歌，这些都是你同我说的。千雪，你是在生我的气，所以才不理我的吗？你说你是我的夫君，有什么证据？这里又是哪里？你的胸前有一颗痣。这个不算数，你帮我包扎过伤口，自然看过我的身子。那你记得刘哥姐姐、子熙、梦林、媚晴还有绵白吗？算了，直接告诉我这里是哪里，我又是谁？没关系，我从头告诉你。刘生从头讲着所有的故事，从2人第一次见面直到现在，恨不得说上个3天3夜。所以我现在是失忆了，能找回来吗？我也不太清楚，连你为什么失忆都还不清楚，或许等我问问师傅就好了。师傅？师傅很厉害的，一定可以找到原因的。千雪，你在这里等等，我马上就回来。是穆千雪出了什么事儿？刘生垂下眸子，有些颓然地说道：不知为何，他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只记得他自己叫做千雪，
你要什么医书，我派人帮你寻来，你也省了这路上奔波的时间。何况穆千雪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记忆，若是对你不好，在这里我还可以罩着你。柳生，其实他现在忘了不是更好，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把他留在你的身边，以后他的身边只有你一个多好。他不会愿意的。刘生扭头没有再停留，即便我已经忘了他，他的心依旧只在我的身上，他已经离开了很久了。你回来了。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不用这么紧张，以前怎么和我相处就怎么做吧。看样子目前我是没有办法离开，不过按你所言是在打仗，可看上去是不是太平静了？我也不太清楚，前些日子两军打得很激烈。我是对面的将领，你既然是我的夫君，为何在敌营混得这般风生水起？我瞧着他们这些士兵对你很是尊敬啊。你都忘记了，敌军将军是我的娘亲。我的夫君是敌军首领的儿子，我来寻他，结果被抓，莫名其妙丢了记忆，这是在玩我吧？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他也只能离开，一个人站在营帐外面，吹着凉风，心里空荡荡的。怎么一个人站在营帐外面不进去？今晚我住在哪里啊？刘生眼神空洞的看着夜空，第一次觉得人生这么迷茫，活了这么多年，一直都围绕着我。可若是没了这人，他还努力要做什么？太过深爱，一切的努力都在为了跟这个人靠齐。住你师父那里吧，他估计还有些时间才回来。我已经告诉了他穆千雪失忆的事儿，他应该可以在林梦晴身上找到解药，一切都会过去的。若是离开他，我还能做什么呢？你可以开一个药铺啊，以你的医术定然没有问题的。可我是男子啊。男子怎么了？我王景的儿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千雪也说过这样的话，说是男子一样可以顶半边天，无论我想做什么，他都会支持我。那你想开药铺吗？那你想当女皇吗？不想，那么累的活儿，我才不想干。哎呀，你也别劝我，什么为了一个人造成这样的伤亡，这些话我听得多了。可这件事儿支撑了我这么多年，不可能会放弃。若是此生不能为你爹爹报仇，这辈子我是无法原谅自己，即使成为千古罪人。可你直接杀了女皇不就可以了？何必如此啊？我不会杀他的，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若想要我停下这一切，除非景南复活，站在我的面前，否则无论是谁也无法阻止我前进的步伐。我累了，休息了。刘生到了黎墨的营帐，躺在床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许久，听见营帐外面的脚步声，他所熟悉的脚步声，眼睛蓦地睁开，坐了起来。千雪，你怎么会来？睡不着，就来找你了。可你的伤没事吧？即便是失忆，这种残留在心底的东西，几乎成为本能的东西，就是对他的爱吗？你很喜欢研究药理吗？很喜欢的，家里好多医书都是你帮我寻的，其中还有很多孤本呢。我就一直在想，怎么会有千雪你这么厉害的人，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千雪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也是这个世上最好的女人。陪我回去吧。刘生错愕。你不是我，以后就一直陪在我身边吧。千雪，你是想起来了吗？只是想要跟你在一起，看着你很安心。失忆了又如何？还是我的千雪呀，还是我深爱着的那个千雪呀。你很开心？很开心。因为我？对啊。一个端水的小兵从外面走了进来，
抬头，小兵听见我的声音，猛地抬头，眼底氤氲着雾气，砰地跪在地上。楼主，媚晴，你怎么会来？媚晴一把推开他，脸上似有些愤怒。既然我是你主子，那你该明白，他也是。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是我的下属了。楼主，是媚晴的错，媚晴不该对公子无礼的，求楼主不要赶走媚晴。立刻在我面前消失，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楼主，您真的不要媚晴了吗？我没有说话，背过身去。千雪，你不能赶走媚晴的，不能的。对你无礼的人，没必要留在我身边。这一句话让媚晴的一颗心彻底沉到了谷底，一瞬间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我知道穆流生对穆千雪的重要，可没想到我在他的心里没有丝毫地位。他朝着我重重地磕了一下头，闭着眼，任凭泪水肆无忌惮地落下。媚晴生是楼主的人，死是楼主的鬼。既然楼主不要媚晴了，媚晴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眼看着媚晴的簪子就要刺入自己的心怀，另外一个簪子朝着媚晴的方向射去，媚晴手中簪子被打落在地。不是的，媚晴，千雪她只是失忆了。怎么会？可楼主明明记得你。他不记得我，只是这几天一直和我在一起而已，具体的我会跟你解释。够了，没什么可解释的，你走吧。媚晴张了张口，还想说什么，被刘生拉住，朝他摇头。媚晴到嘴的话也只能咽了回去，不情愿地离开。我在他离开后，脑壳里一阵疼痛，疼得忍不住喊出了声，体内的真气乱窜着，似乎要破体而出，眼角最后竟流出血来，昏了过去。欧阳南翼的军营内，媚晴已经回来，将我安好的消息告诉了众人，但将我失去记忆的事情瞒了下来，包括徐锦白。穆千雪不在，靠的就是徐锦白，他绝对不可以出事，只要没事就好。我也就只求这么多了，哪怕是被忘掉也好。若非是王景及时赶到，帮我调节了体内紊乱的气息，我怕是性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只能看着我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王景盯着手里的锦囊许久，还是打开了。看着锦囊里的几个字，王景彻底震惊了。纸条上写着4个字：刘生御寿。突然锦囊里掉出一颗药丸，毒是黎墨下的，解药也是他早已留下。他早知他会打开锦囊，所以特地安排了这么一出。若是真的这么做了，刘生呢？他本就对我这个母亲排斥，好不容易让他卸下了不少戒备，若是以穆千雪逼他，怕是这母子情谊也就到这个份上。而且若真是这么做了，刘生和穆千雪之间的情分怕也是到此为止。王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和徐锦南相处的一幕幕，心疼得厉害。他们明明那样幸福，若是没有欧阳怀玉，他们现在该是过着多么美好的生活，只要人在就好啊。王景蓦地睁开眼，眼底划过一丝狠戾，做了最后的决定。欧阳怀玉他必须受到惩罚。王景下定决心，从床上坐了起来。刘生趴在我床边，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听见脚步声便知道来人是王景。已经半个月了，千雪她怎么还没有醒来？回去休息吧，或许明天就都好了。难道你想看见若她醒来，看见你这个样子？她还能醒过来吗？能醒来，只是我有个条件。刘生愿用一切作为交换，换他一条性命。御寿，破阵！难以置信地盯着王景，他可以御寿这件事，除了师父，没有第3个人知晓。他甚至连我都没有告诉过。
所以这件事只能是师傅告诉了王景，是师傅下的。报仇真的就这么重要吗？非要这么逼我背叛千雪，这样以后我还有什么面目面对他？我答应帮你，等我上了战场之后，麻烦你帮千雪喂下解药。现在麻烦王将军离开吧。王景叹了口气，离开了刘生的营帐。千雪，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以后没有你的日子，我要怎么样过呀？整整一夜，刘生都没有睡。可为了我，他不得已如此，换上了一身黑衣，蒙上面纱，将自己全部的包裹起来，只留下一双眼睛，进了身后一望不尽头的丛林，操纵着毒物进入欧阳南翼的军营。不一会儿，便听见军营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喊声。刘生的心也被狠狠地揪了起来，拼命想要停下来，可箫声还是一直传了出去。我要穆千雪活着，哪怕和整个世界为敌。很快，毒虫便弥漫了整个营帐，所有的士兵都从营帐里跑出来，看着密密麻麻的虫子，却没有丝毫办法。已经有不少士兵被虫子咬过，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很快被其他虫子啃咬覆盖，成片虫子经过，尸骨不留半分。一瞬间，恐惧几乎吞噬了所有人的心。在这样的毒物面前，他们丝毫没有应对之策。刘生这才收起洞箫，毒虫瞬间停止了攻击，从毒虫中走了过去。降了吧？你是刘生，为什么这么做？臭流氓呢？他若是知道了这件事儿，你让他作何感想？我知道王景是你的母亲，可你也没有做到这种地步吧？他没有做任何的解释，任凭他们咒骂着，还是重复着一句话：降了吧。刘生，你是有苦衷的，对不对？别再过来，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再问最后一遍，降还是不降？话语落下，握着洞箫的手已经重新抬起，所有人一瞬间屏住了呼吸。刘生，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欧阳南翼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他吹响洞箫。穆夫人，我答应你撤军，麻烦你收起洞箫。不是撤军，是彻底降了。你赢不了的，羽兽现在仅仅是毒虫而已。降了，这10万将士便可留下生命，何必要做无谓的牺牲？好，我投降，我投降。刘生从怀里掏出一份投降书，签了吧。许久才咬破手指，按下手印，将投降书再次扔给刘生。只是一瞬间，一只树枝在中间将投降书拦截了下来。投降书落在地上，所有人呼吸一凛，看着从天而降的女子。臭流氓！我没事，别担心。可是我不能倒下去。我朝着刘生伸出手，同时朝他走去。听话，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求你别过来，别过来！站住啊！别过来，求你了，别过来！好，我不过去，你过来好不好？我们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回流木山庄好不好？再也不管这些事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你休了我吧，从今以后，我们再没有丝毫关系。他只知道自己心已经疼得麻木，他只知道再也不能在一起了。胡说什么？你可是我明媒正娶的夫君啊，全天下都知道的。这辈子，你刘生只能是我穆千雪的夫君，也必须是我穆千雪的夫君。刘生，你听话好不好？算我求你了。我不能再停留，否则
不仅是我，怕是千雪也撑不下去。狠下心吹起洞箫，箫声响起，毒虫们也在他面前排得密密麻麻，刚好阻隔了我前进的步伐。刘生用尽最后的力气，吊起轻弓，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我在刘生离开后再也撑不住，晕了过去。刘生到了树林中，整个人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直接昏迷在树林中。树林中走出一双男女。这孩子伤得有些重，这御兽之术虽然强大，可对身体造成的负担更大。他这身子本就受了不少损伤，现在更是伤到了心肺。这孩子从小脾气就倔，就认死理，以后和千雪怕是困难重重啊。她怀孕了，大概有半个多月了，估计她自己都没有发现吧。只是这孩子很危险，我现在没有把握抱住孩子呀。只能抱着刘生道：留在这里等我回来。说着匆忙朝着王景军营的方向跑去。希望这个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否则千雪这孩子怕是会灭了王景啊。被称作阿言的男子突然脸色骤然苍白，张口问道：刘生怎么样了？随后又自顾自地回道：别太伤心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还太虚弱，好好休息吧。可我担心他。好了，身子暂时借给你。谢谢你。嗨，跟我客气什么？只能半个小时，否则你会受不住的。好。在王景营帐前猛地止步，手紧紧攥着，紧张的额上都沁出了汗水，才跟着女子进了营帐。男子看着刘生苍白的脸色，心紧紧地疼着，一张脸上满是焦灼和不安。他的孩子呀，从出生就一直过着如此坎坷的孩子。他是徐锦南，是那个在20年前就该死去的徐锦南。他也不知为什么自己还会活着。当年他醒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灵魂，他的躯体也因为灵魂离体太久而腐烂，而他的灵魂也是无比虚弱，随时可能散去。而留下他灵魂的正是王景的师傅。他曾听王景提起他这个师傅，除了武功卓绝之外，更是喜好钻研奇门奇术，是一个奇人。只是他的躯体已经腐烂，最后化作飞灰，什么都没有留下。他的灵魂只能寄托在一个活人身上。把身体先给我。这孩子自己医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想必有很多自己钻研出来的药丸，且让我看看，或许事情不会这么糟糕。身体的控制权瞬间的落在曾玉元手中，恢复属于他的淡然，朝着刘生身边走去，淡淡的开口：这孩子研制的药都在哪啊？这我也不清楚啊，他从未告诉过我。时间耽误得太久，他再次把上刘生的脉搏，突然发现他的气息平稳了许多，胎气也平稳了许多，这才明了，想必刘生已经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晕倒前给自己塞了药丸，幸好，否则他都不知道该如何了。这几日他的身子太虚了，无论如何也要让他补补身子，注意些分寸。交代完，七主，我们走吧。告辞。两位且慢。王景若说是一开始着急刘生，并没有察觉二人的不对，可现在问题可大了去了。知道刘生是他儿子的人几乎没有，而知道刘生前去欧阳南义军营的只有他一个。可现在这两个人凭空出现，而且看样子不像是普通人。不知将军还有什么事？在下请两位喝一杯茶。从我们这里你什么都得不到，而且我们不会干扰你任何事，
至于救这个孩子，纯粹是意外。至于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们如何得知？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若是无事，我们夫妻二人就告辞了。我昏迷了很久才醒来，对不起，这些天也让你担心了。徐锦白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紧紧地抱着我。终于，他醒来了。他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多害怕。在听见媚晴说他失忆的时候，我害怕的呼吸都要停了，生怕他将我彻底忘了，生怕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忽然间消失了。这下可真成了小白兔了。我帮你找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匆忙从营帐里跑了出去。居士，那位公子在您回来后就去领罚了，说是护主不力，硬是领了100军棍，任谁也没办法阻止。他的军营在哪？就在欧阳将军右侧第3个营帐。对了，徐锦白回来告诉他，让他在这里等着我便好。媚晴虽然听见了外面的脚步声，但她正在上药，又因为实在行动不便，半天也没来得及把裤子穿上，只能将被子拉着盖到了自己身上。楼主，别动。楼主，我自己可以的，不用麻烦您了。我没有搭理他，用力扯开了身上的被子，侧过身子，看见身后的皮肤一片溃烂，脸色瞬间冷了下来。药，他好，轻柔地开始帮他涂抹药膏，只是在我的手触碰到媚晴身上的刹那，媚晴的身子就紧绷了起来，明明很疼，可她却甜蜜的要死，整个人如同泡在蜜罐里，幸福的快要昏过去了。谁给你的胆子，一个人去王景军营寻我？又是谁给你的权利，自作主张受罚？你有没有将我这个主子放在眼里？我只是担心楼主。以后除了我的命令，不允许你再自作主张做任何事。下次如果再自己行事，就消失在我面前。其他人也反应过来，欧阳南翼忙喊着：伯母，伯父。参见老庄主，老庄主夫人。媚晴，你不用这么拘礼，跟我喊一声爹娘就好。这怎么行？孙卑有别，媚晴只是暗卫，怎能随楼主喊一声爹娘呢？无碍，他都这么说了，你就随他喊我们一声爹娘吧。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男子，他叫徐锦南。徐锦南3字一出，整个营帐一片沉寂。他也知道他的出现太过于匪夷所思，就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他竟然真的活过来了。即便这不是他原来的身体，但能活下来，对他而言已经是上天赐予他的最大的眷顾。许久，我走过去将徐锦南打量了个遍，和刘生没有丝毫相近之处，也明显没有易容的痕迹，这让我如何相信？徐锦南被我盯得尴尬的紧，便与我们解释了整件事情，从一开始他的死，到曾玉言和木然的到来，再到最后的借尸还魂。我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震惊，毕竟我也是穿越过来的，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其他几人都惊掉了下巴。第二天清晨，天刚亮，便收到了王景的降书。就是这么轻而易举，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就是这么一个人结束了所有的灾难。期间发生了什么，只有他们2人知晓，剩下的人只需要知道一切结束了。一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了，刘生消失了，什么踪迹都没有留下，如此便是不想让任何人寻到。她怀孕了，还要带球跑，这不是找抽吗？我跟徐锦南讲了石青的事情，他知道石青一定过得很煎熬，而且从我口中得知他的遭遇，更是唏嘘不已。我让徐锦白和媚晴回去休息，接连赶了好几天的路，他2人满是疲态，而我便直接去了石青的房间，子熙和石青都在。
我没顾及子熙，直接开口：“爹爹，徐锦南活过来了，想要见你一面。”此时石青整个人处于一个石化的状态，泪水不住地往下滑落。这样的事情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救赎。爹爹，卸了这人皮面具吧，快20年了，你也该让自己见见阳光了。好，子熙，帮爹爹上个妆吧。看着面前陌生的一张脸，虽然现在的他还没有接受石青这个模样，不过看着石青的模样，他才觉得自己真的是亲生的。他之前还在怀疑，为什么自己这张脸和爹爹没有丝毫的相像。子熙嘴角挂上了笑容：“爹爹，我帮你上妆，爹爹模样可真是好看，上完妆定能迷倒一堆人。”半个时辰后，子熙才满意的放下了手里的工具，化了妆，换了衣服，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朝着子熙抛了一个赞赏的眼神，优秀。我已经告诉过他，徐锦南现在已经变了样貌，可能活着就是最幸运的事情。石青扑通的跪在地上，多少年了，他欠徐锦南一个跪。对不起，这么多年了，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我回来可不是看你认错的，这么久了，还有什么事儿过不去的？我都已经活了过来，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吧。石哥哥。锦南拍着他的背，让他趴在自己肩头哭着。他也曾恨过，可他也清楚，若没有石青的帮忙，刘生可能现在都不一定能够活下来。他也该谢谢石青。许久，石青才止住了哭声。他们只有这一天的相见时间，此次分离怕是相见无期。他希望石青能放下所有的事情。石青这些年也过得太苦，他也该放下了。二人一直聊到天黑，还是舍不得停下。20多年了，石青从未说过这么多话，心里从未这么轻松过。第二天清晨，徐锦南和王景便要离开，石青依依不舍地送别二人。一回到家中，我看见了一个让我觉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人。看着柳梦林娇羞的神色，不禁狠狠地剜了某人一眼，手倒是快呀，趁着我们离开，竟然把人搞定了，将柳梦林拉到我身后。哼，徐锦离，想娶梦林可以，随梦林喊我一声姐。穆姐姐，他已经入了我们刘木山庄的族谱，就是我亲弟弟。想娶她，明媒正娶，8抬大轿，10里红妆，还有随他喊我一声姐姐，否则休想。他有些痴迷地望着我，喊了2声：“楼主，您为什么跟我道歉？”因为我不小心伤了你，只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该想要伤害刘生。你该知道，他不会伤害我。我知道的，只是当时气昏了头。楼主，您快去把小公子接回来吧，他一定有苦衷的。会的，我会将他带回来的。第7天，在我们的营帐外出现了3个人，其中2人竟然是木然和曾玉言。我对这一世的爹娘没什么记忆，之所以知道这是他们2人，是因为家里有他们2人的画像。10几年过去了，岁月并没有在2人脸上留下多少痕迹。曾玉言看见我的瞬间，眼中已泛着泪花。有什么事进去再说吧。这可是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啊，现在看见她跟陌生人一样。徐锦南在一旁看得更不是滋味，都是他连累了他们2人。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爹，我娘，另外一个不太清楚。爹娘，我叫徐锦白，是旗主新娶的夫君。他这一嗓子把所有人的思绪都拉回来了。
曾玉言听着这句爹，别提多开心了。走到徐锦白身边，越看越开心，越看越喜欢，不住地嗯着，看得徐锦白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哎，那是不是要喊我一声姐夫？锦白，徐锦离怒了。灵儿，你也不帮我。可我一直喊的木姐姐呀。锦白还喊了我20年的姐姐。反正我要喊木姐姐。看见了没？让我喊穆千雪姐姐，根本不可能。穆千雪可是锦白的妻主，是我弟弟的妻主，真的是完全乱了。梦林、锦白，你们该喊姐姐就喊姐姐，至于你们2个，随意喊着吧。但想要娶梦林，该有的可一样都不能少。爹爹说的对，就这么定了。我明天就回去准备聘礼。灵儿，我很快回来娶你的。柳梦离羞涩地嗯了一声，我在一旁看着她幸福地笑着，不禁也笑得更加开心。听闻扬州一处小镇子里，半年前来了一个神医，医世无双，没有人见过他的样貌，无论何人寻医问药，永远都隔着一席竹帘。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容貌倾城的男子和一个永远拿着一把剑冷冰冰的护卫。我的目光落到远处忙碌的男子身上，这人不是云染又是谁？另外一个握剑的是我派来保护云染的暗卫。半年了，我可都未曾见过他，这肚子怕是撑成了一个球吧。还有云染，看上去瘦了些许，想必一个人在外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他竟然和刘生不期而遇，倒是让我惊讶。有云染在身边照顾着，我也才能放心这么久才前来。这2人我念了许久，想了许久，终于可以带回去了。一张俊秀的脸上满是惊喜和震惊，在离我不到1米的地方停下，试探地问道：是你吗？将他拉到怀里，他才确信面前的人是真实的，紧紧抱着我，再也不想松手。许久，他才红着眼眶从我怀里出来，近乎撒娇地跟我说道：为什么这么久才来？不知道我们一直在等你吗？已经有8个月没有见到了，每天他都在疯狂的思念中度过，他的心从未有一刻停止过思念。我许久才松开他，别哭，对孩子不好。提起孩子，刘生心紧了紧，手不禁放在了腹部，有些紧张地说道：对不起。知道错了呀，怀孕了还敢一个人跑掉，让我担心了这么久，你准备怎么弥补我？只要你别不要我，要我干什么都行。刘生扑到我怀里，紧紧地抱着我。只有在他怀里，我才能感觉到一点温暖，只有他在，我才能安心。我拼了命的给人看病，为的就是能减轻自己身上的罪孽，不会殃及到我爱的人。躺在我的怀里，这半年来头一次睡得安稳。晚饭自然是我亲自下厨，半年了，几个人才算是正儿八经的吃了一顿正常的饭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个月，一直到刘生生下孩子。我抱着怀里的孩子，心情荡漾。这可是我的第1个孩子，是个女孩。至于名字，早在知道这个孩子存在时便已经想好，叫做沐于阳。媚晴下意识地扭过头。楼主，您找媚晴有什么事？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喊我楼主，怎么就是记不住呢？那该喊什么？千雪。啊？喊我千雪。难不成现在还是在梦里？去拿酒来，一会儿陪我喝酒。若是穆千雪喝醉了，那我岂不是再拥有她一会儿，哪怕是1个时辰也罢。身影很快从院落里消失，又很快回来，怀里抱着酒坛，有些笨拙地跑了过来。每次来你这里喝酒都有惊喜。您尝尝。我端起酒杯，酒入喉头，温滑入嗓，一阵舒畅，叹了好几句，
好酒，好酒。媚晴也随我喝着，我喝一杯，她便也同样饮下一杯。我二人畅饮了将近1个时辰，才堪堪停下。她将我扶到屋子里，心更加不安分起来。我戳了戳她的脸，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随后朝着方才戳的地方吧唧就是一口，身子还朝她拱了拱，然后满足地闭上眼睛睡了过去。媚晴觉察身边的人已经睡熟，这才松了口气。若是可以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千雪，好想一直这样喊你。你知不知道我憧憬这样的场景憧憬了多久？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多想跟你在一起，多想和刘生他们一样作为你的夫君陪在你的身边。可是我怎么能呢？我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暗卫，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吐露我的心意。若是被你知道我是故意灌醉你，知道我这些可耻的行为，你会不会把我赶走？说着，他的眼角不禁滑落一滴晶莹，他缓缓俯下身子，闭上眼，睫毛微颤着，想要最后落下一个吻便离开。只是在一吻落下的时候，腰间突然一重，整个人直接下拉。他震惊地睁开眼，正对上我的眸子，哪里还有丝毫醉意。突然被抓包，媚晴已经彻底乱了，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完了，我要被赶走了。这个想法疯狂地生长着，几乎霸占了他整个思绪。一个瞬间，所有的力气被抽空，绝望地闭上眼，等着接下来对他的抉择。我吻上他的眼睛，缓缓开口：傻瓜，睁开眼，看着我的眼睛。媚晴好半天才睁开眼，眼眶里储存的泪水扑簌落了下来，大滴大滴砸在我的脸上。我抬起手，轻柔帮她拭去，温柔地笑着。看到一个泪眼婆娑的美人儿，可是我现在想要看见一个笑意盈盈的美人儿，可该怎么办呢？媚晴傻傻怔住，脑子宕机。我好笑不已，起身将她压在身下，手开始在她身上摩挲着，拖着她的衣服，一边拖一边说着：没办法，为了让你以后乖乖喊我千雪，我也只能这么做了。徐锦白好不容易熬到了他的洞房花烛夜，别提有多激动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分毫不想再等。徐锦白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他便被我抱上了床，身上的2块布直接被我撕成了粉碎，凄惨地躺在地上，床围顺势落下，遮住了所有的春光。据说当天夜里屋里传来的羞耻声可惊坏了在外面路过的其他人，要知道窗户什么的可都没关上，声音一直持续到深夜才渐渐远去，抱着怀里的人儿睡了过去。第一天被带到一览芳华，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最起码我知道了他的心里是有我的。这里的几个人除过我和媚晴，都已经是穆千雪明媒正娶的夫君。媚晴虽然没有这个身份，但也早已是他的人，唯独我什么都没有。有时候我在想，当初我的离开到底是对是错？是不是这几年过去，他对我早就没了当初那份心？更何况我都25了，一个老男人了，这年龄放在哪个家里，不是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可我还是孤身一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都是多余的存在，多他一个少他一个并没有差别。也许真的是年龄大的原因，我是越来越多愁善感了。
自从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小院儿，原本安静的小院儿每天都是热情非凡，一堆孩子围着转来转去。云爹爹，娘亲喊你呢。云爹爹，快走了！娘亲说让你快点过去，她有事找你。走到一小片空地，空地中间摆着一把琴，一个长石凳。他很清楚这是为他准备的。云染坐在石凳上，手指不自觉地搭在琴上，琴身是上好的梧桐木所制，琴弦是千年冰蚕丝。都说凤栖梧桐，他下意识弹奏起一曲《凤求凰》，琴声响起，一曲惊鸿。只是与此同时，空地前出现了一个人影，身影随之舞动着，和着琴声翩然起舞，身姿轻盈，手中的剑气凛然，带动着周围的竹叶随之舞动。这般场景美得他移不开眼。一曲终了，那个舞动的身影也随之缓缓停下。云染慢慢看着我，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池上一个温热落下，云染不觉闭上了眼睛，一滴泪水随之落下，引入鬓角。上天啊，谢谢你，终于让我得到了幸福，终于让我不再孤单。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过年回家，我娶你可好？以后做我的夫君可好？好。云染突然笑了起来，身边的风轻轻地吹着，耳边响起了沙沙的风吹竹叶的声音。